幽风林中，雾霭沉沉，方云孤身立于一棵枯树下，身形单薄的仿佛随时会被林间的阴风吹倒。他紧紧攥着拳，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感受着那微不足道的刺痛。断体一层，哼，3年了，还是断体一层，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他低声嘶吼，充满了无尽的自嘲与不甘。就在这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道倩影穿过薄雾，来到他的面前。来人一袭淡紫色长裙，勾勒出惊心动魄的窈窕曲线，一双笔直修长的玉腿在裙摆下若隐若现，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人的心尖上。她便是苏灵溪，方云的未婚妻，也是如今城中无数天骄追逐的明月。云哥，你来了。苏灵溪的声音清冷如泉，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方云不敢看她那张绝美的脸，生怕自己会沉沦其中。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沙哑的开口：灵溪，我们退婚吧。这5个字仿佛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苏灵溪娇躯猛地一颤，美眸中满是难以置信。退婚？方云，你在说什么胡话？你知道我为了拒绝张家那个混蛋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吗？正因为知道，我才不能再耽误你。方云猛地抬头，双目赤红。你看清楚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断体一层，一个连普通护卫都打不过的废物。我给不了你幸福，只会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辱。我不在乎。苏灵溪的声音陡然拔高，他上前一步，逼视着方云。我苏灵溪认定的男人，就算他跌落尘埃，也永远是我的英雄。旁人的眼光与我何干？家族的逼迫又与我何干？他的话语斩钉截铁，每一个字都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方云的心上。可我在乎。方云痛苦的嘶吼，我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被家族唾弃，我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被张家那个杂碎嘲笑，我不想你一辈子的幸福都毁在我这个废物手里。幸福，我的幸福只有你能给。苏灵溪的眼中泛起水雾，那倔强的模样看得方云心如刀割。他惨然一笑，我能给你什么？我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你给不了，那就我来给。苏灵溪的眼神突然变得无比决绝，在方云震惊的目光中，他猛地抬手抓住自己的衣襟，刺了一声裂帛之音，清脆而刺耳。紫色的长裙被撕开一道口子，露出大片雪白细腻的肌肤和精致的锁骨。灵溪，你疯了！方云彻底懵了，他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想要阻止。苏灵溪却凄然一笑，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刚烈。他们不是想把我嫁给张家吗？他们不是说你配不上我吗？好，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我苏灵溪的人，我的心都只能是你的。我倒要看看，谁还敢要一个不洁的我倒要看看，张家还有没有脸面来提亲。话音未落，他猛地扑进方云怀里，那娇柔丰盈的身躯紧紧贴了上来，带着少女独有的芬芳和惊人的热度。云哥，要我。最后的2个字轻如文瑞，却在方云脑海中掀起滔天巨浪，理智在瞬间崩塌。少女的现身是对命运最刚烈的反抗，也是对她最深沉的爱意。在2人身躯彻底交融的刹那，方云胸口处那枚自幼佩戴，据说是父母遗物的神秘玉佩骤然绽放出1万道金光。咔嚓，玉佩轰然碎裂，一股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浩瀚信息洪流，如9天银河倒灌，疯狂涌入方云的脑海。吾乃阴阳神尊，纵横神域100万载，炼丹炼气阵法无一不通，终悟阴阳大道，创阴阳混元诀，然遭小人暗算，身陨道消，留此传承，待有缘人。宏大苍茫古老的声音仿佛跨越了万古时空，直接在方云的灵魂深处响起。无数玄奥的金色符文在他识海中生灭沉浮，最终汇聚成一篇名为《阴阳混元诀》的无上功法。与此同时，一股纯粹到极致的能量从破碎的玉佩中狂涌而出，瞬间流遍方云的4肢百骸。纯阳神体，原来我的体质竟是万古无一的纯阳神体。需与特殊体质的女子双修，方能阴阳调和，1日千里。灵溪她竟然是玄阴之体，天意，这难道就是天意吗？方云的意识在海量的信息中沉浮，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被投入了一个巨大的红炉中，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都在被疯狂地淬炼重塑。那堵塞了整整3年坚不可摧的境界壁垒，在这一刻脆弱得如同一张薄纸。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方云体内冲天而起，吹得四周落叶狂舞。断体境1层破，断体境2层，力量，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斥着全身。方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速度、感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修炼者该有的感觉。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狂喜，怀中的苏灵溪却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娇躯一软，彻底昏迷了过去。
他的眉宇间一缕黑气若隐若现，显然是无法承受那股传承冲击的余波。灵犀，方云心中一紧，无边的悔恨与后怕涌上心头。他急忙查探传承中的丹道知识，寻找救治之法。就在此时，林子的远处火光陡然大盛，一阵阵嘈杂的怒骂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清晰地传来。快，就在前面，我看到那小废物的身影了，竟敢拐带灵犀小姐，打断她的狗腿。张少有令，找到方云那废物，直接废掉修为，带回苏家，交由苏家主发落。是苏家和张家的人，他们终究还是追来了。方云脸色一变，看着怀中昏迷不醒的绝美佳人，在听着那越来越近的喊杀声，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凌厉，想动我的女人。先问问我同不同意。火光映照下，一张张愤怒的脸庞在林间攒动，为首的是一名身穿锦袍、面容阴鸷的老者，他正是苏家三长老苏长空。当他看到被方云小心翼翼护在身后，衣衫不整、双颊潮红的苏灵溪时，一双老眼瞬间喷出怒火。孽障，你这个无耻的淫贼！苏长空的声音如同寒冬里的冰锥，刺得人耳膜生疼，竟敢玷污我苏家明珠！来人，给我将这狗东西的四肢打断，带回苏家，听候家主发落。他身后的几名苏家护卫早就按捺不住，闻言立刻狞笑着围了上来，灵力在体内涌动，摩拳擦掌。三长老，跟这废物何须多言，看我先敲碎他的膝盖骨！敢碰灵犀小姐，今天让他生不如死！方云轻轻将怀中昏迷的苏灵犀放下，脱下自己的外袍，温柔地盖在她身上，遮住那一片春光。他缓缓起身，动作不带一丝烟火气，但当他抬起头时，那双曾经充满了自卑与不甘的眸子，此刻却只剩下冰冷的死寂。阴阳混元诀，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淡金色的暖流正沿着全新的经脉路线奔涌不息，四肢百骸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整个世界在他的感知中都变得不一样了，那些护卫的呼吸、心跳，甚至体内那微弱的灵力流动都无所遁形。方云的目光扫过叫嚣的众人，最终落在苏长空那张老脸上，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谁敢动他，我便杀谁！此言一出，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哈哈哈哈！我听到了什么？这个废物说要杀了我们，疯了！我看他是真的疯了。断体境1层的垃圾也敢口出狂言。一名身材高壮、修为达到断体境2层的护卫跃众而出，脸上满是轻蔑和残忍的笑意。小废物，口气倒是不小，就让爷爷我来教教你，什么叫尊卑。话音未落，他脚下猛地一蹬，身形如饿虎扑食，一只蒲扇大的手掌带着呼啸的风声，直直抓向方云的肩膀，竟是想一招就将他彻底锁死。太慢了，破绽百出。在方云的眼中，这是大力沉的一抓，却像是孩童的玩闹，缓慢而无力。他不闪不避，就在那手掌即将触及肩膀的刹那，右拳猛然轰出。这一拳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只是简单直接的迎击。找死！那护卫见状，脸上狞笑更甚。然而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便彻底凝固。只见方云的拳头上竟覆盖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一股仿佛能崩裂山岳的恐怖气息骤然爆发。传承武技崩山拳！轰！拳掌相交，发出的却不是骨肉碰撞的闷响，而是一声沉闷如惊雷的爆鸣，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那名断体境2层的护卫脸上的狞笑变成了极致的惊恐与痛苦，他的整条手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变形，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顺着手臂涌入他的胸膛。噗！他狂喷出一口鲜血，夹杂着内脏的碎片，高大的身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撞在10米外的一棵2人合抱的大树上，震得树叶簌簌而落，随后软泥一般滑倒在地，彻底昏死过去。一拳，仅仅一拳，一名断体境2层的修士，在一个公认的废物面前，竟连一息都未能撑过。整个幽风林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鬼魅。这怎么可能？一名护卫的声音在颤抖，他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那是方云吗？那个被我们嘲笑了3年的废物方云。一拳，刘虎可是断体境2层啊，就这么被一拳废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他的拳头刚才发光了，是金色的光，那是什么武技？好可怕的拳意！苏长空脸上的暴怒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惊与骇然。他死死地盯着方云，那张波澜不惊的年轻脸庞，此刻在他眼中竟是如此的陌生与可怕。你一直在隐藏实力。苏长空的声音干涩无比，他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个一拳轰废断体2层的少年与那个任人欺凌的废物联系在一起。
方云缓缓收回拳头，感受着拳锋上残留的淡金色灵力，心中对崩山拳的威力有了最直观的认识。他没有回答苏长空的问题，只是用冰冷的目光再次扫过众人，那意思不言而喻。就在苏家众人被彻底震慑、进退两难之际，一阵更加嚣张跋扈的笑声从林外传来。哈哈哈哈！真是热闹啊！苏长老，你们苏家就是这么办事的，抓一个废物都这么费劲。话音刚落，一行10数人排开众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身穿华服、面容倨傲的青年，他腰悬长剑，气息强大，赫然已是断体境4层的修为，正是张家少主张狂。张狂的目光一进来，就立刻被躺在地上的苏灵溪所吸引。当他看到苏灵溪衣衫不整的模样，眼中先是闪过一丝淫邪与贪婪，随即化作了滔天的怒火。好，好啊！张狂怒极反笑，他指着地上的苏灵溪，转头对苏长空厉声质问道：“我张狂内定的女人，竟被你身边这个废物捷足先登了？苏长空，这就是你们苏家要给我的交代？”他的声音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质问和毫不掩饰的杀意，让苏长空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张狂根本不给苏长空解释的机会，他缓缓转过头，一双毒蛇般的眼睛死死锁定在方云身上，一字一顿地说道：“今天你必须死！”张狂的杀意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了整个林间。他身为断体境4层的高手，在年轻一辈中也是佼佼者。此刻看着眼前这个不过断体境2层的方云，就像在看一只随时可以碾死的蝼蚁。废物，你玷污了我的女人，本该将你千刀万剐！张狂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伸出3根手指，傲慢地说道：“但本少主今天心情好，给你一个机会，一个体面死去的机会。3招，3招之内，本少主要你狗命！”此言一出，他身后的张家护卫顿时爆发出肆无忌惮的嘲笑。张少仁慈，对付这种废物，哪里需要3招？一根手指头就够了。这废物怕是连张少的1招都接不下来吧？3招，太看得起他了。苏家的众人也是面色各异，苏长空眼神闪烁，既震惊于方云刚才那一拳的威力，又不认为他能跨越2个小境界对抗张狂。断体境2层和4层，那可是天壤之别。这小子死定了！一名苏家护卫低声说道。方云对周围的嘲讽充耳不闻，他表面平静如水，实则体内的阴阳混元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断体境4层，灵力雄浑程度远在我之上，硬拼必败无疑。神尊传承中的战斗经验告诉我，越是这种自大的敌人，破绽就越多。我需要示敌以弱，寻找那一击必中的机会。而且我这纯阳神体经过初步改造，恢复力和韧性远超常人，或许可以赌一把。见方云不说话，张狂只当他是吓傻了，脸上的不屑更浓。怎么，吓得说不出话了？准备好受死了吗？第1招。话音未落，张狂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一股凌厉的拳风扑面而来。方云瞳孔猛地一缩，好快！他不敢有丝毫大意，脚下踩着一个从传承中悟出的诡异步伐，身体以一个极其狼狈的姿势向后倒去，显之又显地避开了这直击面门的一拳。吃啦！拳风擦着他的脸颊而过，凌厉的劲气直接在他脸上划开一道血口，火辣辣的疼。呵，躲得倒挺快，像只老鼠一样。张狂一击不中，缓缓收回拳头，讥笑道：“我看你这只老鼠还能躲几次？”废物就是废物，只会躲，有本事别躲啊！跟张少正面碰一碰。张家众人的讥笑声更大了。方云从地上一跃而起，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眼神依旧平静，只是呼吸略显急促。第2招。张狂的耐心似乎被耗尽，他低吼一声，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直拳，而是一掌拍出，掌风呼啸，带着一股沉重的压迫感，封死了方云所有闪躲的路线，避不开了。方云眼神一凝，在掌风集体的瞬间，他强行扭转身躯，避开了心脏要害，用肩膀硬生生抗下了这一击。砰！一股巨力袭来，方云只觉得半边身子都麻了，体内气血一阵翻涌，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差点喷出来，被他强行咽了下去。整个人更是被这股掌力震得连连后退了7、8步，才勉强稳住身形。不错，居然能硬抗我一掌不死，你这废物的骨头倒比我想象的要硬一些。张狂居高临下的看着方云，眼中满是猫戏老鼠的快感。现在是最后1招了。张狂的眼神陡然变得很厉，他要用这最后1招将方云彻底碾碎，以泄心头之恨。接我张家的绝学烈火掌！他暴喝一声，整个手掌竟在瞬间变得赤红，一股灼热的气浪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周围的空气都仿佛被点燃，发出噼啪的轻响。这一掌汇聚了他断体近4层的全部灵力，带着焚尽一切的威势，朝着方云的胸口悍然应下。
来得好！就在这生死一线的瞬间，方云的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等的就是这一刻。阴阳混元诀，给我现！崩山拳！他不再闪躲，不再退缩，将体内被不断压缩提纯的淡金色灵力尽数灌注于右拳之上。刹那间，他整个拳头都仿佛化作了纯金浇筑，散发出厚重、沉凝，仿佛能压塌万古青天的恐怖拳意。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只金色的拳头正面迎上了那只赤红的火掌。一金一红，一重一烈，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轰然相撞。轰隆！一声前所未有过的巨大爆鸣响彻林间，狂暴的气浪如同涟漪般疯狂扩散，吹得人睁不开眼，脚下的大地都在剧烈震颤。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碰撞的中心。下一刻，一道身影噔噔噔地连续后退了3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地面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是张狂，后退的竟然是断体境4层的张狂。反观方云，他站在原地，纹丝未动。不可能！张狂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只感觉自己一掌仿佛拍在了一座太古神山之上，那股恐怖的反震之力震得他整条手臂都酸麻发痛。他居然没退，这怎么回事？断体境2层，硬接4层全力一击，居然一步未退。看他的脚下，突然一声惊呼响起，众人急忙看去，只见方云站立之处，那坚硬的青石地面竟以他的双脚为中心，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咔嚓咔嚓，裂痕不断蔓延，最终砰的一声，整块青石板彻底崩碎，塌陷丝。全场响起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所有人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天啊！他把张少的力量全部卸到了脚下，这是何等恐怖的肉身控制力！他不是没退，而是将那股力量硬生生承受了下来，并且导入了大地。怪物！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怪物！苏长空更是浑身巨震，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终于明白，自己乃至整个苏家都看走眼了。这哪里是什么废物，这分明是一条潜伏在深渊的真龙。就在众人震惊之际，方云的眼角余光瞥见脚边碎石中一个白色的小瓷瓶，那是灵犀的东西，定是刚才混乱中掉落的。他不动声色地弯腰，将那瓶名为青玉膏的疗伤药膏捡起，握入手中。与此同时，应接张狂那一掌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引爆了他体内那股被阴阳混元诀压缩到极致的灵力。轰！一股比之前更强的气息猛地从方云体内爆发开来，他浑身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周身金光一闪而逝。断体境3层，在极限压力和战斗感悟之下，他竟然临阵突破了。你竟然拿我当你的磨刀石！张狂看到这一幕，双眼瞬间血红，理智被无边的羞辱和愤怒彻底吞噬。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毕生最大的侮辱。我要你死无全尸！张狂彻底暴走了，他咆哮着，周身灵力再度沸腾，竟是不顾3招之约，要再次出手将方云彻底格杀。张狂的杀意沸腾如岩浆，断体境4层的灵力毫无保留的爆发，空气中灼热的烈火掌余威尚未散尽，新的杀机便已扑面而来。苏长空老眼中闪过一丝阴狠的快意，他巴不得张狂现在就杀了方云，如此一来，既能平息张家的怒火，又能除掉这个让他感到不安的废物，简直是一石二鸟。方云刚刚突破，境界尚未完全稳固，体内奔涌的灵力如同桀骜不驯的野马，难以完美驾驭。面对彻底暴走的张狂，他心中一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道清冷又带着一丝慵懒妩媚的女声如同天籁般飘然而至。流云城内，何时轮到你张家随意杀人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清晰地压过了张狂的咆哮和林间的风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几名气息沉凝如山岳的黑衣护卫开道，一位身穿华贵紫色罗裙的女子连步款款缓缓走来。这女子身段婀娜，曲线起伏惊人，那丰盈饱满的轮廓被紧身的罗裙勾勒得淋漓尽致，行走间摇曳生姿，散发着成熟诱人的无边风情。她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轻纱，遮住了绝世的容颜，却遮不住那双仿佛会说话的丹凤眼。此刻那双美眸正带着几分慵懒，几分玩味，饶有兴致地在方云身上流转，仿佛要将他从里到外看个通透。你是什么人？敢管我张家的闲事？张狂被强行打断，怒火攻心，冲着来人厉声喝道。然而他身旁的一名护卫却在看清女子腰间悬挂的一枚紫色玉佩后，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猛地拉住张狂的衣袖，声音颤抖地道：少主，别说了，是万宝阁的人。万宝阁这2个字仿佛带着无穷的魔力，让张狂脸上的狂怒瞬间凝固，转为深深的忌惮和难以置信。
苏长空更是瞳孔巨震，倒吸一口凉气，失声惊呼：“是万宝阁的云阁主，他怎么会来这里？”万宝阁，城中乃至周边数十座城池内，当之无愧的商业巨头，其实力深不可测，传闻其背后有通天的大人物，就算是城主府也要给其3分薄面。而这位云溪月阁主更是神秘无比，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想到今日竟会亲身驾临这小小的幽风林。云溪月仿佛没有听到众人的惊呼，他走到场中，那双勾魂夺魄的美眸淡淡的瞥了一眼张狂，轻描淡写地道：“张少主火气很大，只是这位方公子，我们万宝阁保了。”他的声音很轻很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凭什么？”张狂不甘的低吼：“这废物玷污了我的未婚妻，此仇不共戴天。”“你的未婚妻？”云溪月轻笑一声，笑声中带着一丝明显的嘲弄：“我怎么听说苏家与方家早有婚约，苏灵溪小姐是方云公子的未婚妻才对？何时轮到你张少了？”他转过头，目光落在苏长空身上：“苏三长老，我说的可对？”苏长空额头冷汗涔涔，在云溪月那看似平静的目光下，他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头远古凶兽盯上，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哪里还敢顺水推舟，连忙躬身道：“阁主说的是，这其中有些误会。”云溪月不再理会他们，而是走到方云面前，一股若有若无的醉人幽香飘入方云鼻中。他看了一眼地上昏迷的苏灵溪，柳眉微蹙，这女娃娃体内的气息很乱，再耽搁下去，怕是要香消玉殒了。方云闻言，心中猛地一紧，阁主可有办法救她？我们万宝阁别的不敢说，论疗伤救人，还是有些手段的。云溪月的美眸中闪过一抹狡黠的笑意，正好，我以为苏灵溪小姐疗伤为由，将你们一同带走，想必无论是苏长老还是张少主都不会有意见吧。他说着，目光再次扫向苏长空和张狂。张狂气得浑身发抖，双拳紧握，指节发白，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得罪万宝阁，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苏长空更是只能连连点头。阁主慈悲，苏家感激不尽。就这样，在所有人复杂而又敬畏的目光中，方云抱起昏迷的苏灵溪，跟在云溪月的身后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万宝阁一间雅致奢华、弥漫着淡淡檀香的客房内，云溪月遣退了下人，亲自为苏灵溪盖好颈背。他转过身，摘下了脸上的面纱，露出一张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美玉容，肌肤胜雪，妩媚入骨，一颦一笑都带着颠倒众生的魅力。他慵懒地坐到一张软榻上，那丰盈的身姿陷入其中，更显诱人。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香茗，端起来对着方云意味深长地笑道：“方公子，你身上的秘密可真不少呢。”方云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多谢阁主解围，举手之劳罢了。”云溪月将一枚通体紫金的令牌抛了过来：“这是我们万宝阁的贵宾令，凭此令，在我万宝阁所有分部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享受8折优惠，也可以发布委托，算是我与方公子的一个见面礼。”他顿了顿，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本泛黄的古籍，随手丢给方云：“看你拳法刚猛，气血充盈，想来对炼体一道颇有心得。不过真正的强者可不能只会打打杀杀，这本基础炼丹术就当是附赠的，有空可以翻翻，或许对你有用。”方云接过令牌和古籍，心中再次掀起波澜。无论是贵宾令还是这本看似普通的炼丹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他竟然就这么随手送给了自己。阁主为何要帮我？方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帮你？云溪月抿了一口香茗，红唇娇艳欲滴，她笑得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我可不是在帮你，我是在投资，我从不做亏本的买卖，你的价值远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大。他话锋一转，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好了，闲话少说，我们还是谈谈你这位小情人的事吧。灵溪她到底怎么样了？方云立刻紧张起来。云溪月的表情凝重了3分，她的情况很糟糕。她是极其罕见的玄阴之体，又在未觉醒的状态下与你这体质同样霸道的人阴阳交合，导致体内的玄阴之气彻底暴动。若不及时压制中和，最多3日，她便会经脉寸断，神仙难救。什么？方云如遭雷击，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那该怎么办？求阁主救他。云溪月叹了口气，悠悠道：“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需要找到一种名为冰灵草的致寒药材，以其寒性中和他体内暴动的玄阴之气。”冰灵草，万宝阁里有吗？多少钱我都买。方云急切地问道。云溪月摇了摇头，美眸中带着一丝歉意。冰灵草极为罕见，它只生长在妖兽出没的黑风山脉深处，那种地方凶险万分，就算是断体境高阶的修士进去，也是九死一生。云溪月的话像一块巨石压在方云心头。黑风山脉，九死一生。
他看着床榻上双眸紧闭、眉心黑气萦绕的苏灵溪，心中刺痛。3日，我只有3日时间，别说九死一生，就算是十死无生，我也必须去。方云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然而，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身无分文。他掏遍全身，只找出几枚可怜的碎银，连买一把像样的武器都不够，更别提去那凶险之地所需的丹药和装备了。钱，这个字曾是他3年来最大的屈辱，如今再一次成了他面前的拦路虎。不对，我现在不一样了。方云的目光猛地落在了云溪月赠送的那本基础炼丹术上，他的脑海中神尊传承里那浩如烟海的炼丹知识如潮水般涌现，无数丹方、控火法门、药理知识清晰无比，远比这本基础书籍高深亿万倍。丹药，断体境最畅销、消耗量最大的丹药淬体丹。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心中形成，我要赚钱，赚取我的第一桶金。他紧握着那几枚碎银，拿着万宝阁的贵宾令，径直走向了药材区。凭借贵宾令，他享受了折扣，但即便如此，他那点碎银也只够购买炼制淬体丹最低廉、最廉价的几份药材。药材柜的伙计看着方云挑拣那些近乎干枯、灵气稀薄的药草，眼神中充满了鄙夷，但看到他手中的紫金贵宾令，又只能强行把嘲讽咽了回去。拿着药材，方云来到了万宝阁专供客人使用的炼丹房区域。租用一间最低等的炼丹房，1个时辰，方云将1枚碎银拍在管事面前的桌子上。那管事是个山羊胡老头，他瞥了一眼方云手中那包劣质药材，不耐烦地丢出一块铁牌。3号房，小子，我可提醒你，炸了炉子得按10倍价格赔偿。周围几个正在等待丹炉空闲的炼丹学徒也注意到了方云，当他们看清那些药材时，毫不掩饰地哄笑起来。哈哈，你们快看，那是什么？那是枯藤草和石皮参吧？这种东西喂猪，猪都嫌弃。他该不会是想用这种垃圾炼制淬体丹吧？简直是天方夜谭，能炼出一颗灰渣都算他本事大。又一个异想天开的穷鬼，别浪费时间了，赶紧炸炉滚蛋吧。对于这些刺耳的嘲讽，方云充耳不闻。他接过铁牌，面无表情地走进了3号炼丹房，关上了厚重的石门，将一切嘈杂隔绝在外。凡夫俗子又岂知神尊传承的通天之能？方云盘膝坐于丹炉前，眼中闪过一丝傲然。他没有急着点燃丹炉下方的地火，而是深吸一口气，缓缓伸出右手。阴阳混元诀，凝火。随着功法运转，一缕淡金色的火苗如同一个调皮的精灵，在他的指尖凭空燃起，摇曳生姿。这正是他纯阳神体与混元诀结合所产生的混元真火。下一刻，他屈指一弹，那缕金色火苗便精准地落入丹炉之内，瞬间熊熊燃烧起来。方云眼神一凝，将那些被外人视为垃圾的药材，按照神尊传承中记载的特殊顺序，依次投入丹炉。吃吃，在混元真火的灼烧下，那些干枯的药材非但没有化为灰烬，反而被迅速逼出内部仅存的一丝丝药液精华，而大量的杂质则被焚烧成一缕缕黑烟，从丹炉的排气孔中排出。门外，那几个炼丹学徒正等着看方云的笑话。我赌1000银子，他不出半刻钟就得出来，满脸黑灰。半刻钟？你也太看得起他了。我看，那人话还没说完，鼻子突然耸动了一下，他疑惑地看向3号房的方向。咦，什么味道？怎么有点香？香？怎么可能？真的好香。不对，这不是普通的丹香，这股香味清澈提神，吸一口都感觉灵力活泼了一分。这怎么可能？起初还只是淡淡的清香，但很快那香味便愈发浓郁，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瞬间笼罩了整个炼丹区。山羊胡管事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脸上那副不耐烦的表情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震惊和狂热。他死死地盯着3号房的石门，声音都在颤抖。丹气满溢，清而不浊，这是极品丹药将成的征兆啊！轰！所有人都感觉脑子炸开了。极品丹药，用那种垃圾药材。就在此时，当的一声轻响，3号房的石门开了。方云神色平淡地走了出来，在他身后，浓郁的丹香扑面而来。开炉了！山羊胡管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连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已经用上了禁语。公子，敢问您炼制的是？方云没有说话，只是摊开了手掌。只见他的掌心静静地躺着3枚龙眼大小、通体浑圆、散发着淡淡宝光的丹药。丹药的表面甚至还有几道天然形成的金色纹路，仿佛蕴含着某种天地之理。丹韵经文，这不是极品，这是传说中的无瑕淬体丹。山羊胡管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激动得浑身发抖，说话都结巴了。三枚。
一如3枚无暇丹。天啊！老夫炼丹30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那些刚才还在嘲笑方云的炼丹学徒，此刻已经彻底傻了。他们张大着嘴巴，如同被人施了定身术，一个个石化当场。许久，才有人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用梦一般的声音说道：“我看到了什么？”他用垃圾炼出了神丹。扑通！一名学徒竟直接跪了下来，朝着方云的方向不停磕头道：“大师，我有眼不识泰山，求大师收我为徒吧。”方云对这一切视若无睹，他将丹药递给已经语无伦次的管事，淡淡道：“这3枚丹药，万宝阁收吗？”“收，当然收。”山阳胡管事如梦初醒，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接过丹药。“大师请稍等，我立刻去请示阁主。”“不，这种品质的丹药，我可以直接做主。1枚不，200两黄金1枚，3枚就是600两，扣除费用，这是您的500两黄金。”很快，一个沉甸甸的钱袋便送到了方云手中。有了巨款，方云立刻前往兵器区，为自己挑选了一把通体漆黑、分量十足的凡品顶级黑铁剑，又购买了一份黑风山脉外围的详细地图。回到客房，看着依旧昏迷的苏灵溪，方云拿出1枚无暇淬体丹，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轰！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远比他想象中更加澎湃、更加精纯的药力洪流，在他4肢百骸中轰然炸开。那刚刚稳固在断体境3层的修为，在这股庞大药力的冲击下，再度开始疯狂攀升。瓶颈在松动，距离断体境4层仅有1步之遥。方云感受着体内汹涌的力量，眼神坚毅如铁。“灵溪，等我回来。”他将剩下的丹药和黑铁剑收好，毅然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万宝阁。而在他走后不久，万宝阁对面的一个阴暗角落里，一道鬼祟的身影迅速隐去，压低声音对着手中的传音玉符说道：“目标已出城，正向北边的黑风山脉方向前进。”一个人。玉符那头传来张狂怨毒无比的声音：“很好，在城外动手杀了他，把尸体剁碎了喂狗。”黑风山脉外围古木参天，瘴气弥漫，不时传来妖兽的低吼，令人心悸。方云手持地图，一边辨认方向，一边警惕着四周。那无暇淬体丹的药力仍在体内缓缓释放，滋养着他的经脉和肉身。冰灵草，地图上标注可能存在的区域，至少还有半日路程。就在他心中盘算之时，2道阴冷的杀机如同毒蛇吐信，从他身后左右两侧的密林中同时锁定了他。刷刷，2道身影一左一右，瞬间窜出，挡住了方云的去路，脸上带着猫戏老鼠般的狞笑：“小子，跑得挺快啊，让我们兄弟好等。”其中一个刀疤脸护卫嘿嘿笑道，他上下打量着方云，断体境3层。啧，看来在万宝阁没少的好处，可惜今天就要全部吐出来了。另一名鹰钩鼻护卫则晃了晃手中的钢刀，眼神怨毒：“你让张少爷面尽失，今天天上地下没人就得了你。识相的自己跪下磕头，我们兄弟或许能让你死得痛快点。”2人皆是断体境3层的修为，气息沉稳，显然都是手上沾过血的老手。他们自认2人联手吃定了一个刚刚突破的方云。张狂的狗鼻子倒是挺灵。方云眼神一寒，握紧了背后的黑铁剑：“找死！”刀疤脸被激怒，暴喝一声：“上！”宰了他！2人一左一右挥舞着钢刀，带起2道森然的刀光，呈犄角之势，凶狠地劈向方云。方云不退反进，他脚下步伐变换，没有拔剑，而是直接迎着刀光冲了上去。他要用这场生死搏杀来彻底掌控体内暴涨的力量。轰！他侧身避开刀疤脸的劈砍，一记崩山拳狠狠砸在对方的刀身上，沉重的力道震得刀疤脸虎口发麻，连退2步。但与此同时，鹰钩鼻的刀已经从一个刁钻的角度横削而来，直指方云的腰肋。方云急忙收拳回防，险之又险地避开，衣衫却被划开一道口子。以1敌2，他瞬间落入下风。我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原来只是个会些蛮力的蠢货。别跟他耗了，速战速决。2人攻势越发凌厉，刀光交织成一张大网，不断压缩着方云的闪避空间。方云在刀光中辗转腾挪，虽然狼狈，但他的眼神却越来越亮。崩山拳在一遍又一遍的实战运用中变得愈发圆融纯熟，每一拳的力道都运用得更加精妙。就是这样，神尊传承中的战斗经验正在与我的身体完美融合。就在他渐渐适应节奏之时，那刀疤脸和鹰钩鼻对视一眼，突然同时发难：“死吧！”绝命双龙斩！2道刀光竟然在半空中合二为一，化作一道更加璀璨、更加致命的十字刀芒，封死了方云所有的退路。致命的危机感笼罩心头，躲不开了。电光火石之间，方云将灵力全部灌注于双腿，
猛地向着旁边一处低矮茂密的草丛奋力扑去。他只求能避开要害。然而，当他整个人砸进草丛的瞬间，预想中与坚硬地面的碰撞并未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人的柔软与温热。一声带着惊恐和羞愤的闷哼声从他身下响起。方云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感觉自己好像压住了什么东西，而且触感极其惊人。他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只见一名身穿火红色劲装的少女正躺在他身下，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还保持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姿势。少女的身材火爆的惊人，即便被她压着，胸前那惊心动魄的弧度依旧震撼人心。她有着一张娇俏可爱的脸蛋，此刻却因为极致的羞愤而涨得通红，一双大眼睛里燃烧着熊熊怒火，仿佛要将方云生吞活剥。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啊！你这个登徒子！下一秒，少女爆发出穿云裂石般的尖叫。她想都没想，一只白皙的玉掌汇聚了远超方云的磅礴灵力，狠狠拍在她的胸口。砰！方云只觉得一股巨力袭来，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倒飞了出去。而他原本所在的位置，那道十字刀芒轰的一声将地面斩出一道深深的沟壑。他竟然被这少女一掌阴差阳错的救了！你们这些流氓！混蛋，通通给我去死！那红衣少女秦可卿提上裤子，一张俏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她显然是误会了，以为方云和那两个护卫是一伙的，专门来埋伏她的。她怒斥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根赤红色的长鞭，断体境5层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啪！长鞭如火龙出动，带着刺耳的破空声，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时抽向方云和2名张家护卫。断体境5层，2名张家护卫脸色大变，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荒郊野外居然藏着这么一个恐怖的少女。方云也是心中叫苦不迭，这都叫什么事啊？战局瞬间变得无比混乱，秦可卿的鞭法大开大合，刁钻狠辣，逼得方云和2名护卫手忙脚乱。但也正是在这来自3方的极限压力之下，方云体内那道最后的瓶颈终于发出了咔嚓一声脆响。轰！一股远比之前更加强大的气息从方云体内冲天而起，金色的灵力光晕透体而出，他浑身的气势节节攀升。断体境4层，在生死一线的压力下，他再次临阵突破。什么？正挥舞着长鞭的秦可卿动作一滞，美眸中满是不可思议。他亲眼看着方云的气息从3层暴涨到了4层，临阵突破。那2名张家护卫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不好，快走！他们哪里还有战斗的念头，转身就想逃跑。现在想走，晚了。方云眼中杀机暴现，突破后的力量在他体内奔涌不息。他一步踏出，身影如鬼魅般追上刀疤脸，汇聚了全部力量的崩山拳悍然轰出。不！刀疤脸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便被这一拳结结实实地轰在后心。砰！他的整个胸膛瞬间塌陷，狂暴的拳劲透体而过，将他整个人打得凌空飞起，鲜血内脏狂喷而出，当场毙命。另一名鹰钩鼻护卫看得肝胆剧烈，他发疯似的催动灵力，想要逃得更快一些。方云看都没看他，反手又是一拳隔空轰出，金色的拳影仿佛跨越了空间的距离，后发掀至，重重地印在了鹰钩鼻的背上。鹰钩鼻身体一僵，步子停了下来，他艰难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胸口处一个破体而出的拳印，眼中充满了恐惧与不甘，随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整个过程不过是2个呼吸的时间。秦可卿彻底愣住了，他看着那个刚刚还被追杀的狼狈不堪，此刻却如同杀神降世的少年，娇俏的脸上写满了震惊。方云面无表情地走到2具尸体旁，熟练地摸索起来，很快便搜出了3枚回气丹和1张白2面额的金票。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过身看向那个依旧处在震惊中的娇蛮少女。秦可卿也终于回过神来，他想起刚才那羞人的一幕，俏脸再次一红，随即柳眉倒竖，用鞭子指着方云，蛮不讲理地喝道：喂，我不管你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你刚才轻薄了我，玷污了我的清白。方云眉头一皱，那是意外，我不管。秦可卿的脾气火爆无比，他蛮横地说道：本小姐今天就把话撂这了，你毁了我的清白，就得对我负责。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从今天起做我的跟班，鞍前马后，随叫随到，要么本小姐现在就杀了你，以泄心头之恨。方云被这女人的神逻辑气笑了，我没时间陪你玩过家家，你敢拒绝我？秦可卿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了，找打。话音未落，他手腕一抖，那赤红色的长鞭便如同毒蛇出动，带着刁钻狠辣的弧度，直抽方云的面门。方云刚刚经历一场大战，又强行突破，灵力消耗巨大，此刻面对断体境5层的秦可卿，显然麻烦了。啪啪啪，
赤红色的长鞭在空中舞出一道道致命的残影，每一次甩动都带着灼热的劲风和刺耳的破空声，封死了方云周身所有要害。登徒子，你不是很能耐吗？怎么现在只会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秦可卿手腕翻飞，鞭法愈发狠辣。他身为断体境5层的高手，灵力本就比方云雄厚，此刻一心只想将这个轻薄了自己的家伙狠狠教训一顿。方云心中叫苦不迭，却不敢有丝毫大意。这疯女人完全不讲道理，灵力差距太大，硬拼就是找死，只能利用地形消耗他的体力和耐心。他将从神尊传承中学来的身法施展到极致，脚下步伐诡异，时而借助粗壮的树干借力转向，时而利用茂密的灌木遮蔽身形。他对地形的敏锐判断和远超常人的战斗直觉，让他在狂风暴雨般的边影中，总能以最小的代价险之又险地避开致命一击。秦可卿久攻不下，心中也越发烦躁。他俏脸紧绷，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操控长鞭需要消耗大量的灵力，而眼前这个家伙滑溜得像条泥鳅，让他有力无处使。就在他准备不顾消耗施展杀招之时，一声充满了暴虐与饥渴的狼嚎猛地从不远处的密林深处传来。嗷呜！这声狼嚎充满了强大的威压，让林间的飞鸟都惊恐地四散飞去。下一刻，一头体型堪比牛犊，通体覆盖着钢铁般银色毛发，双眼血红的巨狼从林中一跃而出，他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赫然是断体境6层铁背妖狼。不好！秦可卿脸色巨变，他那火爆的脾气和蛮横在这头真正的凶兽面前瞬间被浇灭了大半。他很清楚，以自己断体境5层的修为，单打独斗绝对不是这头妖狼的对手。妖狼那双残忍的血色瞳孔贪婪地在方云和秦可卿身上来回扫视，仿佛在挑选先吃哪一个。喂，登徒子！秦可卿急忙后退2步，警惕地盯着妖狼，头也不回地对身后的方云喊道：先别打了。方云早已停下脚步，他同样感受到了这头妖狼带来的致命威胁，闻言嘴角却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怎么，秦大小姐不是要杀我吗？现在怕了？你……秦可卿被他一句话噎得俏脸通红，他又羞又怒地跺了跺脚，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风凉话？这头铁背妖狼是断体境6层，皮糙肉厚，速度奇快，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打不过。他深吸一口气，语气不情不愿但又十分果决地说道：我们联手，先宰了他，我们之间的账一笔勾销。怎么样？我秦可卿说话算话，绝不反悔。方云眼神一凝，同意联手是眼下唯一的活路。他点了点头，好。吼！就在他们达成协议的瞬间，铁背妖狼动了，他后腿猛地一蹬，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银色闪电，张开血盆大口，带着腥风直扑离他最近的秦可卿。小心！方云暴喝一声，秦可卿也反应极快，手中长鞭一抖，如灵蛇出动，狠狠抽向妖狼的眼睛。妖狼竟是灵智不低，头一偏躲开了长鞭，但前扑之势也被打断。他暴虐地咆哮一声，锋利如刀的狼爪带着撕裂空气的厉效扫向秦可卿的腰间。这一击又快又狠，秦可卿刚刚收鞭，就力已去，心力未生，竟是来不及闪躲。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一道身影猛地从他身后冲了过来，一只强而有力的手臂闪电般环住了他那柔软纤细的腰肢，将他整个人向后带入一个温热而坚实的怀抱。吃啦！妖狼的利爪几乎是擦着秦可卿的衣衫划过，在他的小腹处留下了3道深深的爪痕。若是在晚上分毫，他此刻怕是已经被开膛破肚。秦可卿的娇躯猛地一颤，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的后背紧紧贴着方云的胸膛，能清晰地感受到他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和灼热的体温。一股陌生的男子气息将他笼罩，让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心跳不受控制的疯狂加速。专心点，想死吗？方云冰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将他从失神中唤醒。秦可卿如梦初醒，俏脸疼的一下红到了耳根，他猛地挣脱方云的怀抱，又羞又恼，却无法反驳，只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一击不中，铁背妖狼变得更加狂暴，再次扑了上来。这样下去不行，方云沉声道，他的弱点在脖子，但防御很强，必须一击致命。他看了一眼秦可卿，飞快地说道：我来当诱饵，正面拖住他，你找机会用你最强的一招攻击他的脖颈，机会只有一次。你……秦可卿下意识地看向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让他一个断体近4层去正面硬汉6层的妖狼，那不是找死吗？可看着方云那不容置疑的眼神，他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好，上！方云低吼一声，不退反进，竟主动迎向了铁背妖狼。他身形飘忽，如狂风中的落叶，不断绕着妖狼游走，手中的黑铁见时不时刺出，在妖狼坚硬的皮毛上带起一串串火星，
成功将妖狼的全部仇恨都吸引了过去。秦可卿则深吸一口气，将体内所有的灵力都疯狂地灌注于手中的赤红长鞭之上。那长鞭光芒大盛，竟隐隐幻化出一条火焰蛟龙的虚影。就是现在，方云在躲过妖狼一次致命飞扑后，力竭倒地的瞬间，为秦可卿创造出了一个绝佳的空当。炎龙破！秦可卿娇喝一声，将毕生功力汇于这一边，那燃烧着熊熊烈焰的长鞭，如同天外飞来的一道神罚，带着焚尽八荒的威势，精准无比地抽在了铁背妖狼脆弱的脖颈之上。噗嗤，鲜血狂飙，铁背妖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抽搐了几下，便彻底没了声息。忽灵间只剩下两人沉重的喘息声。秦可卿看着倒在地上的妖狼尸体，又看了看从地上爬起来，脸色苍白的方云，眼神中的厌恶和愤怒，不知不觉间已经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好奇与钦佩。两人合力将妖狼体内的内丹取出，这枚内丹灵气充沛，价值不菲。这妖狼守护着巢穴，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方云一边调息一边说道。两人顺着妖狼留下的痕迹，很快便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刚一靠近洞口，一股沁人心脾的寒气便扑面而来。山洞内三株通体晶莹剔透，仿佛由寒冰雕琢而成，散发着柔和蓝色光晕的小草，正静静地生长在一块岩石上。冰灵草！方云看到那三株小草的瞬间，呼吸都停滞了，眼中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狂喜。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秦可卿也惊讶于这灵草的神奇。就在方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伸出手准备采摘的刹那，一个阴冷而又充满无上优越感的声音，如同九幽寒风，从洞外悠悠传来。多谢你们为我兄弟清理了畜生，又找到了宝物。现在东西和你们的命都留下吧。数道强大的气息瞬间封锁了洞口，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梧，面容与张狂有7分相似，但气息却比张狂恐怖10倍不止。那股断体境7层的强大威压，如同一座大山，狠狠压在方云和秦可卿的心头。张狂的哥哥，张家真正的第一天才张霸。洞口被数道身影堵得严严实实，为首的张霸如同铁塔一般，身上散发出的断体境7层威压，让整个山洞内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他身后跟着4名张家好手，个个太阳穴高高鼓起，眼神凶悍，修为最低的也是断体境4层，其中2人更是达到了5层境界。这股力量足以在这黑风山脉外维横着走。张霸，是你？秦可卿的俏脸瞬间变得无比凝重，他认得此人，张家年轻一辈真正的领军人物，心狠手辣，天赋比他那个弟弟张狂高得多。我当是谁？原来是秦家的大小姐。张霸的目光在秦可卿那火爆的身段上肆无忌惮地扫过，眼中闪过一丝淫邪，随即化为冰冷的杀意。可惜了，今天你就算是城主的女儿，也得死在这里。你敢？秦可卿又惊又怒，我爹是秦天，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秦家绝对会与你们张家不死不休，不死不休。张霸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狂妄地大笑道：等我杀了你们，夺了这冰灵草，再用这妖狼内丹去换取资源，很快就能突破到断体境8层，到时候我就是城中年轻一辈第一人，区区一个秦家，我张霸何惧之有？他身后的护卫也纷纷狞笑起来。大小姐，别天真了，在这荒山野岭，死了就是死了，谁会知道是我们做的？要怪就怪你们不该发现这等宝物吧。秦可卿气得娇躯发抖，却也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在绝对的实力碾压和巨大的利益面前，任何威胁都显得苍白无力。方云的心沉到了谷底，断体境7层，4个帮手，完全没有胜算，硬拼是十死无生。他的大脑在疯狂运转，识海中属于阴阳神尊的浩瀚传承，如同一部快速翻阅的古籍，他疯狂地在其中搜索着应对之法。不行，所有的武技在绝对的境界差距面前都失去了意义。等等，这是神魂秘术。突然，一篇金色的古文在他识海中定格。神魂刺，一种直接攻击敌人灵魂的诡异秘术，无视肉身防御，出其不意，防不胜防。但秘术的后面也标注着极为苛刻的条件，此术将瞬间抽干施术者80%的神魂力量，轻则精神萎靡数日，重则损伤神魂根基，变成白痴。赌了！方云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疯狂。这是一次豪赌，一次用我的神魂去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动手！男的杀了，女的废掉修为，带回去给兄弟们乐呵乐呵。张霸眼中闪过一丝残忍，大手一挥，下达了命令。是！4名护卫瞬间暴起，2人杀向方云，另外2名断体境5层的强者则狞笑着扑向秦可卿。找死！秦可卿又羞又怒，长鞭舞动，与那2名5层高手战作一团。但他本就消耗巨大，以1敌2，瞬间险象环生。
方云这边更是凶险，他刚突破断体近4层，面对2名同阶的老手围攻，只能凭借诡异步伐勉强周旋。噗嗤一声闷哼，秦可卿一个不慎，香肩被一名护卫的刀锋划过，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红色劲装，他踉跄后退，俏脸一片煞白。小美人，束手就擒吧。哈哈，真是诱人啊。张霸则像个看戏的帝王，抱着双臂，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满是胜券在握的戏谑。他很享受这种将天才踩在脚下的快感。他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方云身上，不屑地摇了摇头。废物就是废物，我那不成器的弟弟竟然会败在你这种货色手里。也罢，就让我亲手终结你这只蝼蚁的性命吧。话音未落，他一步踏出，身影快如鬼魅，直接无视了正在围攻方云的2名护卫，一只蕴含着恐怖凌厉的大手带着泰山压顶之势，直直拍向方云的天灵盖。能死在我张霸的手里，是你的荣幸。面对这必死的一击，方云飞但没有闪躲，反而抬起了头，那双漆黑的眸子深处陡然爆发出一种决绝到极致的疯狂。就是现在，神魂刺。他将自己所有的精神意志凝聚成一根无形无质却又锋锐到极致的尖刺，朝着近在咫尺的张霸悍然发动。正在狞笑的张霸脸上的表情猛地一僵，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被一根烧红的万年玄铁针狠狠地扎了进去，那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剧痛啊！张霸爆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他抱着头，那志得意满的一掌在距离方云头顶不到半寸的地方出现了致命的停滞。他的眼神涣散，意识在这一刻陷入了短暂的空白。这就是方云赌上一切换来的机会，一个连一息都不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给我死！方云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将体内刚刚突破的所有灵力疯狂地灌注于手中的黑铁剑之上。黑铁剑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嗡鸣，整把剑都被一层璀璨的金光所覆盖。噗嗤，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柄闪耀着金光的黑铁剑没有丝毫阻碍的精准地刺入了张霸的心脏。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山洞内一片死寂。那4名正在围攻的张家护卫脸上的狞笑还未散去，就彻底凝固在了脸上，变成了极致的错愕与呆滞。这怎么可能？少主他刚才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躲？我是不是眼花了？断体近7层的张霸少主被一个断体近4层的废物一剑杀了。秦可卿也捂着受伤的肩膀，靠在冰冷的石壁上，她那双美丽的丹凤眼中同样充满了颠覆性的震撼。她看得清清楚楚，在最关键的时刻，张霸的动作出现了一个极其不自然的停滞，仿佛灵魂被什么东西攻击了一样。他到底做了什么？他看着那个持剑而立，胸膛剧烈起伏，脸色苍白如纸的少年，心中第一次涌起了名为恐惧的情绪。这个男人太神秘，太可怕了。少主，为少主报仇。短暂的死寂后，4名护卫终于反应过来，他们双目赤红，咆哮着朝方云杀来。方云猛地拔出黑铁剑，一股强烈的眩晕感和虚脱感席卷而来，他强行咬破舌尖，用疼痛刺激着自己机遇涣散的神经。斩杀强敌，跨越大境界的生死搏杀，让他的心境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通达。体内原本奔流不息的灵力，在这一刻仿佛冲破了某种无形的枷锁。轰！又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断体近5层，借助斩杀张霸的感悟，他竟再次突破。新生的力量暂时驱散了虚弱感，方云眼中杀机一闪，迎着那4名护卫不退反进。片刻之后，山洞内多了4具尸体。方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施展神魂刺的后遗症终于全面爆发。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景物都出现了重影。他强撑着走到张霸的尸体旁，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古朴的兽皮秘籍，封面上写着3个霸气的大字：狂狮吼。旁边还有一把青光流转、锋利无比的宝刀，刀柄上刻着烈风2字，赫然是一把下品灵器。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丹药和厚厚一沓金票。将战利品和那3株救命的冰灵草全部收好，方云再也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他看了一眼同样身受重伤、战力大减的秦可卿，又闻了闻山洞中那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味，心中警铃大作，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这股血腥味很快就会引来更多更强大的妖兽。浓郁的血腥味在山洞中弥漫，如同无声的警钟，催促着幸存者。方云靠在石壁上，剧烈的眩晕感如潮水般阵阵袭来，施展神魂刺的后遗症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被抽空了一大半。不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他看了一眼不远处同样虚弱的秦可卿，这位娇蛮的大小姐此刻俏脸煞白，左肩的衣衫被鲜血浸透，她紧咬着下唇，强忍着疼痛，
额头上满是细密的香汗，那副我见犹怜的模样，与他之前的火爆脾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方云挣扎着站起身，从张爸的储物袋里取出一个瓷瓶，倒出2颗碧绿色的疗伤丹药，浓郁的药香瞬间散开，他自己先吞下1颗，将另1颗递了过去。吃了它，能稳住你的伤势。秦可卿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没有了往日的敌意。他伸出还能动的右手，接过丹药服下，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清凉的暖流，让他苍白的脸色恢复了一丝红润。你的伤口必须处理，不然会留下后患。方云说着，又拿出了金疮药和干净的布条。秦可卿的俏脸疼的一下就红了，他扭头看向自己那无力垂下的左臂，嗫嚅道：我的手骨头好像断了，动不了。他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几乎细不可闻，那副扭捏的姿态哪里还有半分秦家大小姐的骄横。方云明白了他的意思，心中不禁有些无奈，但眼下情况紧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深吸一口气，走到他面前蹲下。得罪了。说罢，他伸出手轻轻撕开了秦可卿左肩那被鲜血浸染的衣袖。撕，布料撕裂的声音伴随着少女一声压抑的抽泣，大片雪白细腻吹弹可破的香肩暴露在空气中，与那狰狞的伤口和刺目的血迹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方云的心神不由得一荡，少女肌肤的温软和那若有若无的体香通过指尖的触碰清晰的传来，让他呼吸都微微一滞。别乱看。秦可卿羞愤交加，他侧过脸不敢去看方云，耳朵根都红透了。别动。方云的声音低沉而稳定，他强行收敛心神，仔细检查着伤口，骨头错位了，我要帮你正骨，会有点疼，你忍着点。谁怕疼了？你快点。秦可卿嘴硬道，但那微微颤抖的娇躯却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方云不再多言，他一手托住秦可卿的手臂，另一只手精准地按在错位的骨骼上，猛地一发力，咔嗒一声轻响。秦可卿痛得闷哼一声，娇躯剧烈一颤，整个人都软倒下来，直接靠在了方云的肩膀上。温香软玉入怀，方云身体一僵。秦可卿也瞬间反应过来，他像是被火烫了一般，急忙想要坐直身体，却因为力竭和羞涩，挣扎了2下也没能成功，只能将滚烫的脸颊埋在方云的肩窝里，瓮声瓮气地道：我没力气了。这副娇柔的模样让方云的心跳都漏了半拍，他苦笑一声，只能稳住身形，用一只手为他清理伤口，然后将冰凉的药膏均匀地敷了上去。冰凉的触感让秦可卿再次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他的身体下意识地向方云怀里缩了缩。最后方云用布条为他细致地包扎好伤口，整个过程中2人紧密相贴，气氛暧昧到了极点。方云甚至能闻到他发间的清香，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喷在自己的脖颈上，痒痒的。而秦可卿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不久前还被他视为登徒子的男人，此刻却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他战斗时的狠辣果决，疗伤时的沉稳专注，还有他身上那股让他心安的男子气息，都让他对他的恶感彻底烟消云散，转而化作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愫。好了，方云终于完成了包扎，他扶着秦可卿坐好，拉开了2人的距离。秦可卿像是重获新生，大口的呼吸着，却不敢抬头看方云的眼睛。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必须马上走。方云站起身，看着他虚弱的样子，皱眉道：你走不了路，我背你。我不要。秦可卿下意识的拒绝，让她一个黄花大闺女被男人背着，这成何体统？方云却不给她拒绝的机会，他转过身，半蹲下来，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想被妖兽吃掉，你就留在这里。秦可卿看着他那宽阔而坚实的后背，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红着脸乖乖地趴了上去。方云将她背起，少女柔软丰盈的身躯紧贴着他的后背，让他再次一阵心猿意马。他连忙摒除杂念，凭借着脑海中的地图和远超常人的警惕，辨认着方向，朝着黑风山脉外围走去。一路上他们数次听到远处传来强大的妖兽咆哮，但方云总能提前预判，带着秦可卿有惊无险地避开了一切危险。趴在他背上的秦可卿起初还很紧张，但渐渐的他发现方云总能找到最安全的路线，一股莫名的心安感笼罩了他，竟让他在颠簸中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当方云背着秦可卿风尘仆仆地再次踏入万宝阁时，天色已近黄昏。云溪月很快便得到了消息，他亲自将2人迎入一间客房，并安排了最好的医师为秦可卿处理后续的伤势。安顿好秦可卿后，方云顾不上休息，立刻将一个玉盒递给了云溪月。云阁主，幸不辱命。云溪月打开玉盒，看到那3株散发着森森寒气的冰灵草，他那双妩媚动人的美眸中也闪过一丝赞赏。方公子果然是信人，短短1日竟真的将他带了回来。现在可以救灵犀了吗？方云急切地问道，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云溪月拿起一株冰灵草，仔细端详了片刻，然而他那带着笑意的柳眉却缓缓地蹙了起来。看到他表情的变化，方云的心猛地向下一沉。怎么了？难道这冰灵草有问题？冰灵草没有问题，甚至比我预想中的药力还要更强更霸道。云溪月放下灵草，看向方云，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也正因为如此，麻烦才更大了。他悠悠叹了口气，红唇轻启，说出了一句让方云如遭雷击的话：要中和这股霸道的玄阴寒气，必须以至刚至阳之物为引，方能护住苏小姐的心脉，使其完美吸收药力。而你的纯阳之体，你体内的纯阳之血，正是这世间最佳的药引。需要我的血？方云毫不犹豫，需要多少尽管取。没那么简单。云溪月摇了摇头，他那双勾魂的丹凤眼此刻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直直地盯着方云，缓缓说道：此法对你自身的精血消耗极大，会让你陷入长时间的虚弱，而且引导药力必须内外相合，气血交融。换句话说，需要肌肤相亲方能进行。云溪月那妩媚的丹凤眼轻轻一挑，慵懒的话语却如同一道惊雷在方云的心头炸响。肌肤相亲这4个字瞬间让房间内的气氛变得无比暧昧与微妙。方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幽风林中苏灵溪那决绝而凄美的脸庞，她撕裂衣衫毅然扑入自己怀中的那一幕。她为了我，连女子最重要的名节清白都可以不顾，我又岂能吝惜区区精血和元气？更何况我们之间早已……想到这里，方云心中的最后一丝犹豫也烟消云散。他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没有丝毫退缩。需要我怎么做？还请阁主明示。云溪月的美眸中闪过一丝讶异，他本以为方云会迟疑或讨价还价，毕竟这种耗损本源的救人之法，对任何一个武者而言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你倒是个痴情种子。云溪月莞尔一笑，那笑容如同百花盛开，妩媚动人。既然你决定了，那便开始吧。他早已将冰灵草捣成冰蓝色的药泥，盛在一个白玉碗中。方云不再多言，他走到床边，盘膝坐下，看着床榻上苏灵溪那苍白如纸的睡颜，他的眼神充满了怜惜与决然。他逼出指尖，一滴嫣红中带着淡淡金芒的血液滴落玉碗之中，赤，仿佛滚油入水。那炙寒的冰蓝色药泥在接触到方云的纯阳之血后，瞬间沸腾起来，一股融合了极寒与至阳的奇异药力弥漫开来，将药泥敷在他的小腹丹田处。云溪月在一旁指导道：然后以你的手掌贴上去，运转我教你的法门，将你的纯阳之力混入药力，缓缓导入他的气海。切记，过程不能中断，否则他会立刻被2种冲突的能量撑爆经脉。方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那奇异的药泥敷在苏灵溪平坦光滑的小腹上，一股惊人的寒气瞬间传来。他没有迟疑，将自己的手掌轻轻贴了上去。少女肌肤的温软与细腻通过掌心清晰地传来，让方云的心神不由得一阵摇曳。他连忙收敛心神，按照云溪月的指点开始运转阴阳混元诀。淡金色的纯阳之力如同温顺的溪流，顺着他的手臂缓缓注入苏灵溪的体内。然而就在方云的纯阳之力与冰灵草药力融合进入苏灵溪气海的刹那，一便陡升苏灵溪体内那股沉寂的暴虐的玄阴之气，仿佛闻到了腥味的猫，又像是久旱逢甘霖的大地，瞬间被激活了。一股冰蓝色带着太阴气息的灵力竟自发地从他体内狂涌而出，非但没有抗拒方云的力量，反而如同藤蔓一般贪婪地主动地缠绕了上来。昏迷中的苏灵溪发出一声舒服的呻吟，他的身体竟无意识地向着热源靠拢，那纤秀的双臂更是在本能的驱使下一把抱住了方云。方云大惊失色，整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措手不及。他想要推开，却又怕引起能量暴动，只能任由那温香软玉的娇躯紧紧贴在自己身上。一旁指导的云溪月更是看得美眸圆睁，红唇微张，脸上那副慵懒从容的表情第一次被彻彻底底的震惊所取代。阴阳共鸣，天地循环，这怎么可能？他失声惊呼。只见方云的纯阳之力与苏灵溪的玄阴之气如同2条互相追逐的阴阳鱼，在他的引导下竟在2人紧密贴合的体内形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灵力周天。金色的纯阳之力洗涤着苏灵溪的经脉，中和了冰灵草的寒毒，而冰蓝色的玄阴之气则反哺给方云，让他那因为施展神魂刺而萎靡的精神力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壮大。他不仅没有丝毫损耗，反而感觉自己的修为在这场奇特的双修循环中被千锤百炼，变得愈发精纯凝练。而苏灵溪的气息也逐渐从微弱变得悠长平稳，眉心的黑气彻底消散，苍白的俏脸上泛起了健康的红晕。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苏灵溪体内猛然爆发，他那在玄阴之气和纯阳之力双重滋养下的修为竟是冲破了壁垒，
一路高歌猛进，直接跃升到了断体境4层的境界。玄阴之体初步觉醒，不知过了多久，那灵力周天缓缓平息，苏灵溪的呼吸匀称，已然无碍。而方云，他缓缓睁开眼睛，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刚刚突破的断体近5层修为，此刻已经彻底稳固，并且达到了巅峰状态。他低头看了一眼依旧像八爪鱼一样抱着自己睡得香甜的苏灵溪，脸上露出一抹苦笑。看来纯阳神体与玄阴之体的结合远比我想象的要玄妙。云溪月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心中早已掀起了滔天巨浪。他看着方云的眼神不再只是欣赏和投资，而是带上了一种看绝世珍宝般的火热与凝重。这个男人，他的价值必须重新估量。就在这时，房门被砰的一声猛地推开，一名万宝阁的管事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脸上满是惊恐和慌乱。阁主，不好了，出大事了。云溪月黛眉一蹙，恢复了那副慵懒的模样，淡淡道：何事如此惊慌？那管事喘着粗气，急声道：张家的大少爷张霸死在黑风山脉的消息传回来了，残损的尸体都被冒险者发现了，现在整个张家都震怒了。家主张烈亲自下令，全城悬赏方云公子的人头，赏金高达1000两黄金。而且张家已经派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了方家和秦家，要他们交人。苏家那边也乱成了一锅粥，听闻苏家大长老和3长老因为如何处置苏灵溪小姐和方公子的事，当场就吵翻了天。一连串的消息如同一颗颗炸雷，在安静的房间内炸响。一场席卷整个流云城的巨大风暴已然来临。方云缓缓将苏灵溪的手臂从自己身上拿开，为她盖好被子。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风起云涌的天色，眼神平静，却又锋利如刀。风暴吗？那就让它来得更猛烈些吧。风暴比想象中来得更快，也更猛烈。仅仅半日，一张张用鲜血写就的悬赏令便贴满了城中每一个角落。血色悬赏，凡能取方家余孽方云项上人头者，赏金1万两黄金；陷其尸首者，另赐玄阶丹药破障丹1枚。一旦激起千层浪，1万两黄金，那足以让一个普通家族瞬间崛起，让一个散修逍遥快活一辈子。而那枚破障丹，更是让无数卡在断体境6、7层瓶颈多年的武者呼吸都变得滚烫。那可是能助人冲击断体境高阶的无价之宝。疯了！整个城池的散修和亡命之徒全都疯了。无数双贪婪血红的眼睛齐刷刷地盯向了城中那座最华丽的建筑万宝阁。他们不敢冲进去，但他们可以等，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恶狼，潜伏在暗处，等待着猎物走出庇护所的那一刻。方云彻底成了全城公敌。客房内，方云对窗外的风雨充耳不闻，他盘膝而坐，手中正抹撒着那本从张霸身上缴获的兽皮秘籍，狂狮吼：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张家想要我的命，全城的亡命徒都想要我的命。好，很好，那就看看是他们的刀快，还是我的命硬。他的眼神平静而深邃，神尊传承中无数次生死搏杀的经验告诉他，越是危局越要冷静。他翻开狂狮吼，玄奥的法门和灵力运转路线图映入眼帘，以灵力冲击声带，发出蕴含神魂震慑的咆哮，伤人肉身，更伤人神魂。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群战利器。若是能将这狂狮吼与神魂赐的法门结合，哪怕只是领悟一丝皮毛，威力也足以产生质变。他闭上双眼，开始按照秘籍上的记载，一遍又一遍地在体内模拟着灵力的运转。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起。公子，您的晚膳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方云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云溪月之前吩咐过，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他不动声色地道：进来吧。房门被推开，一个身材瘦削、贼眉鼠眼的小厮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他低着头，将饭菜放到桌上，轻声道：公子请慢用。方云应了一声，似乎并未在意。那小厮退到门口，却没有立刻离开，反而用眼角的余光悄悄地窥探着方云。方云端起茶杯，放到鼻尖轻嗅了一下，随即一饮而尽。看到这一幕，那小厮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狂喜与得意。成了。茶水里可是他花大价钱弄来的软金散，无色无味，就算是断体境7层的高手，一旦喝下，半刻钟内也会灵力涣散，手足无力，任人宰割。果然，片刻之后，方云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他捂着胸口，身体晃了晃，一口事先准备好的鲜血喷了出来，颤声道：你在茶里下毒？现在才发现，晚了。那小厮见状，再也按捺不住，他得意的撕下伪装，露出一张贪婪而狰狞的脸。他一步步逼近，修为赫然也是断体境4层。
小子，别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怪你得罪了张家，怪你的项上人头太值钱了。他走到方云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任人宰割的猎物，兴奋地说道：“1万两黄金，1枚破账单，有了这些，老子也能成为人上人。你放心，我会给你个痛快。”他的话还没说完，原本虚弱不堪的方云猛地抬起了头，那双眼睛里哪里有半分中毒的迹象，有的只是冰冷刺骨的嘲弄与杀机。你没中毒？那散修亡魂大冒，转身就想逃，现在想走，不觉得太迟了吗？方云缓缓站起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膛以一个肉眼可见的幅度鼓胀起来。下一刻，他猛地张开嘴，吼！一声根本不像人类能发出的，充满了无上威严与狂暴气息的狮吼，骤然从他口中爆发。这不是简单的声音，而是凝聚了灵力与一丝神魂之力的恐怖音波。音波如同一根根无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那名散修的脑海里。啊！那散修连半点抵抗都做不到，他双手抱头，发出了比张霸还要凄厉百倍的惨叫，眼、耳、口、鼻中同时渗出了鲜红的血迹。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要被这声咆哮活生生撕碎，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求饶：“别念了，大师饶命！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就在此时，数名万宝阁的护卫被这声巨响惊动，破门而入。当他们看到眼前七窍流血、跪地求饶的散修和安然无恙、杀气腾腾的方云时，全都愣住了。方云没有理会任何人，他走到那散修面前，在那人惊恐到极致的目光中，缓缓抬起了脚下被子，记得聪明点。话音落下，他一脚踩下，咔嚓，清脆的骨裂声响起，那散修的喉骨被硬生生踩断，脑袋一歪，彻底没了声息。整个房间死一般的寂静。万宝阁的护卫们看着眼前这一幕，看着那个杀伐果断、眼神冰冷的少年，齐齐打了个寒战。方云蹲下身，在那散修身上摸索了一番，只找到几张金票和一张绘制着复杂路线的羊皮地图，地图的一角用朱砂写着2个小字“鬼市”。他将东西收好，抬起头看向那名护卫队长，淡淡道：“把这里处理干净。”“是，公子。”那护卫队长一个机灵，连忙躬身应道。方云不再多言，转身走向内室，那里有他更关心的人。他推开内室的门，正对上一双刚刚睁开、带着一丝迷茫和惊喜的美丽眼眸。苏林熙，醒了。云哥。他的声音还有些沙哑，但那张绝美的脸颊已经恢复了红润，因祸得福，初步觉醒了玄阴之体的他，身上更多了一种清冷而圣洁的气质，美得令人窒息。你醒了。方云的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苏林熙挣扎着坐起身，他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充盈灵力，锻体近4层。他震惊地看着方云，我怎么？没事了，都过去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护卫们处理尸体的声音和压抑的议论声。张家悬赏，全城公敌，断断续续的词语传入苏林熙耳中，他的脸色瞬间变了。他猛地抓住方云的手，急切地问道：“云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家是不是在找你麻烦？”方云不想让他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道：“一点小事，我能解决。”小事。苏林熙冰雪聪明，他看到方云眼中的疲惫和刚才那声惊天动地的兽吼，立刻就猜到了7、8分。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为了我，你根本不会得罪张家，更不会被全城追杀。他的眼圈红了，声音带着哭腔和深深的自责。他猛地掀开被子，就要下床。你干什么？方云按住他。我要回苏家。苏林熙的眼神无比倔强。我要去找爷爷，去找所有长老。我要告诉他们，我们之间的婚约不能退。我要让他们撤销和张家的联姻。只要婚约还在，张家就没有理由再针对你。方云的心狠狠一颤，他看着眼前这个天真而又执着的女孩，沉声道：“你糊涂！你现在回去，跟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苏家那些想把你卖给张家的人，怎么可能听你的？他们只会把你软禁起来，逼你就范。那我更要回去。”苏林熙的泪水终于滑落，他倔强地看着方云，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的人是你的，我的命也是你的。我绝不允许你因为我而身陷险境，就算他们要软禁我，要杀我，我也要回去，把这一切都搅乱，绝不能让他们安心的去对付你。我绝不允许你因为我而身陷险境。”苏林熙的声音充满了决绝，他挣开方云的手，执拗的就要下床，那股不惜一切的刚烈像极了幽风林中的那一夜。方云心中又痛又急，一把将他拉了回来。你回去能做什么？是能说服那些利欲熏心的长老，还是能挡住张家疯狂的报复？你这不叫搅乱，叫白白送死。那我也不要你一个人扛着。苏林熙美眸含泪，与他对视，寸步不让。我们是未婚夫妻，
本就该同生共死。同生共死不是让你去送死。方云的声音也拔高了几分。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气氛僵持之际，一道带着慵懒笑意的女声从门口传来：小妹妹，你若真想帮他，现在最不该做的就是回去添乱。云溪月不知何时已经倚在门边，她身姿丰盈，曲线诱人，一双妩媚的丹凤眼似笑非笑地看着苏灵溪，话语却一针见血：你现在回去不过是砧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他们只会用你来要挟方云，让他投鼠忌器，陷入更大的被动。你以为是为他分担，实际上是亲手递给了敌人一把刺向他心口最锋利的刀。苏灵溪娇躯一颤，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云溪月的话残忍却是事实。云溪月缓缓走到他身边，柔声道：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想要与他并肩而立，而不是成为他的负累，你需要的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力量，足以让所有人都无法忽视你的力量。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在苏灵溪的眉心，一缕柔和的灵力渡了过去。你的玄阴之体是万中无一的修炼瑰宝，留在万宝阁，我这里有一部与你体质完美契合的玄阴宝典，我可以收你为记名弟子，亲自指导你修炼。等你足够强大了，是去是留，是战是和，才由你自己说了算。苏灵溪怔怔地看着云溪月，又看了看身旁满眼担忧的方云，终于他那股不顾一切的执拗化作了两行清泪。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我听阁主的，我修炼。见他终于想通，方云心中悬着的大石也落了地，危机暂时解除。云溪月拍了拍手，对外吩咐道：去，请牡丹师过来一趟，为苏小姐配置稳固境界的清新玉露。很快，一阵清冷的药香伴随着轻盈的脚步声传来，一名身穿月白色炼丹师长袍的女子走了进来。她身姿高挑，容貌绝美，气质如雪山之巅的冰莲，清冷而孤傲，尤其是一双眼睛黑白分明，锐利得仿佛能看穿人心。她一进来，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分。阁主。她微微颔首，声音也如她的气质一般清冷无波。她便是万宝阁的首席炼丹师穆冰兰。当她的目光扫过方云时，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毫不掩饰地闪过一丝鄙夷和轻视。显然，关于方云的那些传闻废物逆袭、杀人夺宝、靠女人庇护，他都听说了。在他看来，这种满身煞气、只知打打杀杀的武夫，与他所追求的丹道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看向苏灵溪，淡淡道：玄阴之体初醒，境界虚浮，需要静心调理。随即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话锋一转，目光再次刺向方云：我听闻之前轰动炼丹房的极品淬体丹是出自你的手笔。不等方云回答，他便自顾自地摇头，语气中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评判。我看过丹炉的残渣，提纯的手法有些小聪明，但火候驳杂不纯，药理融合粗糙不堪，杂质太多。这种丹药在我看来不过是投机取巧的残次品罢了。说完，他便不再看方云一眼，仿佛多说一句都是对自己的侮辱。方云闻言不禁哑然失笑，这女人的丹道天赋确实不错，但在神尊传承面前不过是萤火与皓月争辉。穆冰兰懒得理会方云的反应，他一挥手，一尊精致的白玉丹炉便出现在房中。他动作行云流水，数十种珍稀药材从储物界中飞出，被他以一种赏心悦目的精妙手法依次投入丹炉。他神情专注，气质孤傲，仿佛一位掌控着火焰与生命的女神，引以为傲的姿态溢于言表。然而就在丹药即将凝成的最后一刻，异变突生。丹炉内一股淡紫色的星光蓝药液始终无法与其他药液完美融合，如同一颗顽固的石头，让即将成型的丹药出现了崩溃的迹象。穆冰兰的额头瞬间渗出细密的汗珠，她柳眉紧锁，不断变换着控火法诀，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个瓶颈。就在她心急如焚，丹炉开始发出嗡嗡的示警声时，一个平淡的声音在她身后悠悠响起：丹火由直转旋，以气旋之力拉扯，再逆行3息，以寒性所其行，不就成了？你懂什么？穆冰兰下意识的便要呵斥，她最恨的便是在她炼丹时有外行指手画脚。可是那句变火为旋，逆行3息，却如同暮鼓晨钟，又如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瞬间击中了他脑海中某个困扰了他数月的瓶颈。鬼使神差的，他的身体，他的本能，竟然在他的大脑反应过来之前，就下意识地按照那句话去做了。他只觉一变，丹炉下的灵火瞬间由一道火柱变成了一个高速旋转的火焰漩涡。那股顽固的紫色药液在气旋的拉扯下，竟真的被缓缓拉开，均匀地融入了丹液之中。随即他在逆转法诀，一股寒气涌入，将所有药力瞬间锁住。嗡！丹炉猛地一震，一道璀璨的宝光冲天而起，浓郁到化不开的丹香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成了。穆冰兰缓缓抬手，一枚通体晶莹，内部仿佛有流光转动的绝品丹药静静地躺在他掌心。
其品质比他预想中最好的结果还要高出整整3成。他手捧着丹药，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缓缓的、极其僵硬的转过身，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了惊骇、迷茫、颠覆以及难以置信的复杂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一脸平淡的少年。怎么可能？他的声音在颤抖，他引以为傲的单道自信，在这一刻被方云那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击得粉碎。一个武夫，他怎么可能？只看一眼就道破了我苦思数月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苏灵溪最终留在了万宝阁，由云溪月和穆冰兰共同照料，危机暂时解除。而穆冰兰对方云的态度也发生了360度的转变，虽然依旧清冷，但那眼神中的鄙夷已经彻底被敬畏与好奇所取代。这一切方云并不在意。夜深人静，他盘膝坐在自己的房间内，心中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无论是狂狮吼的音波爆发，还是崩山拳的正面硬汉，都需要强大的肉身作为支撑。我如今的肉身强度还是太弱了。神尊传承中有一门最强的炼体法门——龙象镇狱体，传闻炼制大成，身怀龙象之力，肉身便可镇压地狱神魔。他的眼神变得火热，但很快又化作了一丝无奈。想要修炼这龙象镇狱体的第一层铜皮境，就需要吸收海量的金属锐气来淬炼皮肤。黑铁金粉、赤铜之髓、庚金之气，这些无疑不是天价之物。他清点了一下从张霸等人身上缴获的财物，虽然在常人看来是一笔巨款，但对于修炼这等逆天法门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钱还是钱的问题，我必须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海量的金钱。夜幕如墨，一轮残月高悬。为了尽快筹集到修炼龙象镇狱体所需的天价材料，方云换上一身不起眼的黑色劲装，用一张最普通的面具遮住脸庞，按照从那名刺客身上搜到的地图，来到了城中一处偏僻、三教九流混杂的区域。穿过一条肮脏潮湿的暗巷，在一堵毫不起眼的石墙前，他按照地图的指示，有节奏地敲击了3下。嘎吱，石墙缓缓移开，露出一个通往地下的漆黑阶梯。一股混杂着血腥、霉菌和各种不知名药草的浑浊空气扑面而来。这里便是鬼市，一个不见天日、充满了罪恶与机遇的地下市场。方云压了压斗笠，走了进去。刚踏入这片由昏暗的魂火灯照亮的地下空间，他立刻就感觉到至少有7、8道不怀好意的神识，如同复古之躯般落在了自己身上。生面孔，还是个愣头青，看他气息不弱，应该有些油水。嘿嘿，又一头肥羊送上门了。那些隐藏在阴影中的低语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方云心中冷笑，他那经过阴阳混元诀淬炼的神魂远比铜阶敏锐，这些家伙的窥探在他面前无所遁形。他没有理会，径直走向那些杂乱无章的摊位。一路上，他至少甩掉了3波不怀好意的跟踪者。他那断体境5层的实力和在生死搏杀中磨练出的警惕性，让那些宵小之辈不敢轻易动手。黑纹钢没有，赤铜砂品质太次。他逛了10几个摊位，都没有找到符合龙象镇狱体要求的材料，不禁有些失望。就在这时，一个角落里的古怪摊位吸引了他的注意。别的摊位都摆着刀剑、丹药，而这个摊位上却尽是一些沾着干涸血迹的断剑、破碎的甲片、不知名妖兽的骨骸，甚至还有几块散发着阴气的墓碑碎片。摊主则是一个浑身都散发着成熟与神秘气息的女子，她同样戴着面纱，一袭紧身的黑色长裙将她那妖娆丰盈、凹凸有致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即便只是慵懒的斜倚在椅子上，也散发出惊人的魅惑。方云的目光落在了摊位角落里一堆不起眼的矿石上，黑纹钢、赤铜砂，品质上乘。他心中一喜，他刚要开口，那女子却先一步懒洋洋地开了口，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磁性与魅惑，仿佛能直接钻进人的骨头里。小哥，你身上血气方刚，阳气鼎盛，可不是来买我这些死人东西的吧？方云心头一凛，这女人好毒的眼力，竟似乎能看穿自己的伪装。他压低声音，故作沙哑地道：老板，这些矿石怎么卖？那被称为默娘的女子轻笑一声，正要说话，3名凶神恶煞的大汉却突然围了上来，堵住了方云的退路。为首的是一个独眼龙，断体境5层，他身旁2人也是4层的修为。小子，新来的吧？不懂规矩。独眼龙狞笑着，一双眼睛贪婪地在方云身上扫视，把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也就饶你一条狗命。周围的摊主和客人都纷纷后退，露出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在鬼市，黑吃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默娘依旧慵懒地靠着，似乎完全没有插手的意思，只是那双藏在面纱后的美眸饶有兴致地看着方云，似乎想看看这个阳气鼎盛的小哥会如何应对。方云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淡淡地吐出2个字：滚开，找死！独眼龙勃然大怒，给我废了他！
他身旁2名断体4层的恶棍立刻狞笑着扑了上来。就在他们动手的瞬间，方云的身影消失了。什么？其中一名恶棍只觉得眼前一花，一只覆盖着淡金色光晕的拳头便在他惊恐的瞳孔中急速放大。崩山拳！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那恶棍的胸膛整个塌陷了下去，如同破麻袋一般倒飞而出，将沿途好几个摊位撞得稀巴烂，当场昏死过去。另一名恶棍见状亡魂大冒，刚想后退，方云的身影已经如鬼魅般贴近，一记干脆利落的鞭腿狠狠抽在他的膝盖上。啊！又是一声骨裂的脆响，那恶棍惨叫着跪倒在地，整条小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混账！那断体境5层的独眼龙又惊又怒，他暴喝一声，一拳轰向方云的后心。方云头也不回，反手就是一拳迎了上去。砰！双拳相交，独眼龙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骇然。他感觉自己仿佛打在了一座万年玄铁之上，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顺着手臂倒卷而回。他的整条手臂从拳头到肩膀，骨骼寸寸碎裂，整个人更是被震得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抱着废掉的手臂痛苦的哀嚎。前后不过3息，3名鬼尸恶棍2死1残。方云收回拳头，缓缓站直身体，冰冷的目光扫过四周。那些原本充满了贪婪与觊觎的目光，在接触到他眼神的刹那，齐刷刷地变成了恐惧与敬畏。整个嘈杂的区域瞬间鸦雀无声。一拳立威，方云这才重新走向默娘的摊位。默娘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又化作了更浓的兴趣。她轻笑道：“小哥好俊的身手，倒是奴家看走眼了。”方云没有废话，直接指着那些矿石。就在他准备付钱时，他的目光突然被摊位角落里一块拳头大小、漆黑如墨、毫不起眼的木头吸引了。这是养魂木。方云的心脏猛地一跳。养魂木，传说中能滋养神魂、修复灵魂创伤的至宝。对于施展了神魂刺、神魂受损的他来说，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指着那块木头，沉声问道：“这东西怎么卖？”默娘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他慵懒地摆了摆手：“一块引魂的朽木罢了，不值钱。你买了这么多矿石，这块木头便算奴家送你的，就当结个善缘吧。”方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将矿石和养魂木收好，付了钱，转身便走。就在他即将走出鬼市，重新踏入暗巷时，默娘那慵懒魅惑的声音在他身后悠悠响起：“小哥，好心提醒你一句，小心张家的影子。”话音未落，一股比之前鬼市恶棍强大10倍、阴冷至极的杀意，如同潜伏在深渊中的毒蛇，猛地从暗巷的阴影中将他死死锁定。从鬼市出来，方云特意选择了一条偏僻曲折的暗巷，返回万宝阁。这是他从神尊传承中学到的生存法则之一，永远不要将自己的路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巷子很窄，两侧是斑驳的高墙，月光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在地上投下鬼魅般的阴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垃圾的腐臭，死寂的让人心慌。不对劲！方云的脚步猛然一顿，全身的汗毛在刹那间倒竖而起，一股冰冷到极致的杀意如同复古之居，无声无息地从他身后的阴影中弥漫开来。没有风声，没有脚步声，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若非他融合了神尊传承，灵魂感知力远超同阶，根本无法察觉到这致命的危机。死！一个沙哑冰冷的字眼在他耳边炸响，一道幽绿色的寒芒如同毒蛇的獠牙撕裂了黑暗，直刺他的后心。快！太快了！那速度完全超越了断体境5层应有的反应极限。断体境7层，方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生死一瞬间，他来不及多想，体内灵力疯狂爆发，神尊传承中的基础身法魅影步下意识地施展到极致。他的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向左侧横移了半寸。噗嗤！钻心的剧痛从右肩传来，那柄淬毒的匕首虽然刺偏了要害，却依旧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乌黑的血液瞬间涌出，一股麻痹感迅速向全身蔓延。张家的人是专业的杀手。方云忍着剧痛，头也不回地向前猛冲，同时手腕一抖，刚刚从鬼市买来的一大把黑纹钢和赤铜砂被他当作暗器，裹挟着灵力朝着身后爆射而去。叮叮当当，黑暗中传来一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那名杀手显然没料到方云还有这一手，身形微微一滞。就是这个空隙，方云借着反作用力，身形如同鬼魅，一头扎进了更深更复杂的巷道之中。有点意思，在我的无声诀下竟然能躲开第一击。那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梦魇般在他身后不远处回荡。不过你今天必须死。话音未落，
一道黑影如枯骨之躯再次贴了上来，速度比刚才更快，杀意比刚才更浓。方云心中一片冰寒，他将魅影步运转到极致，在这迷宫般的暗巷中疯狂穿梭，利用每一个拐角、每一处障碍物来为自己争取哪怕一刹那的喘息之机。但他身上的伤口却在不断增多，手臂、大腿、后背，一道道深浅不一的伤口不断地消耗着他的体力和灵力。毒素带来的麻痹感也让他的动作开始变得迟缓。不行，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他的身法太诡异，力量和速度都完全碾压我，我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必须想办法，必须找到一个机会，一击定胜负的机会。方云的眼神变得越发疯狂，一个极其冒险的念头在他脑海中形成，他猛地冲向一处死胡同，背靠着一堵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危墙，剧烈的喘息着，仿佛已经力竭。呵呵，不跑了，知道自己死路一条了吗？黑影从黑暗中缓缓走出，他全身笼罩在黑衣之中，只露出一双毫无感情的眼睛，手中的幽绿色匕首幽刺正滴着方云的血。受死吧！杀手不再废话，他认定方云已是砧板上的鱼肉，身形爆射而出，手中的幽刺化作一道夺命的流光，汇聚了他断体境7层的全部力量，直刺方云的眉心。这是他最强的一记杀招。看着那在瞳孔中急速放大的死亡寒芒，方云的眼中非但没有恐惧，反而闪过一抹决绝的厉色。就是现在！神魂刺！他故技重施，冒着神魂再次撕裂的风险，将所有的精神力汇聚成一点，化作一根无形的尖刺，狠狠地轰向杀手的脑海。正在急速前冲的杀手脑海中猛地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仿佛有1万根钢针在同时斩刺他的灵魂。他的身形在半空中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停滞，眼神中第一次露出了惊骇与茫然。高手相争，胜负只在瞬息。抓住这电光火石的机会，方云没有去攻击杀手，而是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将所有灵力汇聚于右拳之上，狠狠的一拳轰在了身后的危墙上。崩山拳，给我他！轰隆，整面墙壁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随即轰然倒塌。无数的砖石、泥土如同山洪爆发，瞬间将那名刚刚从神魂冲击中勉强恢复，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杀手彻底掩埋。方云半跪在地，大口大口地咳着血，脑袋里像是有无数个钻头在旋转，剧痛无比。但他没有片刻停留，强撑着站起身，抽出腰间的裂风刀，一步步走向那片废墟。哗啦，一只血手从砖石中伸出，紧接着那名杀手浑身是血的挣扎着爬了出来，他全身多处骨折，内脏受到了严重冲击，已然是强弩之末。他看着方云，眼中充满了怨毒和不解。方云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刀光一闪，一颗带着惊骇与不甘表情的头颅冲天而起。断体境5层，极限反杀，断体境7层精英杀手。方云拄着刀，大口喘息，直到确认杀手彻底死透，才放松下来。他迅速上前，在杀手身上摸索起来。一本由不知名兽皮包裹的秘籍，封面上写着3个古朴小字：无声诀。一把通体幽绿、显然淬了剧毒的下品灵气匕首幽刺，以及一块冰冷的金属令牌。令牌的一面刻着一个狰狞的影字，另一面则是一个龙飞凤舞的张字。张氏影卫。方云握着令牌，眼神冷得像冰。张家，你们还真是看得起我。他不敢久留，强忍着神魂的剧痛和全身的伤势，踉跄着消失在夜色之中，回到万宝阁的客房。方云立刻反锁房门，布下狱警禁制。他一屁股坐到床上，从怀中掏出那节养魂木紧紧握住，一股清凉的气息涌入脑海，让他撕裂般的痛楚得到了些许缓解。他吞服下疗伤和恢复灵力的丹药，闭上双眼，脑海中却不断回放着刚才那场生死之战的每一个细节。杀手的身法、出招的角度、自己的应对、极限的压迫、神魂的运用，最后的反杀，这一切都化作了最宝贵的战斗感悟，与涌入4肢百骸的药力疯狂地结合、碰撞、熔炼。不知过了多久，轰！方云体内传来一声沉闷的轰鸣，仿佛一道无形的枷锁被彻底挣开。他周身的气息节节攀升，体内的淡金色灵力变得更加凝实，更加精纯。他猛地睁开双眼，一道金光一闪而逝，所有的伤势和疲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强大。断体境6层。回到客房，方云盘膝而坐，巩固着刚刚突破的断体境6层修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淡金色灵力比之前雄浑了数倍不止，奔流不息，每一次运转都在无声地强化着他的经脉与血肉。断体境1至3层为初期，4至6层为小成，7至9层为大成。我现在也算得上是断体小成了。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光湛然。他拿起那柄陪他历经数次死战的烈风刀，手指轻轻在刀身上一弹，
嗡！刀身发出一阵轻微的哀鸣。方云定睛看去，只见刀刃的中心位置赫然出现了一道肉眼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裂痕。果然，在斩杀那名断体境7层的影卫时，就已经损伤了根本吗？方云眉头微皱，反铁终究是反铁，已经跟不上我的脚步了。我需要一把真正属于自己的灵器。同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龙象镇狱体，神尊传承中最霸道的基础炼体功法，修炼至大成，肉身可比肩上古龙象，力能镇压地狱神魔。之前境界不够，不敢轻易尝试，现在突破到断体小成，倒是可以开始修炼了。炼制新武器，修炼炼体功法，两件事都需要一个地方锻造区。万宝阁的锻造区位于一处巨大的地下空间，刚一靠近，一股夹杂着硫磺与金属气息的热浪便扑面而来，耳边尽是叮叮当当的捶打声不绝于耳。方云手持贵宾令，很轻易的便走了进去。一名贼眉鼠眼的管事迎了上来，当他看到方云如此年轻，又听说是阁主亲自安排的贵宾，眼中闪过一丝不以为然。这位公子是要租用锻造炉？那管事皮笑肉不笑地问道，心中却暗自腹诽，又是一个靠关系的公子哥，跑来这里玩火，真是浪费地方。正是。方云点头。呵呵，那您可来巧了。管事懒洋洋的一指角落里一口满是铁锈，连炉火都未生的破旧炉子，那口炉子正好空着，便宜又实惠，最适合您这样的贵客体验一下了。他身后的几名锻造学徒见了，都忍不住窃笑起来。哈，王管事又把那口3日不燃炉给推出去了。谁让这小子看起来就像个小白脸呢？让他吃点苦头也好。方云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冷嘲热讽，只是淡淡的瞥了那口破炉子一眼。这种废铁连凡火都聚不拢，也配叫锻造炉？他心中冷笑，知道若不入两手，今天别想用到好的地火熔炉。也罢，就让你们这些坐井观天之辈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控火之术。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方云没有走向那口破炉子，而是径直走到一块巨大的锻造台前，将从鬼市买来的黑纹钢、赤铜砂等材料一一摆好。最后他拿出了那柄缴获来的淬毒匕首幽刺。这小子想干什么？他不会是想在这锻造台上直接炼气吧？疯了吧？没有熔炉，他拿什么熔炼材料？用体温吗？就在众人讥笑之际，方云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呼，一簇淡金色的火焰如同精灵般凭空在他的掌心燃起。这火焰不过拇指大小，却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恐怖高温，周围的空气瞬间被点燃，发出噼啪的爆响，连空间都出现了微微的扭曲。那是什么？王管事的眼珠子瞬间瞪圆了，脸上的讥笑彻底凝固。天啊，是灵火！他竟然徒手搓出了灵火！一名学徒骇然失声，吓得手里的铁锤都掉在了地上。这是何等恐怖的控制力！他到底是什么人？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死死地盯着方云掌心那朵跳动的金色火焰，眼中充满了震撼与不可思议。方云神色不变，屈指一弹，那朵金色火焰便轻飘飘地落在了下品灵气幽刺之上，没有剧烈的燃烧，没有刺目的火光，只见那坚硬无比的幽刺匕首在接触到金色火焰的瞬间，竟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融化。不到3个呼吸的时间，一柄下品灵气就这么化作了一滩碧绿色的没有丝毫杂质的精纯铁水。咕咚，不知是谁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但这还没完，方云神念微动，那团金色火焰化作千百道细小的火舌，将黑纹钢、赤铜砂等材料尽数包裹，以一种玄奥的韵律灼烧起来。所有材料被完美的提纯、熔炼，最终化作数团大小不一的金属液体，悬浮在半空中。熔！方云一声轻喝，所有金属液体在他的意念操控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柄漆黑的、尚未开封的剑胚。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道韵与美感。住手！不，别停下！快，让我看看！就在这时，一声如同洪钟大吕般的咆哮从锻造区深处传来，紧接着，一个身高近丈、肌肉虬结、满脸火红胡子、浑身散发着爆炸性气息的壮汉，如同人形暴龙般冲了出来。他正是这片锻造区的主管，以脾气火爆和一手精湛锻造术闻名的铁山大师。铁山大师此刻双目圆瞪，死死地盯着方云手中的剑胚和那朵金色的火焰，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天才，旷古烁今的锻造天才，如此完美的控火之术，如此精纯的材料融合，老夫锻造了一辈子，闻所未闻。他一个箭步冲到方云面前，一把推开早已吓傻的王管事，小心翼翼地问道：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快，用那边的破炉子简直是暴殄天物。来人，把我专属的地火熔炉打开！快！
在铁山大师近乎狂热的安排下，方云被请到了锻造区最核心的位置，一座通体由火山岩铸成，上面铭刻着无数巨火阵纹的巨大熔炉轰然启动，炽热的来自于大地深处的地心之火汹涌而出。方云深吸一口气，将剑胚投入地火熔炉之中，开始进行最后的锤炼。他没有闲着，竟是直接盘坐在熔炉之旁，运转起龙象镇狱体的法门，引导着那灼热的地火之气冲刷自己的肉身。吼！剧痛袭来，方云仿佛听到自己的身体深处传来一声远古龙象的咆哮。他的皮肤、肌肉、骨骼都在这恐怖的地火淬炼下，不断的被破坏，又不断的被重组。一天一夜悄然而过，当熔炉开启的刹那，一道冰冷的寒芒冲天而起，整个锻造区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好几度。一柄长3尺，通体漆黑如墨，剑身不见丝毫光泽，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唯有剑刃处一道细微的血槽，泛着令人心悸寒芒的长剑静静地悬浮在空中。下品灵气，顶峰，好剑！铁山大师看得如痴如醉，此剑锋芒内敛，杀机暗藏，一出鞘必饮血。小兄弟，给他取个名字吧，就叫墨风。方云伸手握住剑柄，一股血脉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与此同时，他感受到体内奔腾的爆炸性力量，仅仅一夜的淬炼，龙象镇狱体成功入门，他的肉身力量凭空暴涨了5成。心满意足地回到客房，还未等他坐下，一名万宝阁的侍女便敲响了房门。方公子，这是秦家大小姐派人送来的请柬。方云接过那张鎏金的请柬，打开一看，正是秦家举办的一场年轻辈宴会的邀请，而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当他抽出请柬时，一张小小的纸条从里面飘落，上面是秦可卿娟秀而又急促的字迹：群狼环伺，速来或有一线生机。秦家府邸灯火通明，宾客如云，然而这璀璨灯火之下涌动的却是刺骨的寒流。当方云一袭黑衣，手持长剑，独自踏入宴会大厅的那一刻，满堂的喧嚣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数百道目光唰的一下齐齐聚焦于他一人身上。那目光中有轻蔑，有幸灾乐祸，有毫不掩饰的敌意，更有冰冷刺骨的杀机。他就是方云，那个杀了张霸的废物。哼，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今天张家的人可都在，他死定了。方云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眼神古井无波。他径直穿过人群，目光锁定在角落里一道身着火红罗裙的倩影上。秦可卿今日精心打扮过，火红的裙摆衬得她那双本就惊人的长腿愈发笔直浑圆，紧身的上衣将她那发育的极好的胸脯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让她整个人如同一朵带刺的烈焰玫瑰。只是此刻，她那张娇俏的脸上写满了焦虑。看到方云孤身前来，她美眸一颤，连忙迎了上去，压低声音急道：你怎么真一个人来了？你疯了！张家那个张狂带来了他的堂兄张陵，那可是断体境7层的怪物。方云的脚步在秦可卿面前停下，他甚至能闻到少女身上传来的淡淡馨香。他只是平静地回了2个字：无妨。你……秦可卿被他这复淡然的样子气得跺了跺脚，饱满的胸脯一阵起伏。就在这时，一个充满嘲弄的声音响彻全场：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方云方公子吗？怎么杀了我秦家未来的姻亲，现在还有胆子踏进我秦家的大门？一名身材高大、面带傲气的锦衣青年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他便是秦可卿的堂兄秦威，断体境6层的修为。秦威上下打量着方云，眼神中的鄙夷满得快要溢出来。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3头6臂的人物，原来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躲在万宝阁里当了这么多天的缩头乌龟，今天终于舍得出来了。方云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他淡淡地瞥了秦威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我当是谁？原来是秦家的威少爷。方云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我与可卿小姐是朋友，应她之邀前来赴宴，与你何干？莫非秦家的待客之道就是派一条狗出来乱吠吗？你敢骂我是狗？秦威勃然大怒，断体境6层的气势轰然爆发，压向方云。你这个杀人凶手，杀害张霸，让我秦家蒙羞。今天我若不给你点教训，别人还以为我秦家无人。另一边，张家席位上，面容阴鸷的张狂砰的一声捏碎了手中的酒杯，对身边一名青年狞笑道：哥，你看，好戏开始了，不用我们出手，秦家这蠢货就要替我们先探探这小子的底了。他身边的青年正是张家第一天才张陵。张陵并未说话，他甚至没有看场中的冲突，只是慢条斯理地品着杯中酒，但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沉稳气息，却像一座大山，让周围所有张家子弟都感到无比心安。场中秦威的叫嚣还在继续：方云，你既然有胆子来，
可有胆子与我上台切磋一番，也让我秦家上下都掂量掂量，你这个让可晴妹妹另眼相看的男人，到底有几斤几两？哥，你别胡闹！秦可晴急忙拦在中间，妹妹，你让开！秦薇一把推开他，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我今天就要当着全城青年才俊的面，撕开他这层故作高深的外皮。好啊！就在秦薇气势最盛之时，方云平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他伸手轻轻将秦可晴拉到自己身后，动作轻柔却不容置疑。既然威少爷这么想赐教，我若是不应，岂非显得不知好歹？方云的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秦薇身上，语气平淡：演武场上，请吧。全场哗然，随即爆发出阵阵哄笑与讥讽。哈哈，这废物是失心疯了吗？他竟敢应战！他不过断体境6层，秦薇大哥也是6层，但修炼的可是我秦家绝学怒涛剑法，他拿什么比？演武场上，秦薇手持一柄清风长剑，剑尖斜指地面，脸上挂着残忍的笑容。方云，拔出你的剑吧，我会让你知道，废物永远都是废物。方云缓缓抽出背后的墨锋，剑身通体漆黑，不反光，如同一截黑夜的剪影，透着一股不祥的死寂。聒噪！方云只吐出2个字：找死！秦薇被彻底激怒，他暴喝一声，脚下青石板皲裂，整个人如出膛炮弹般冲向方云。看招！秦家绝学怒涛七式，他手中清风剑光芒大放，剑势展开，竟真的如同一层层汹涌的怒涛，剑光叠着剑光，一浪高过一浪，将方云的周身大穴全部笼罩。那凌厉的攻势引得台下众人阵阵喝彩。好，威少爷威武！这剑法已得3味真火，那小子死定了。然而面对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方云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的举动。他不攻不挡，甚至连格架都显得有些敷衍。他只是迈着一种奇异的步伐，在漫天剑光中闪转腾挪。他的动作不大，幅度极小，却每一次都能恰到好处地避开致命的剑锋。他就如同怒海中的一叶孤舟，看似随时都会倾覆，却始终稳稳得立于浪涛之巅。更让秦薇感到憋屈的是，方云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那是一种近乎漠然的平静，仿佛他不是在生死搏杀，而是在自家后院闲庭信步。给我死！秦薇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将全身灵力催动到极致，剑光暴涨3尺，汇聚成一道巨大的浪头，当头朝着方云斩下。他相信这一剑方云避无可避。台下众人也都屏住了呼吸，秦可晴更是紧张的小手紧紧攥住衣角，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秦薇攻势最盛，脸上已经露出胜利笑容的那一刻，方云动了。魅影步配合无声诀，他的身影没有丝毫征兆地在原地变得模糊淡化，最终呼的一下，如同一缕被风吹散的青烟，凭空消失了。什么人呢？全场惊呼。秦薇势在必得的一剑狠狠斩在了空处，巨大的力量让他身形一个踉跄。也就在这一刻，一股冰冷到骨髓的寒意从他的脖颈处传来，他全身的汗毛瞬间倒竖，整个人僵硬的如同一座石雕。他艰难地一寸一寸地低下头，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剑正无声无息地架在他的脖子上，剑刃上那森然的寒光让他感觉自己的皮肤已经被割开。而持剑的方云不知何时已经如鬼魅般出现在他的身后。全场死寂，落针可闻的死寂。刚刚还在喝彩的人，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那些嘲讽方云的人，脸上的笑容还未褪去，便已彻底凝固。一招，甚至不能算是一招，从头到尾，方云只出了一剑，便秒杀了一位同阶的天才。这怎么可能？一名秦家子弟声音发颤，打破了死寂。鬼，是鬼啊！他的身法我根本没看清，断体境6层，秒杀同阶，这是什么怪物实力？秦家席位上，几位原本闭目养神的长老，此刻全都睁开了双眼，看向方云的眼神中再无半点轻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惊与忌惮。秦可晴更是谈口微张，一双勾人的美眸中异彩连连，她怔怔地望着台上那道孤傲挺拔的背影，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狂跳。这个男人再一次用超乎想象的方式颠覆了他的认知。就在这死寂与震撼之中，一道突兀的掌声缓缓响了起来，啪啪啪，掌声不急不缓，却像一柄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张家的席位上，那位一直沉默不语的青年张玲正缓缓起身，一边拍着手，一边向演武台走来。他每走一步，身上那属于断体境7层的恐怖气势便攀升一分。当他走到台前时，那股强大的威压已经让许多修为低微的子弟脸色发白，呼吸困难。身法不错，张玲的脸上带着一丝赞许的微笑，
但眼神却冰冷如九幽寒冰。不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身法都不过是虚妄的点缀罢了。他停下脚步，目光如利剑般锁定方云，声音陡然转寒，杀意沸腾如潮。我弟弟的仇就在今天，在此地用你的血来偿还。张灵那属于断体境7层的威压，如同一座无形的山岳，轰然压在演武场上，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那些离得近的年轻子弟只觉得胸口发闷，双腿战战，几乎要当场跪下。天哪，这就是张灵的实力吗？仅仅是气势就让我无法呼吸了，太强了，这和秦薇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方云这次是踢到铁板了，死定了，他绝对死定了。一剑秒杀同阶又如何？在跨越境界的绝对力量面前，一切技巧都是笑话。台下的秦可晴一张娇俏的脸蛋早已没了血色，她那包裹在火红罗裙下丰盈的曲线此刻因紧张而微微颤抖。她想开口呼喊，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对方那恐怖的气势下竟被堵在了喉咙里，发不出来。方云站在那威压的中心，黑衣猎猎作响，他体内的龙象镇玉体悄然运转，一股蛮荒龙象般的气血之力奔涌而上，抵消着那股窒息的压迫感。他手持墨锋，剑尖斜指地面，漆黑的剑身没有反射半点光芒，却仿佛能吞噬一切。他抬起眼，漆黑的瞳孔中燃起了滔天的战意。这是一场硬仗，但他不惧，这更是他立威的关键一战。他要让全城的人都看看，他方云不是谁都可以来踩一脚的软柿子。张灵一步一步踏上石台，每一步都让整个演武场为之震颤。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方云，眼神中带着一丝猫捉老鼠般的戏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有种的废物。他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但也仅此而已。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跪下，自断双臂，再对我弟弟的牌位磕100个响头。我心情好的话，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方云笑了，嘴角那抹嘲讽的弧度比之前更甚。张家的天才都只会说废话吗？你弟弟张霸临死前也像你一样自信，你在找死。张灵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森然的杀机。这句话我也送给你。方云将墨锋剑缓缓抬起，剑尖直指张灵的眉心，想报仇就拿出你的真本事，否则今天这演武场就是你们兄弟团聚之地。狂妄！张灵怒喝一声，不再废话。他脚下猛然一跺，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一拳轰出。这一拳没有花哨的光影，却带着一股厚重如山、霸道绝伦的气势。拳位置，那股凝实的拳风已经压迫的空气发出嗡嗡的悲鸣。玄阶中品武技碎石拳。方云瞳孔骤缩，他能感觉到这一拳中蕴含的恐怖力量，但他不退反进，魅影步施展到极致，身形如一缕黑烟，显之又显得避开了拳风。轰！拳头砸在了方云刚才站立的位置，坚硬的青石演武台竟被硬生生轰出了一个半尺深的拳印，碎石四溅。丝毫霸道的一拳，台下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张灵一击不中，攻势却如长江大河，连绵不绝。他双拳齐出，一拳重过一拳，一拳快过一拳。一时间，整个演武台上拳影翻飞，每一拳都带着开碑裂石的威能，将方云笼罩其中。没用的，在我的碎石拳面前，你那点身法不过是延长你死亡时间的无聊把戏。张灵的声音如同闷雷滚滚，在所有人看来，方云已经完全落入了下风。他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被那漫天的拳影打得左支右捉，险象环生。好几次，那霸道的拳风擦着他的衣角飞过，都带起一阵布帛撕裂的声响。结束了，方云的身法已经被彻底压制了，他撑不了多久了。张灵的灵力何其雄浑，他很快就会被耗死的。秦可晴的一颗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他死死地咬着红唇，不让自己尖叫出声。张狂则在台下畅快地大笑起来：哥，杀了他，把他碾成肉泥，为我张家扬威。就在张灵攻势达到顶峰，脸上再次浮现出胜券在握的表情时，他暴喝一声，将全身灵力汇于右拳，一记威力比之前所有攻击都要强上数倍的杀招，朝着看似已经避无可避的方云当胸轰去。这一拳送你上路。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击，方云眼中非但没有绝望，反而闪过一抹算计得逞的金光。就是现在，他不退反进，迎着那毁灭性的拳头猛然张口，喉咙深处发出一声酝酿已久的咆哮。狂狮吼！吼！一声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狮王怒吼自方云口中爆发。这一次不再是无形的音波，而是一颗肉眼可见的由精纯灵力凝聚而成的金色狮子头颅，咆哮着冲出，狠狠撞向张灵的心神。神魂攻击，防不胜防。张灵做梦也想不到方云还有这等诡异的手段。
他只觉得大脑仿佛被一柄万斤重锤狠狠砸中，嗡的一声，眼前金星乱冒，心神俱震，就连体内运转的灵力都出现了那么一丝微不可察的凝滞。高手相争，胜负只在瞬息，就是这1/1000刹那的凝滞，对于方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手中的墨锋剑早已化作一道漆黑的闪电，循着那因心神失守而露出的微小破绽，以一个刁钻狠辣到极致的角度逆流而上。噗嗤，利刃入肉的声音清晰地响起。张灵那志在必得的碎石拳在距离方云胸口还有3寸的位置无力地垂了下去。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只见一柄漆黑的长剑已经洞穿了他肩胛骨的护体灵气，深深地刺了进去，鲜血正顺着黑色的剑身汩汩流出。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全场再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台上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我没看错吧？张灵受伤了？怎么会这样断？体径6层，越级重创了7层巅峰的张灵，那一声吼，那是什么武技？竟然能影响心神？方云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他眼神冰冷，手腕一转，就要催动剑气，彻底废掉张灵。可就在这时，一声宛如炸雷般的怒喝从远处传来：“住手！”话音未落，一道身穿玄甲、气息威严的中年人如大鹏展翅般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在了演武台上。他身上那股属于城主府的铁血煞气瞬间压过了全场的喧嚣。奉城主玉，中年使者看也不看受伤的张灵，而是从怀中取出一卷金色卷轴，高高举起，朗声宣读：为选拔我城天骄，参加天风王朝宗门考核，城主特此下令，乾隆大比提前至3日后举行，即刻起至大比结束，城内严禁一切私斗，违令者无论身份，一律废除修为，逐出城外。钦此。声音滚滚如雷，传遍了整个秦家府邸，也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乾隆大比，禁止私斗。这道法谕无疑是给方云下了一道保命符，但也同时将他和张家的仇恨彻底推上了不死不休的绝路。好一个乾隆大比！一道阴冷到极点的声音响起，只见一名面容与张灵有几分相似，但气势却渊庭越志、深不可测的中年男人缓缓从张家席位上站起，他正是张家家主张天雄。张天雄看也不看地上的秦薇，径直走到台上，扶起重伤的张灵，喂下一颗丹药。然后他转过头，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方云，那目光中没有愤怒，只有一片化不开的冰冷杀意。小畜生，你很不错，城主的法谕，我张家不敢不遵。他顿了顿，嘴角咧开一个残忍的弧度。乾隆大比的擂台上，刀剑无眼，届时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夜色如墨，万宝阁内灯火通明，却驱不散方云心中的寒意。张天雄那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诅咒，如同一根毒刺，深深扎在他的心头。乾隆大比。回到万宝阁的客房，方云独自站在窗前，脑海中飞速盘算着。他很清楚，这场大比早已不是什么选拔人才的盛会，而是张家为他量身定做的屠宰场。城主之子，各大家族雪藏多年的天才，修为恐怕都在断体7层之上，甚至有断体8层的存在。而他方云明面上只有断体6层，即便底牌尽出，面对真正的7层巅峰乃至8层高手，胜算渺茫。只有1夜时间了。方云的眼神变得决绝，想要活下去，甚至反杀，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提升实力。他转身径直走向阁楼深处，找到了云溪月。这位身姿丰盈、永远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万宝阁主，似乎早已料到他的来意。不等方云开口，他那双仿佛能洞察人心的媚眼便轻轻一弯，想要顶级的密室。自然可以。云溪月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的笑意，只是强行破境有饮鸩止渴，稍有不慎便会根基尽毁，你可想好了？顾不了那么多了。方云的声音沙哑而坚定，我若活不过明天，要那万世根基又有何用？云溪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不再多言，递给他一枚温润的玉牌。去吧，弟子1号密室。记住，你的命比你想象中要值钱得多。弟子1号密室由整块的黑曜石铸成，隔绝一切声音与探查。方云盘膝而坐，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枚龙眼大小、丹气四溢的丹药，正是从张家杀手那缴获的破障丹。丹药的药力狂暴无比，强行吞服无异于一场豪赌。赢了，海阔天空；输了，万劫不复。他凝视着丹药，正要将其吞下，密室的石门却轰的一声被推开了。一道倩影带着急促的香风闯了进来，正是苏灵溪。她一身素白长裙，更衬得肌肤赛雪，容颜绝美。此刻，她那双清澈的眼眸中噙满了泪水，死死地盯着方云手中的丹药，
声音颤抖：“你要做什么？”灵犀，你怎么来了？方云一惊，连忙将丹药收起。我若不来，你是不是就要一个人去拼命了？苏灵犀冲到他面前，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个需要你用命去保护的花瓶吗？方云心中一痛，想要解释，却无从开口。云阁主都告诉我了。苏灵犀的语气无比坚定，他抬起梨花带雨的俏脸，直视着方云的眼睛。你的功法是至阳至刚的阴阳混元诀，我的体质是玄阴之体，我们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你现在要冒着根基尽毁的危险去吞丹，那我算什么？他的话如同一柄重锤，狠狠敲在方云的心上。不等方云回答，苏灵犀做出了一个让他大脑瞬间空白的举动。他抬起纤纤玉手，主动解开了腰间的束带，素白的罗裳如蝴蝶般滑落，一具完美无瑕的银白娇躯就在密室中那柔和的月光石照耀下，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的面前。少女的身段并非火爆，却有着一种惊心动魄的柔美曲线，肌肤光洁如玉，在光晕下泛着一层淡淡的诱人的光泽。她娇柔地站在那里，羞涩与坚定在她绝美的脸上交织，形成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方云，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但眼神却前所未有的清明。今夜让我帮你。她向前一步，轻轻抱住了方云，将温软的身子紧紧贴在他的胸膛上。我们一起变强。少女的体香与那温软的触感让方云浑身一震，他感受着怀中人儿的决心与信任，那颗因杀戮和压力而变得坚硬的心，在这一刻彻底融化了。他不再犹豫，不再拒绝。他反手将少女紧紧拥入怀中，低头吻去她眼角的泪水，声音沙哑，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好，我们一起。二人相对盘膝而坐，四掌相抵。阴阳混元诀的双修法门在二人心意相通的瞬间自行运转。嗡，一股炽热如骄阳的纯阳之力从方云体内涌出，化作一道金色的灵力长河。与此同时，一股清冷如明月的玄阴之气也从苏灵犀体内升腾而起，化作一道银色的灵力溪流。金阴两股能量在密室中央相遇，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反而像是失散多年的恋人，彼此吸引，完美的交融、盘旋、升华。整个密室内的天地灵气都暴动了，他们疯狂地朝着二人涌来，形成一个巨大的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方云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之力在这股交融的能量滋养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恢复壮大，甚至比之前更加凝练。他对阴阳混元诀的理解也在这一刻豁然开朗，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一夜双修胜过数月苦修。当第一缕晨曦即将穿透黑暗之时，二人体内的能量交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方云感觉到自己体内那道坚不可摧的境界壁障，在这股浩瀚的能量冲击下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响。就是现在，他心中暴喝一声，引导着那股阴阳交融的庞大能量狠狠地撞了上去。轰！一声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巨响，他体内的壁障轰然破碎，一股远比之前强大数倍的恐怖力量瞬间充斥了他的四肢百骸。他的经脉被拓宽，骨骼被强化，血肉中都仿佛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断体境7层攻城。而就在他突破的瞬间，一股精纯的能量通过二人的连接反哺回苏灵犀体内。苏灵犀娇躯一颤，只觉得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开了他体内的瓶颈，修为气息同样节节攀升，一举冲破桎梏，稳稳地踏入了断体境5层。乾隆大比的开幕式设在城外广阔的演武场上，数千名年轻的参赛者汇聚于此，人人眼中都闪烁着兴奋与野望的光芒。高台之上，城主府的官员宣读着比赛规则，声音洪亮。第一轮，百兽灵试炼，时限3日，林中投放有1000枚身份令牌，3日后持有令牌最多的100人晋级下一轮。在林中，生死各安天命。话音刚落，张嘉佳主张天雄跃众而出，他那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最终如毒蛇般锁定在人群中的方云身上。诸位青年才俊，张天雄的声音蕴含着灵力，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张家愿以3万两黄金，外加1枚玄阶中品武技秘籍，悬赏方云的人头。任何能在此次大比中将其淘汰乃至击杀者，凭其令牌，皆可来我张家领取赏赐，并获得我张家的友谊。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数千道目光瞬间变了味道，齐刷刷地看向方云。那目光中贪婪、残忍、不怀好意，仿佛一群恶狼看到了最肥美的羔羊。3万两黄金，我的天，还有玄阶武技，这张家是下了血本了。哈哈，这方云就是个移动的宝库啊，杀了他，下半辈子都不愁了。一瞬间，方云就从一个参赛者变成了一个被明码标价的猎物。面对这滔天的敌意，方云的面色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那双漆黑的眸子深处闪过一丝凛冽的杀机。猎物？不，他心中冷笑，从今天起，我才是猎人。随着一声令下，数千名参赛者如潮水般涌入广袤无边的百兽林，方云的身影也瞬间消失在丛林深处。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寻找令牌或者躲藏起来。晋升断体7层后，他的自信与实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他反其道而行，将自身灵力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主动吸引着那些心怀不轨的猎人。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他手持墨锋剑，在林中急速穿行，就用一场杀戮来宣告这场猎杀游戏的开始吧。很快，他就发现了第一个目标，那是一名贼眉鼠眼的散修，自以为隐藏得很好，却不知他那粗浅的脸悉术，在方云强大的神魂感知下，如同白昼下的烛火般可笑。方云装作毫无察觉，朝着一片毒雾弥漫的沼泽地带冲去。就在他追着那名散修即将踏入沼泽深处时，一阵女子的惊呼和妖兽的嘶吼声从毒雾中传来。他身形一顿，眉头微皱，一步踏入毒雾。只见沼泽中心的一块干地上，一名身穿淡绿色衣裙的少女正被一条水桶粗细的七彩毒蟒围攻。少女容貌清丽，气质柔弱，宛如一朵风中摇曳的青莲，此刻正手忙脚乱地挥舞着一柄短剑，抵挡着毒蟒的攻击，显得狼狈不堪。他那双清澈的眼眸中充满了焦急与恐惧，显然不善战斗。在他身后生长着一株散发着奇异幽香的灵药。方云的出现让那名少女和不远处的散修都吃了一惊。吼！那七彩毒蟒似乎将方云视作了新的威胁，猛然调转舌头，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股腥臭的毒液，射向方云。方云眼神一冷，不闪不避，手中墨锋剑脱手而出，化作一道黑色闪电。赤！黑光一闪而逝，精准地从毒蟒张开的大口中射入，贯穿了他的头颅。庞大的蛇身轰然倒地，激起一片泥浆。那名气质柔弱的少女当场就看呆了。方云没再理会他，目光转向那个躲藏的散修，冷冷道：滚出来！那散修知道自己暴露，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但没跑出几步，便被后发先至的方云一脚踹翻在地，令牌被夺，重伤淘汰。多谢公子出手相救。绿裙少女这才反应过来，连忙上前道谢，声音细弱蚊蝇，脸颊上带着一抹惊魂未定的红晕。小女子柳青竹是医师协会的人。无妨。方云收回墨锋剑，态度冷淡。就在这时，周围的林中响起了7、8道破风之声，一群参赛者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为首的是个刀疤脸大汉。他看着地上的毒蟒尸体和方云，狞笑道：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方云，你果然在这里。兄弟们，他刚才经历了一场大战，现在肯定是强弩之末，一起上，杀了他，赏金我们平分。哟，旁边还有个水灵灵的小美人儿。另一人淫邪的目光在柳青竹那娇柔的身段上扫过，杀了男的，女的带回去，咱们好好玩玩。污言秽语让柳青竹俏脸瞬间煞白，下意识地向方云身后躲了躲。方云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站远点。他对身后的柳青竹轻声道：别让这些垃圾的血脏了你的衣服。话音未落，他动了，魅影步。他的身影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真身已经如鬼魅般冲入了那7、8人的包围圈中。找死！刀疤脸大汉举刀便砍，但他的刀只砍中了空气，一道黑色的剑光如同死神的镰刀，悄无声息地从他身后划过。他的动作一僵，喉咙处出现一道细细的血线，随即轰然倒地。大哥！众人大惊失色，但他们的惊呼成了他们最后的遗言。方云如同一尊从地狱归来的杀神，在人群中掀起了一场血腥风暴。他的身法诡异莫测，他的剑法简洁高效，每一剑都只为杀人。噗嗤！墨锋剑洞穿一人的心脏，咔嚓！一记鞭腿踢断另一人的脖颈。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战斗便已结束。7、8个气势汹汹的参赛者此刻或死或残地躺在地上，哀嚎声此起彼伏。方云站在尸体与鲜血的中央，黑衣如墨，长剑滴血，身上却没有沾染一丝尘埃。这冷酷高效，宛如艺术般的杀戮，让一旁的柳青竹彻底看傻了。他那张清丽的俏脸一片煞白，娇躯微微颤抖，看着方云的眼神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惊、恐惧以及一丝敬畏。方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将所有令牌收缴。现在他已稳操胜券。柳青竹这才回过神，他咬了咬下唇，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玉瓶，递了过去，声音带着颤音：这个给你，是我亲手炼制的百草丸，可解百毒。你之后的路或许用得上。方云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接过了玉瓶。然而就在这片刻的宁静中，一道带着一丝玩味和绝对傲慢的声音
从不远处的树梢上传来：“你就是方云。”身上倒是有点意思。方云和柳青竹猛然抬头，只见一名身穿锦衣华服、面容俊朗却带着3分邪气的青年，正负手立于枝头，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在他身后还跟着2名气息沉稳的随从。来人正是本届大比的头号热门城主之子萧绝。他那断体境8层巅峰的恐怖气息，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了整片沼泽。萧绝的目光在方云身上停留了一瞬，便落在了柳青竹身上，眼神中闪过一丝占有欲。他淡淡的开口，语气仿佛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把你的令牌和那个女丹师都交出来，然后自己滚出百兽林。我可以当没见过你。”萧绝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容置疑的霸道。他那属于断体境8层巅峰的威压，不再像张灵那般狂暴外放，而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沉重的让人骨头发颤。他身后的2名随从也各自踏前一步，2股断体境7层的气势交织成网，彻底封死了方云所有的退路。这一刻，方云陷入了比面对张家时更深更危险的绝境。张家只是凶狠的狼，而萧绝是这片土地的规则制定者，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听见我们少主的话了吗，小子？一名随从冷笑道：“自己滚，是你最好的选择，别逼我们动手，那会很难看。”沼泽周围那些侥幸存活的参赛者远远地看着这一幕，眼中充满了恐惧和幸灾乐祸。完了，方云这次撞上铁板中的铁板了。敢杀张家的人，现在又惹上了城主之子，真是天生的惹祸精。他再能打又如何？难道还敢对萧绝公子动手不成？柳青竹那张清丽的俏脸已经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娇柔的身躯在萧绝那恐怖的威压下微微发抖，但她还是死死地咬着唇，没有发出一声求饶。她只是看着身前那道并不算魁梧，却在此刻撑起了一片天的背影。方云轻轻将柳青竹向后拉了半步，将她完全护在自己身后，然后他抬起头，直面树梢上那个如同帝王般俯视众生的青年，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渊。令牌，方云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周围所有的议论声：“是我凭自己的本事从死人手里拿来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萧绝身后那2名随从，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人，他的目光最终回到萧绝身上，也不是可以随意交易的货物。所以方云将墨锋剑横于胸前，一股同样锐利无匹的属于断体境7层的气势轰然爆发，如一柄冲天利剑，悍然撞向那片沉重的威压。想要就凭你自己的本事来拿！轰！2股气势在空中碰撞，发出一声无形的轰鸣，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点燃了，激起一阵狂风，吹得众人衣衫猎猎作响。什么？他疯了？他竟敢对萧绝公子释放气势？他这是在公然挑衅城主的威严。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震惊得无以复加，就连萧绝本人那双邪气的眸子里也闪过一丝浓浓的讶异，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有趣的事情。有意思，真是有意思。他低声笑了起来，那笑声中却带着彻骨的寒意。在这座城里，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敢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了。他缓缓抬起手，掌心之中一团毁灭性的灵力光球开始凝聚。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那我就亲手把你的骨头一寸寸的敲碎。杀机瞬间锁定方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一声尖锐的轰鸣声自百兽林的上空炸响，一朵绚烂的红色信号烟花在天空中绽放开来。第一轮混战时间到，萧绝手中那即将成型的灵力光球缓缓消散，他深深地饶有兴致地看了方云一眼，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看穿。算你运气好。他收敛了杀意，脸上重新挂起了那副玩味的笑容。有点胆色，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希望在接下来的擂台赛上，你还能有这种面对我的勇气。说完，他不再看方云一眼，转身化作一道流光，带着2名随从消失在了林海深处。那威胁之意却如烙印般留在了每个人的心头。百兽林外巨大的广场上，人头攒动。当幸存的参赛者们陆续走出，当方云独自一人提着染血的黑剑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时，立刻引起了一片骚动。是他，那个方云，他竟然活着出来了。我听说张家悬赏之后，至少有几十号人去找他麻烦了。活着出来算什么？我亲眼看见，他刚才在林子里公然顶撞了萧绝公子。什么？他不要命了？一时间，方云的名字伴随着凶狠、狂妄、不要命等标签，如风暴般席卷了整个流云城的年轻一辈。高台上，一名官员清了清嗓子，开始高声宣布晋级的百强名单。当念到方云2字时，台下再次掀起一阵波澜。现在公布第2轮擂台赛对阵表。随着官员的话语，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第一场，秦威对战李家、李默。
第2场，苏家、苏展对战王家、王冲。第10场，官员的声音在这里顿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手中的名单，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但还是高声念了出来：方云对战。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用吼的方式喊出了下一个名字：张天雄。这3个字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广场上空轰然炸响，整个世界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嘈杂，所有议论，所有呼吸都在这一刻戛然而生。足足过了3秒，这死寂才被山呼海啸般的精华与哗然所打破。张天雄，我没听错吧？是哪个张天雄？还能是哪个？就是我们刘云城张家的家主张天雄啊！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早就踏入更高境界了吗？他怎么能参加乾隆大比？这是作弊，这是无耻！就在众人群情激愤之时，一名消息灵通的世家子弟用颤抖的声音揭开了谜底。是真的，我听说张天雄为了能亲手在擂台上虐杀方云，不惜耗费了家族一半的底蕴，请动高人，用无上秘法强行将自己的修为从高境界压制回了断体境9层巅峰。他亲自报名参战了。嘶！全场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都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向高台贵宾席上那个面带冰冷微笑的张家家主。为了杀一个人，竟然做到这种地步，这是何等疯狂的仇恨！不死不休的死局正式拉开帷幕。在万众瞩目之下，方云缓缓抬起头，他的目光穿过攒动的人群，与贵宾席上的张天雄遥遥对视。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与绝望，只有一片化不开的冰冷。那双漆黑的眸子里燃起的是比张天雄更加疯狂、更加炽烈的滔天杀意。中央擂台，万众瞩目。当方云一袭黑衣，手持墨锋剑，踏上那坚硬的青石板时，整个广场的喧嚣仿佛都被一股无形的力场给压了下去。在他的对面，张天雄身穿一袭象征着家主威严的金色战袍，负手而立。他没有刻意释放气势，但那股久居上位的威严与身经百战的血腥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令人心悸的压迫感。他看着方云，眼神中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死人的平静和即将施虐的快感。小畜生，你终于还是来了。张天雄的声音很平淡，却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可知道我为了今天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将修为硬生生压回了这小小的断体之境，耗费了家族半数底蕴，断绝了此生再进一步的可能。他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整个广场的目光。这一切都只为了能在这万众瞩目之下亲手将你凌迟处死。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看着，这就是得罪我张家的下场。说完了吗？方云的回应同样平静，却如一把锋利的尖刀。你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我，你是个连给儿子报仇都不敢堂堂正正，只能靠这种自残手段的废物罢了。你找死！张天雄那平静的表象瞬间被撕碎，断体境9层巅峰的恐怖气势如火山般轰然爆发。当裁判敲响了铜锣，声音却在张天雄的气势下显得微不足道。死来！张天雄暴喝一声，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他那老辣的战斗经验让他根本不给方云任何反应的机会。下一刻，他已出现在方云面前，一掌拍出。这一掌掌风呼啸，带着一股灼热的气浪，显然是修炼了某种高深的火属性功法。太快了！方云瞳孔骤缩，龙象镇域体与魅影步同时催动到极致。他脚下步伐如鬼魅般一错，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致命的一掌。轰！掌风擦着他的身体而过，狠狠印在他身后的擂台之上，留下一个焦黑的掌印，碎石飞溅。反应不错。张天雄的脸上带着残忍的笑容，攻势却毫不停歇。但我倒要看看你能躲过几次。话音未落，他双掌齐出，漫天掌影瞬间将方云笼罩，每一道掌影都凝实无比，带着灼热的气息，封死了方云所有的闪避空间。台下的观众早已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家主级的战斗经验吗？太可怕了！方云完全被压制了，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刁钻狠辣，根本不给方云喘息的机会。贵宾席上，秦可卿那火爆的身材在紧身罗裙下微微颤抖，她的一颗心揪得紧紧的，那双惊人的大长腿绷得笔直。苏林熙更是小脸煞白，双手紧紧合十，眼中是化不开的担忧。擂台之上，方云的情况确实岌岌可危，他将身法施展到极限，在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中腾挪闪避。即便如此，依旧不断有掌风扫中他的身体。噗！方云一个格挡不及，被一掌印在胸口，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一口鲜血喷洒在空中。他体内的龙象镇域体疯狂运转，气血翻涌，强行卸去了大部分力道，但那股灼热的灵力依旧在他的经脉中肆虐。小畜生，滋味如何？张天雄如同猫戏老鼠，
一步步逼近，这才只是开始。我会慢慢打断你的四肢，碾碎你的骨头，让你在无尽的痛苦中哀嚎着死去。方云挣扎着站起身，擦去嘴角的血迹，眼神却愈发冰冷，宛如一块万年玄冰。他浴血奋战，在众人看来已是强弩之末，随时都可能被那狂暴的攻势彻底撕碎。结束了。张天雄似乎也失去了耐心，他高高跃起，双手在胸前捏出一个玄奥的法印，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气息开始在他掌心汇聚。能死在我张家绝学之下，也算是你的荣幸了。玄阶上品武技烈山印，一个由赤红色灵力凝聚而成的足有磨盘大小的巨大法印出现在擂台上方。法印之上符文流转，散发着足以焚山逐海的恐怖威能，将整个擂台都映照成一片赤红。天哪，是烈山印，张家的镇族绝学之一，这一击足以秒杀任何断体境修士了。方云死定了，绝无生还的可能。全场的惊呼声中，那巨大的烈山印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朝着看似已经毫无反抗之力的方云轰然压下。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结局已定的那一刻，方云那布满血污的脸上竟闪过一丝决绝的疯狂。他没有退，甚至没有闪避，他将计就计，不退反进，迎着那毁灭性的法印悍然冲了上去。他疯了，他要自杀吗？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方云硬生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撞在了烈山印的边缘。轰！恐怖的能量爆发开来，方云的身体如同被攻城锤正面击中，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鲜血如箭般从口中狂喷而出。但是借助着这股巨大的冲击力，他的速度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如一道血色流星，瞬间冲破了能量的封锁，冲到了因施展绝学而就力刚去、心力未生的张天雄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足3尺。你！张天雄的瞳孔猛然收缩，他做梦也想不到方云会用这种自杀式的方式来创造机会，但已经晚了。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方云发动了自己隐忍至今也是最强的杀手锏——神魂刺。一道无形无质却又锋锐无匹的神魂之力狠狠刺入了张天雄的脑海。张天雄的灵魂如遭针扎，剧痛无比，他的意识出现了一片空白，所有的动作都在这1/1000刹那陷入了绝对的僵直。就是现在，方云抓住了这用生命换来的唯一的破绽。他那只剩独臂上能挥动的右手中，墨锋剑仿佛与他融为一体，灌注了他全身所有的灵力、气血乃至意志。一剑封喉，噗嗤，黑色的剑尖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精准而又无情的洞穿了张天雄那因震惊而僵硬的脖颈。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整个广场陷入了一片死寂，落针可闻的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擂台上那不可思议的一幕。张天雄的眼中还残留着极致的错愕与不甘，他缓缓低下头，看着穿透自己喉咙的剑尖，生机正从他的身体里飞速流逝。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扑通，张家家主的尸体无力地跪倒，随即向前栽倒在擂台之上，溅起一片尘埃。死寂的广场上，方云铸着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鲜血顺着他的身体不断滴落，但他却站得笔直，如一杆永不弯折的标枪。他赢了。短暂的死寂之后，是火山喷发般的席卷全场的哗然。赢了！我不是在做梦吧？方云，他斩杀了张家的家主，以断体境7层修为，浴血反杀9层巅峰。这还是人吗？这是妖孽，彻头彻尾的妖孽。裁判也被这今天的逆转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机械地走上台，颤抖着举起方云的手臂。第10场，方云胜。随即他按照规则从张天雄尚有余温的尸体上搜出了此战的赌注，此战获胜者获得玄阶中品功法炎阳诀1本，赤血丹1瓶。话音刚落，贵宾席上张家的长老团彻底疯了。小畜生，我要你偿命，杀了他，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数名张家长老目眦欲裂，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息，不顾一切规则，化作数道流光就要冲上擂台。放肆！一声冷喝，城主府的玄甲卫队瞬间出动，组成战阵，将暴走的张家长老团死死拦住，强大的铁屑煞气将他们强行镇压。高台之上，城主萧天侧面无表情，但那双深邃的眸子里却闪过了一丝谁也没有察觉到的浓烈的金光。张家与方云之间再无任何转圜的余地，大比之后必将是不死不休的疯狂报复。当裁判高举起方云那只沾满鲜血的手臂时，他整个人的精神都仿佛被抽空了。嗡！神魂深处传来一阵阵针扎般的刺痛，这是连续施展神魂刺的后遗症。
体内的灵力早已干涸见底，五脏六腑都仿佛被张天雄那狂暴的烈山印震得移了位。他强撑着一口气，没有倒下，只是铸着剑，冷冷地扫视着全场。那些曾经对他叫嚣、嘲讽、贪婪的目光，此刻只剩下了2种情绪：敬畏与恐惧。他就像一尊浴血的修罗，站在擂台中央，周围3丈之内竟无一人敢靠近，就连那些负责清理场地的杂役都战战兢兢，不敢上前收敛张天雄的尸体。就在这诡异的寂静中，一道绿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挤开人群，快步跑向了擂台。是柳青竹，他提着一个精致的药箱，那张清丽绝俗的俏脸上写满了焦急与担忧。他跑得有些急，一袭淡绿色的长裙勾勒出他那纤细柔韧的腰肢，在这一片血与火的肃杀氛围中，如同一株顽强盛开的青莲。方公子，柳青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跑到方云身边，看到他浑身可怖的伤口，眼圈瞬间就红了。你别动，我来帮你处理伤口。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呼。疯了吧？医师协会的人要救他，这时候沾上他，不等于和整个张家为敌吗？方云看着眼前这个为自己而担忧的少女，心中流过一丝暖意。他想说无妨，但话到嘴边却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咳出了一口黑血。柳青竹不再多言，立刻打开药箱，取出洁白的纱布和药瓶。他那双灵巧的手带着一丝少女特有的馨香，轻柔地为他擦拭着伤口。他的动作很专业，很轻柔，生怕弄疼了他。就在这时，一个温和而又威严的声音响起：青竹，你做得很好。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本就是我辈天职。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麻衣、鹤发童颜、颇有仙风道骨之气的老者，不知何时已走到了擂台边。他正是医师协会的会长柳传道。柳传道缓步走上台，他没有看地上的尸体，也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只是径直走到方云面前，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年轻人，让老夫看看。他伸出2根手指搭在方云的手腕上，片刻之后，他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柳传道喃喃自语，看向方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你经脉寸断，五内俱焚，换作常人早已是一具尸体，可你体内竟还有一股如此磅礴的生机，如烘炉一般在自行修复。好一副天生的金刚琉璃之躯。他收回手，目光扫过贵宾席上那些依旧杀气腾腾的张家长老，朗声道：诸位，此子伤势过重，已无再战之力，按照大比规则，他有权休养。老夫看他伤势奇特，非我医师协会的秘法不能医治。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广场。所以老夫要即刻带他回医师协会，在大比结束之前，我医师协会保他性命安全。若有人敢在我医师协会的地盘上动手，便是与我全城所有医师为敌。此言一出，全场震动。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救治了，这是公开力挺，是当着全城所有势力的面，将方云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那些蠢蠢欲动的张家余孽，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却又不敢发作。得罪一个医师协会，就等于日后别想再得到任何丹药和治疗，这个代价他们承受不起。医师协会一间雅致宁静的静室内，弥漫着淡淡的草药清香。方云赤裸着上身，盘膝坐在床上，柳青竹正小脸微红的为他处理最后一处伤口。他用一根玉签小心翼翼地挑起一点碧绿色的药膏，轻轻涂抹在方云胸前那道被烈山印灼伤的焦黑伤口上。那药膏正是医师协会的疗伤圣药9升玉露膏。药膏触及皮肤，一股清凉舒爽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仿佛有一股温润的生命能量在滋养着他受损的血肉。少女离得很近，方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淡淡处子幽香，和她因紧张而变得有些急促的吐气如兰的呼吸。气氛在这一刻变得有些微妙而暧昧。好了，柳青竹终于处理完所有伤口，她退后一步，不敢去看方云的眼睛，低声道：你的伤很重，神魂也受了损，这几天千万不要再动用灵力了。多谢。方云的声音有些沙哑，却是发自内心的。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柳传道走了进来。他的脸上没有了在广场上的温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凝重。青竹，你先出去。待孙女离开后，柳传道布下了一道隔音结界。他看着方云，开门见山地说道：方云，有些事老夫必须告诉你。张天雄在战前服用了一种名为染血化神丹的禁药，强行激发了所有生命潜能，所以他才能发挥出那般实力。也正因如此，他死后灵力才会溃散的那么快。方云点了点头，这一点他已经猜到了。但这不是你最大的麻烦。柳传道话锋一转，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锐利。你最后那一招是直接攻击神魂的秘术，对不对？方云瞳孔一缩，没有说话，
但沉默已是最好的回答。哎，柳传道叹了口气，语气沉重，杀死一个张天雄，甚至覆灭整个张家，都只是小麻烦，因为那摆在明面上属于武者争斗。可是神魂攻击之术，这已经触及到了另一个层面。你以为当时在场的只有我们这些断体境的武者吗？城主萧天策，还有那些隐藏在暗处代表着各方势力的老怪物，他们都察觉到了。这种能够越级挑战、无视防御的诡异秘术，对他们来说，比你的性命本身更有价值，也更具威胁。现在，你已经不是一头闯入羊群的猛虎了。柳传道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你成了一块怀揣着绝世神功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上一口。这比张家的追杀要危险10000倍。”方云的心沉到了谷底。柳传道似乎不忍再打击他，从怀中取出一张新的对战名单，递了过去。这是下一轮的对战表，你自己看吧。方云接过名单，目光落在自己的名字上，只见他的对手那一栏赫然写着3个字：李玄机。李玄机。方云皱眉，这个名字很陌生。此人是李家的一个旁系子弟，名声不显，但却是本届大比中老夫最看不透的人之一。柳传道解释道：“他是一名精通阵法的鬼才，在医师协会休养了1日后，方云的伤势在9升玉露膏和龙象镇玉体变态的恢复力下，已好了7七八八。当他再次踏上中央擂台时，面对的是一个与之前所有对手都截然不同的存在。李玄机，一个面容普通，甚至有些瘦弱的青年。他穿着一身朴素的道袍，眼神平静，手中却握着5杆颜色各异、符文流转的小旗。他没有张天雄的滔天杀意，也没有萧绝的霸道绝伦，但他站在那里，自有一股置诸在握的从容。方云，我承认你很强。李玄机看着方云，语气平淡的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你的肉身、你的剑法、你的意志都远超同阶。若论正面搏杀，我不是你的对手。他话锋一转，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但是战斗从来不只是靠蛮力。话音未落，他手腕一抖，5杆阵旗化作5道流光，精准地插入擂台的5个方位。嗡，一层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能量护罩瞬间笼罩了整个擂台。这是李玄机的5行迷踪阵。台下有识货的人惊呼出声。据说此阵一出，阵内之人5感错乱，6识蒙蔽，如陷无边炼狱，只能被活活耗死。方云刚经历过与张家主的死战，正是元气大伤的时候，现在又对上这种技巧型的阵法大师，这一下可有苦头吃了。李玄机看着方云，如同看着笼中之兽，傲然道：“方云，此阵可隔绝内外，现在这里就是我的世界。我最后劝你一句，现在认输还能体面下台，否则在阵法之中迷失心智，沦为疯魔，可就怨不得我了。”废话真多。方云的回应依旧是那般简洁，不识好歹。李玄机冷哼一声，双手捏印，阵起。刹那间，方云眼前的景象斗转星移，整个擂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雾气中，金铁交鸣声、妖兽嘶吼声、鬼哭狼嚎声从4面8方传来，刺激着他的耳膜。空气中时而传来浓郁的血腥味，时而又是诱人的奇花异香，不断干扰着他的嗅觉。五感在这一刻被彻底混淆。方云，感觉如何？李玄机的声音仿佛从天地8方同时传来，带着一丝猫戏老鼠般的戏谑。在这里，你的眼睛是瞎的，你的耳朵是聋的，你引以为傲的力量和速度，不过是无头苍蝇的垂死挣扎。话音刚落，一团炽热的火球凭空在方云背后凝聚，狠狠砸向他。方云凭借战斗本能，狼狈地向一旁翻滚躲开，可他刚一站稳，脚下又化作一片泥泞的沼泽，让他身形下陷。紧接着，无数道锋利的金刃从雾气中传射而出，方云只能凭借着龙象镇玉体的强悍肉身，硬生生抗下这些攻击，身上顿时添上了数道深浅不一的伤口。在台下众人看来，方云就像一个被戏耍的猴子，在阵法中东奔西突，狼狈不堪，却连对手的衣角都摸不到。哎，果然还是不行，蛮力终究胜不过技巧啊！看来方云的黑马之路要到此为止了。贵宾席上，萧绝的嘴角重新挂上了那副玩味的笑容，而城主萧天策则微微摇头，似乎也觉得胜负已分。就在李玄机操纵阵法，用各种幻象和能量攻击戏耍方云，引得全场都以为他胜券在握之时，身处阵法中心的方云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停下了所有动作，缓缓地闭上了双眼。放弃了吗？这就对了。李玄机的笑声更加得意。然而方云并非放弃。我的眼睛在骗我，耳朵在骗我，所有的感官都在骗我。他在心中默念，但唯有一件事物不会说谎，那就是阵法本身，那能量的流动。神尊传承中那浩如烟海的阵法基础知识，
在他脑海中飞速流淌。他放弃了被干扰的五感，将自己那远超同阶的强大神魂感知催动到了极致。在他的神魂世界里，周围的迷雾、幻象、攻击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由无数条颜色各异的能量丝线交织而成的天罗地网。金、木、水、火、土5种能量的流动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原来如此，看似复杂，实则不过是最基础的5行生克之理。所有的变化都源于一个核心。在将整个阵法的能量脉络解析完毕后，方云猛然睁开了双眼，那双眸子里不再有丝毫的迷茫与困惑，只剩下一种洞穿一切虚妄的恐怖的清明。他无视了耳边依旧在咆哮的幻象，无视了身前再次凝聚的滔天洪水，径直迈开脚步，不偏不倚地走向了擂台的东南角。他在做什么？那个方向什么都没有啊！在所有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方云走到了那个空无一物的角落，停下脚步。他缓缓举起右拳，龙象镇狱体催动到极致，一股蛮荒、霸道，足以镇压地狱的气血之力，在他的拳头上汇聚成一点刺目的金光。给我破！一声低喝，他一拳轰出，狠狠地砸在了那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地板之上。咔嚓！一声仿佛琉璃破碎般的清脆巨响响彻全场。以方云的拳头为中心，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痕瞬间蔓延了整个擂台，笼罩全场的迷雾在这一刻如潮水般退去，所有的幻象，所有的攻击都在一瞬间烟消云散。天空，还是那片天空；擂台，还是那个擂台。噗！站在擂台另一端的李玄基如遭重创，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萎靡地倒了下去。他手中的五感阵旗齐齐发出一声哀鸣，光芒暗淡，掉落在地。他满脸骇然，用看鬼一样的眼神看着方云，声音因恐惧而变得尖利扭曲。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找到阵眼？一拳，只用了一拳，就从外部用最暴力、最不讲道理的方式摧毁了阵法的核心。方云一招败敌，全场再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如果说之前斩杀张天雄展现的是他悍不畏死的疯狂与超越极限的战斗力，那么这一次他展现出的是另一种层面的、令人感到恐惧的、深不可测的智慧。丹、武现在连阵法都懂，这还是人吗？一力破万法，原来传说是真的。在绝对的力量和绝对的洞察力面前，任何技巧都是笑话。贵宾席上，萧天策那一直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如山的神色，而萧绝则收起了所有玩味，眼神中只剩下冰冷的杀意和滔天的战意。方云已经从一个有趣的玩具变成了一个必须全力以赴，甚至可能威胁到他的头号大敌。比赛结束，方云晋级8强。在通往休息区的走廊上，一道火红色的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是秦可卿。他今天依旧穿着那一身将他火爆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的红裙，那双比直魂圆的大长腿在走廊的光线下晃得人有些眼晕。只是他此刻的表情却异常的复杂，有震惊，有佩服，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战意。秦可卿看着方云，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事？方云平静地问道。秦可卿深吸了一口气，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那曲线惊人的胸脯一阵起伏，终于抬起头，直视着方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来告诉你，下一场4强战，如果我遇到你。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但眼神却变得无比坚定。我不会手下留情的，为了秦家的荣耀，我会用尽全力将你击败。8强赛后大比暂停1日，整个流云城都沉浸在一种异样的狂热之中。方云这个名字已经彻底取代了萧绝，成为了所有人议论的焦点。然而作为风暴中心的方云却谢绝了医师协会的挽留，独自一人返回了万宝阁。他需要一个绝对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来消化连番大战的感悟，以及迎接即将到来的摊牌。他知道，当他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底牌时，那位神秘的万宝阁主必然会来找他。果不其然，深夜，一名黑衣侍女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房中，恭敬地递上了一枚紫金令牌。方公子，阁主有请。万宝阁顶楼，此地终年云雾缭绕，是整个流云城的禁区。方云踏入其中，一股清幽的檀香扑面而来。这里没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反而布置得极为雅致。一方案几，一席软榻，一炉青烟，而那个永远笼罩在神秘中的女人云溪月就斜倚在软榻之上。今夜的她褪去了那身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华贵宫装，换上了一身略显慵懒的月白色丝绸睡袍。那光滑柔软的料子紧紧贴合着她那丰饶的惊心动魄的完美身姿，将那夸张的胸围和纤细的腰肢
勾勒出一条足以让任何男人疯狂的曲线。睡袍的领口开得有些低，露出大片雪白细腻的肌肤和一道深不见底的诱人沟壑。她没有戴面纱，但朦胧的灯光与袅袅的青烟却比任何面纱都更添几分神秘与魅惑。她见到方云，只是慵懒地抬了抬眼，那双仿佛能滴出水来的媚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坐。他红唇轻启，声音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磁性。他竟亲自起身，踏着一双精致的丝履，走到方云面前，提起桌上的白玉茶壶，为他斟了一杯茶。随着他的动作，一股成熟女子特有的、令人心神摇曳的馥郁体香钻入方云的鼻息。从一个人人可欺的废物少爷，到如今名震全城，让城主都为之侧目的第一黑马。云溪月将茶杯推到他面前，美眸流转，带着一丝玩味。方云，你的故事可比我阁里那些说书先生讲的要精彩100倍。说真的，我现在都有些好奇，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这是一种试探，一种看似温和，实则暗藏讥讽的试探。方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香沁人心脾。他放下茶杯，脸上没有丝毫的波澜。阁主说笑了。他平静地回应，我不过是运气好，得到了一些父母遗留下来的机缘，侥幸有了些许成就罢了。他将一切都推给了那虚无缥缈的机缘。云溪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目光仿佛要洞穿他的灵魂。但最终他却没有再追问下去，反而扑哧一声轻笑出来，那丰满的胸脯一阵颤动，荡漾出惊人的波涛。你呀，真是个密不透风的小滑头。他重新斜倚回软榻上，换了个更舒服也更诱人的姿势。也罢，谁还没有点自己的秘密呢？他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郑重起来。方云，我今夜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以为此次乾隆大比的最终冠军奖励的仅仅是那些功法、丹药和城主府许诺的资源吗？方云心中一动，没有说话，静待下文。那些都只是摆在明面上的天头罢了。云溪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前所未有的凝重，真正的奖励是流云城这1亩3分地之外的一片更广阔的天空，一个可以拜入天剑宗，成为外门弟子的名额。天剑宗这3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方云心中炸响。那可是屹立于整个天风王朝乃至周边数个王朝之巅的庞然大物，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地。看来你知道天剑宗。云溪月满意的点了点头。我要你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得这个冠军，拿到那个名额。为什么是我？方云冷静地问道。因为你够强，够狠，也够聪明。云溪月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更重要的是你无牵无挂，来历清白，是最好的人选。他看着方云，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请求，也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意味。我要你进入天剑宗之后，替我寻找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现在告诉你，对你没好处。云溪月摇了摇头，等你真的能进入天剑宗，我自会让你知道。我只能告诉你，那样东西对我，对万宝阁都无比重要。他似乎怕方云拒绝，从身旁取出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玉瓶和一个古朴的兽皮卷轴，轻轻推到方云面前。我从不让人白白替我办事。这瓶中是3滴星辰淬体液，每一滴都蕴含着一丝星辰之力，对修炼炼体功法有奇效，千金难求。我想你应该很需要它。这张兽皮地图虽然是残缺的，但它指向的就是我要找的那样东西的线索。这算是我预付给你的报酬。方云看着眼前的2样东西，感受着云溪月话语中的诚意与不容拒绝。他知道自己已经和这位神秘的阁主彻底绑在了一起。好，我答应你。他收起了玉瓶和地图。冠军我会拿到，我信你。云溪月妩媚一笑，百媚横生。回到自己在医师协会的住处，方云立刻进入了修炼状态。他打开那个玉瓶，一股仿佛来自9天星河的浩瀚气息扑面而来。瓶中3滴银色的液体如同3颗小小的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好霸道的能量。方云没有丝毫犹豫，将其中1滴星辰淬体液倒入口中。轰！液体入喉，瞬间化作一股狂暴到极致的能量洪流，在他体内爆发开来。那股能量不再是温和的灵气，而是带着一丝星辰特有的无坚不摧的锋锐与霸道。撕心裂肺的痛苦瞬间传遍了方云的全身。他感觉自己的经脉仿佛要被撑爆，骨骼要被碾碎，血肉要被一片片撕裂。这是真正的深入骨髓的淬炼与重塑。他死死咬着牙，疯狂运转龙象镇玉体，引导着那股狂暴的星辰之力，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自己的四肢百骸。不知过了多久，当那股撕心裂肺的痛苦缓缓褪去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的力量感。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强度比之前暴涨了数倍不止，举手投足间都仿佛蕴含着龙象之力，而他体内的修为壁障也在这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下轰然破碎。
一股远比断体7层更加雄浑、更加凝实的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而起。断体境8层，攻城。然而方云的脸上却没有太多喜悦，他能感觉到这种依靠外力飞速提升，让他的根基出现了一丝微不可察的虚浮，还不够稳固。他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那股几乎要溢出来的力量。我需要一场更高强度的战斗，一场酣畅淋漓的死战，来将这股力量彻底化为己有。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望向了乾隆大比的擂台。他的对手们准备好迎接一头真正突破枷锁的洪荒巨兽了吗？4强战开启。当方云再次踏上擂台时，整个广场的气氛已经被推向了顶点。他的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奇迹与震撼，所有人都期待着他今天又会带来怎样的惊人之举。而他的对手同样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狂徒，一个光听名字就足以让人心生寒意的猛人。他身高9尺，虎背熊腰，浑身肌肉虬结，如同一块块坚硬的磐石。他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布满了伤疤，那是他无数次生死搏杀留下的荣耀勋章。他一踏上擂台，整个石台都仿佛为之震颤。他往那里一站，就如同一座不可撼动的铁塔，散发着一股凶悍霸道、舍我其谁的狂猛气息。方云，狂徒的声音洪亮如钟。他看着方云，眼中没有轻视，只有高昂的战意。我看了你所有的比赛，你的剑很快，身法很诡，神魂攻击很诡异。我承认，你是个天才。他话锋一转，猛地一捶自己的胸膛，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宛如战鼓擂动。但是他咧开大嘴，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狂笑道：在绝对的防御面前，一切花里胡哨的技巧都是狗屁。我狂徒自修炼以来，专修肉身，主修防御。断体境内，无人能破我的不动冥王身。他伸出一根粗壮的手指，指向方云，狂傲无比地宣布：今天我不攻，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打上一炷香的时间。只要你能让我后退半步，就算我输。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疯子，这家伙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太狂了！他竟然要站着让方云打一炷香。不过他确实有这个资本，据说他曾经硬抗过3名同阶修士的围攻而毫发无伤，防御力堪称变态。贵宾席上，萧绝的脸上露出一丝感兴趣的表情，他也很想看看这匹最大的黑马面对这种不讲道理的铁桶该如何应对。然而方云的反应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面对狂徒那近乎羞辱的挑衅，他没有愤怒，反而笑了。很好。他缓缓将背后的墨风剑解下，随手插在了擂台的边缘。与张天雄那种老狐狸打太累，与李玄机那种人打太烦。他一边说着，一边活动着自己的手腕，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骨骼爆响。我正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来稳固我刚刚突破的境界。他抬起头，看向如同铁塔般的狂徒，眼中燃起了同样炽热的战意。既然你想玩肉身碰撞，那今天我就陪你玩个尽兴。他收起了自己无往不利的长剑，他要用自己的肉身去硬汉那号称断体境内最强的防御。好，有种！狂徒的眼中爆发出惊人的亮光。来，用你最强的拳头打我，如你所愿。话音未落，方云脚下猛然一动，龙象阵玉体全面爆发，一股蛮荒、古老、霸道的气血之力从他体内冲天而起。在他身后，仿佛隐隐浮现出一头太古龙象的虚影，他整个人化作一道离弦之箭，一拳轰出。这一拳没有凌厉光华，没有玄奥技巧，只有最纯粹、最极致的肉身力量。狂徒同样暴喝一声，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迎上。他拳头上的皮肤瞬间化作一种暗金之色，仿佛变成了真正的金属。咚！两只大小不成比例的拳头在万众瞩目之下狠狠地对撞在了一起。预想中骨骼碎裂的声音没有响起，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宛如2块百炼金刚正面碰撞的金铁交鸣之声。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浪以2人拳头交接处为中心，轰然炸开，席卷了整个擂台。噔噔噔，一连串的脚步声响起，在全场数万人那呆滞、骇然、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方云纹丝不动，而那座号称不可撼动的铁塔狂徒竟被这一拳硬生生震退了3步。死寂！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大脑一片空白。我他妈看见了什么？一名观众用力地揉着自己的眼睛，声音都在发颤。狂徒被震退了，一拳，只用了一拳。方云的肉身力量竟然比专修肉身的狂徒还要恐怖。怪物，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啊！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体武双修，还都修炼到了如此变态的地步。狂徒本人也低头看着自己那微微发麻、
甚至出现了一丝细微裂痕的拳头，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见了鬼一样的表情。但他随即没有愤怒，反而爆发出一阵更加狂热的大笑。哈哈哈哈！好，好，好！他看着方云，如同看着最完美的瑰宝。是我小看你了，你这家伙够劲！再来！他不再站着挨打，而是主动发起了攻击。吼！一场最原始、最暴力、最血腥的肉身搏杀就此展开。擂台之上，两道身影快如闪电，每一次碰撞都发出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他们放弃了一切的技巧与防御，有的只是最直接的对攻，拳对拳，脚对脚，肘对肘，膝对膝，拳拳到肉，血肉横飞。那狂暴的战斗，那沸腾的热血，看得台下所有观众都血脉奋张，忍不住跟着嘶吼呐喊。这是一场属于男人的最纯粹的浪漫。激战中，方云只觉得酣畅淋漓，他体内那因为突破太快而略显虚浮的根基，在这一次次极限的碰撞中被不断夯实、打磨、凝练。不够，还不够！方云仰天长啸，战意攀升到了顶点。龙象之力，附体！他低吼一声，身后那若有若无的龙象虚影骤然凝实，一股远超之前的仿佛能镇压一切的恐怖力量灌注到他的右拳之上。给我拜！他一拳轰出，正中狂徒交叉于胸前格挡的双臂，咔嚓！这一次不再是金铁交鸣，而是护体灵气与骨骼同时破碎的声音。狂徒那引以为傲的不动明王身，在这一拳之下被彻底打散。他那庞大的身躯如同被一头真正的洪荒巨兽正面撞中，双臂呈现出不自然的弯曲，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重重的摔下了擂台。胜负已分，方云站在擂台中央，胸膛剧烈起伏，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挂着血丝，但他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断体境8层的境界，在这一战之后彻底稳固。台下被医者扶起的狂徒挣扎着站起身，他看着台上的方云，没有丝毫的怨恨，反而朝着他深深的鞠了一躬。我狂徒输得心服口服。他洪声道，从今以后，你方云就是我狂徒佩服的第一个人。此人虽狂，却是个坦荡的武痴。方云也对他点了点头，算是回应。至此，方云体武双修的怪物形象彻底深入人心。就在全场还沉浸在这场暴力美学的震撼中时，半决赛的另一场也迅速结束了。城主之子萧绝甚至没有给对手任何表现的机会，只用了一招便将一名同样是断体8层的好手轻松击败，强势晋级。而大屏幕上也显示出了下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半决赛的对阵名单。当看到那两个名字时，全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古怪起来。方云对战秦可卿。当方云和秦可卿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对阵名单上时，整个广场的气氛都变得微妙起来。一个是杀伐果断、连斩强敌的超级黑马，一个是娇蛮火爆、背景深厚的秦家大小姐。这两人之间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下有意思了，英雄难过美人关啊！难过个屁！你看方云之前那股狠劲，像是会怜香惜玉的人吗？我赌他3招之内就会把秦大小姐打下台去。不好说，这秦可卿也不是善茬，一手鞭法神出鬼没，未必没有一战之力。议论声中，秦可卿一身火红劲装，手持一条赤色长鞭，英姿飒爽地跃上了擂台。他今天的装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干练，紧身的皮衣将他那本就火爆的身材包裹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双惊心动魄的大长腿，在皮裤的衬托下显得愈发笔直浑圆，充满了爆发性的美感。他看着对面的方云，那张娇俏的脸上满是决绝与认真。方云，他长鞭一甩，在空中发出一声清脆的爆响。我知道你很强，但我也不是当初那个在黑风山脉里哭鼻子的女孩了。为了秦家的荣耀，也为了我自己，这一战我绝不会手下留情，你也别让我看不起你。他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似乎想用这一战来证明自己，更想得到眼前这个男人的认可。方云看着他那认真的模样，不禁哑然失笑。他点了点头，缓缓抽出了墨锋剑。好。他只说了一个字，但这个字代表了他对他最大的尊重。当比赛开始，看招！流火鞭法。秦可卿娇喝一声，率先发难。他手中的赤色长鞭仿佛瞬间化作了一条吐着信子的火蛇，带着刁钻狠辣的角度直取方云周身大穴。鞭影重重，快如闪电，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赤色的流光，将方云完全笼罩。台下众人纷纷惊呼，没想到秦可卿的鞭法竟已凌厉到了如此地步。然而面对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方云却显得游刃有余。他甚至没有出剑，只是迈着魅影步，在那漫天鞭影中闲庭信步。他的身法
比秦可卿的鞭法更快更鬼，任凭那火蛇如何舞动，却连他的衣角都沾不到半分。可恶！秦可卿久攻不下，又羞又急，他银牙一咬，将全身灵力灌注于长鞭之上，炎蛇狂舞，那赤色长鞭光芒大放，竟真的幻化出一条数丈长的火焰巨蛇，张开血盆大口，带着焚尽一切的气势，朝着方云当头咬下。这一招已是他的最强杀招。台下众人纷纷屏住了呼吸，秦家的长老们也都紧张地站了起来。面对这威势惊人的一击，方云终于不再闪避。就在那火焰巨蛇即将吞噬他的瞬间，他眼中金光一闪，不退反进，身形如鬼魅般沿着那火焰巨蛇的身躯逆流而上。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欺进了秦可卿的身前。秦可卿大惊失色，想要收鞭回防，却已然来不及。方云伸出2根手指，精准无比地夹住了那急速舞动的鞭梢，随即手腕一抖，一股巧劲发出。秦可卿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大力从鞭上传来，再也握持不住，赤色长鞭瞬间一手。啊！秦可卿惊呼一声，身形因惯性而不由自主地向前扑去。他本以为自己会狼狈地摔倒在地，却跌入了一个坚实而又温暖的怀抱。方云夺走长鞭的同时，顺势长臂一伸，已将那具火爆诱人的娇躯紧紧地揽入了怀中。少女那惊人的丰盈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那柔软而又充满弹性的触感让方云的心神都为之一荡。你放开我！秦可卿先是一愣，随即俏脸唰的一下红得像要滴出血来。他又羞又怒，挥舞着粉拳，如同雨点般捶打在方云的胸膛上。混蛋，登徒子，快放开我！他的捶打软绵无力，更像是在撒娇。方云没有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些。他低下头，将嘴唇凑到他那晶莹剔透、微微泛红的耳垂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道：“你的鞭法进步很大，你已经向所有人证明了你的实力，没必要为了输赢而让自己受伤。”温热的气息吹拂在秦可卿最敏感的耳廓上，让他浑身一颤，仿佛有一股电流传遍了全身。他那捶打的动作也下意识地停了下来，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就在他愣神之际，方云抱着他那柔软的腰肢在原地轻轻一旋。呼！在全场观众那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方云用一种无比轻柔、无比潇洒的姿势，将怀中的家人稳稳地送出了擂台之外，让他双脚平稳落地。他赢了比赛，却没有伤到他分毫。那份从容，那份风度，那份对女性的尊重与温柔，与他之前那杀伐果断的形象形成了无比强烈的反差。静！短暂的寂静之后，广场上尤其是女性观众席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尖叫。太帅了，太有风度了，我死了！这是什么神仙男人？打架的时候是霸道修罗，对女孩子又这么温柔，秦大小姐也太幸福了吧！贵宾席上，秦家的几位长老本来看得心惊肉跳，此刻却都不由自主地抚着胡须，满意地点了点头。方云此举既保全了秦家的颜面，又展现了过人的实力与风度，让他们挑不出半点毛病。被方云送下台的秦可卿怔怔地站在原地，许久才回过神来。他看着台上那道负手立的背影，一张俏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最终他跺了跺脚，扭头跑了。只是没人看到他跑开时，那嘴角边却勾起了一抹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又羞又喜的甜蜜笑意。少女的芳心在这一刻已被彻底俘获。随着秦可卿的离去，半决赛正式落幕，晋级决赛的2人也终于尘埃落定。主持人用他那最富激情的声调嘶吼着宣布：“让我们恭喜方云萧决，明日5时乾隆大比最终决战，将由我们刘云城曾经的王者城主之子萧决对战本届大比最强的黑马不败的神话方云。这是新王与旧王的巅峰对决，这是草根逆袭与权贵捍卫的终极碰撞。究竟是萧决公子捍卫荣耀，还是方云一黑到底创造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全城的气氛在这一刻被彻底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顶点。决赛的前一夜，月黑风高，刘云城沉浸在一片狂热的期待中，而方云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万宝阁，再次戴上了那张普通的青铜面具，走进了那片不见天日的地下世界鬼市。萧决行走在阴暗潮湿的巷道中，方云的眼神一片凝重。城主之子，锻体境8层巅峰，甚至可能隐藏了实力，他手中的底牌绝对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方云虽然自信，却从不自负，狮子搏兔，义用全力。面对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对手，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他需要一些能出奇制胜的东西。他熟门熟路地穿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摊位，径直来到了鬼市深处，那个慵懒女人的地盘。默娘还是老样子，
斜倚在一张铺着兽皮的躺椅上，曼妙妖娆的身段在昏暗的灯光下勾勒出一条令人血脉喷张的曲线。他那戴着黑色面纱的脸庞只露出一双仿佛会说话的媚眼。看到方云走近，他那性感的红唇勾起一抹慵懒的弧度，调笑道：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流云城现在最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吗？怎么，明天就要上断头台了？今天还有空来我这老婆子这里逛？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丝独特的沙哑与魅惑，让人骨头发酥。默娘说笑了。方云的声音在面具下显得有些沉闷。我只是来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什么能保命的好东西。保命的东西？默娘轻笑一声，小家伙，你的命现在可是全城最不值钱也是最值钱的东西，想从萧绝手下活命可不容易哦。就在二人交谈之际，一道冰冷的带着浓烈煞气的身影从旁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是一个女人，一个身材火爆到极致，气质却冰冷到极点的女人。她穿着一身紧得不能再紧的黑色皮衣，将她那夸张的 S 型曲线完美的展现出来。饱满的胸脯仿佛要撑破衣料，纤细的腰之下是一双笔直修长、充满爆发力的大腿。她的脸庞极为冷艳，五官精致的如同刀刻，但那双眸子却像两把出鞘的利刃，充满了不屑与煞气。她只是淡淡的瞥了方云一眼，那眼神就像在看路边的一块石头或者一个死人。默娘，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女人的声音和她的气质一样冰冷，不带丝毫感情。急什么？叶凝霜。默娘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你黑寡妇的名头再响，也得按我鬼市的规矩来。诺，你要的7部断肠散主要都在这里了，就是还差一味最关键的药引伏骨花的雄蕊。默娘指了指摊位上一个黑色的木盒。被称作叶凝霜的冷艳女子眉头一蹙，声音更冷了。整个鬼市都找不到。找不到？默娘摊了摊手，那玩意儿本就罕见，最近更是被城主府收刮一空，谁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没了它，你这毒药就是一堆没用的废料。叶凝霜的眼中闪过一丝煞气，似乎任务在即，不容有失。就在他沉默不语，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时候，一旁的面具方云却突然开口了。用阴尸草的根茎捣碎后，以3钱火蜥蜴的唾液浸泡1刻钟，再用文火烘干，可为替代。他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此言一出，默娘那慵懒的媚眼中第一次闪过了真正的讶异，而叶凝霜那冰冷的目光也瞬间如利剑般刺向了方云。小子，你懂药理？叶凝霜的语气中充满了怀疑。阴尸草性阴寒，伏骨花性极阳，二者药性完全相反，如何替代？你是在消遣我吗？他的声音中已经带上了一丝杀意。药性相反不代表不能转化。方云平静地解释道，阴尸草的阴寒之气经火蜥蜴的纯阳唾液中和，再以文火逼出其至阴之水，便可得一分伪阳之性，虽不及伏骨花，但足以催发7部断肠散80%的药力，足够用了。他说的这些皆来自神尊传承中的无上药典，别说一个小小的鬼市杀手，就是丹道宗师在此也得为之震惊。叶凝霜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又看了看默娘。默娘那双媚眼在方云身上转了转，突然笑了。有趣的小家伙，叶凝霜，你不妨试试，反正我这里材料都有。叶凝霜沉默片刻，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动作麻利地从默娘摊位上取来所需的材料，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准的手法开始炮制。片刻之后，当那一抹带着伪阳之性的药粉融入7部断肠散的主药中时，整份毒药竟真的发出一阵轻微的嗡声，原本灰败的粉末瞬间化作一种妖异的紫色。成了。叶凝霜那张万年冰山般的冷艳脸庞上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他看向方云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轻视，而是充满了忌惮与惊疑。小家伙，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默娘坐直了身子，看向方云的目光愈发炙热。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他妩媚一笑，从摊位底下取出一张泛黄的符纸，丢给了方云。那符纸上用朱砂绘制着玄奥的雷霆符文。这张惊雷符是我早年偶然所得，能引动一丝9天神雷，威力巨大，就算是对付断体境9层，也能让他喝一壶。今天算我半卖半送，便宜你了。方云接过符纸，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狂暴能量，心中一喜，这正是他需要的杀手锏。而另一边，叶凝霜在收好毒药后，也走到了方云面前。他从腰间解下一块漆黑如墨、刻着一只蜘蛛图案的令牌，冷冷地丢了过来。这个人情我记下了。他的声音依旧冰冷，却多了一丝郑重。在流云城，凭此令牌，可让我为你出手一次，无论对手是谁。说完，他不再停留，身影一闪，便融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方云收起令牌和符纸，也向默娘告辞。决赛之日终于到来，中央擂台早已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擂台周围守卫森严，3步一岗，5步一哨，全城最精锐的玄甲卫队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高台之上，城主萧天策亲临观战，他一身紫色蟒袍，面容威严，不怒自威。当方云踏入广场的那一刻，他那平静的目光便落在了方云身上。那目光没有敌意，没有喜恶，却像一座巍峨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决战的气氛在这一刻被渲染到了极致。中央擂台，万众瞩目，阳光炙热，却远不及广场上数万观众心中的狂热。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擂台中央那2道身影之上。一边是城主之子萧决，他一袭锦衣，手持一柄通体碧青、流光溢彩的长剑，剑身周围仿佛有水波荡漾，那是他的佩剑，中品灵气碧水剑。他神情倨傲，眼神睥睨，仿佛这世间的一切都理应臣服于他的脚下。另一边是方云，他依旧是一袭黑衣，手持漆黑的墨锋剑，神情平静如渊，仿佛即将面对的不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死战，而是一次寻常的切磋。方云，萧决开口了，声音中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审视。不得不承认，你能走到这里，出乎了我的意料。你这只蝼蚁倒是比我想象中要顽强一些。他挽了个剑花，碧水剑发出一阵清越的剑鸣，自信满满的说道：但是你的童话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会让你明白萤火之光如何敢与皓月争辉。现在跪下认输，我或许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你的废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多。方云缓缓抬起墨锋剑，剑尖斜指萧决，想捍卫你那可悲的骄傲，就用你手中的剑来说话，不知死活。萧决眼中寒芒一闪，不再多言，他动了。没有狂暴的起手式，他只是随意的一剑刺出。然而这一剑却引动了天地间的水行之气。萧家家传玄阶上品武技惊涛骇浪诀，一道碧青色的剑气如同一道汹涌的浪涛，朝着方云席卷而来。方云眼神一凝，横剑格挡。当剑气与墨锋剑碰撞，方云只觉得一股绵长而又厚重的力量传来，震得他虎口发麻，身形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这还没完，萧决的第2剑接踵而至。这一剑的剑气比第一道更为汹涌，仿佛是紧随其后的第2重浪涛。当方云再次格挡，却被震退了3步。紧接着第3剑、第4剑，萧决的剑招一剑快过一剑，一剑重过一剑。那碧青色的剑气在擂台之上化作了连绵不绝的惊涛骇浪，一浪高过一浪，层层叠加，仿佛永无止境。整个擂台的空气都变得潮湿而又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方云在这狂涛骇浪般的攻势之下被全面压制，他只能将魅影步施展到极致，在剑气的缝隙中狼狈闪躲、格挡、险象环生。台下的观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太强了！这就是萧决公子的真正实力吗？这剑法根本无解啊！威力层层叠加，方云的防御迟早要被攻破。完了，黑马神话要终结了！在绝对的实力和底蕴面前，奇迹终究是奇迹。贵宾席上，秦可卿紧张的小手紧握，苏灵溪更是屏住了呼吸，唯有云溪月依旧慵懒地靠着，只是那双媚眼深处也多了一丝凝重。不够，还不够快，还不够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方云的潜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他体内的龙象镇域体疯狂运转，硬生生抗下那些避无可避的剑气。同时他将崩山拳那股厚重一往无前的拳意融入到了自己的剑法之中。他的每一次格挡不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带着一股撼山之力，试图打乱萧决那连绵不绝的节奏。萧决久攻不下，脸上那份从容终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恼怒。他无法容忍自己竟迟迟拿不下这只在他眼中的蝼蚁。游戏结束了，萧决暴喝一声，将体内所有灵力毫无保留地灌注于碧水剑之中。必杀之际，怒海狂澜。嗡！碧水剑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嗡鸣，一道前所未有、璀璨到极致的碧青色剑芒冲天而起。那剑芒在空中竟真的化作了一片高达数十丈、遮天蔽日的滔天巨浪。巨浪之中，无数道剑气暗流涌动，彻底封锁了方云上天入地、四面八方所有的退路。这一剑是惊涛骇浪诀的终极奥义，这一剑足以秒杀任何同阶。结束了，所有人的心中都冒出了同样的想法。然而就在那滔天巨浪即将拍下的瞬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方云必死无疑的时候，方云做出了一个让全场灵魂都为之颤抖的举动。他不闪不避，反而迎着那毁天灭地的巨浪悍然冲了上去。他疯了！也就在他冲出去的同时，他捏碎了那张从鬼市得到的最后的底牌。惊雷符轰卡，一声炸雷毫无征兆的在
在晴空之上响起，一道粗如水桶的带着毁灭气息的紫色神雷撕裂长空，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的牵引，狠狠地劈向了那片滔天巨浪。水与雷，两种狂暴到极致的自然之力，在擂台之上发生了最恐怖的碰撞。轰隆，一声震天巨响，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掀翻。刺目到极致的白光让所有人都在瞬间失明。恐怖的冲击波狠狠地撞在擂台的守护法阵上，让整个法阵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悲鸣。擂台之上，水雾、电光、能量乱流交织成一片混沌。趁着萧绝被这剧烈的爆炸冲击，心神恍惚、耳鸣目眩的瞬间，方云发动了自己最后的杀招——神魂刺。本就心神激荡的萧绝，大脑如遭重锤，意识出现了一片致命的空白。也就在这一刻，一道黑色的鬼影无声无息地穿过那片混沌的能量乱流，如瞬一般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当光芒散去，当烟尘落定，全场数万人看到了他们此生都无法忘怀的一幕。方云静静地站在萧绝的身后，他手中那柄漆黑的墨锋剑，剑尖冰冷，距离萧绝的后心要害只有1寸。全场死寂，时间仿佛静止。然后方云那平淡却又如同最终审判的声音缓缓响起：我赢了。这3个字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引爆了全场。短暂的死寂之后，是山崩海啸般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与呐喊。赢了，赢了，他真的赢了！我的天！以草根之身逆天伐上，他夺得了乾隆大比的冠军。神话，这是一个不败的神话。无数人为之疯狂，为之嘶吼，为之热泪盈眶。然而就在这狂热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时刻，高台之上，城主萧天策面沉如水滴，缓缓站了起来。他没有宣布比赛结果，甚至没有看一眼失魂落魄的儿子，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擂台上的方云。一股远超断体境，甚至让空间都为之凝固的恐怖威压，如无形的山岳轰然降临，笼罩了整个广场。那一瞬间，所有的欢呼，所有的呐喊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与恐惧。城主为他的儿子输掉比赛动怒了，那股威压超越了断体境的范畴，那是属于更高层次的碾压性的力量，威压如山，如玉，如天青。整个广场数万观众在这一刻只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修为稍弱者早已脸色煞白，瘫倒在第二。作为威压中心的目标，方云所承受的压力是所有人的1000倍、万倍。咔嚓咔嚓，他感觉自己浑身的骨骼都在呻吟哀嚎，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这恐怖的压力碾成粉末。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开始弯曲，但他死死地咬着牙，将墨锋剑狠狠插入脚下的青石板，支撑着自己那摇摇欲坠的身体。他知道他不能跪，在万众瞩目之下，在城主那饱含杀意的目光中，他若是跪了，那他之前赢下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的尊严，他的武道之心都将彻底崩碎。给我站直了！方云在心中疯狂地咆哮，他将龙象镇御体催动到极致，每一寸肌肉，每一滴血液都在对抗着那股来自更高生命层次的碾压。他的嘴角渗出了鲜血，他的膝盖已经弯曲到了极限，但他依旧没有跪下，依旧站得笔直。他抬起头，迎着高台之上那双威严而又冰冷的眸子，眼中没有丝毫的屈服，只有如火焰般燃烧的不屈的战意。高台之上，城主萧天策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是更加浓烈的杀机。一只蝼蚁竟敢反抗天威！他缓缓抬起了手，一股比之前更加恐怖，几乎凝为实质的杀意开始在他掌心汇聚。他竟真的打算不顾一切，当着全城人的面抹杀这个让他儿子蒙羞的青年。萧天策，你敢！就在这时，贵宾席上传来一声娇喝。云溪月那慵懒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站起，他那丰饶的曲线上散发出一股丝毫不弱于萧天策的神秘而又强大的气息。城主，大比结果已出，你若要以势压人，我医师协会第一个不答应。柳传道也拄着拐杖怒目而视。还有我狂徒，还有我秦家。一时间，数股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遥遥与城主的威压对抗。广场上的气氛剑拔弩张到了极点，一场足以将刘云城搅得天翻地覆的内乱一触即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边突然传来一声清朗中气十足的笑声。呵呵，好久没来，你们这刘云城还是这么热闹啊！那笑声仿佛带着一种奇特的魔力，瞬间便将场中那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冲淡了大半。众人骇然抬头，只见2道青色的流光正从天际尽头急速飞来，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不过是眨眼之间，那2道流光便已到了广场上空，露出了真容，是2名身穿月白色云纹长袍、背负古剑、仙风道骨的中年人。他们脚下踩着2柄不住吞吐着剑芒的飞剑，正御风而立，俯视着下方的一切。御剑飞行，天哪！是天剑宗的仙长，天剑宗的使者竟然提前到了。全场瞬间爆发出了一阵比之前更加狂热的、带着敬畏与崇拜的惊呼。高台之上，萧天策那张布满杀机的脸瞬间一变，如同川剧变脸般，立刻收回了所有的威压与杀意，换上了一副恭敬谦卑的笑容。不知2位上使驾临，萧某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他对着天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那2名天剑宗使者对视一眼，从飞剑上飘然落下，稳稳地降临在擂台之上，动作潇洒飘逸，不带一丝烟火气。其中一名看起来较为年长的使者看了一眼场中的情景，似笑非笑地说道：“萧城主，好大的威风啊！我们若再晚来一步，你是不是就要把你这届辛辛苦苦选出来的冠军给亲手毙了？”他的话语虽然带着笑意，却让萧天策的额头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上使说笑了，萧某只是在考验一下此子的心性，绝无他意，绝无他意。萧天策连忙解释道：“是吗？”那使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随即目光转向了那个依旧铸剑而立、浑身浴血的身影。他看着方云，眼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赞许：“不错，根基扎实，意志坚定，心性更是上上之选，在老夫的威压下竟能强撑不跪，你是个好苗子。”另一名稍显年轻的使者也开口赞道：“他的威压……”原来刚才那笑声中竟也暗含着对所有人的试探。方云听到这话，心中那股紧绷的弦才终于松开，一股虚脱感传来，但他还是强撑着，对着2名使者不卑不亢地拱了拱手：“前辈谬赞了。”得到天剑宗使者的亲口认可，萧天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知道今天他再也不可能动方云一根汗毛了。他心中憋屈到了极点，却只能强压下所有怒火，走上台，从怀中取出一枚通体由白玉打造、刻着一柄小剑的令牌和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声音干涩地宣布：“本届乾隆大比最终获胜者方云，此乃冠军奖励，天剑宗入门令牌1枚，下品灵石1万。”当方云从萧天策手中接过那象征着无上荣耀的令牌和储物袋时，整个广场再次爆发出了山崩海啸般的欢呼。他方云，一个曾经的废物，一个没落家族的少爷，凭借着自己的双手一步一个血印，从底层杀出，最终登上了这座城市的巅峰。他创造了历史。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那名年长的天剑宗使者却再次开口了：“萧城主，按照惯例，除了冠军名额外，宗门还会给予城主府一个额外的推荐名额，以表彰城主府举办大比的辛劳。”此言一出，萧天策的眼中瞬间爆发出金光，他毫不犹豫，甚至没有丝毫停顿，立刻指向擂台下那个失魂落魄、满脸不甘的儿子：“多谢上使，我推荐犬子萧绝。”这个决定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好使者点了点头，他看向方云和萧绝，宣布道：“你们2人回去准备一下，3日之后，我2人会来此地，带你们启程前往天剑宗。”说罢，2名使者化作2道剑光，冲天而起，消失在天际。一场席卷全城的风暴看似已经落幕，但所有人都知道，当方云与萧绝这2位注定的宿敌踏上前往天剑宗的路途时，一场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凶险万分的全新风暴才刚刚拉开序幕。夜凉如水，乾隆大比的狂热已经渐渐沉淀，但方云这个名字却如烙印般刻在了流云城每一个人的心中。离别的日子只有3天，这片他重生、崛起、战斗过的土地即将成为过往。但离别之前，有些人和事必须安排妥当。万宝阁顶楼，云雾依旧，云溪月斜倚软榻，那身慵懒的丝绸睡袍比任何华服都更显风情。他看着眼前的方云，媚眼如丝：“怎么，我们的冠军大人深夜造访，是来向我辞行的吗？”“算是吧。”方云没有废话，直接将那个沉甸甸的装着1万灵石的储物袋推到了他的面前。云溪月一愣，随即轻笑起来，那丰满的胸脯随之荡漾。“小家伙，你这是什么意思？看不上城主府的奖励，还是觉得我万宝阁缺你这点钱？”“都不是。”方云摇了摇头，“我即将远行，前路未卜，我那没落的方家祖宅需要有人照看。灵犀塔虽留在万宝阁，但我依旧不放心。这些灵石算是我支付的委托金。”“哦。”云溪月美眸流转，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你是在花钱让我给你看家护院，顺便给你当小情人的保姆？你可以这么理解。”方云平静地回应。
云溪月凝视他许久，突然展颜一笑，百媚横生。好，我答应你，只要我云溪月还在一天，就没人能动你的祖宅和你的女人。不过这钱我不能收。他将储物袋推了回来，等你到了天剑宗，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就当是我提前投资你这位未来的强者好了。月色下，秦府后花园的凉亭中，秦可卿一反常态的没有穿那身火红的劲装，而是换上了一袭素雅的白裙。月光洒在她身上，让她那火爆的身材多了一份皎洁的柔美，那双惊人的大长腿在裙摆下若隐若现，更添遐想。你明天就要走了吗？他低着头，声音有些发闷，不像平时的他。是后天。方云答道。哼，那有什么区别？他猛地抬起头，眼神倔强。喂，到了外面可别像在这里一样到处惹是生非，天剑宗里全是怪物，你这点实力根本不够看，要是被人打死了，我可不会给你收尸。他的话语依旧带刺，但那微红的眼眶却出卖了他内心的不舍。方云笑了笑，没有反驳。外面的世界很大，他看着天上的明月，轻声道：流云城终究太小了，我会在更高的舞台上等你。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他，所以你也要努力变强。秦可卿一愣，随即俏脸一红，扭过头去。谁要等你啊？我才不稀罕。他嘴上这么说，但那紧紧攥住的粉拳和那抑制不住上扬的嘴角，却早已将他的心事暴露无遗。深夜，方云的房间，苏灵溪悄无声息地推门而入。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到方云的床边，就着柔和的月光石，为他整理着那简单的有些寒酸的行囊。衣物、丹药、伤药，他整理得一丝不苟，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关心与不舍都叠进那一方小小的包裹里。方云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少女一身素裙，身姿娇柔，绝美的脸庞上满是专注，那份宁静与温柔，让他那颗因连番大战而变得坚硬的心一点点地柔软下来。他伸出手，握住了他那双正在忙碌的柔体。苏灵溪身子一颤，抬起头，那双清澈如水的眸子里已经噙满了泪光。他依旧没有说话，只是缓缓地俯下身，将自己那微凉而又柔软的阴唇印在了方云的嘴唇上。那是一个青涩却又无比坚定的吻。一吻过后，他已是满面红霞，却鼓起勇气主动解开了自己的罗裳。方云，他声音细若蚊蝇，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决心。今晚让我成为你的一部分。没有再多的话语，阴阳混元诀自行运转，纯阳与玄阴的气息再次完美的交融。这一次不再是为了提升实力，也不再是为了疗伤，这是一种最原始最纯粹的，是在即将到来的漫长离别前，将对方的灵魂、气息乃至一切都更深地镌刻在自己生命里的仪式。当双修结束，黎明将至时，方云只觉得自己的修为已经彻底稳固在了断体境8层的巅峰，圆润如意，再无一丝虚浮。他看着身边沉沉睡去，脸上还带着满足与疲惫红晕的家人，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力量。他起身穿好衣服，在离开前，他走入一条阴暗的巷道，将那块刻着蜘蛛图案的黑色令牌交给了一位鬼市的联络人。只有一个任务，我离开之后，清理掉城内所有对苏灵溪和方家祖宅抱有威胁的张家余孽，一个不留。3日后清晨，城门口巨大的青石路上，方云一袭黑衣，背负墨风，静静地等待着。不远处，萧绝早已等在那里。他换上了一身利落的武者劲装，看着方云的眼神冰冷如刀，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恨意与杀机。两人都没有说话，空气中却仿佛有电光在闪烁。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传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来人并非天剑宗使者，而是一身冰蓝长裙，背着一个精致药箱，气质清冷如雪山之莲的穆冰兰。他翻身下马，动作干脆利落，那双清冷的眸子扫了方云和萧绝一眼，仿佛在看两个碍眼的障碍物。你怎么会在这里？方云有些意外。穆冰兰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声音冷得像冰。我得到了医师协会的推荐名额，前往天剑宗丹堂进修。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警告与傲然。我与你们不同路，到了宗门别来烦我。方云哑然，一个恨不得将自己挫骨扬灰的宿敌，一个高冷傲娇对自己充满偏见的同路人，还有一个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更广阔的强大宗门。他看着远处那条通往未知天地的道路，非但没有畏惧，反而感到一股久违的热血在胸中缓缓沸腾。朝阳初升，金色的光辉洒满大地。城门口，2道青色剑光从天而降，天剑宗的2位使者准时到来。时辰已到，出发吧。为首的那位陈师兄微微一笑，面容和善，让人如沐春风。他手腕一翻，一艘约莫3丈长，通体由青玉打造，
雕刻着无数玄奥符文的小舟便出现在众人面前。小舟迎风渐长，瞬间化作一艘可以容纳10余人的飞舟。舟身之上灵气氤氲，一看便知是价值连城的飞行法器。此乃我天剑宗的制式法器穿云舟，上来吧！方云、萧绝、穆冰兰三人对视一眼，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跃上了飞舟。然而他们刚一站稳，另一位一直沉默不语，眼神倨傲的赵师兄便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他的目光在萧绝身上略作停留，最终落在了方云和穆冰兰的身上，毫不掩饰其中的轻蔑与不屑。哼，流云城这种偏远小地方，一年不如一年了。他的声音尖酸而又刻薄，一个城主之子，两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土包子。我先把话说在前头，从这里到天剑宗，路途遥远，危机四伏。他重点盯着方云和穆冰兰，冷笑道：希望你们两个别拖后腿，要是死在了半路上，可别怪我们没提醒过你们。萧绝听到这话，嘴角勾起一抹幸灾乐祸的冷笑。而穆冰兰这位一向清冷孤傲的冰山美人，此刻也是秀眉紧蹙，俏脸寒霜。她那深冰蓝色的长裙将她那玲珑有致的身段衬托得恰到好处，尤其是那盈盈一握的纤腰更显柔美。但此刻她浑身都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气。方云则像是根本没听到一般，直接无视了对方的挑衅。他只是好奇地打量着脚下的穿云舟，默默将它的结构、材质以及上面流转的阵法符文与自己脑海中神尊传承的炼器知识一一对应。阵法倒是精妙，可惜材质太差，若是用9天密银重铸核心，速度至少能再快3成。他心中暗自评价。启程！陈师兄一声令下，穿云舟嗡的一声轻颤，舟身两侧的符文尽数亮起，形成一道淡青色的防护罩，随即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瞬间便将流云城甩在了身后。飞舟穿云破雾，速度极快，一股强大的灵压和高空中凛冽的罡风瞬间从四面八方袭来。萧绝闷哼一声，立刻催动体内灵力，在周身形成一道护体真气，这才堪堪抵挡住，但脸色依旧有些发白。穆冰兰的情况稍好一些，她似乎有什么护身法宝，身上泛起一层柔和的白光，但从她那紧紧抿住的红唇来看，也并不轻松。唯有方云依旧负手而立，神情自若。龙象镇玉体那强横无比的肉身，让他对这点程度的罡风和灵压几乎免疫。他甚至还有闲心，一边暗中运转阴阳混元诀来适应高空的环境，一边饶有兴致地观察着非洲能量护罩上那些阵法的运转方式。这具灵阵和御风阵的衔接倒是有些意思，若是能将节点再调整半寸，这一幕自然落在了两位使者的眼中。陈师兄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与欣赏，而那位赵师兄脸色却更加难看了。在他看来，方云这副轻松的模样，无疑是对他刚才那番话语的无声嘲讽。哼！穿云舟行至一片雷云区时，赵师兄眼中闪过一丝阴冷，他突然加速，故意操控着飞舟，朝着雷云最密集的地方冲了过去。轰隆！一道道闪电在飞舟旁炸开，狂暴的能量让飞舟剧烈的颠簸起来，如同怒海中的一叶扁舟。啊！穆冰兰猝不及防，他毕竟是丹师，战斗经验和下盘功夫都远不及方云和萧绝。他惊呼一声，身形一个趔趄，站立不稳，竟直直地朝着方云的方向倒了过去。他那清冷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慌乱之色，眼看就要撞在方云身上，他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然而预想中的碰撞没有传来，他只觉得腰间一紧，跌入了一个坚实而又温暖的怀抱。方云在他即将摔倒的瞬间，顺势伸出手揽住了他那不盈一握的纤腰，同时他双脚如同在甲板上生了根一般，任凭非洲如何颠簸摇晃，依旧纹丝不动，稳如泰山。少女那柔软而又充满弹性的娇躯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一股淡淡的药草清香混杂着少女的体香钻入鼻息，让方云都为之心神一荡。怀中的穆冰兰更是羞得满脸通红，连耳根都红透了。她那冰山般的气质在这一刻瞬间融化。而另一边，萧绝则没有这么好运了。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剧烈颠簸震得体内气血一阵翻涌，喉头一甜，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闷哼，脸色更加苍白。看到这一幕，赵师兄的脸色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他本想让方云出丑，没想到反而让他大出风头，还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哼！肉身强横不过是莽夫之能。赵师兄冷冷地收回手，非洲恢复了平稳。他看着三人，语气冰冷地说道：修仙之路靠的是资质、悟性和面对危机的应变能力，而不是一身蛮力。他操控着非洲指向前方一座被黑风笼罩的巨大峡谷。下一站，风豪峡谷，那里常年盘踞着食人妖兽，是你们这些温室花朵的第一个试炼场。他用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宣布道：我们会将非洲停在峡谷入口，你们3个必须在1天之内自行穿过峡谷，记住，
里面的一切危险自行解决。若是连这点考验都通不过，那也不必去天剑宗了，直接死在这里倒也干净。穿云舟缓缓降落在峡谷入口，一股阴冷刺骨，仿佛能吹进人骨髓里的狂风，立刻从那深不见底的峡谷中呼啸而出，发出阵阵鬼哭狼嚎般的嘶鸣。峡谷两侧是高达1000仞的陡峭绝壁，怪石嶙峋，如刀削斧劈。谷内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和腐臭味。更诡异的是，方云发现自己的神识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只能勉强探出体外数丈。这里就是风豪峡谷。赵师兄站在洲头，居高临下的看着三人，嘴角挂着一抹残忍的冷笑。我改变主意了，你们必须在这一炷香的时间内徒步穿过峡谷，做不到的就永远留在这里，给那些小可爱们当点心吧。说罢，他屈指一弹，一炷香便嗖的一声插在了入口旁的岩石上，香头无火自燃，青烟袅袅。哼，雕虫小技。萧绝显然不愿在两位使者面前落了下风，他冷冷地瞥了方云一眼，不屑道：别死在里面，你的命是我的。话音未落，他身形一动，化作一道流光，率先冲入了那如同巨兽之口的峡谷之中。跟紧我。方云对身旁俏脸发白的穆冰兰低声说了一句，也提着墨锋剑迈步走入。穆冰兰咬了咬下唇，她那深冰蓝色的长裙被狂风吹得猎猎作响，更显身姿纤弱。她看了一眼那在风中不断缩短的线香，最终还是紧了紧背后的药箱，跟在了方云身后。刚一踏入峡谷，那股阴冷与血腥之气便浓烈了数倍，光线也陡然暗了下来，悉悉索索，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仿佛指甲刮过岩石的声音从四面八方的黑暗中传来。紧接着，一双、2双、10双、100双、无数双血红色的、不带丝毫感情的眼睛，在他们周围的黑暗中齐刷刷地亮了起来。吱，一声尖锐的嘶鸣之后，仿佛捅了马蜂窝一般，成千上万只一展超过1米、通体漆黑如铁、长着锋利獠牙的巨大蝙蝠，铺天盖地地从岩壁的缝隙和洞穴中涌出，化作一片黑色的死亡浪潮，朝着三人疯狂袭来。铁翼嗜血蝠，每一只竟然都有着相当于断体近4、5层的实力，该死！怎么会有这么多？饶是穆冰兰心性沉稳，面对这如同末日降临般的恐怖景象，他那张清丽的俏脸也瞬间变得煞白，毫无血色。他下意识地拔出防身的短剑，但他那点微末的战斗经验，在这等规模的兽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混乱之中，一只铁翼蝠突破了他的防御，那闪着寒光的利爪狠狠地划向了他光洁如玉的手臂。小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猛地将他向后一拉。方云不知何时已经挡在了他的身前，他看也不看那无穷无尽的蝠群，猛吸一口气，胸膛高高鼓起，随即张口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狂狮吼！吼！肉眼可见的金色音波如涟漪般扩散开来，冲在最前面的数百只铁翼蝠如遭重锤，身形猛然一滞，更有甚者，直接被这霸道的音波震得七窍流血，从空中跌落。趁着这短暂的空隙，方云一把将惊魂未定的穆冰兰拉到身后，看了一眼他手臂上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眉头一皱。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撕拉一声从自己的衣摆上撕下一条布料，动作果断而又有力地，为他包扎起伤口。你，穆冰兰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属于那个男人的温度和力量，看着他那近在咫尺的专注而又冷峻的侧脸，他的心没来由的狠狠一颤，一股从未有过的名为安全感的奇妙情绪在他心底悄然蔓延。躲在我身后，别乱动。方云的声音不带感情，却让穆冰兰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而另一边，冲在最前面的萧绝此刻也陷入了苦战。他的避水剑法确实精妙，剑光化作一片碧色水幕，将他护在其中。但蝠群的数量实在太多，悍不畏死，前赴后继。他每斩杀一只，便有10只补充上来，一时间竟也被困在原地，疲于应付。方云却与他截然不同，他将穆冰兰护在身后，竟不退反进，主动迎向了那黑色的死亡浪潮。找死！远处的萧绝看到这一幕，心中冷笑。然而下一刻他便笑不出来了。只见方云将龙象镇玉体催动到极致，一层淡淡的暗金色光芒笼罩全身，无数铁翼蝠的利爪和獠牙抓在他的身上，竟只能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之声，连他最外层的皮肤都无法破开，完全无视普通攻击。他手持墨锋剑，没有施展任何华丽的剑招，只是用一种简洁高效到令人发指的方式不断的出剑收剑。神尊传承基础剑技星火燎原，他的剑化作了黑夜中一点点的星火，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无处不在。噗噗噗，剑光闪烁，每一次亮起都代表着一只铁翼蝠的眉心要害被精准的刺穿。
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没有一分浪费的灵力，他就像一台不知疲倦为杀戮而生的精密机器，硬生生在那无穷无尽的黑色符群之中杀出了一条笔直的血路。一路上，无数铁衣服的尸体如下雨般坠落。这一幕让后方的穆冰兰看得美眸圆睁，震撼得无以复加，也让远处的萧绝脸色变得阴沉无比。方云一边杀戮，一边还不忘收集那些铁衣服最值钱的獠牙和翼骨，这些在天剑宗内都是可以换取贡献点的硬通货。就在他杀的兴起，感觉体内灵力的运转愈发精纯圆润之时，峡谷中那股特殊的冰冷的煞气与战斗带来的压迫感相结合，竟意外地触动了他体内那道坚固的瓶颈。方云感觉体内的灵力开始不受控制的蠢蠢动，仿佛下一秒就要破镜而出。他距离那梦寐以求的断体境9层只剩下了1线之隔。可就在此时，吱一声比之前所有嘶鸣都要尖锐，都要响亮100倍的，仿佛能刺穿人灵魂的尖啸，猛然从峡谷的最深处传来。整个符群像是听到了君王的号令，竟齐刷刷地停止了攻击，潮水般向后退去，让出了一条通道。一只体型比同类大上数倍，翼展超过5米，浑身毛发呈现出一种妖异的银白色的巨大蝙蝠，缓缓从黑暗中扇动着翅膀飞了出来。一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属于断体境9层巅峰的恐怖气息轰然降临。符王苏醒了。那只银白色的符王甫一出现，整个风豪峡谷的温度都仿佛骤降了数度。他那双冰冷的不含一丝情感的眸子缓缓扫过全场，最终锁定在了斩杀了他最多子孙的方云身上。吱，符王再次张口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威慑，而是一圈肉眼可见的灰白色的音波，如同一柄柄无形的利刃，朝着3人横扫而来。噗！萧绝首当其冲，他本就在符群的围攻下灵力消耗巨大，此刻被这音波一冲，只觉得大脑嗡嗡作响，气血翻腾，一口鲜血当即喷了出来，脸色变得煞白无比。穆冰兰也闷哼一声，俏脸一白，身形摇摇欲坠。若不是方云及时将他护在身后，替他挡下了大部分音波，他恐怕已经当场昏厥。断体境9层巅峰，这怎么打？萧绝的眼中第一次露出了名为恐惧的情绪，他一边抵挡着周围依旧悍不未死的符群，一边萌生了退意。赵师兄，陈师兄，此地出现9阶妖王，远超试炼难度，还请出手相助。他的呼喊石沉大海。峡谷之外，穿云洲上，赵师兄的脸上挂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而陈师兄则眉头微皱，看着谷内的景象，却没有丝毫出手的意思。这显然是他们的最终考验。废物！方云瞥了一眼色厉内荏的萧绝，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你，萧绝又惊又怒，却无法反驳。方云不再理他，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了那只银白色的符王。他非但没有感到恐惧，眼中反而燃烧起一股前所未有、炽热如火的战意。来得好！他在心中狂吼。我正愁没有一块足够分量的磨刀石，来助我踏出这最后一步。他转头对身后脸色苍白的穆冰兰和一旁苦苦支撑的萧绝沉声道：你们2个替我拦住那些杂鱼，这只畜生交给我。你疯了！萧绝失声叫道，那可是9阶妖王，你想一个人。他的话还没说完，方云已经动了。他没有丝毫的迟疑，主动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那不可一世的符王悍然冲了上去。找死！符王似乎被这只蝼蚁的挑衅激怒了，他双翼一震，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银色流光，带着撕裂空气的音爆声，与方云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轰！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就此爆发。一人一兽在狭窄的峡谷之内展开了最原始、最血腥的搏杀。方云将自己的肉身、剑法、身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时而以龙象镇玉体硬抗符王的利爪，发出阵阵金铁交鸣之声，时而又以魅影步化作鬼魅，在符王那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中闪转腾挪，手中的墨锋剑更是化作一道道黑色的死神镰刀，不断在符王那坚硬如铁的身体上留下一道道深可见骨的伤痕。整个峡谷被他们战斗的余波搅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后方的穆冰兰早已看得呆了，他那张清丽绝俗的俏脸上写满了震撼与不可思议。他无法想象一个人的战斗力怎么可以强到如此地步。萧绝更是面如死灰，他引以为傲的天赋、实力、背景，在方云那如同神魔般的战斗姿态面前，被衬托得像一个可笑的、无能的笑话。吼！在一次硬拼中，方云的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决绝，他故意迈出一个破绽，任由符王那闪烁着寒光的利爪狠狠地扫中了自己的胸膛。哧啦！衣衫破碎，血肉横飞，一道深可见骨的爪痕出现在方云的胸前。啊！
剧烈的痛苦和狂暴的冲击力如潮水般涌来。但也正是借助着这股力量，方云体内那道坚不可摧的瓶颈终于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宛如天籁般的咔嚓声。轰！仿佛宇宙初开，混沌破晓，一股比之前强大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恐怖气息从方云的体内轰然爆发。周围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疯狂地倒灌入他的四肢百骸。他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他的气势节节攀升，一路暴涨。在福王那人性化的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在萧绝和穆冰兰那震撼到无以复加的眼神中，方云于万军阵前，于生死一线，临阵突破断体近9层。攻城，现在该我了。方云缓缓抬起头，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仿佛能一拳打爆天地的爆炸性力量。他那双漆黑的眸子里闪烁着睥睨天下的神光。他收起了墨锋剑，面对惊恐的想要逃窜的福王，他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崩山拳，这一拳却灌注了他突破之后那足以镇压太古龙象的恐怖力量。一道金色的凝实无比的拳印脱手而出，瞬间便跨越了空间的距离，后发先至，狠狠地印在了福王的头颅之上。砰！没有惨叫，没有挣扎，那只不可一世的9阶福王，他那坚比金刚的头颅就像一个被铁锤砸中的西瓜，轰然爆裂，红的白的溅了一地。那庞大的无头尸身无力地从空中坠落，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秒杀！峡谷之外，穿云洲上，赵师兄那张倨傲的脸早已僵住，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眼神中充满了活见鬼般的惊骇。而陈师兄则在短暂的震惊之后抚掌大笑，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欣赏与兴奋。好，好，好，此子当为我天剑宗的麒麟儿。斩杀福王之后，剩下的福群早已吓破了胆，四散而逃。方云从福王的尸体中取出了一枚通体乌黑、散发着精纯阴寒之气的内丹。这枚福王内丹，无论是拿来炼丹，还是直接吸收，都是不可多得的至宝。三人终于有惊无险地走出了分毫峡谷。赵师兄的脸色铁青一片，看着方云，一言不发，拂袖而去。陈师兄则走上前来，拍了拍方云的肩膀，大家赞赏：“小子，干得不错！你叫方云是吧？我记住你了。”穿云舟再次启程。半日后，一座无比宏伟、气势磅礴的巨城出现在了地平线的尽头。那城墙高达100丈，通体由青黑色的巨石砌成，城中阁楼林立，车水马龙，无数道强大的气息在其中若隐若现。这里就是我天剑宗山脚下的接引城市迎新城。陈师兄介绍道，来自天风王朝各地的天才都会先汇聚于此，等待宗门的最终考核。飞舟缓缓降落在城门口，方云刚一踏上坚实的地面，立刻就感受到了数道丝毫不弱于自己，甚至比自己更强的强大气息从城内一扫而过。这里才是真正的天才聚集地。就在这时，一名身穿华贵紫袍、手持折扇、面容俊美却带着几分邪气的青年，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迎面走了过来。他径直走到方云面前，用一种审视货物的目光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随即他嘴角一撇，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不屑地开口道：“你就是从流云城那种穷乡僻壤里爬出来的那个冠军？哼，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迎新城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这里的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一股名为天才的骄傲气息。街道上随处可见气息强大、神情倨傲的年轻武者，他们来自天风王朝的各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是当地最顶尖的存在。方云一行人在陈师兄的带领下刚走进城门，便被一道嚣张的声音拦住了去路。站住！只见一名身穿赤红色劲装，连头发都隐隐泛着红色的青年，在一群同样气息灼热的跟班簇拥下挡在了他们面前。这青年面容英俊，但眉宇间却充满了狂傲与不屑。他上下打量着方云，眼神中充满了审视与轻蔑，仿佛在看一件不值钱的货物。他便是来自烈阳城的绝顶天才赵焚，修为赫然也是断体境9层，但他的气息比刚刚突破的方云要更加凝实雄浑，显然已在此境界浸淫许久。你……赵焚用下巴指着方云，语气轻佻地问道：“就是那个从流云城来的，杀了张天雄那个废物的乡巴佬？”此言一出，周围其他城市来的天才们都纷纷投来了看好戏的目光。方云眉头微皱，他不想在刚进城就惹是生非，但对方的言语却让他无法忍受。赵焚没有理会他的沉默，反而变本加厉地嗤笑道：“听说你还侥幸赢了萧绝？哼，看来流云城是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彻底没人了啊！居然让你们这种货色拿到了进入天剑宗的名额。”他的话语不仅是在挑衅方云，
更是在公然侮辱整个流云城。一旁的萧绝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拳头捏得咯咯作响。即便他与方云是死敌，但此刻赵坟侮辱的是他们共同的出身之地。就连一向清冷如冰的穆冰兰，那双漂亮的眸子里也闪过一丝寒霜。让开！方云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意。怎么，乡巴佬不服气？赵坟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上前一步，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就是不让，你能奈我何？好狗不挡道。方云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你想试试？你敢骂我是狗？找死！赵坟勃然大怒，他本就是来立威的，没想到这个在他眼中的乡巴佬竟敢当众顶撞他。他暴喝一声，不再废话，右掌之上瞬间燃起一团赤红色的火焰，一股狂暴灼热的气息席卷开来。烈阳掌！他一掌拍出，空气都被烧得扭曲起来，一道凝实的火焰掌印带着焚金化石的高温，朝着方云的胸膛狠狠印去。周围众人纷纷惊呼后退，生怕被那恐怖的热浪波及。是烈阳城的绝学烈阳掌，赵坟的实力在所有新人中足以排进前5，那乡巴佬死定了。然而面对这势在必得的一击，方云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的举动。他不闪不避，甚至连剑都懒得拔跟我玩火。方云心中冷笑，他修炼的阴阳混元诀乃是纯阳神体，是天下一切火属性功法的克星。他同样上前一步，右拳之上，金光大放，龙象镇玉体催动到极致。他一拳轰出，没有灼热的气浪，没有绚烂的光华，只有最纯粹最霸道，仿佛能镇压一切的肉身力量。在所有人那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金色的拳头与那赤红色的火焰掌印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轰！一声沉闷如雷的巨响，狂暴的气浪以2人为中心轰然炸开，将周围的地板都掀飞了一层。噔噔噔，一连串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在全场那死一般的寂静中，不可一世的赵坟被这一拳硬生生震得连退了3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青石板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而方云依旧站在原地，负手而立，纹丝不动。高下立判！噗！赵坟只觉得一股无比霸道的力量冲破了他引以为傲的烈阳掌力，涌入他的经脉，震得他气血翻涌，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差点喷出，被他强行咽了回去。他满脸骇然，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方云，声音因震惊而变得扭曲。不可能！我的烈阳掌，你怎么可能正面接下，还毫发无损？他无法相信，自己全力一击，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周围那些原本准备看好戏的天才们，此刻脸上的表情也从轻蔑、戏谑变成了深深的震惊与忌惮。一拳，只用了一拳就击退了赵坟。这家伙的肉身是什么做的？是人形妖兽吗？流云城今年来的是条过江的猛龙啊！方云一拳立威，瞬间扭转了所有人的看法。他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告：流云城的人不好惹。废物！你给我等着！赵坟在短暂的震惊之后，脸上露出了怨毒无比的神色。他知道今天自己是栽了，再打下去只会更丢人。他指着方云，放下狠话：你别得意，我哥赵燕是天剑宗外门弟子中赫赫有名的人物，等上了山，他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我们走。说罢，他便在一群跟班的簇拥下怨毒的离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一旁的陈师兄走上前来，拍了拍方云的肩膀，提醒道：干得不错。不过那赵坟说的倒也没错，在宗门之内，老弟子欺压新弟子是常态，拉帮结派，互相抱团非常重要。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深意。这迎新城内鱼龙混杂，来自各大城池的天才们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圈子。你们流云城来的只有3个人，势单力薄，怕是会成为很多人眼中的肥肉啊。距离天剑宗正式的入门考核还有最后2天，这2天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方云没有选择闭门苦修，他一拳击退赵坟，虽然立威，但也彻底将自己推到了烈阳城一脉的对立面。他需要将手中的资源尽快转化为级战力。他想到了福王的内丹和材料，也想到了那个遍布各地的神秘商业巨头万宝楼。迎新城的万宝楼比流云城的要宏伟10倍不止，它如一头匍匐在城市中心的巨兽，楼高9层，雕梁画栋，吞吐着惊人的灵气与财富。方云刚一踏入，便有眼尖的管事迎了上来。当方云拿出云溪月给的那枚紫金贵宾令时，那名管事的脸上瞬间堆满了谦卑到极点的恭敬。原来是贵客临门，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他连腰都弯了下去。贵客请，
楼主已在顶楼等候多时了。等我。方云心中一动，不动声色地跟着管事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第9层。此地香炉中青烟袅袅，一曲清新凝神的琴音正从珠帘后传来。一名侍女为他打起珠帘，眼前的景象让方云的呼吸都为之一滞。只见一名身段玲珑、气质雍容华贵的绝美妇人正斜倚在一张贵妃榻上，手中端着一杯香茗。她穿着一身开叉极高的暗紫色旗袍，那贴身的剪裁将她那成熟妇人特有的丰腴饱满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高耸的胸脯、纤细的腰肢，以及那在旗袍开叉处若隐若现的修长圆润的雪白大腿，构成了一幅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喷张的绝美画卷。她脸上未施粉黛，却比任何浓妆艳抹都更显华贵。一双天生的桃花眼，眼波流转间仿佛能看透人心，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妩媚与风情。小家伙，能让你云妹妹那般清冷的性子都特意传讯叮嘱我好生关照的人，果然不凡。绝美妇人放下茶杯，对着方云嫣然一笑，那笑容仿佛让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她缓缓起身，莲步轻移，一股混杂着成熟蜜桃与名贵香料的令人心醉的香风扑面而来。姐姐，我叫花解语，是这迎新城万宝楼的楼主。来，让姐姐瞧瞧，你这次又带了什么好东西来。方云心中了然，原来云溪月早已为他铺好了路。他也不客气，坐下后直接将那枚散发着精纯阴寒之气的符王内丹放在了桌上。9阶妖王内丹。花解语的美眸中瞬间闪过一丝亮光。就在这时，一名须发皆白、身穿单狮袍的老者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显然是万宝楼的首席鉴定师。他拿起内丹，端详片刻，脸上露出一丝傲然。不错，此乃9阶阴符之妖核，内丹阴寒，可用于炼制一些偏门的疗伤或淬体丹药，材料尚可。他捻了捻胡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但此物煞气过重，处理起来极为不易，若是手法不当，极易炸炉。老夫看在你这贵宾令的面子上，出价5000灵石，收了。5000灵石对于普通武者来说已是天价，但对于一枚9阶妖王的内丹而言，这个价格无疑是低得离谱了。方云还没说话，花解语那双桃花眼便微微一眯，刚要开口，方云却抢先一步笑了，呵呵。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慢条斯理地说道：这位大师恐怕是看走眼了。小子，你说什么？那炼丹大师脸色一沉，怒道：老夫玩了一辈子丹药，还会看错不成？大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方云放下茶杯，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耳中。此丹确实阴寒，但它其中所蕴含的并非寻常的阴煞之气，而是一缕极为精纯的玄阴煞气。玄阴煞气。炼丹大师一愣，随即嗤笑道：一派胡言。方云没有理会他的嘲讽，自顾自地说道：若能辅以龙涎草、岩阳花以及赤火石这3味至阳之物，以文5火交替炼制749个时辰，将玄阴煞气与至阳药力完美融合，便可炼成传说中的玄阴破障丹。他抬起眼看着那炼丹大师，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此丹专为那些修炼了火属性或阳属性功法，却又迟迟无法突破瓶颈的修士所用。一枚丹药便能助其冲关，价值何止万金。敢问大师，我说的可对？方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柄重锤，狠狠地敲在那位炼丹大师的心上。他的脸色从最开始的愤怒到震惊，再到骇然，最后变成了一片羞愤的猪肝色。因为方云说的每一个字都对。那玄阴破障丹的丹方是他年轻时偶然在一处古籍残本上看到的，一直奉为至宝，秘而不宣。他没想到今日竟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一语道破。你！他指着方云，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花解语那双美丽的桃花眼此刻异彩连连，他看着方云，就像看着一座探不到底的宝藏，眼神中充满了浓浓的欣赏与好奇。王大师，他挥了挥手，语气依旧温和，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你累了，先下去休息吧。那王大师如蒙大赦，羞愤欲绝地狼狈而去。小家伙，你可真是次次都能给姐姐带来惊喜啊。花解语娇笑一声，那玲珑的曲线荡漾出惊心动魄的弧度。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在桌上一点：这枚内丹，姐姐我出价15000灵石。他没有丝毫的压价，直接给出了一个让方云都为之侧目的天价。成交。方云点头，爽快。花解语从怀中取出一张通体由紫金打造，刻着万宝2字的卡片，递给了方云。这是我们万宝楼最高级别的紫金贵宾卡，凭此卡，在天剑宗地界内的任何一家万宝楼，你都将享受到最顶级的服务和最大的折扣算是。姐姐提前和你这位未来的丹道宗师结个善缘。方云收下卡片，
心中对万宝楼的实力有了更深的认知。就在他准备告辞时，花解语却仿佛无意中提起了一件事。对了，姐姐多嘴提醒你一句。他一边为自己侦查，一边状似随意地说道，那个烈阳城的赵家似乎对你怨念不小呢。前2日他那个在宗门里的哥哥赵燕可是花了大价钱从我这里买走了一份锁灵散呢。他抬起那双勾人的桃花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方云，那东西可是能在比试中神不知鬼不觉的暂时封住对手灵力运转的哦。小家伙，明天的考核你可要当心了。天剑宗山门，云雾缭绕，仙鹤齐鸣。山门之下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由整块青石铺就的石梯，仿佛一条通往天宫的道路，直插云霄。数百名来自天风王朝各地的天才汇聚于此，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兴奋、紧张与期待。陈师兄和赵师兄站在石梯之前，神情肃穆。此乃我天剑宗入门考核第1关登天梯。陈师兄的声音响彻全场。此梯共9999阶，每登上1阶，你们所承受的重力便会增加1分。同时，石梯之中还蕴含着我天剑宗历代祖师留下的剑意威压，用以考验你们的心神与意志。赵师兄冷冷地补充道：此关不限时间，但最终只有最先登顶的100人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现在考核开始。话音刚落，数百名天才如过江之鲫，争先恐后地朝着那通天石梯冲去。我们也走。方云对身旁的穆冰兰和萧绝说了一句，也迈开了脚步。初始阶段，众人尚能轻松应对。天梯上的威压虽然存在，但对于这些心高气傲的天才来说，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方云、萧绝、穆冰兰以及烈阳城的赵坟几乎都处在第1梯队，速度极快。1000阶、2000阶，当踏上第3000阶石梯时，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那股作用于身上的重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仿佛肩上扛着一块千斤巨石。同时，那股无孔不入的剑意威压也开始变得凌厉起来，如同一根根钢针，不断刺激着众人的神魂。许多人的速度开始明显的慢了下来，有人汗流浃背，有人步履维艰，甚至有人直接被威压震慑心神，惨叫一声从石梯上滚落下去，当场淘汰。呼呼，穆冰兰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她那清丽的俏脸上已是香汗淋漓。她毕竟是丹师，肉身和意志都不是她的强项。此刻她那深冰蓝色的长裙已被汗水浸湿，紧紧地贴在身上，将那玲珑有致的娇躯勾勒得愈发诱人。方云看了她一眼，放慢了脚步，与她并行，不动声色地替她分担了一部分剑意的威压，而他自己则依旧面色如常。龙象镇玉体，那强横的肉身让这不断增强的重力对他来说不过是毛毛雨，而那凌厉的剑意威压在他那经过数次锤炼的强大神魂面前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他甚至还有闲心，一边利用这剑意来磨练自己的神魂，使其更加坚韧凝练，一边尝试着将阴阳混元诀的运转方式与自己攀登的节奏相结合，每一步踏出，每一次呼吸都与天地间的某种韵律隐隐相合，对功法的理解竟在不知不觉中又加深了一层。哼，装模作样。就在这时，一道火红色的身影从他们身边飞速掠过，是赵坟。只见他此刻面色潮红，双目赤红，浑身散发着一股不正常的灼热气息，速度竟比之前快了数倍不止。他冲到方云前方，在第5000阶的位置停下，回过头挑衅地看着方云，脸上充满了得意与不屑。乡巴佬怎么不走了？是不是不行了？他讥笑道，垃圾就只配在后面吃灰。山脚下，他那个在宗门里的哥哥赵燕正得意地对身边的人说道，我给我弟服用了龙血丹，此丹能在1个时辰内激发气血，力量倍增，这第1关的第一非他莫属。方云瞥了赵坟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他根本不予理会，依旧保持着自己那不快不慢的节奏，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地向上攀登。可恶！赵坟见自己的挑衅竟被无视，气得七窍生烟，他怒吼一声，再次加速，朝着更高处猛冲而去。然而当众人攀登到第6000阶时，异变突生。噗！一路猛冲的赵坟突然身形一滞，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他脸上那不正常的潮红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灰般的惨白。龙血丹的药力反噬了，一股强烈的虚弱感瞬间传遍他的全身，他只觉得双腿如同灌了铅一般，每抬起一步都重如山岳。而就在这时，一道沉稳而又有力的脚步声从他身后传来，不疾不徐。赵坟艰难地回过头，只见方云正迈着那看似缓慢却又无比稳健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他的身边。方云甚至没有看他一眼，目不斜视的从他身旁轻松地超越了过去。那平静的姿态，那从容的背影，在赵坟的眼中是那么的刺眼，是那么的充满了无声的嘲讽。
啊！赵坟气的仰天长啸，又是一口鲜血喷出，险些当场昏厥。8000阶之上，此地的天才已经只剩下寥寥数人，重力已经恐怖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仿佛背负着一整座山岳在前行。那剑意威压更是化作了实质性的刀剑，时时刻刻都在凌迟着人的灵魂。穆冰兰在7000阶的时候已经到了极限，被方云劝说留在了原地，而此刻还能保持着前进姿态的只剩下了2个人，方云与萧绝。萧绝展现出了他身为城主之子、顶级天才的强大毅力与底蕴。他的脸色虽然也苍白如纸，浑身都在不受控制的颤抖，但他那双眼睛却依旧充满了不屈的傲气。他紧紧地跟在方云的身后，两人几乎并驾齐驱，距离那云雾缭绕的山门都只剩下了最后的一段距离。方云，萧绝的声音因为巨大的压力而变得嘶哑扭曲，但他依旧死死地盯着前方那个背影。我承认你很强，但是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我。我萧绝生来便是人上之人，我绝不会输，更不会输给你这种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贱民。最后的决战在2人之间无声地展开，这不再是单纯的实力比拼，更是意志与信念的终极碰撞。9000阶之上是真正的炼狱，那股作用于身上的重力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负重，而是化作了一只无形的大手，要将人的骨骼、血肉乃至灵魂都死死地按在地上，碾成齑粉。那剑意威压更是化作了万千心魔，在脑海中咆哮嘶吼，不断地拷问着每一个攀登者的道心。放弃吧，你不行了，你只是个废物。萧绝的双眼早已一片赤红，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混杂着从毛孔中渗出的血珠，将他那一身华贵的锦衣染得斑驳不堪。他看着前方那个依旧保持着稳定节奏的背影，心中的不甘与嫉妒如毒蛇般是咬着他的理智。我不能输，我乃城主之子，天之骄子，我怎么能输给一个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贱民？啊啊！萧绝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他猛地一咬舌尖，将一口精血喷洒在自己的胸前。秘法染血大法，以耗损自身精血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爆发性的力量。轰！一股强大的气浪从他身上爆发开来，他原本已经濒临极限的身体竟再次充满了力量，他的速度陡然暴增，1步、2步、10步，他竟在最后这堪比天堑的1000阶上发起了最后的冲锋。他超越了方云，他死死地盯着云雾尽头那若隐若现的山门广场，脸上露出了狰狞而又狂热的笑容。第一，是我的，方云，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我之间永远无法逾越的差距，你只配在后面仰望我的背影。然而对于萧绝的超越与咆哮，方云却仿佛毫无所觉，他的双眼不知何时已经闭上，外界那恐怖的重力与剑意对他而言仿佛已经消失。在他的神魂世界中，他正一遍又一遍地观想着一篇来自神尊传承中的无上炼神秘法太乙凝神录。心若冰清，天塌不惊，易如磐石，万劫不磨。那凌厉的剑意不再是伤人的利刃，反而化作了一柄柄锤炼神魂的铁锤，千锤百炼，去无存精，让他的意志变得愈发纯粹，愈发坚凝。他甚至感觉自己的神魂在这极限的压力下正在发生着某种奇妙的蜕变。就在萧绝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耗尽了最后一滴精血，距离那终点的山门广场只剩下最后100步之遥，脸上已经露出胜利者笑容的时候，方云睁开了双眼，那双眸子里古井无波，没有丝毫的波澜，却仿佛蕴含着一片浩瀚的星空。他动了，没有今天的气势，也没有爆发性的加速，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了脚，一步一步的向上走去。1步1台阶，2步2台阶，他走的是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写意，仿佛之前那足以压垮一切的重力与威压都只是清风拂面，他如履平地。什么？正准备迎接胜利欢呼的萧绝猛然回头，当他看到身后那一幕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方云正用一种散步般的姿态，不疾不徐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不可能，这是幻觉，一定是幻觉。萧绝的信念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背影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清晰。他看着那个背影，第一个踏上了那座象征着荣耀与胜利的山门广场。噗！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萧绝眼前一黑，再也支撑不住，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昏死在了距离终点仅有100步之遥的地方。天剑宗山门广场，数位气息渊深、身穿长老服饰的老者正站在这里，负责记录成绩。当他们看到有人如此轻松写意地走完最后那段堪称绝望之路的天梯时，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极致的震惊之色。这小子是谁？老夫朕首登天梯30年，从未见过有人能如此轻松的登顶。他的肉身，他的意志，简直就是个怪物。人群中，烈阳城赵坟的师傅，一名脸颊消瘦的长老，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而另一位气质威严、身穿执法堂服饰的李姓长老，看着方云，眼中却爆发出惊人的金光，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欣赏。就在方云踏上广场的一瞬间，一股无比精纯、无比浩瀚的天地灵气猛然从山门之内倒灌而下，涌入他的四肢百骸。这是登天梯给予魁首的唯一奖励灵气灌顶。方云只觉得浑身一阵舒泰，之前攀登所带来的所有疲惫都在一瞬间被洗涤得干干净净。他那刚刚突破的尚有一丝虚浮的断体境9层修为，在这一刻被彻底夯实稳固，达到了真正的巅峰圆满之境。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对着眼前几位震惊的长老不卑不亢地拱了拱手，弟子方云见过诸位长老。好。那位李姓执法长老一连说了3个好字，他走上前，亲自将一枚刻着甲上2字的玉牌递给了方云。心性、意志、实力皆为上上之选，这第一关老夫给你甲上评价，希望你在接下来的考核中再接再厉。这番毫不掩饰的青睐让周围几位长老都为之侧目，也让远处刚刚被救醒的赵坟的哥哥赵燕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哼，不过是肉身强横的莽夫罢了，有什么了不起？赵燕的声音不大，却充满了嫉妒与不屑。他走到方云面前，冷笑道：小子，别高兴得太早，这第一关考验的不过是蛮力与耐力。他指了指广场中央那块高达10丈、通体漆黑，上面插满了各式古剑的巨大石碑。看到那块万剑碑了吗？第2关考核剑意共鸣，考验的是一名剑修最根本的剑道资质。你这种靠蛮力取胜的乡巴佬，我倒要看看你能在万剑碑上引动几声剑鸣。万剑碑高耸入云，通体漆黑，仿佛一柄从九幽之下刺向天穹的魔剑。碑身上插满了密密麻麻的古剑，每一柄都曾是某位天剑宗前辈的佩剑，蕴含着他们毕生的剑道感悟。第2关考核剑意共鸣，考验的是虚无缥缈却又至关重要的剑道资质。剑道资质乃上天所赐，非后天可以弥补。赵燕站在一旁看着方云，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冷笑。小子，你肉身再强又如何？不过一介莽夫，在真正的仙道天图面前，你连门槛都摸不到。肃静，考核开始。李长老威严的声音响起，一个个新进弟子满怀期待地走上前，将手按在那冰冷的石碑之上。嗡嗡嗡，石碑之上不时有3、5柄古剑发出微弱的嗡鸣，引动者便满脸喜色，获得一个丙或乙级的评价。萧绝上前测试。终于轮到了萧绝，他深吸一口气，脸上恢复了一丝傲气。他对自己剑道资质有着绝对的自信。他将手重重地按在了万剑碑上。嗡嗡嗡嗡，刹那间，万剑碑上竟有超过100柄古剑同时发出了清越的剑鸣，剑鸣声连成一片，如龙吟，如虎啸，响彻云霄。百剑共鸣，是百剑共鸣。天哪，萧绝公子的剑道资质竟然如此之高。负责记录的长老也露出了赞许之色，高声宣布：萧绝剑道资质甲下，不错，是个好苗子。听到这个评价，萧绝的脸上终于重新找回了一丝属于胜利者的荣光。他挑衅地看了一眼方云，眼神中充满了得意。该你了，乡巴佬。赵坟在人群中叫嚣道：我倒要看看你这头蛮牛能引动几声剑鸣，别是连1声都引动不了，那可就贻笑大方了。在所有人那或期待或嘲讽或不屑的目光中，方云缓缓走到了万剑碑前。他看着眼前这块散发着无尽锋利与沧桑气息的石碑，眼神平静。剑道资质，他心中一片空明。我不懂什么资质，但我知道剑是杀人之器，而我是执剑之人。他伸出手，轻轻地按在了那冰冷的石碑之上。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催动体内的灵力，而是将自己那远超常人、经过数次锤炼的强大神魂之力，缓缓地探入了那深不可测的万剑碑之中。1秒、2秒、10秒，石碑毫无反应，静得如同一块死物。哈哈哈！赵坟第一个爆发出刺耳的嘲笑声，我就知道这个废物根本没有剑道资质，1声剑鸣都没有，这是不入品啊！不入品，哈哈，真是笑死我了！亏我之前还把他当成对手，看来他真的只是个运气好的莽夫罢了。仙道之路与他无缘了。就连萧绝也忍不住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李长老更是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就在负责记录的长老准备提笔写下不入品3个字的时候，异变陡升，嗡！那块沉寂了万古岁月的万剑碑突然毫无征兆地剧烈震动了起来，一声前所未有，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浩瀚无边的剑鸣从石碑的最深处轰然爆发。那声音不再是清越，而是霸道，是君临，是帝皇。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枪枪枪枪！万剑碑上那数千柄数万柄古剑，无论品阶高低，无论属性为何，在这一刻竟全部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了起来。他们发出的不再是狰狞，而是一种臣服，一种发自剑魂深处的对无上剑帝的朝拜。这还没完，整个山门广场上所有外门弟子腰间的佩剑，那些负责考核的长老们背后背负的灵剑，甚至就连远处天剑宗深处那无数闭关洞府之中，那些沉睡了千百年的神兵利器，在这一刻都仿佛受到了某种至高无上的召唤，齐刷刷地发出嗡鸣，剑尖遥遥指向同一个方向，那个将手按在万剑碑上神情平静的黑衣青年。万剑来朝，这是传说中的万剑来朝。李长老那张一向威严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极致的难以置信的骇然，他失声惊呼，声音都因激动而变得尖利扭曲。天佑我宗，天佑我宗啊！此等剑道神胎，竟降临我天剑宗！他看着方云，那眼神不再是欣赏，而是狂热，是看着一块绝世璞玉的痴迷。天品！负责记录的长老手中的笔都已下掉，他用颤抖的声音吼出了一个从未在天剑宗考核历史上出现过的评价：方云剑道资质天品。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颗核弹，在广场上所有人的心中轰然炸响。赵粉脸上的嘲笑早已凝固，变成了死人般的惨白。萧绝脸上的得意也瞬间崩塌，只剩下无尽的灰败与绝望。赵燕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李长老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为之疯狂的决定。他一个闪身来到方云面前，不顾自己执法长老的身份，满脸激动地抓住方云的肩膀，大声宣布道：方云，老夫乃天剑宗执法堂长老李剑一，从今日起，你可愿拜我为师，成为我李剑一的亲传弟子？亲传弟子这4个字让赵燕和萧绝的脸色瞬间化为死灰。然而就在此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尖酸刻薄的声音响了起来：李长老，且慢！只见赵坟的师傅，那位与赵家关系密切的前长老跃众而出，冷冷地说道：此事不妥。他看着方云，眼神中充满了忌惮与阴毒。此子来历不明，资质又如此诡异，闻所未闻，谁能保证他不是那些魔道妖人派来我天剑宗的奸细？依我看，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他义正言辞地提议道：不如先将其列为重点观察弟子，剥夺其亲传资格，只让他享受普通核心弟子的待遇，待观察数年，验明正身之后再做定夺，如此方为万全之策。钱长老，你这是何意？李剑一怒目而视，属于执法长老的威严轰然爆发。你是怀疑老夫的眼光，还是在质疑我天剑宗的考核制度？李长老息怒。钱长老皮笑若不笑地拱了拱手：我并非质疑您，只是此事太过蹊跷，为宗门万年大计着想，谨慎一些总是没错的。再者，我这也是为了李长老好，万一真引狼入室，岂非玷污了您一世的清誉？他嘴上说的冠冕堂皇，但那双老鼠般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得意的光芒。李健一气的须发皆张，但前长老所言确实也站着一个理字。毕竟天品资质太过惊世骇俗，谨慎处理也无可厚非非。最终在几位长老的调和下，此事暂时被搁置。方云暂时未能成为亲传弟子，但凭借着甲上和天品这2个前无古人的评价，他还是被分配到了外门弟子中最好的一片居住区域青竹院。青竹院坐落于天剑宗外门灵气最充裕的一处山坡上，此地翠竹环绕，溪水潺潺，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然而当方云拿着李长老亲手书写的令牌前去此地管事处报到时，却遇到了麻烦。管事的是一名看起来有些贼眉鼠眼的青衣弟子，他接过方云的令牌看了一眼，随即换上了一副假笑：哦，是方云师弟啊，久仰久仰。他指了指远处山坡最角落最偏僻的一座小院，敷衍道：怒，那就是你的住处了，快去吧。方云眉头一皱，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院子周围的灵气是整个青竹院最稀薄最差的地方，甚至还不如山下的一些普通院落。据我所知，
凡是考核评价在甲级的弟子，都有资格入住灵气最上层的天字号庭院。方云的声音冷了下来。哎呦，方师弟，真是不巧啊！那管事弟子一拍大腿，满脸为难地说道：这天字号的院子一共就那么几间，就在刚才已经全都分配完了，都有人了。您看您这来晚了一步不是？只能委屈一下，先住着了。他说的滴水不漏，但那眼神深处的幸灾乐祸却怎么也掩盖不住。是吗？方云心中冷笑，他知道这必然是赵家兄弟在背后搞鬼，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打压自己，消磨自己的锐气。既然如此，那我便自己去拿一个好了。方云不再与他废话，转身径直朝着整个青竹院灵气最浓郁、最核心的那座庭院大步走去。唉，方师弟，你要做什么？那里的院子都有人了。管事弟子在后面假惺惺地叫喊着，脸上却露出了看好戏的笑容。方云走到那座最好的庭院前，只见大门紧闭，上面挂着一块崭新的木牌，上书赵府。他二话不说，抬起腿，凝聚了龙象之力，狠狠一脚踹在了那扇由百年铁木打造的朱红大门上。轰！一声巨响，坚固的大门如同一块脆弱的饼干，被硬生生踹得四分五裂，木屑横飞。庭院之内，奢华的石桌旁，赵坟正被一群新进的跟班簇拥着，高谈阔论，意气风发。你们是没看到那方云刚才的脸色，我不过是让管事的稍微通融了一下，就把他打发到那鸟不拉屎的角落去了。赵师兄英明，就该这样挫挫那乡巴佬的锐气。等到了宗门，有赵燕师兄罩着，我们还不是横着走？那方云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就在他们庆祝着胜利的时候，大门轰然破碎，一道冰冷的身影踏着一地狼藉缓缓走了进来。谁他妈！赵坟的怒骂声在看到来人时戛然而止，变成了震惊与愤怒。方云，你敢踹我的门？你找死！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断体境9层的气势轰然爆发。方云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怜悯，像是在看一只不知死活的蝼蚁。我说过，好狗不挡道。话音未落，他动了，身影一闪，快若鬼魅。赵坟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黑影便已到了他的面前。啪！一声无比清脆、无比响亮的耳光声响彻了整个庭院。赵坟整个人如同被一头高速行驶的妖兽撞中，陀螺般在空中转了3圈，喷出一口混杂着几颗碎牙的血沫，狠狠地撞在了远处的墙壁之上。轰隆！半面墙壁竟被他撞得轰然倒塌，他滑落在地，半边脸高高肿起，已是不省人事。整个庭院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那些刚才还在阿谀奉承的跟班弟子，此刻一个个脸色煞白，浑身抖得如同筛糠，用看魔鬼一样的眼神看着方云。方云甩了甩手，仿佛只是拍掉了一点灰尘。他环视四周，冰冷的声音在每一个人的耳边响起：现在这个院子是我的了，你们滚！话音刚落，那群弟子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屁滚尿流地逃出了这个让他们肝胆俱裂的是非之地。方云走进院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这里的灵气比外面浓郁了至少5成。他在石桌上还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尚未打开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刚刚分发下来的新人资源包，内含100块下品灵石以及数瓶淬炼肉身辅助修炼的丹药。哼，倒是省了我一番手脚。他毫不客气地将资源包收下。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一股冰冷刺骨的远超断体境的恐怖杀意便从院外轰然降临。杂种，滚出来受死！赵燕，闻讯赶来了。他站在被踹碎的大门前，一身天剑宗外门弟子的服饰猎猎作响。他那属于真正凝气境修士的威压，如同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整个庭院之上。凝气境与断体境，那是生命层次上的天壤之别。一个是锤炼凡胎，而另一个则已经开始凝聚天地灵气，化为己用。他看着院内的方云，眼神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沸腾的杀机。凝气境的威压如同一片无形的天穹，轰然塌陷。那不再是单纯的气势压迫，而是引动了天地灵气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领域。在这片领域之中，赵燕便是主宰。方云只觉得周身的空气都变得粘稠无比，仿佛陷入了深海的泥潭，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他那足以硬汉9阶妖王的肉身，在这等跨越生命层次的力量面前，竟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杂种，你不是很能打吗？赵燕一步一步的从那破碎的大门外走了进来。他每走一步，地上的碎石便会无风自起，在他周身环绕，最终化为齑粉。他看着院内那道挺拔的身影，脸上挂着猫捉老鼠般的残忍笑容。你打了我的弟弟，抢了我的院子，现在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天，什么是地？他缓缓抬起手，并指如刀，没有华丽的起手式，他只是对着院内那座假山随意的一挥，是一道由精纯灵力凝聚而成的半月形的青色锋刃凭空出现，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一闪而过。轰隆！那座由坚硬山岩堆砌而成的假山竟像一块豆腐般被从中切开，切口光滑如镜，灵力外放。这便是凝气境修士最恐怖也是最标志性的能力。周围那些闻讯赶来看热闹的外门弟子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天哪，这就是凝气境师兄的实力吗？太可怕了！断体境的肉身再强，如何能抵挡这等削铁如泥的灵力攻击？那方云死定了，他今日必死无疑。赵燕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他看着脸色凝重的方云，嘴角的笑意更浓了。看到了吗？杂种，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他如同宣判死刑的判官，再次抬起了手。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跪下磕头，然后自废修为，滚出天剑宗，我可以饶你不死。做梦！方云的回应只有冰冷的2个字。他知道今日必是一场死战，硬拼必死无疑。他唯一的机会就是借助庭院内复杂的建筑寻找那一线生机。很好，有骨气。赵燕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森然的杀机。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把你们这些有骨气的贱骨头一根一根的亲手敲碎。他再次并指如刀，一道比之前更加凝实更加凌厉的青色锋刃带着撕裂一切的气势朝着方云的脖颈爆射而去。方云瞳孔骤缩，魅影步催动到极致，身形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显直又显得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轰。锋刃斩在他身后的墙壁之上，留下了一道深达半尺的恐怖斩痕。躲！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到几时。赵燕冷笑一声，双手齐出，赤！一时间，数十道青色锋刃如同一张死亡的大网，将方云所有的闪避空间彻底封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在赵燕以为吃定了方云，准备欣赏他被凌迟处死的美妙画面时，一声充满威严的冷喝如9天惊雷轰然炸响。住手！宗门之内残害同门，赵燕，你是想去我执法堂的炼心崖上领死吗？一道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庭院之中，来人正是执法长老李建一。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便有一股无形的剑意领域扩散开来，轻而易举地便将赵燕那数十道锋刃消弭于无形。李长老！赵燕看到来人，脸色瞬间一变，连忙收手，恭敬地行了一礼，弟子不敢。只是此人猖狂，殴打我弟，强占庭院，弟子一时气愤，才……够了！李建一冷冷地打断了他，是非曲直，我自有公断。你身为宗门老弟子，以凝气境修为，对一名新进的断体境弟子下此杀手，还有何颜面在此狡辩？赵燕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心中又惊又怒，却不敢违抗。他死死地盯着方云，眼中充满了不甘与怨毒。他知道有李长老在此，他今天是不可能再动方云了。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狞笑。他指着方云，对着李建一一字一顿地说道：李长老，弟子自知有错，甘愿受罚，但是此人与我已是不共戴天。我赵燕在此向方云申请上生死台。生死台这3个字一出，周围所有看热闹的弟子全都哗然一片。那可是天剑宗内专门用来解决不死不休仇怨的地方，一旦踏上便再无规则，唯有一方彻底死亡。我愿以我外门弟子的身份为赌注。赵燕的声音充满了疯狂与快意。3个月后，我与他不死不休。他看着方云，狰狞地笑道：按照宗门规矩，此等挑战，被挑战者若不应战，就要被废除修为，贬为杂役。方云，你敢应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方云的身上，所有人都认为方云死定了。3个月从断体境9层修炼到足以抗衡凝气境1层，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必死的阳谋。然而方云看着赵燕那张扭曲的脸，却笑了。好啊，他的声音平静的可怕，我应了。3个月后，生死台上，我取你狗命。风波平息后，李长老私下找到了方云。他看着眼前这个虽然狼狈却依旧脊梁笔直的青年，眼神中充满了复杂与欣赏。你太冲动了。他叹了口气，弟子别无选择。方云答道。李建一沉默片刻，从怀中取出了一本泛黄的古籍和一枚散发着奇异丹香的丹药，递给了他。这是一本凝气心法基础，虽然粗浅，但也能助你了解凝气境的奥秘。这一枚是破壁丹，在你冲击凝气境时，可助你一臂之力。
他拍了拍方云的肩膀，语气凝重：“3个月的时间，虽然希望渺茫，但不要放弃。记住，武道一途本就是逆水行舟，与天争命。”方云接过心法和丹药，对着李长老深深地鞠了一躬：“多谢长老。”当夜，穆冰兰和萧绝也分别凭借着自己的考核成绩，进入了丹堂和剑堂，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宗门之路。而方云则独自一人坐在那间用暴力抢来的庭院之中，看着窗外的漫天星辰，眼神却比星辰更加明亮。他的面前摆放着那本凝气心法基础，他的手中紧紧地握着那枚破壁丹，他的头顶悬挂着一个名为3个月的催命符。所有人都认为他死定了，但他自己知道，这才只是开始。谁敢挡他的道，那他就杀谁。距离与赵燕的生死之战仅剩3月，方云盘膝坐在简陋的弟子房内，眉头紧锁，他的心神沉入体内，感受着那停滞在断体境9层巅峰，却迟迟无法迈出最后一步的瓶颈。不行！方云缓缓睁开双眼，一道金光在眸中一闪而逝。单靠一枚破壁丹，即便侥幸突破，根基也必定不稳，灵力虚浮。面对早已踏入凝气境的赵燕，胜算依旧渺茫。他的脑海中那浩如烟海的阴阳混元诀缓缓流转，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纯阳神体想要真正爆发出威力，需要的不仅仅是境界的提升，更是海量的天材地宝来淬炼灵力，强化肉身。唯有如此，他才能在凝气境的门槛前铸就足以越级挑战的无上根基。修炼资源只能去人物殿了。打定主意，方云起身推门而出，径直走向外门弟子获取贡献点的地方任务殿。任务殿内人声鼎沸，来往的弟子川流不息。方云刚一踏入，数道不善的目光便立刻锁定了他。快看，那不是方云吗？他竟然还敢出来！一个尖嘴猴腮的弟子压低声音，但音量却恰好能让周围的人都听到。他身旁的同伴立刻拉了拉他的衣袖，使了个眼色，阴阳怪气地说道：“嘘，小声点，没听到赵燕师兄的亲信放话了吗？谁敢跟这小子组队做任务，谁敢给他提供半点帮助，就是跟烈阳会作对。”另一人嗤笑道：“一个刚入门没多久的新人就敢得罪赵燕师兄，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现在好了，成了孤家寡人，我看他怎么在宗门里混下去。”这些话语如同一根根无形的尖针，肆无忌惮地刺向方云，试图将他孤立，让他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然而方云的脸上却古井无波，他连一个眼神都懒得投过去，径直穿过人群，走到了悬挂任务玉牌的巨大光幕前。他需要的是能换取大量贡献点的任务，那些寻常的丙级、丁级任务他根本看不上眼。目光扫过，最终方云的视线定格在光幕最顶端一个被淡金色光芒笼罩的玉牌上。甲级任务，修复后山药园防护阵法。任务描述：药园防护阵法核心能源紊乱，导致阵法威力大减，灵气流失严重，需精通阵法者前往修复。任务奖励：贡献点5000，上品灵石100，5000贡献点。这奖励足以让任何外门弟子疯狂，但几个月来，这块玉牌始终高悬于此，无人敢接。就在方云凝视着这块玉牌时，一道冰冷而充满不屑的轻哼声在他身旁响起：“哼，一个断体境也敢觊觎甲级任务，真是不知死活。”方云偏过头，只见一名女子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边。女子身着一身淡紫色的紧身劲装，将她那高挑凹凸有致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被劲装包裹着的惊人的修长美腿，笔直而充满力量感。她的容颜堪称绝色，只是那张俏丽的脸蛋上此刻却布满了冰霜，眼神中充满了精英弟子对底层新人根深蒂固的鄙夷。林飞宇，凝气境3层，外门弟子中赫赫有名的阵法天才，他同样是为了这个甲级任务而来，却没想到会看到一个断体境的蝼蚁也在此驻足。负责发布任务的执事也注意到了方云，他好心劝道：“这位师弟，这个任务非同小可，已经有数位凝气境的师兄尝试过，都以失败告终。你的修为……”他话未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方云却仿佛没有听见他们的对话，只是淡淡的开口：“只是这个任务我接了。”此言一出，整个人物殿瞬间安静了刹那，随即爆发出压抑不住的嗤笑声。我没听错吧？一个断体境要接甲级阵法任务？哈哈，他是想贡献点想疯了吧？任务失败可是要倒扣双倍贡献点的。赵燕的几名党羽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废物怕不是被赵师兄吓傻了，想找个地方寻死吧？林飞宇更是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抱着双臂，胸前那惊人的曲线愈发挺拔，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方云，冷笑道：“就凭你，你知道什么是阵眼，什么是灵力回路吗？别说修复，
你怕是连阵法的门都找不到吧？面对所有人的嘲讽和质疑，方云依旧平静，他甚至懒得去争辩半句。他只是从怀中缓缓取出了一块令牌，放到了执事的面前。令牌古朴，刻着一个李字，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威严里。李长老的令牌。执事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脸上的轻慢瞬间化为惊恐和恭敬。周围的嘲笑声也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那块令牌，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外门执法长老的令牌。见此，令如见长老亲临。林飞宇那冰冷的脸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动容，但随即又恢复了高傲。哼，就算有李长老撑腰又如何？阵法之道，差一丝就谬以千里，不是靠关系就能解决的。关系？方云终于开口了，他瞥了林飞宇一眼，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随即转向执事，指着那任务光幕，声音清晰地响彻整个大殿。这个任务之所以无人能完成，并非阵法本身有多高深，而是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他顿了顿，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任务描述中说，阵法核心是地煞石，以其浑厚的土属性灵力支撑阵法运转。但这后山药园种植的皆是紫金兰、青木藤这类木水属性的灵药，五行之中土木相克，用地煞石做核心，阵法的能量无时无刻不在与满园的灵药气息产生冲突，相互消耗。这根本不是阵法损坏，而是被活活耗干了。你们不想着釜底抽薪更换核心，反而一味的想要加固阵法，缝缝补补，能成功才是怪事。方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如同惊雷，在人物殿内所有人的耳边炸响。那些原本还在嘲笑他的弟子，此刻一个个张大了嘴巴，满脸的呆滞。负责任务的执事更是如遭雷击，额头上瞬间冒出冷汗，嘴里喃喃自语：土木相克，对啊，我们怎么没想到，原来根子是在这里。而一直高傲冷艳的林飞宇，那双修长笔直的美腿微微一颤，他看向方云的眼神从鄙夷、不屑彻底化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与骇然。他钻研阵法多年，对这个任务也思考了许久，却从未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而被他视为蝼蚁的断体境新人，却一语道破了天机。方云不再理会众人，从震惊的执事手中拿过任务玉牌，淡淡道：现在我可以接这个任务，并查阅宗门的基础阵法图录了吗？可以，当然可以。执事如梦初醒，连忙点头哈腰，恭敬地为方云办理了手续。方云成功接下任务，在所有人敬畏、惊疑、震撼的目光中转身离去，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人物殿内在他走后彻底炸开了锅。我的天，这个方云，他到底是什么怪物？一语道破甲级任务的症结所在，他对阵法的理解恐怕比林飞宇师姐还要深刻。难怪他敢得罪赵燕，原来是有恃无恐啊。人群角落里，一个贼眉鼠眼的胖子药园管事陈胖子，恰好是赵燕的远房表亲。他看着方云离去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阴毒的光芒，嘴角浮现出一抹狞笑。他悄悄捏碎了一枚传讯玉符，心中冷哼：小子，就算你懂阵法又如何？药园可是我的地盘，想修复阵法，呵呵，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几个大惊喜，到时候任务超时，我看你怎么跟执法堂交代。后山药园坐落于一处灵气相对稀薄的山谷，方云抵达之时，看到的便是一片愁云惨淡的景象。一层稀薄的光幕如同风中残烛般摇曳不定，笼罩着整个药园，光芒时明时暗，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园内的灵药大多都显得无精打采，叶片枯黄，灵气逸散的极为严重。方师弟，你可算来了。一个满脸堆笑的胖子从药园的小木屋里一路小跑出来，他正是药园管事陈胖子。他热情地抓住方云的手，一脸焦急地说道：哎呀，你快看看，这该死的阵法一天不如一天，我这心里急得像是火烧一样。这满园的灵药可都是宗门的宝贝，要是毁在我手里，我可担待不起啊。方云不动声色地抽回手，目光在陈胖子那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里扫过，心中一声冷笑：是吗？我怎么觉得这阵法不像是自然损坏，倒像是被人动了手脚。陈胖子的笑容僵硬了一瞬，随即用更大的声音掩饰道：师弟说的哪里话？谁敢在宗门药园里捣乱，这可是杀头的大罪，肯定是年久失修，年久失修啊。方云没有再理会他，径直迈步走入药园。他的心神沉入脑海，神尊传承中那浩瀚的阵法知识如同星河流转，只一眼，这破败阵法的构造图便在他心中清晰呈现。哼，果然如此。方云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东南角的离火节点灵力被强行逆转，导致火气外泄，灼烧灵植根茎。西北方的艮土节点更是被人用蛮力轰碎了3道铭文，使得整个阵法的防御力形同虚设。最阴毒的是中央的坤位枢纽，
被人埋入了一块西陵死石，悄无声息地吞噬着阵法的能量。这手法环环相扣，分明是要让整个大阵从内部彻底腐烂。他没有急着动手，反而像个局外人一样，负手在药园中踱步，看似在闲逛，实则每一步都踏在阵法的灵气流向节点上，亲身感受着这残破大阵最后的喘息。陈胖子跟在后面，看到方云这副游手好闲的模样，眼中的不屑和幸灾乐祸几乎要溢出来。完了完了，这小子果然是个草包，在人物店说的头头是道，到了地方就抓瞎了。他心中狂笑，赵燕师兄的计策果然高明，就让他在这里耗着，等任务时限一到，执法堂的长老自然会来收拾他。就在此时，一道冰冷的气息从药园入口传来，林飞宇的身影出现，他依旧是那深淡紫色的紧身劲装，那双笔直修长的美腿脉动间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飒然之气。他径直走到一片被重点保护的药圃前，看着里面一株通体晶莹却已经开始微微枯萎的冰心草，秀眉紧蹙。此草必须在精纯的阵法灵气滋养下才能生长，是他突破凝气境4层所必须的灵药之一。他抬起头，看到还在闲逛的方云，本就冰冷的俏脸上不悦之色更浓。喂，你到底懂不懂阵法？林飞宇的声音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催促和质疑。你接了任务，却在这里游山玩水，是想把整个药园的灵药都耗死吗？方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淡然道：心急，可修复不了阵法。你……林飞宇气结，胸前那饱满的曲线因急促的呼吸而起伏着。我的冰心草已经快要撑不住了，若是耽误了我的修炼，你担当得起吗？陈胖子见状，立刻凑上前来，煽风点火道：哎呀，林师姐您消消气，方师弟可能是在思考万全之策吧。毕竟这阵法连好几位凝气境的阵法师兄都束手无策呢。他这话明着是为方云开脱，实则是在暗示林飞宇方云根本就不行。林飞宇的眼神愈发冰冷，看向方云的目光也重新变回了在任务殿时的鄙夷。看来是我高看你了，以为你一语道破症结，有几分真本事，没想到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家伙。面对二人的夹击，方云忽然笑了，他转向林飞宇说道：师姐既然如此心急，那便看好了。话音未落，他手腕一翻，5块最普通不过的下品灵石出现在掌心。林飞宇和陈胖子都愣住了。下品灵石？他想做什么？用这点微末的灵力去修补甲级大阵？痴人说梦。林飞宇心中不屑地想到。然而下一刻，方云的动作却让他们二人毕生难忘。只见方云屈指一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也没有绚烂夺目的光华。第一块灵石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悄无声息地射出，没入东南方一处看似寻常的土地之中。嗡！一声轻微的颤鸣，那片区域紊乱的火形灵气竟奇迹般的平息了下来。紧接着，第2块、第3块、第4块方云的身影在药园中飘忽闪烁，每一次弹指都有一块灵石精准地打入一个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暗合阵法治理的方位。他的手法快如鬼魅，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韵律感，仿佛不是在修复阵法，而是在进行一场优雅的艺术创作。当第5块灵石落下，嵌入药园中央的瞬间，轰！整个濒临破碎的防护大阵猛然一震。5块下品灵石如同5颗被激活的星辰，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光线将它们串联起来，瞬间撬动了整个大阵残余的所有力量，硬生生在大阵内部构建出了一个灵石的完美的灵气循环光幕。虽然依旧稀薄，却稳定了下来，不再摇曳。一股精纯的灵气开始在园内缓缓流淌，滋养着那些濒死的灵药。而林飞宇最关心的那株冰心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变得晶莹剔透，一片片叶子上凝结出冰晶般的露珠，恢复了勃勃生机。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林飞宇那张万年冰封的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呆滞的表情，他那双动人的美眸瞪得浑圆，红唇微张，足以塞下一颗鸡蛋。这怎么可能？他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他根本没有去修复那些被破坏的节点，他只是用了5块下品灵石，就4两拨千斤盘活了整个残阵。这种手段，这种对阵法能量流转的理解，简直是神乎其技，不是神鬼莫测。另一边的陈胖子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脸上的假笑彻底凝固，然后寸寸皲裂，化为无边的恐惧。他踉跄着后退2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方云，哆哆嗦嗦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鬼啊！他怎么做到的？方云缓缓收回手，目光淡漠地扫过陈胖子那张写满了惊恐的胖脸，心中已经了然。他转头看向依旧处在石化状态的林飞宇，淡淡开口：现在师姐的冰心草应该无碍了。林飞宇娇躯一颤，如梦初醒，他看着方云，眼神中充满了复杂、震撼，
以及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敬畏。就在此时，方云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这份短暂的平静。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想要彻底修复大阵，还差最关键的一样东西。他走到大阵核心，指着一块已经布满裂纹、灵性尽失的灰色石头说道：“此阵的核心阵灵石已经彻底碎裂，必须更换。”听到这话，瘫坐在地的陈胖子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爬了起来，脸上重新浮现出狰狞的狞笑。更换？说得轻巧。他指着方云，声嘶力竭地吼道：“小子，新的镇灵石需要去宗门宝库兑换，价格是1000贡献点，整整1000点。你有吗？没有贡献点，你就拿什么来换？拿你的命吗？小子，没贡献点，你就等着任务失败，被执法堂费吊修为吧。”面对陈胖子那癫狂的叫嚣，方云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1000贡献点，他转身便走，连一个字都懒得留下。林飞宇看着方云离去的背影，眼神中的震撼与惊疑久久未散。他下意识地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化为一声复杂的轻叹，目光重新落回那株生机盎然的冰心草上，必须在短时间内赚取1000贡献点。方云走在宗门的青石路上，心念电转，猎杀妖兽太慢，做其他任务周期太长，最快的方式只有一个。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神尊传承中那浩如烟海的丹道篇章，炼丹。只要有丹炉和药材，贡献点对他而言不过是探囊取物。打定主意，他脚步一转，径直朝着外门丹堂的方向走去。丹堂是宗门外门最炙手可热的地方之一，终日丹香弥漫，地火不息。方云刚一踏入，便有数名弟子认出了他。这不是那个方云吗？修复药源阵法的任务还没失败，竟然有空跑到我们丹堂来。嘿，谁知道呢？说不定是阵法修不下去，想来我们这碰碰运气。负责看守和租赁丹房的是一个三角眼的弟子，他一看到方云，眼中立刻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冷。此人正是赵燕燕盟中的一员。他懒洋洋地抬起眼皮，用下巴指了指方云，阴阳怪气地问道：“哟，这不是方师弟吗？怎么，阵法修累了，想来我这丹堂闻闻丹香，提提神？”方云面无表情，开门见山：“租用一间丹房。”租丹房？三角眼弟子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夸张地掏了掏耳朵：“方师弟，你没搞错吧？炼丹可是个精细活，需要海量的练习和资源投入，可不像某些人靠着点小聪明就能哗众取宠的。”他这话显然是在讥讽方云在人物店的表现。方云眼神一冷：“废话少说，开一间丹房需要多少贡献点？”“哈，好，有魄力。”三角眼弟子皮笑肉不笑地站起身，从一排玉牌中故意挑出了一块最边缘布满灰尘的递给方云：“诺，地字号9号房，一个时辰10个贡献点。看在你是新人的份上，友情提醒一句，我们丹堂的规矩，若是炸了炉，可是要照价赔偿的。那价格，怕是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啊！”周围的几名丹堂弟子顿时发出一阵哄笑。地字9号房，那不是地火火脉最不稳，丹炉都快报废的那个吗？王师兄这手可真够黑的，这是存心想让他炸炉啊！有好戏看了，我赌他一炷香之内必定灰头土脸的滚出来。方云接过玉牌，神识轻轻一扫，便已洞悉了对方的伎俩，但他脸上依旧毫无波澜，接过玉牌，转身便向丹房区走去。那副平静的姿态，反而让三角眼的王师兄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对着方云的背影啐了一口，冷笑道：“装模作样，等会有你哭的时候。”推开地字9号房的石门，一股混杂着药渣和焦糊的气味扑面而来。房间中央，一尊半人高的青铜丹炉孤零零地立着，炉身上布满了陈旧的裂纹，下方的地火引流口，火焰忽明忽暗，气息紊乱不堪，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又或是猛然爆开。真是好算计。方云心中冷哼，换做任何一个外门弟子，用这样的丹炉，别说炼丹，不被炸伤就算万幸了。但他是方云，他盘膝坐于丹炉前，并未急着点火，而是闭上了双眼。一缕无形的远超断体劲武者的磅礴神识，如水银泻地般顺着地火引流口悄然探入了地底狂暴的火脉之中。阴阳混元诀，控火篇，万火归流。下一刻，那条原本狂躁不安如同野马般的地火火脉，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咽喉。狂暴的火舌瞬间变得温顺，混乱的火形灵气被强行梳理，按照一种玄奥的规律开始运转，最终化作一缕粗细均匀、温度恒定的精纯火焰，稳定地从引流口中喷薄而出，舔舐着丹炉底部。只此一手，便足以让丹堂所有长老为之震惊。方云睁开眼，手腕一翻，将从药园中顺手采摘的几株年份不足、药性低微的淬体草、凝血花等低级灵药随手丢入了丹炉之中。
他没有使用任何繁琐的提纯手法，只是将神识笼罩丹炉，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精妙控制力驾驭着炉内火焰的每一丝变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丹房外，那三角眼的王师兄和几个等着看笑话的弟子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怎么还没动静？那小子不会是在里面吓傻了吧？我看是连火都升不起来，哈哈哈！王师兄正要开口再讥讽几句，忽然他的鼻子动了动，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什么味道？好香！一股奇异的药香，不知何时从弟子9号房的门缝中丝丝缕缕地飘散了出来。这股香气不同于寻常丹药的燥烈，反而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冽，闻之便让人精神一振，体内灵力都仿佛活跃了几分。这是什么丹香？怎么会如此精纯？一名弟子震惊地说道：“不可能，就凭他用那口破炉子和垃圾药材，怎么可能炼出丹药？”王师兄脸色大变，不敢置信地吼道。药香越来越浓，逐渐飘散出丹房区，弥漫向整个丹堂大殿。此时，丹堂2楼的一间静室内，穆冰兰正恭敬地站在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身旁，听其讲解丹道。他依旧是一身清冷气质，容貌绝美，一双素手洁白如玉，正捧着一本丹经。故而凝气丹的难点在于融合紫阳花的阳火与月见草的阴寒，稍有不慎便会。老者的话语忽然顿住，他猛地抬起头，用力吸了吸鼻子，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这是什么丹香？纯而不烈，润而不燥，竟隐隐有丹韵自成的意境。穆冰兰也被这股奇特的药香所吸引，她秀眉微蹙，以她的丹道造诣，竟一时间也分辨不出这是何种丹药的香气。走下去看看。老者再也坐不住，拉着穆冰兰便快步向楼下走去。而此时，弟子9号房的石门在一众弟子惊骇欲绝的目光中缓缓打开，方云神色平静地从中走出。王师兄一个箭步冲上前，厉声喝道：“你搞什么鬼？这香味是怎么回事？”方云懒得理他，径直走向丹炉，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伸手在丹炉上一拍，嗡，炉盖应声飞起，没有想象中的黑烟滚滚，也没有焦糊的沸丹。只见炉底12枚通体碧绿、圆润饱满的如同珍珠般的丹药，正静静地躺在那里，散发着莹莹宝光。每一颗丹药的表面都有一圈淡淡的丹纹环绕，药香内敛，灵气逼人。12枚，满丹，竟然是满丹！一名弟子失声尖叫，声音都变了调。天啊！你们看那丹药的色泽和丹纹，这全都是上品，每一颗都是上品淬体丹。另一名弟子像是看到了鬼一样，指着丹炉，浑身颤抖。王师兄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如纸，毫无血色。他双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在地，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破炉子、垃圾药材、满丹，全上品，假的，一定是假的！”就在此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都让开！”须发皆白的老者带着穆冰兰穿过人群，一眼便看到了丹炉内的景象。饶是以他丹堂长老的身份，此刻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眼中充满了震撼与狂喜。好一个化腐朽为神奇，好一个满炉丹华！老者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枚淬体丹，放在鼻尖轻嗅，又仔细观察丹纹，最终赞不绝口：完美，简直是完美！将低级药材的药力压榨到了极致，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小友，你这手炼丹术是从何处学来的？穆冰兰站在一旁，那张清冷的绝美脸蛋上也写满了难以置信。他看着方云，又看了看那炉丹药，内心的骄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他想起了在流云城时，方云随口指点他的一幕，当时他还半信半疑，此刻他才终于明白，对方在丹道上的造诣恐怕远在他之上。方云将丹药尽数收起，对着老者微微拱手：“晚辈方云，见过长老。只是一些家传的粗浅法门，不值一提。”不值一提。老者闻言，吹胡子瞪眼道：“你这要是粗浅法门，那我们丹堂这群小子练出来的，岂不都是毒药？”他看向方云的眼神愈发欣赏。“好小子，你叫方云是吧？老夫孙百草，是丹堂的执事长老，你可愿？”孙百草正欲开口招揽，一个不合时宜的冰冷声音却插了进来：“孙长老，此人来历不明，又是赵燕师兄点名要关照的人，您这么做，怕是不合规矩吧？”几名身穿统一服饰、气息倨傲的弟子走了过来，为首一人正是燕盟的核心成员。他们看向方云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敌视与戒备。一个在阵法上能压过林飞宇，在丹道上能引得孙长老青睐的新人，对他们燕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方云感受到了那股敌意，却毫不在意。他直接走到丹堂的兑换处，将手中的12枚上品淬体丹放在了柜台上。兑换贡献点。负责兑换的弟子
早已被刚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他颤抖着手鉴定完丹药，结结巴巴地说道：“12枚上品淬体丹，按照宗门最高收购价一枚250点，总计3000贡献点。3000。”这个数字一出，全场死寂。那瘫坐在地的王师兄听到这个数字，眼前一黑，竟直接吓晕了过去。怀揣着3000贡献点，方云的底气前所未有的充足。他没有丝毫耽搁，径直前往宗门内存放各类天材地宝、功法秘籍的重地功勋殿。与人声鼎沸的人物殿不同，功勋殿内显得肃穆而庄严。一排排由不知名晶石打造的光幕悬浮在空中，上面流转着各种宝物的影像与兑换价格，从灵丹妙药到神兵利器，琳琅满目，令人心生摇曳。方云无视了那些炫目的宝光，径直走到了负责兑换矿石材料的执事台前。台后，一名山阳湖执事正闭目养神，他察觉到有人前来，连眼皮都未抬，只是懒洋洋地问道：“姓名、身份令牌，需要兑换何物？”方云，新晋弟子。方云将自己的身份令牌和记录着贡献点的玉牌一同递上，兑换镇灵石1块。听到方云2字，那山阳湖执事猛地睁开了双眼，眼中闪过一丝精明而玩味的光芒。他慢条斯理地拿起方云的令牌，又看了看那玉牌上3000的数字，嘴角不自觉地向上翘起。哦，原来是方师弟，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他嘴上说着客气话，但那语气中的轻慢与戏谑却毫不掩饰。他装模作样的在一本厚厚的玉册上翻找了片刻，随即啪的一声合上，摊了摊手，脸上露出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哎呀，真是不巧啊，方师弟！山阳湖执事拖长了语调，幸灾乐祸地说道：“就在半个时辰前，赵燕师兄刚刚来过，说是为了冲击更高境界，将功勋殿内所有的镇灵石全都预定了。你知道的，赵燕师兄可是咱们外门的风云人物，他老人家的事，谁敢耽搁？所以吗？呵呵，你来晚了一步。”此言一出，周围几个正在挑选宝物的弟子立刻向方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但更多的是看好戏的幸灾乐祸。赵燕师兄的手笔也太大了，这是要把方云往死路上逼啊！嘿嘿，封锁，这就是赤裸裸的封锁。没有镇灵石，药源阵法修不好，任务失败，方云就死定了。这一下看他怎么办？难道还能凭空变出1块镇灵石不成？面对这阳谋，方云的脸上却连一丝一毫的波澜都没有。他甚至没有去质问对方是真是假，只是平静地收回了自己的玉牌。是吗？预定了。方云点了点头，仿佛接受了这个事实，随即转身作势欲走。既然功勋殿无法提供任务所需的关键材料，那我只好去一趟执法堂，向李长老亲自禀报了。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就说由李长老亲自批示的甲级任务，因功勋殿与内门弟子赵燕的恶意阻挠，导致任务失败，弟子方云无能为力，甘愿受罚。恶意阻挠4个字，方云咬得极重，如同4柄无形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山阳湖执事的心坎上。山阳湖执事那张悠哉的脸瞬间血色尽失，变得惨白一片。李长老，那个煞神，那个整个外门谁都不敢得罪的执法堂长老，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让这位爷知道自己因为想讨好赵燕而故意刁难他批示的任务。等等，方师弟，你别冲动，凡事好商量，好商量吗？山阳湖执是一个箭步从台后冲了出来，脸上堆满了比哭还难看的谄媚笑容，死死拉住方云的衣袖。他一边擦着额头的冷汗，一边陪着笑道：“误会，都是误会。师兄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你让我想想，哎，我想起来了。”他猛地一拍大腿，仿佛真的刚刚想起，库房的角落里好像还有1块备用的，是上次清点时遗漏的。对，一定是遗漏的。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找，马上就去。说着，他便火烧眉毛似的冲进了功勋殿的内库之中。周围的弟子们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下巴都快掉在了地上。这反转也太快了吧！前一秒还趾高气扬，下一秒就卑微如狗。这个方云简直是个魔鬼，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就掀桌子，搬出最大的靠山来压人。片刻之后，山阳湖执是捧着1块通体黝黑，表面仿佛有星河流转的石头跑了出来，满脸堆笑的递给方云：“方师弟，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这可是块上品镇灵石，灵性十足啊！”方云接过镇灵石，淡淡道：“扣除1000贡献点。”是。另外，方云话锋一转，目光扫向光幕，剩下的2000贡献点全部给我兑换成百炼玄铁、赤金铜母和星辰陨铁砂，这些无一不是修炼龙象镇玉体所需的珍稀矿材。山阳湖执事哪敢有半个不字，手脚麻利地为方云办好了一切，
点头哈腰的将方云送出了公用殿大门，直到方云的背影消失，他才浑身一软，瘫倒在地。与此同时，外门一处灵气最为浓郁的庭院内，砰！一只名贵的白玉茶杯被狠狠地摔在地上，4分5裂。废物，一群废物！赵燕的脸上布满了狰狞的怒火，他胸膛剧烈起伏，凝气境的强大气息不受控制地溢散而出，让周围势力的几个雁盟成员噤若寒蝉。一个功勋殿的执事，竟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那杂种把镇灵石拿走了。他一脚将身前的桌子踹得粉碎，怒吼道：“我的封锁计划，就这么被他一句话给破了。”一名心腹弟子小心翼翼地上前，低声道：“燕哥，那小子太狡猾了，他直接搬出了李长老。”李长老，李长老，又是这个老东西。赵燕的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他来回踱步，身上的杀意几乎凝为实质。良久，他忽然停下脚步，脸上浮现出一抹阴冷的狞笑。“好，很好。”他缓缓说道，声音冰冷的像是从九幽地狱传来。“他不是喜欢按规矩办事吗？他不是喜欢用长老来压我吗？”赵燕的目光转向那名心腹弟子，森然道：“去一趟斗兽场，告诉武管事，就说我说的。按照宗门规矩，所有新进核心弟子都必须进行一场强制性的实战试炼，以检验成色。给他安排一场开胃菜，就在我们生死战的3天前。对手嘛，就选那头刚抓回来不久的3眼魔猿。”心腹弟子闻言，浑身一颤，眼中流露出极度的恐惧之色。3眼魔猿，燕哥，那可是堪比凝气境2层的凶兽啊！让一个断体进去斗他，那不是，我就是要他去斗。赵燕残忍地打断道：“我不要他死，我要他被那头畜生撕掉半条命，我要他精疲力尽，身受重创的爬上和我的生死台，我要让他在无尽的绝望和痛苦中，被我一寸一寸地捏碎全身的骨头。”当方云手持那块流转着星辉的镇灵石，再度踏入后山药园时，迎接他的却是一片诡异的寂静。原本应该在此看守的陈胖子早已不见了踪影，连同他那间小木屋也是人去楼空。跑了。方云眉头微皱，心中非但没有轻松，反而升起了一丝不安的预感。以赵燕的性格，绝不会如此轻易的善罢甘休。这陈胖子跑得如此干脆，恐怕是留了什么后手在等我。你还真的把镇灵石拿来了？一道清冷中带着几分讶异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林飞宇不知何时已站在不远处，他那双修长的美腿被淡紫色劲装包裹，显得愈发笔直有力。他的目光落在方云手中的镇灵石上，那张冰山般的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好奇。功勋殿那帮人竟然没刁难你，他显然也知道其中的关节。方云淡淡一笑，不置可否。或许是他们忽然想通了，觉得为宗门办事比讨好某些人更重要吧。林飞宇好看的眉毛轻轻一挑，显然不信这套说辞，但他也没有追问。他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大阵。既然东西到手了，那就开始吧。我倒要看看你是真有通天彻地之能，还是只会纸上谈兵。说罢，他便抱起双臂静立一旁，那双明亮的眼眸一眨不眨地锁定着方云的一举一动。那挺拔的身姿和胸前饱满的曲线构成了一道冷艳而动人的风景。方云不再多言，走到大阵核心前，深吸一口气。这一次他没有丝毫保留，他将从功勋殿队换来的百炼玄铁等矿材尽数取出，以神尊传承中的控火秘术，竟凭空引动地火，将这些坚硬的矿材熔炼成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枝叶。这是以气引火，虚空炼金。林飞宇的瞳孔骤然收缩，内心的震撼如同山崩海啸。这种对火焰和材料的控制力，别说是外门，就算是内门的那些炼器大师，也未必能做到如此轻松写意。只见方云十指翻飞，如穿花蝴蝶，一道道玄奥的灵纹在他指尖生成，融入那金属枝叶之中。他没有去修补那些残破的能量回路，而是以一种更加霸道、更加完美的方式，用这些蕴含了他阵法理解的金属枝叶，重新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更加稳固的能量回路。他不是在修复，他是在创造，他在赋予这座老旧的阵法新的生命。林飞宇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感觉自己以往对阵法的认知正在被眼前这个男人一点一点的彻底颠覆。终于，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方云手托着那块上品镇灵石，神情肃穆，准备将其嵌入阵法的核心凹槽之中。这是最后一步。然而，就在镇灵石即将落下的瞬间，异变陡生，嗡！整个大阵的核心仿佛被一柄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嗡鸣。原本已经被梳理平顺的能量瞬间暴走，一股比之前狂暴10倍不止的能量洪流，如同挣脱了枷锁的远古凶兽，从阵法核心处疯狂地倒卷而出。不好，是能量反噬陷阱！林飞宇失声惊呼，
他那冰冷的俏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惊骇与焦急之色。那个该死的陈胖子，他在核心底下埋了逆流符，一旦有新的能量核心嵌入，就会引爆整个阵法的残余力量。这股力量足以将一个断体劲武者瞬间撕成碎片。电光火石之间，方云眼神一凝，体内的龙象镇御体催动到极致，金色的气血之力瞬间包裹全身，准备硬抗这致命的冲击。但就在这时，一道淡紫色的身影如同一道闪电，悍然挡在了他的身前。发什么呆？还不快点完成它！林飞羽厉喝一声，他那凝气近3层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淡紫色的灵力如同一道道坚韧的绸缎，又好似一张弥天大网，强行笼罩住那暴走的能量洪流，试图将其重新压回阵法核心。噗！狂暴的能量冲击何其恐怖！林飞羽虽是凝气境，但如此硬汉也瞬间遭到了强烈的反噬。他娇躯巨震，一张俏脸瞬间变得煞白，一缕嫣红的鲜血顺着他那性感的嘴角缓缓溢出，为他平添了几分凄美。他死死地咬着银牙，浑身颤抖，那双修长的美腿此刻也因为巨大的压力而微微弯曲，但他依旧没有后退半步。方云心中一震，他没想到这个一直对自己冷嘲热讽的师姐竟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没有时间去感激，因为他知道林飞羽撑不了多久。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方云眼中金光爆射，将手中的镇灵石用尽全力，狠狠地按入了阵法核心的凹槽之中。轰！仿佛是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当镇灵石归位的刹那，整个药园大震，活了！一道璀璨夺目的七彩光柱冲天而起，直入云霄。原本暴走的能量如同百川归海，瞬间被镇灵石吸纳转化，然后化为一股股精纯温和的灵气，流淌向大阵的每一个角落。笼罩药园的光幕变得凝实厚重，上面流光溢彩，锐气千条。园内的所有灵药都在这股精纯灵气的滋养下疯狂地生长起来，整个药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甲级任务完成。而林飞羽在能量平息的瞬间再也支撑不住，身体一软便向后倒去。一只强而有力的手臂及时的拦腰扶住了他，将他那温软而充满弹性的娇躯稳稳地带入怀中。你放开我！林飞羽靠在方云坚实的胸膛上，闻着他身上那股独特的男子气息，那张煞白的俏脸竟不受控制地飞起一抹动人的红霞。他挣扎着想要站起，却发现浑身酸软，提不起一丝力气。别动，你受伤了。方云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他看着怀中这个外表冰冷内心却无比刚烈的女子，由衷地说道：多谢。这简单的2个字让林飞羽娇躯一颤，他抬起头，那双漂亮的眸子第一次不再是冰冷和鄙夷，而是充满了复杂、震撼，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慌乱。可就在这气氛微妙的时刻，异变再起。嗡隆隆，刚刚恢复平静的大阵核心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强大无比的吸力猛地从地底深处传来。怎么回事？林飞羽惊呼。方云脸色大变，他试图稳住身形，但那股吸力太过恐怖，仿佛要将他们的灵魂都扯入其中。两人脚下一空，连惊呼都来不及发出，便被那股巨力拉扯着，双双坠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漆黑洞口之中。在他们坠落的瞬间，那洞口之上光芒一闪，竟又重新被阵法的力量所掩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整个药园再度恢复了平静，只留下满园的生机和2个凭空消失的人。无尽的坠落感之后，并非预想中粉身碎骨的剧痛，而是一种诡异的柔软。方云闷哼一声，只觉得身下仿佛垫着厚厚的棉花。他第一时间将怀中的林飞羽护得更紧，警惕地打量着四周。这是一个地底密洞，空间不大，但其中所蕴含的景象却足以让任何武者为之疯狂。浓郁到极致的灵气在这里已经化为了肉眼可见的乳白色雾气，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吞服了一枚精纯的丹药，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坦。洞壁之上镶嵌着无数拳头大小的月光石，将整个密洞照得亮如白昼。好浓郁的灵气，在这里修炼一天，怕是能抵得上外界1月。方云心中刚闪过一丝喜悦，一股刺骨的寒意便毫无征兆地从四面八方侵袭而来，让他如坠冰窟。这灵雾之中竟夹杂着一股霸道至极的极寒阴气。一声痛苦的闷哼从他的怀中传来。方云低头看去，只见林飞羽那张本就因受伤而煞白的俏脸，此刻更是蒙上了一层肉眼可见的寒霜。他的睫毛、眉梢都凝结出了细密的冰晶，嘴唇发紫，娇躯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着。他本就因强行抵挡能量暴走而受了内伤，此刻被这极寒阴气入体，无异于雪上加霜。冷，好冷！林飞羽的神智已经开始模糊，他本能地向着方云这个唯一的热源缩了缩身子，牙关都在打颤。该死，这阴气太过霸道，再这样下去，
他会被活活冻成冰雕，就算不死，一身修为也废了。方云心急如焚，下一刻他福至心灵，猛然想到了自己的体质——纯阳神体。这天地间至阳至刚的体质，不正是这极寒阴气的最大克星吗？救还是不救？救便意味着二人将有最亲密的肢体接触，在这孤男寡女的密洞之中传出去林飞羽的轻欲尽毁。不救，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个在危急关头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师姐香消玉殒？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个念头只在方云脑中挣扎了一瞬，便被他悍然斩断。他当机立断，不再有丝毫犹豫，双臂猛然收紧，将林飞羽那玲珑有致，此刻却冰冷如铁的娇躯死死地紧紧地抱在了自己的怀里。他摒除杂念，催动体内的阴阳混元诀，一股古灼热如岩浆的纯阳之力，如同开闸的洪流，顺着二人紧密贴合的肌肤，源源不断地渡入林飞羽的体内。久旱逢甘霖。当那股灼热的暖流涌入四肢百骸的瞬间，几乎已经失去意识的林飞羽发出了一声舒服的呻吟。他体内那几乎要被冻结的灵力，如同被注入了活力，开始重新运转。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林飞羽修炼的功法本就偏向阴柔，与他那高冷的气质相得益彰。此刻，他的阴柔灵力在纯阳之力的刺激下，非但没有被同化，反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奇妙的共鸣，竟主动地与纯阳之力纠缠对冲起来。一阴一阳，一冷一热，两股截然相反的能量，以二人的身体为战场，形成了一个完全失控的双修循环。糟了！方云脸色大变，他感觉自己体内的纯阳之力正不受控制的疯狂外泄，而林飞羽体内的阴寒之力也如潮水般倒灌进他的身体。二人身体紧贴，灵气在经脉内疯狂交缠，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热，好热！林飞羽的神智彻底混乱，他身上的寒霜在纯阳之力的烘烤下迅速融化，化为细密的汗珠，浸透了他那深淡紫色的劲装，紧紧地贴在身上，将那成熟丰盈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在冷与热的交织中，他残存的本能驱使着他寻求更多的能让他舒服的纯阳气息。他那修长的双腿无意识地缠住了方云少女独特的体香，混杂着汗水的味道，不断地冲击着方云的神经。方云只觉得口干舌燥，一股原始的火焰自小腹升腾而起，但他强行咬住舌尖，以剧痛保持清醒。阴阳混元诀，给我震！他怒吼一声，疯狂运转功法，以自己强大的神魂之力强行引导着这股已经失控的能量。就在此时，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密洞深处那极寒阴气的源头似乎另有玄机。他抱着怀中已经如同水蛇般缠绕着自己的林飞羽，猛地起身，朝着密洞深处冲去。绕过一块巨石，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只见洞穴的最深处竟有一口不过1米见方的泉眼，泉水清澈见底，却不冒热气，反而散发着森森白雾。那股霸道的极寒阴气正是从这泉眼中散发出来的。玄寒灵泉。方云的脑海中瞬间闪过神尊传承里的记载，此乃天地奇物，阴气之精对修炼阴寒属性功法的人而言是无上至宝。赌一把。方云抱着林飞羽，没有丝毫犹豫，纵身一跃，跳入了那口玄寒灵泉之中。赤！当二人入水的瞬间，奇迹发生了。方云的纯阳神体与玄寒灵泉的至阴之水形成了最完美的调和，而林飞羽的身体则成为了这个调和的中转站。泉水之力、纯阳之力、阴柔之力三股能量在阴阳混元诀的引导下，终于不再冲突，而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一个巨大的由黑白二色灵气组成的阴阳鱼图在泉眼上方缓缓旋转，将二人笼罩其中。林飞羽体内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他体内的灵力壁障在这股庞大能量的冲击下，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轻易冲破。轰！一股远超凝气境3层的强大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凝气境4层，因祸得福，一步登天。而方云在这场意外的双修之中同样获益匪浅，他的肉身被玄寒阴气反复淬炼，变得更加坚韧，灵力也愈发精纯。更重要的是，在阴阳交泰的感悟中，他终于清晰的、真切的触摸到了那层从断体境通往凝气境的坚不可摧的壁垒。不知过了多久，泉水中的能量渐渐平息，林飞羽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缓缓睁开了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方云那张近在咫尺的棱角分明的脸，紧接着他感受到了自己正以一种极其羞人的姿势八爪鱼一般的缠在对方身上，而二人都身处在一口冰冷的泉水之中。啊！一声足以掀翻洞顶的尖叫响起，林飞羽如同触电一般猛地推开方云，手忙脚乱地退到泉水角落，双手环胸，那张恢复了血色的绝美俏脸此刻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你给我做了什么？他看着方云，声音颤抖，
眼神中充满了羞愤、慌乱和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到的迷茫。方云从泉水中站起，无奈地说道：“我救了你的命。”林飞宇张了张嘴，感受着体内那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他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可是刚才那种灵魂都在站立的亲密感觉，他咬着嘴唇，羞愤欲绝。可是我们，那是个意外。方云打断了他，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锐利。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必须尽快离开。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枚丹药，正是那枚他从张天雄尸体上缴获的能助人突破瓶颈的破壁丹。林飞宇看到那枚丹药，瞳孔一缩：“你疯了？你要在这里冲击凝气境？疯了！”方云的嘴角勾起一抹自信而狂傲的笑容。不是时机到了，此地灵气浓郁，又有玄寒灵泉相助，再加上刚才同修的余韵未散，正是我突破的最佳时机。话音落下，他不再犹豫，一口将那枚破壁丹吞入了腹中。轰！破壁丹入腹，就如同一条沉睡的药龙轰然苏醒，狂暴的药力化作滚滚洪流，在他四肢百骸、奇经八脉中疯狂冲刷，那股沛然莫遇的力量，仿佛要将他的身体从内部撑爆。你疯了！泉水角落里，林飞宇看到这一幕，那张刚刚恢复血色的绝美俏脸，瞬间又变得煞白。他失声惊呼：“突破大境界，最忌心浮气躁。你根基未稳，心境未平，此刻强行破境，一个不慎就会引来心魔，走火入魔，万劫不复。多谢师姐关心。”方云盘膝坐在泉眼中央，承受着那非人的痛苦，脸上却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但对我而言，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林飞宇看着他那双燃烧着熊熊战意的眸子，看着他身下那口玄寒灵泉，又想起了不久前两人彼此灵力交融、灵魂共鸣的奇异感觉，他的心乱了。那张冰冷的俏脸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抹动人的绯红，羞、怒、恨，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被对方的疯狂与自信所感染的悸动。最终，所有的情绪都化为一声复杂的、带着几分自暴自弃的冷哼。哼，不知死活的家伙！他嘴上骂着，身体却做出了最诚实的选择。他从泉水中一跃而起，身上湿透的衣衫紧紧贴着那玲珑浮凸的娇躯，将那惊人的曲线和一双笔直修长的美腿勾勒得淋漓尽致。他没有离开，反而持剑在手，傲然立于洞口，那双冰冷的凤眸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我不管你是生是死，但你这条命是我林飞宇救下的，也是因我而陷入险境。在你还清这份人情之前，我不准你死得这么窝囊。他声音冰冷，仿佛是在宣布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听好了，蠢货，从断体到凝气，乃是由后天转向先天，是生命层次的跃迁。关键在于将体内气态的灵力凝聚、压缩，化为第一滴本命灵液。此过程名为灵气化液，凶险无比。灵力每一次压缩都如同天雷淬体，对经脉和神魂都是巨大的考验。你要守住灵台清明，一旦意志动摇，心魔便会趁虚而入。记住了吗？多谢师姐指点。方云的声音传来，已然变得沉稳无比。他闭上双眼，彻底沉浸在破境的洪流之中。那道横亘在他与凝气境之间的坚不可摧的瓶颈，如同一道分隔天地的神魔壁垒，清晰地呈现在他的感知之中。就凭你，也想挡住我的路？给我破！方云心中一声怒喝，阴阳混元诀疯狂运转。他那独特的纯阳神体，在这一刻仿佛化作了一轮照耀9天的煌煌大日，金色的纯阳之力霸道无匹。他身下的玄寒灵泉感受到了这股至阳之力的召唤，泉眼深处至阴的泉水之力冲天而起，化作一条冰晶巨龙盘旋咆哮。而在他体内，那股因意外双修而留存的属于林飞宇的阴柔灵力余韵，如同最精妙的引线，瞬间将这一阴一阳两股截然相反的恐怖力量完美的串联引爆。轰隆隆，方云的体内仿佛有一方巨大的阴阳磨盘在隆隆转动，狂暴的药力、至刚的纯阳之力、至柔的玄寒之力，三股力量被这方神异的磨盘尽数吞噬、碾压、融合，最终化为一股无坚不摧、无物不破的混沌洪流，朝着那道神魔壁垒发起了最狂猛的冲击。咔！一声仿佛从灵魂深处传来的脆响，那道寻常弟子需要耗费数日甚至数月苦功，小心翼翼去消磨的瓶颈壁垒，在这股混沌洪流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只是一次冲击，仅仅一次冲击，咔嚓，轰！壁垒应声而碎，摧枯拉朽。霎时间，整个地底密动，风起云涌，浓郁到化为实质的灵雾，仿佛受到了某种致命的吸引，在方云的头顶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灵气漩涡。漩涡疯狂旋转，发出雷鸣般的咆哮。
海量的天地灵气被鲸吞牛饮般的吸入他的体内。他的丹田气海之中，原本气态的灵力，在庞大的压力下，开始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被压缩凝聚，1滴、2滴、10滴，一滴滴闪烁着琉璃光彩的本命灵液，不断的生成，汇聚成一条欢快流淌的溪流。灵气化液成了。前后不到1个时辰，怪物洞口处为方云护法的林飞宇已经看得瞠目结舌，彻底石化。他那张引以为傲的冰山俏脸上，此刻只剩下无尽的骇然与难以置信。他那性感的红唇微张，喃喃自语：怎么可能？我当初突破凝气境，有师尊护法，丹药辅助，也足足用了3天3夜，数次险些心魔入侵。他怎么会不到1个时辰，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就在林飞宇心神俱震之时，泉眼中央的方云缓缓睁开了双眼，2道宛如实质的金光从他眸中爆射而出，竟在坚硬的洞壁上留下了2道深不见底的孔洞。一股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属于凝气境强者的强大气息从他身上轰然席卷开来。他的皮肤晶莹如玉，他的黑发无风自动，他的双眸深邃如星空，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质变。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阴阳混元诀也随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凝气篇开启，一道全新的神通信息也随之涌入他的神魂。神通阴阳磨盘，以纯阳为基，玄阴为辅，化为无形磨盘，可强行磨灭吞噬对手灵力，化为己用。方云缓缓起身，感受着体内那奔腾如江河的液态灵力，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他看向依旧处在震惊中的林飞宇，真诚地拱了拱手：师姐，护法之恩，方云铭记于心。林飞宇娇躯一颤，这才如梦初醒。他看着眼前这个气息大变的男人，眼神无比复杂。他冷哼一声，别过头去，嘴硬道：我只是不想你死得太难看，丢了我的脸。那泛红的耳根却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平静。方云淡然一笑，他走到密洞的出口处，那里被一块巨石和阵法之力封锁。我们离开这里。好。这一次林飞宇没有拒绝，二人对视一眼，同时出手。方云一拳轰出，金色的纯阳之力刚猛霸道。林飞宇一剑刺出，紫色的阴柔剑气刁钻凌厉，一阴一阳2股力量竟在此刻产生了奇妙的呼应，轰然合一。轰隆，封锁洞口的巨石与阵法瞬间被炸得粉碎，久违的阳光从洞口照射进来，二人一跃而出，重新回到了药园之中。然而当他们看清天色的瞬间，脸色却同时微微一变。只见天边夕阳如血，已近黄昏。林飞宇掐指一算，那张绝美的俏脸上瞬间笼罩了一层寒霜。我们在下面待了整整3天。他猛地看向方云，声音凝重到了极点：距离你和赵燕的生死之战只剩下最后7天了。宗门斗兽场，此地终日被血腥与狂暴的气息所笼罩。巨大的圆形场地由黑色的玄武岩堆砌而成，地面上暗红色的血迹早已进入岩石的每一寸纹理，仿佛在诉说着无数妖兽与弟子的生死过往。此刻斗兽场的看台上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绝大多数人都是被一个消息吸引而来的新晋弟子方云，将在此地进行他的强制性实战试炼。听说了吗？这场试炼是赵燕师兄亲自安排的。嘿嘿，这还用说，明摆着是要在生死战前先给方云一个下马威，借妖兽之手废了他。我听说斗兽场的武馆士给他准备了一头相当于凝气境1层巅峰的铁甲犀牛，那可是连凝气境2层的师兄都感到头疼的硬茬子。这下方云死定了，他才刚刚突破，境界不稳，对上这种凶兽，怕不是要被活活撞成肉泥。议论声中，方云神色平静地走入了斗兽场。一名尖嘴猴腮的管事早已等在场边，他斜睨着方云，眼中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恶意与轻蔑。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足以让全场都听到的声音尖声宣布道：按照宗门规矩，新晋核心弟子方云今日进行实战试炼，对手乃是2阶下品凶兽铁甲犀牛。他话音一转，目光如同毒蛇般锁定方云，狞笑道：方云，这头铁甲犀牛实力堪比凝气境1层巅峰，你若是不敢应战，现在就跪下磕3个响头，自废修为，然后滚出天剑宗。我们天剑宗不收你这种连妖兽都不敢面对的缩头乌龟。这番话恶毒至极，分明是要将方云逼上绝路，断绝他所有的退路。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方云的身上，有同情，有怜悯，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和等着看好戏的残忍。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方云的脸上连一丝一毫的愤怒都没有，他甚至连看都未看那管事一眼，
只是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放。那管事一愣，随即被方云那轻描淡写的态度激怒，他面目扭曲的吼道：好，有种，我倒要看看你那点骨头够不够这畜生嚼的。开闸！吼！伴随着沉重的铁闸被拉开的声音，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响彻整个斗兽场。一头体型如同移动小山的巨大犀牛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出，它通体覆盖着一层仿佛黑铁浇铸而成的厚重甲胄，闪烁着金属的冰冷光泽。头顶那根1米多长的独角更是锋利如枪，寒光闪闪，令人不寒而栗。狂暴、嗜血、凶残的妖气如同风暴般席卷开来，让看台上许多修为较低的弟子都感到一阵心悸，脸色发白。哞！铁甲犀牛血红色的双眼瞬间锁定了场中唯一站立的身影。他刨了刨蹄子，鼻孔中喷出2道灼热的气浪，随即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四蹄发力，轰然冲锋。大地在颤抖，空气在哀鸣，那势不可挡的冲锋仿佛连一座山峰都能轻易撞碎。完了，这一撞怕是连骨灰都剩不下了。快看，他竟然不躲！在全场此起彼伏的惊呼声中，方云面对那狂暴冲来的钢铁巨兽，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的动作。他非但没有躲闪，甚至连身后的墨锋剑都没有拔，他只是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拳，用拳头去硬撼铁甲犀牛的冲锋。他疯了吗？找死！这是彻彻底底的找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方云必死无疑的刹那，一层晶莹剔透、宛如实质的琉璃色光晕猛然覆盖在了他的拳头之上。那是凝实的液态灵力，是凝气境强者的标志。来得好！方云的眼中爆发出璀璨的神光，他要用这一战来彻底稳固自己刚刚突破的境界。他要用这一拳来向所有质疑他的人宣告，他方云已非无下阿蒙。给我碎！他同样不闪不避，脚下猛地一踏，整个人如同一颗出膛的炮弹，悍然迎上了那头铁甲犀牛。下一瞬，覆盖着液态灵力的拳头与那根无坚不摧的犀牛巨角狠狠地、重重地撞在了一起。当！一声根本不像血肉之躯能发出的，如同神兵交击、洪钟大吕般的恐怖巨响骤然炸开。狂暴的冲击波化作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向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死死地盯着场中那不可思议的一幕。只见那头狂暴冲锋的铁甲犀牛竟被硬生生地强行地刹停在了原地，而他那引以为傲的足以洞穿金石的独角之上，以与方云拳头接触的点为中心，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纹正在飞速地蔓延，咔咔嚓轰！在一片死寂之中，那根坚不可摧的犀牛巨角竟在一声脆响之后轰然炸裂，化作无数碎片四散纷飞。一拳，只一拳，轰碎了铁甲犀牛最强的武器。吼呜！铁甲犀牛发出了痛苦的哀鸣，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的大脑一片混沌。然而方云的攻击还未结束，他借着反震之力，身影如鬼魅般一闪，竟已翻身骑上了犀牛宽阔的后背。他并指如刀，金色的纯阳之力与琉璃色的本命灵液在他掌缘凝聚成一道3尺长的璀璨刀芒。斩！手起刀落，扑哧！没有丝毫的阻碍，那颗硕大无比的牛头冲天而起，滚烫的兽血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将黑色的地面染得更加嫣红。那庞大的无头尸身在惯性的作用下又向前冲出了10几米，才轰隆一声重重地砸在地上，激起漫天尘土。一拳一掌，秒杀！堪比凝气近一层巅峰的2阶凶兽铁甲犀牛死！整个斗兽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般，僵在原地，脸上写满了呆滞、震撼、恐惧以及无尽的骇然。我眼花了吗？一拳一掌，假的，这一定是假的。那可是铁甲犀牛啊！他还是人吗？他是个怪物，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那名之前还嚣张无比的管事，此刻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双腿一软，瘫坐在地，裤裆处一片湿濡。方云缓缓从犀牛尸体上走下，走到那颗巨大的牛头旁，将那截断裂后还算完整的独角收入了储物袋。这可是顶级的炼器材料。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寂静的看台，最终落在了最高处的贵宾席上。赵燕的脸色早已铁青如锅底，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般失态，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方云，眼中除了愤怒，更多的是一种冰冷到极致的杀意。他缓缓地对着方云做出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嘴角反而勾起了一丝残忍而自信的狞笑，仿佛在说：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最后的底牌会让你死的，比这头畜生惨10000倍。夜如墨，冰冷的月光如同利剑般穿透云层，洒在方云所居住的庭院之中，平添了几分肃杀之气。明日便是与赵燕的生死之战，整个外门都因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决斗而暗流涌动。无数人都在猜测，方云这匹惊才绝艳的黑马，最终是会创造奇迹，还是会如流星般在最璀璨的时刻被赵燕这片烈阳无情地焚为灰烬。庭院中央，方云静静地站着，神色古井无波。他的右手掌心之上，一团由黑白2色气流组成的微型磨盘正在缓缓旋转，它看起来并不起眼，却散发着一种足以让灵魂都为之战栗的恐怖气息，仿佛能够磨灭世间万物。神通阴阳磨盘，方云的眼神深邃如海。赵燕能在外门横行多年，绝非斗兽场那头蠢牛可比，他必定还有底牌，有他真正的杀招。而这阴阳磨盘便是我为他准备的送葬大礼。就在他反复演练，熟悉着这股新生的力量时，一道冰冷而熟悉的香风悄无声息地飘入了庭院。死到临头，还有心情在这里故弄玄虚。穆冰兰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月下的阴影之中，她依旧是一身素白的长裙，气质清冷如雪山之莲，那张绝美的俏脸上看不出丝毫表情，只是那双清澈的眸子却不敢与方云对视。方云散去掌心的神通，转身看向他，微微一笑：穆师姐深夜来访，有何指教？哼，谁要指教你？穆冰兰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她偏过头看着天边的残月，冷冷地说道：别误会了，是孙长老，他说你勉强算个炼丹的好苗子，就这么死了，有点可惜。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瓶，看也不看方云，直接抛了过去。喏，这个给你，孙长老让我送来的。方云伸手稳稳接住，一股灼热的气息从玉瓶中透出。这是龙血沸腾丹。穆冰兰的语气依旧冰冷，却不自觉地解释了一句：能在短时间内强行激发你全身的气血之力，让你的力量和速度都暴涨3成。不过药效过后会有一段虚弱期。是保命用的。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小了许多。方云看着手中的玉瓶，又看了看月光下耳根有些微微泛红的穆冰兰，心中淌过一阵暖流。他知道这丹药10有8九是他自己的心意，却偏要借导师的名义。多谢孙长老，也多谢师姐。都说了，跟我没关系。穆冰兰像是被戳破了心事，狠狠地瞪了方云一眼，随即转身，如同一道白色的影子，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只留下一句如蚊蚋般的声音：你要是死了，别指望我给你收尸，太难看了。方云握着手中的玉瓶，无奈地笑了笑。然而他脸上的笑容还未散去，庭院的另一头又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这一次来人没有丝毫掩饰，林飞宇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他换下了一身劲装，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舞裙，月光洒在他身上，将他那高挑而丰盈的身姿勾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双惊人的修长美腿，即便是在裙摆之下，依旧能看出那充满力量感的完美轮廓。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清冷，有骄傲，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关心。看来我不是第一个。他看了一眼方云手中的玉瓶，声音依旧带着几分疏离。方云苦笑道：林师姐也来看我的笑话？笑话？林飞宇冷哼一声，走到方云面前，那双漂亮的凤眸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近距离地审视着他。我再说一遍，你的命在还清欠我的东西之前是属于我的，我不准许你死在赵烨那种废物手里。他的话霸道而骄傲，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关切。他玉手一翻，一件闪烁着淡淡宝光的银色软甲出现在他手中。软甲薄如蝉翼，触手温润，上面有无数细密的玄奥丝线交织，一看便知不是凡品。拿着。他将软甲递给方云，这是玄丝软甲，下品灵器。林飞宇的语气带着一丝自傲，是我师门长辈所赐，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关键时刻能替你挡下致命一击。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方云立刻拒绝，这件内甲的价值远非一枚丹药可比。贵重？林飞宇忽然笑了，那冰山融化般的笑容竟让月色都为之失色。他上前一步，逼近方云，吐气如兰，压低了声音，用一种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语气说道：比起在那个山洞里，你对我做的事，这件内甲又算得了什么？就当是你提前支付的利息好了。方云的身体瞬间僵住，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那旖旎而疯狂的一幕。林飞宇看着他窘迫的样子，心中竟升起一丝报复般的快意。他将玄丝软甲印塞进方云怀里，随即后退2步，恢复了那副高冷的模样。穿上它，活下来。他深深地看了方云一眼，转身干脆利落地离去，
只留下一个决然的背影。方云手捧着尚有余温的悬丝软甲，又看了看另一只手中的龙血沸腾丹，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自己早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抬起头望向宗门深处，赵燕所在的方向，眼神中的杀意在这一刻前所未有的坚定与炽烈。7日之期终至，当第一缕晨曦刺破黑暗，照亮整个天剑宗时，一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生死之战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一天，整个外门万人空巷，无数的弟子从自己的洞府庭院中走出，化作一道道流光，潮水般的涌向那座象征着鲜血与荣耀的生死台。就连许多常年闭关的内门弟子，甚至是宗门的长老，都被这场万众瞩目的决斗所惊动，纷纷驾驭着剑光悬浮于高空之上，准备观战。生死台下人声鼎沸，议论声如同雷鸣。来了，来了，赵燕师兄来了。只见赵燕身穿一袭华贵的赤色战袍，在一众燕盟核心成员的簇拥下，如同一位君临天下的王者，缓缓走来。他神情倨傲，享受着周围敬畏的目光，仿佛胜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而另一边，方云一人一剑于万众瞩目之中缓步登台。他神色平静，眼神淡漠，仿佛即将面对的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而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散步。就在此时，一道充满威严却夹杂着一丝阴冷的声音响彻全场。肃静！与赵家关系密切的前长老身形一闪，出现在了生死台的上空。他目光如电，扫视全场，最后落在了方云和赵燕的身上，冷冷地宣布道：生死台前各安天命，此战由老夫亲自主持，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插手干预，违者门规处置。决斗开始！生死台上风声呜咽，仿佛是无数亡魂在此地的悲鸣。赵燕一身赤色战袍立于台中，如同一团燃烧的烈火。他享受着台下山呼海啸般的助威声，脸上挂着猫捉老鼠般的戏谑笑容。方云一人一剑踏上冰冷的石阶，每一步都沉稳如山。他的到来让原本喧嚣的场面出现了一丝诡异的宁静。万众瞩目之下，他与赵燕遥遥相对。杂种，你终于赶上来了。赵燕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死人，我还以为你会像条狗一样夹着尾巴逃跑呢。方云神色淡漠，仿佛没有听到他的挑衅，只是缓缓拔出了背后的墨锋剑。剑身漆黑，在阳光下不反光，只吞光。废话说完了吗？他声音平静，说完了就上路吧。找死！赵燕被他那轻蔑的态度彻底激怒，正欲动手。就在此时，一股恐怖的气息如同苏醒的远古火山从赵燕的体内轰然爆发。这股气息雄浑凝实，远非寻常凝气境一层可比。轰！强大的威压如同一圈无形的风暴，席卷整个生死台。台下无数修为较低的弟子被这股气浪冲得连连后退，脸色煞白。这是凝气境2层。看台之上，一名眼尖的内门弟子发出了石破天惊的惊呼：什么？凝气境2层？我没看错吧？赵燕不是一直都是凝气境1层巅峰吗？他隐藏了实力。我的天，他竟然早就突破到了凝气境2层。完了，这还怎么打？一个大境界的差距本就是天堑鸿沟，现在又多出一个小境界的碾压，方云死定了，彻底死定了。哗然之声如同海啸席卷全场，所有之前还对方云豹有一丝幻想的人，此刻心中都只剩下了绝望和同情。高空之上，钱长老的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易察的阴冷笑意，李长老则眉头紧锁，眼中闪过一丝担忧。惊喜吗？杂碎。赵燕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力量，看着方云，脸上露出了残忍而扭曲的狞笑。我早就突破了凝气境2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就是要让你在最渺茫的希望之后，再品尝到最深沉最彻底的绝望。今天我要让你知道，你我之间是云与泥的差别。我要让你在无尽的痛苦中哀嚎着死去。他张开双臂，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威压，享受着方云脸上应该出现的恐惧。然而他失望了，方云的脸上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淡漠。他的内心早已将对手所有的资料和自己的底牌清晰地盘算了一遍又一遍。凝气境2层底牌出其不意，一击必杀。原来这就是你最后的依仗。方云终于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失望。很好。赵燕的笑容凝固了，他从对方的眼中读到了一种让他怒火中烧的情绪怜悯。一个杂种竟敢怜悯他，死！赵燕不再废话，杀意彻底爆发。他单手一掐诀，一柄薄如蝉翼，寒光四射的飞刀骤然从他袖中飞出。中品灵气追风刃，咻！飞刀化作一道银色的闪电，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
以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直取方云的咽喉。太快了，所有人都只看到一道银光闪过。然而方云的反应更快，他仿佛未卜先知一般，墨锋剑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点在了那道银光之上。叮！火星四溅，一股巨力传来，方云被震得后退了3步，但那致命的追风刃也被成功荡开。有点本事，我看你能挡几次。赵燕狞笑一声，神念操控之下，那追风刃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诡异的弧线，如同复古之驹，从四面八方对方云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叮叮叮当当，一时间生死台上只剩下密集的金铁交鸣之声和四处飞溅的火花。方云的身影在刀光剑影中不断闪避格挡，看起来竟被完全压制住了。看到了吗？杂碎，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那点可笑的伎俩根本不堪一击。赵燕得意地狂笑着，他已经能想象到下一刻方云便会因灵力不济被他的追风刃一片片地削掉血肉。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准备催动追风刃施展出最强杀招乱心舞的瞬间，一直被动防御的方云眼中猛然爆发出骇人的金光。就是现在，他竟然放弃了所有防御，任由那柄追风刃划破长空，刺向自己的胸膛。与此同时，他的左手掌心悍然向前拍出，嗡！一个由黑白二色气流组成的巴掌大小的磨盘凭空出现，它旋转着，散发着一种仿佛要将时空都吸入其中，将万物都碾为齑粉的恐怖道语。神通阴阳磨盘，那是什么鬼东西？赵燕心头一跳，一股致命的危机感涌上心头，他的追风刃眼看就要刺中方云，他却惊骇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护体灵力在接触到那个诡异磨盘的瞬间，竟如同冰雪消融一般，被疯狂地无声地磨灭吞噬，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不！赵燕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他的护体灵力瞬间被磨掉了一大层。而也就在此时，追风刃终于刺中了方云的胸膛。噗嗤！预想中血肉横飞的场面没有出现，反而发出了一声如同利刃刺入坚韧皮革的闷响。追风刃竟被一件银色的内甲死死地卡住了。玄丝软甲，怎么可能？赵燕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方云抓住这电光火石的机会，趁着赵燕因神通和灵甲而心神俱震的刹那，欺身而上，近身搏杀。他一拳轰出，金色的龙象之力奔涌咆哮。赵燕骇然后退，急忙召回追风刃，与方云展开了最原始最血腥的肉搏。拳掌齐出，剑刀相交，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最终在一次疯狂的对拼之中，赵燕找到了一个机会，追风刃划过一道刁钻的轨迹，狠狠地刺入了方云的左肩，鲜血瞬间染红了方云的衣衫。我赢了。你去死吧！赵燕看到方云受伤，脸上露出了癫狂的笑容。然而方云的脸上却同样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带着一丝解脱的弧度。他用左肩的伤换来了他最需要的东西，一个致命的无法闪避的距离。该上路的是你。方云的右拳在这一刻仿佛燃烧了起来，金色的龙象之力，黑白的磨盘道运，琉璃色的本命灵液，三种力量在他的拳头上完美的融为一体。这一拳凝聚了他所有的力量与杀意，这一拳仿佛一颗撕裂天幕的陨星，无视了赵燕仓促间布下的所有防御，狠狠地整个地洞穿了他的胸膛。噗！时间在这一刻彻底静止，全场死寂。赵燕脸上的狂笑凝固了，他缓缓地低下头，看着那只从自己后心透出的还在滴血的拳头，眼中充满了无尽的迷茫与不甘。我怎么会？话未说完，他眼中的神采便如潮水般退去。方云缓缓抽出右拳，赵燕的身体如同一个破败的麻袋，软软地跪倒在地，随即向前扑倒，再无声息。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惊天逆转的一幕震撼得失去了言语的能力。良久，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颤抖的惊呼：赢了！方云，他竟然真的赢了！以凝气境1层逆法斩杀凝气境2层。我的天啊！我们见证了一个传奇的诞生。短暂的寂静之后，是火山爆发般的海啸狂潮。方云当着全宗门的面斩杀赵燕，赢下了这场不死不休的生死之约。他走到赵燕的尸体旁，在所有人复杂的目光中，面无表情地摘下了他的储物袋，高空之上，前长老的脸色铁青得如同死人。他死死地盯着方云，最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此战方云胜。方云走下生死台，无数的弟子如同躲避瘟神一般
纷纷为他让开一条道路，眼神中充满了敬畏。然而，就在他即将离开这片血腥之地时，一道阴柔的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来者是一名内门弟子，面容俊美，气质却如同毒蛇般阴冷。他上下打量了方云一番，用一种尖细的声音冷冷地开口：“你就是方云，很有种，连我青蛇会预定的人都敢杀。”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动作充满了挑衅：“你杀了赵燕，就是打了我们青蛇会的脸。给你一句忠告，内门，你最好别来，否则你会发现死亡有时候也是一种奢望。”当方云拖着疲惫但挺拔的身躯回到那座寂静的庭院时，生死台上的血腥与喧嚣仿佛还萦绕在耳边。但比那血腥味更令他警惕的是那名内门弟子蛇鹰在他耳边留下的那句阴柔而恶毒的话语：“你杀了赵燕，就是与我们青蛇会为敌。内门，你最好别来。”方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神冰冷。青蛇会，他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名字。凝气境3层的蛇鹰在其中似乎也只是个跑腿的角色。这个盘踞在内门的势力究竟有多强？他很清楚，自己今日虽然一战成名，震慑了整个外门，但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内门弟子眼中，自己恐怕仍旧是一只可以随手按死的蝼蚁。赵燕死了，但一个比赵燕强大10倍、100倍的青蛇会已经盯上了自己。实力，我需要更强的实力，需要将这凝气境1层的战力尽快转化为真正的修为境界。压下心中的紧迫感，方云盘膝坐下，开始清点此战最大的收获赵燕的储物袋。神识探入，一个堆积如山的小世界呈现在他眼前，灵石足3万枚。饶是方云心性沉稳，此刻也不由得心中一震。这赵燕横行外门多年，果然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除了灵石，一柄薄如蝉翼的飞刀静静地躺在角落，正是那件中品灵器追风刃。旁边是一本玉简，上面刻着3个古字：风刃诀，想必是与追风刃配套的功法武技。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疗伤、恢复类丹药，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就在方云准备将神识收回时，他的目光被储物袋最深处的一样东西吸引了。那是一块残缺的不知是何种兽皮制成的图录，边缘呈现出不规则的撕裂状，上面绘制着模糊的山川河流，散发着一股古老而沧桑的气息。这股气息，方云心中一动，立刻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了当初云溪月赠予他的那张残缺兽皮地图，两相对比，无论是材质、气息，还是一种玄之又玄的道韵，都别无二致。他小心翼翼地将2块残图拼接在一起，虽然依旧残缺，但一幅更加广阔的地图已然初具雏形。这地图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方云将拼接好的地图仔细收好，心中的紧迫感更添一分。无论是云溪月的委托，还是这未知的秘密，都需要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去探索。第二天，青蛇会的打压便如期而至。方云来到外门唯一的修炼圣地聚灵塔，此塔共分9层，能汇聚周遭的天地灵气，在其中修炼1日，可抵外界数日之功，是所有外门弟子都梦寐以求的修炼场所。然而，当他准备进入时，却被一名负责看守的弟子毫不客气地拦了下来。站住！看守的弟子是一名凝气境2层的武者，他斜睨着方云，下巴抬得老高，脸上写满了嚣张与不屑。方师兄，不好意思啊，聚灵塔今日起需要进行为期，无限期的内部维护，暂时不对外开放了。他的话音一落，周围其他准备进入聚灵塔的弟子立刻发出一阵压抑的哗然，纷纷向方云投来同情的目光。无限期维护，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还能是为什么？没看到王管事是燕盟的人吗？现在赵燕师兄死了，他们怕是都投靠青蛇会了，这是明摆着要针对方云啊！得罪了内门的青蛇会，果然是寸步难行啊！可惜了，如此天才，怕是要被活活扼杀了。方云看着眼前这位狐假虎威的王管事，面色平静。无限期，他淡淡开口：“我怎么不知道？宗门的聚灵塔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嘿，你还别不服气！”王管事像是被踩了尾巴，立刻挺直了腰板，声音尖利的叫道：“我现在就是这里的管事，我说维护就是维护，不信你去执法堂告我啊！你去问问，看有没有长老敢为了你一个新晋弟子得罪内门的青蛇会。”他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指着方云的鼻子，愈发嚣张：“我告诉你，方云，这里不欢迎你，想进去，门都没有。识相的就赶紧滚，别在这里碍眼。”面对这赤裸裸的羞辱和刁难，方云的眼中没有愤怒，没有杀意，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冰冷。他知道，跟眼前这条仗势欺人的狗争辩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你叫什么名字？”王管事一愣，随即挺起胸膛，傲然道：“
外门管事王冲，怎么，你还想报复我？我告诉你，我身后站着的可是青蛇。王冲。方云打断了他，轻轻点了点头，我记下了。说罢，他转身便走，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留下一个孤傲而决绝的背影。那平淡的3个字，却让嚣张的王冲莫名的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竟让他下意识的打了个冷战。方云没有硬闯，更没有发怒，他只是在心中冷冷的想到，既然明路被堵，那我就自己去找一条不为人知的血路。就在他回到庭院思索着对策之时，一块小石头包裹着一张纸条，悄无声息地从院墙外落在了他的脚边。方云捡起纸条，打开，上面只有一行龙飞凤舞却力透纸背的字迹：剑种死地，亦是生路，富贵险中求。没有落款，但那股熟悉的刚正不阿的剑意让方云瞬间便知这是李长老的手笔。剑种。方云收起纸条，目光望向了宗门后山那片终年被剑气与死气笼罩的境地。然而青蛇会的打压还远未结束。就在当天下午，一个消息如同瘟疫般传遍了整个外门。内门青蛇会放出话来，自今日起，任何与方云交好或向其提供任何帮助的外门弟子，都将被视为青蛇会的敌人，后果自负。此言一出，整个外门一片死寂。原本还有几个敬佩方云实力，想要上前结交的弟子，瞬间熄灭了心思。那些曾经受过方云恩惠或是与他有过交集的人，也都纷纷避之不及，生怕被牵连。方云的庭院彻底变得门可罗雀，他陷入了一场比面对赵燕时更加彻底、更加冰冷的孤立之中。夜深沉，方云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后山的阴影之中。他避开了数队巡逻的弟子，凭借着魅影步和远超同阶的神魂感知，有惊无险地来到了那片被列为禁地的区域。剑种，一股荒凉、死寂却又锋锐无匹的气息扑面而来，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剑之坟场，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断剑、残剑、废剑杂乱无章地插在漆黑的土地之上，有的剑身锈迹斑斑，有的却依旧寒光闪烁，仿佛在诉说着他们昔日主人的荣耀与不甘。赤赤赤！方云刚一踏入，无形的剑气便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如同无数柄锋利的小刀切割着他的皮肤和护体灵力，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这里的剑气混乱到了极致，他们是无数前辈大能战死后，其佩剑上残留的剑意与此地的煞气融合而成，霸道、狂暴且毫无规律可言。好强的压迫感，方云心中一凛，不敢有丝毫大意。龙象镇狱体开！他低喝一声，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瞬间自体表浮现，将那些肆虐的剑气尽数隔绝在外。饶是如此，那股无孔不入的锋锐之意依旧让他的肉身传来阵阵刺痛。对肉身是考验，对神魂同样是磨砺。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艰难地向着剑冢深处走去。然而走了不过100米，他忽然发现这片死地对他而言或许是一座前所未有的宝地。这些混乱的剑气虽然驳杂，但其本源皆是剑意。他的脑海中神尊传承中的一篇剑技法门缓缓亮起万道剑影。此法并非具体的剑招，而是一种驾驭引导万千剑气的无上法门。修炼此法正需要海量的各种不同属性的剑气来作为引子，真是天助我也。方云的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炽热光芒。青蛇会封锁了我的聚灵塔，却不知他们亲手将我送进了一座更加适合我的修炼圣地。就在他准备寻一处地方尝试修炼万道剑影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剑冢深处的一道身影之上。那是一个少女，在这片充满了杀伐与死寂的剑之坟场中，她的存在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奇异的无比和谐。她身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朴素麻布衣，一头乌黑的长发简单的扎成一个干净利落的马尾。她的容貌算不上倾国倾城，却十分清秀耐看，如同山间一朵无人打扰的野百合，纯粹而干净。此刻她正蹲在一柄锈迹斑斑的断剑前，用一块同样是麻布的方巾专注地、温柔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剑身上的锈迹。他的动作很慢，很认真，仿佛那不是一柄废弃的垃圾，而是稀世的珍宝。最让方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周围那些足以撕裂钢铁的混乱剑气，在靠近他身体3尺范围时，竟会自动变得温顺、柔和，如同顽劣的孩童见到了亲人，轻昵地绕着他旋转，却不带一丝一毫的伤害。一个奇怪的少女，方云心中暗道。就在此时，3道不怀好意的身影悄悄地从另一侧跟了上来，堵住了方云的退路。嘿嘿嘿，方云，你还真是会挑地方啊，竟然自己跑到这片鸟不拉屎的坟地里来等死。为首一名尖嘴猴腮的弟子
狞笑着说道：“正是凝气境2层的修为。”另一名弟子则贪婪地打量着方云，说道：“别废话了，宰了他，他身上的灵石和宝物都够我们潇洒好一阵子了。”他们的目光很快就发现了不远处的少女。咦，这里怎么还有个小妞？尖嘴猴腮的弟子眼前一亮，语气轻佻地说道：“虽然穿得跟个乞丐似的，但长得还挺水灵的嘛，一个打杂的贱奴而已。”第三人认出了少女的身份，不屑地嗤笑道：“整天跟这些破铜烂铁待在一起，晦气老大说了，动手要干净，别留活口。”待会儿解决了方云，顺手把这小丫头也处理了。他们的对话充满了恶意与杀机，但那名少女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依旧低着头，专注地擦拭着她手中的断剑，眼中只有剑，仿佛这世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找死！方云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他一步踏出，挡在了少女与那三人之间，声音冰寒刺骨：“滚，或者死在这里，给这些断剑做养料。”我没听错吧？尖嘴猴腮的弟子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就凭你一个凝气境1层，也敢跟我们3个叫板？兄弟们，给我上，让他知道得罪我们青蛇会的下场。3人成品自行散开，3股不同属性的剑气呼啸而出，交织成一张剑网，朝着方云当头照下。米粒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方云冷哼一声，面对3人的围攻，他连墨锋剑都未出鞘。他身影一晃，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直接从剑网的缝隙中穿过。什么？3人大惊失色。下一瞬，方云已经出现在那名凝气境2层的弟子面前。太慢了，他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拳头之上琉璃色的液态灵力奔涌，金色的龙象之力咆哮。咔嚓，那名弟子仓促间举剑格挡，他的下品灵气长剑在方云的铁拳之下，竟如铜朽木一般应声断裂。狂暴的拳力于是不减，狠狠地印在了他的胸膛之上。噗！那名弟子如遭雷击，胸骨寸寸断裂，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人在空中便以鲜血狂喷，生机断绝。一拳秒杀。老大！剩下2人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逃跑。现在想走，晚了。方云身影再闪，如同虎入羊群，2记手刀精准地斩在2人的后颈之上。2人闷哼一声，双眼一翻，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昏死过去。方云搜刮了3人身上的灵石丹药，这才转过身。那名少女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她终于擦完了那柄断剑，正歪着头，用一种纯粹的不含一丝杂质的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方云。你的拳头，她开口了，声音清脆，如同山涧的泉水，比你的剑更快。方云一愣，随即哑然失笑。你不是应该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或者为什么要救你吗？少女清秀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困惑，她认真的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那些不重要。她指着地上那3个人的剑说道，他们的剑很吵，充满了贪婪和杀戮，是脏的。你的拳头很干净，很直接，是为了保护，所以你比他们好。这番简单而纯粹的理论让方云再次对眼前的少女刮目相看。我叫方云，林佑薇。少女轻声说道，他们都叫我剑痴。她看着方云，忽然又道，你身上的剑气很乱，但你的心里好像藏着一柄很厉害的剑。她在渴望这里的力量。方云心中巨震，这少女竟能看穿自己身怀万道剑影的秘密，天生剑心通明。他瞬间明白了李长老的深意。林佑薇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又道，你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心里的那柄剑变得更锋利。他指了指剑冢的最深处，那里有一口洗剑池，能洗掉剑上的锈，也能洗掉人心里的锈。就在方云准备答应的瞬间，一股比之前那3人强大10倍不止的充满了暴虐与杀戮的强大气息，猛然从不远处的一座剑山之后冲天而起。是谁敢杀我王莽的狗？一声雷鸣般的怒吼传来，一个身材魁梧如铁塔，手持一柄鬼头大刀的壮汉杀气腾腾地从剑山后走出，他每一步落下都让地面微微颤抖。凝气境3层，他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方云，那双铜铃般的眼睛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意。小子，是你动的手？很好，非常好。我正愁修炼狂徒刀法，缺一个祭品，今天就用你的骨头和血来喂饱我的刀。轰！王莽那魁梧如铁塔的身躯如同一头暴怒的巨熊，每一步落下都让这片插满了断剑的土地为之震颤。他手中那柄门板式的鬼头大刀拖在地上，划出一道深邃的沟壑，火星四溅，散发着令人心悸的血腥与暴虐。凝气境3层，那股强大的压迫感如同实质的山岳
朝着方云和林佑威当头压来。小子，报上名来！我的刀下不斩无名之鬼！王莽声如洪钟，眼中燃烧着嗜血的火焰。方云上前一步，将林佑威护在身后，墨锋剑终于出鞘。漆黑的剑身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与王莽那霸道张扬的鬼头刀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方云，很好，方云，今天能死在我的披风刀法之下，也算是你的荣幸了。王莽怒吼一声，不再废话，脚下猛地一踏，整个人冲天而起，手中的鬼头大刀由下至上撩起一道数丈长的狂暴无匹的血色刀芒。第一式力劈华山，刀芒位置，那股凌厉的劲风已经刮得人脸颊生疼。方云眼神一凝，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没有硬汉，而是脚踩魅影步，身影一晃，显直又显得避开了这石破天惊的一刀。轰隆，血色刀芒狠狠地斩在他身后的地面上，瞬间劈开了一道10数米长、深不见底的恐怖沟壑。无数断剑被刀气卷中，化为齑粉。只会像老鼠一样躲吗？王莽一击不中，怒吼连连，手中的鬼头大刀舞得虎虎生风，刀光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血色大网，一招接着一招，连绵不绝，大开大合，朝着方云疯狂地笼罩而去。一时间，整个剑冢之中刀气纵横，轰鸣不断。方云的身影在狂风暴雨般的刀光剑影中，如同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扁舟，不断的闪转腾挪，显得颇为狼狈，只能依靠精妙的身法和剑术勉强自保。死吧，死吧，给我死！王莽越战越勇，刀法愈发狂暴，他已经能预见到下一刻方云就会被他那狂猛的刀气活活劈成两半。就在他攻势最盛之时，一缕刀气失控，如同毒蛇般竟绕过方云，直奔他身后那名看似毫无威胁的少女林佑威。小心！方云脸色一变，来不及多想，身影一闪，一个回旋，竟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把将林佑威那柔软的娇躯狠狠地拉入了自己怀中。与此同时，他反手一剑，将那缕致命的刀气精准地击碎。怀中少女的身体柔软而纤细，带着一股淡淡的如同雨后青草般的清新香气钻入方云的鼻腔。这是一种与苏灵溪的温婉、秦可晴的火辣、穆冰兰的清冷、林飞羽的刚烈截然不同的感觉。纯粹干净。林佑威长这么大，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方云那坚实有力的胸膛，以及那隔着衣衫传来的灼热的男子气息。他那张清秀的俏脸腾的一下瞬间红到了耳根，如同天边最美的晚霞，心脏更是如同小鹿乱撞，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但也就在这一刻，他那双纯粹的仿佛能看透一切虚妄的眸子死死地盯着疯狂进攻的王莽，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方云的耳中。他的刀很快很猛，但是在第7招横扫千军和第9招夜战八方之间，他的左肩会因为强行变招而有一个1/1000刹那的停顿。那个时候他的心口是空的。方云闻言心中巨震，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怀中满脸通红却眼神无比认真的少女。信还是不信？英雄救美，我让你死得更快。王莽看到这一幕更是妒火中烧，手中的鬼头大刀攻势愈发凶猛。第7招横扫千军，一道半月形的血色刀芒拦腰扫来，方云抱着林佑威狼狈地向后一跃，险险避开。紧接着第9招夜战八方，刀光化作漫天血影，封锁了方云所有的退路。就是现在，方云的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信了，他选择相信这个天生剑心通明的少女，赌一把。他没有再躲，而是将林佑威向旁边轻轻一推，自己则不退反进，迎着那漫天刀光悍然冲了上去。找死！王莽见状，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狞笑，然而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便彻底凝固了。只见方云的身影以一种完全违背常理的轨迹，如同鬼魅一般，竟直接从他那看似毫无破绽的刀网中穿了过去。快，太快了！方云的速度爆发到了极致，他抓住了那1/1000刹那的因为强行变招而出现的致命停顿。你怎么会？王莽的眼中第一次露出了骇然与恐惧。他的刀势已老，心力未生，胸口处空门大开，迎接他的是方云那早已蓄势待发的灌注了阴阳磨盘之力的墨锋剑。噗嗤，漆黑的剑身没有丝毫的阻碍，如同切豆腐一般精准地狠狠地从王莽的心口一穿而过。王莽低着头，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前的剑尖，眼中充满了无尽的迷茫。他想不明白，自己那修炼了10年早已炉火纯青的绝招，怎么会被一个他眼中的蝼蚁
如此轻易的看破。方云缓缓抽出墨锋剑，一脚将王莽的尸体踹开。他走到尸体旁，毫不客气地摘下了他的储物袋，里面除了数千灵石和一些丹药外，还有一本披风刀法的秘籍。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身看向那名依旧俏脸泛红却强装镇定的少女。多谢。这一次方云的感谢发自肺腑。林佑威似乎还有些不适应，他低下头不敢看方云的眼睛，只是小声说道：我只是说出了我看到的。他顿了顿，又抬起头，眼神重新恢复了那份纯粹与认真。走吧，我带你去洗剑。在林佑威的带领下，二人穿过层层叠叠的剑林，终于来到了剑冢的最深处。一个不过3丈见方的小水池出现在眼前，池水清澈见底，却不时的有一缕缕比发丝还要纤细的金色剑气从池底冒出，又迅速消融于水中。这就是洗剑池。林佑威说道：把你的剑放进去，它会帮你洗掉上面的血腥和煞气，让它变得更锋利，也更听你的话。方云点了点头，他能感受到这池水中蕴含着一种极为精纯的庚金剑意。他没有犹豫，将那柄陪伴他多时的墨锋剑轻轻地放入了池水之中。然而就在墨锋剑触碰到池水的刹那，异变再生，嗡！整座洗剑池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方云的墨锋剑仿佛受到了某种致命的吸引，竟不受控制地向着池底沉去。池底一柄早已锈迹斑斑，只剩下半截剑身的古老断剑，在这一刻猛然爆发出万丈豪光。两柄剑一新一旧，一完整一残破，竟在池底产生了无比强烈的共鸣。不好！方云脸色大变，只见那口洗剑池的池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被那两柄共鸣的剑疯狂地鲸吞牛饮般地吸了进去。不过短短数息之间，整座洗剑池竟被吸得一滴不剩，彻底干涸。而池底也露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散发着幽幽光芒的地下洞口。一股比剑冢比这片天地都更加苍茫，更加古老，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气息从那洞口之中扑面而来。那股扑面而来的苍茫气息仿佛带着能将时空都冻结的伟力，让方云和林佑威的心神皆是为之一震。洞口幽深，散发着淡淡的荧光，仿佛通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下面有东西在呼唤我。林佑威那双纯粹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洞口，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名为渴望的神情。方云的神魂之力探入洞口，却如泥牛入海，被一股无形而霸道的力量瞬间搅碎。好强的剑意，这股剑意远胜剑种万千。他心中骇然，这洞穴之下绝对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吼！就在此时，一声低沉压抑却充满了无尽威严的咆哮从洞穴的最深处隐隐传来。那咆哮声中蕴含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凶煞之气，显然这洞穴之下还盘踞着一头实力恐怖的守护兽，下面很危险。方云看着林佑威，声音凝重：你确定要下去？林佑威没有丝毫犹豫，用力地点了点头，那根干净的马尾随之晃动了一下。我的剑告诉我必须下去。他看着方云，眼神清澈而坚定。你呢？你心里的那柄剑难道不想下去看看吗？方云与他对视，随即洒然一笑。富贵险中求，走！他不再犹豫，率先一跃跳入了那深不见底的洞穴之中。林佑威紧随其后，身影轻盈的如同一片落叶。洞穴之内是一条由青石铺就的蜿蜒甬道，刚一落地，一股磅礴如山岳的剑意威压便从四面八方狠狠地挤压而来。这股剑意纯粹浩瀚，带着一股斩尽日月星辰的无上霸气，仿佛是一位绝代剑圣正在用他那睥睨天下的目光审视着两位不速之客。方云闷哼一声，只觉得自己的神魂像是被无数根钢针狠狠地扎刺，剧痛无比。他立刻运转太乙凝神录，神魂之力化作一道坚固的屏障，苦苦抵挡着这股威压。然而他身旁的林佑威却仿佛毫无所觉，他闭着双眼，脸上露出了无比享受、无比陶醉的神情，仿佛一只离家已久的小鱼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海。他那剑心通明的体质在这纯粹的剑意环境之中如鱼得水。跟紧我！林佑威睁开眼，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柔和的剑意，竟主动为方云分担了一部分压力。方云心中一暖，点了点头。二人相互扶持，顶着巨大的压力，顺着甬道一步步向着洞穴深处探索。不知走了多久，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出现在二人面前。溶洞的中央是一方小小的水潭，潭中的液体并非清水，而是如同牛奶般粘稠的散发着莹莹宝光的乳白色灵液，每一滴灵液都蕴含着一股精纯到极致的庚金剑气。剑乳灵液，方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这可是传说中由金属性的天材地宝
经过万载的剑气冲刷酝养，才有可能形成的无上宝物。而他的龙象镇玉体修炼的根基，正是需要海量的金属锐气。这整整一坛的剑乳灵液，对他而言，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巨大机缘。在坛边，一具早已失去所有血肉的白玉骸骨，正静静地盘膝而坐。他虽然已经死去不知多少岁月，但依旧保持着生前的姿态，身上散发着一股虽死不屈、剑破苍穹的傲然之气。在他的面前，地面上龙飞凤舞地刻着一行大字：吾乃无尘剑圣，一生修剑，终悟无上剑道。西天不假年，未能踏破仙凡之隔。汉甚，流传承于此。凡有缘者，得无剑心，成无剑道，当斩尽世间一切不平事。无尘剑圣林佑威喃喃自语，那双纯粹的眸子死死地盯着那具骸骨，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虔诚与向往。下一刻，那具白玉骸骨仿佛感受到了他的目光，竟嗡的一声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一道浩瀚的纯白无瑕的剑意光柱从骸骨的天灵盖中冲天而起，瞬间将林佑威笼罩。这是剑意灌顶，传承开启了。方云见状，又惊又喜。林佑威没有丝毫的反抗，他顺从地盘膝坐下，闭上了双眼，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悟道状态。他的气息开始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变得愈发纯粹，愈发锋利。这是他的机缘，而我的机缘。方云的目光炽热地投向了那一坛剑乳灵液，他不再犹豫，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直接跳入了那粘稠的灵液池中。是，刚一入池，万千道精纯的庚金剑气便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疯狂地顺着他的毛孔钻入他的体内，开始肆无忌惮地切割破坏他的经脉、血肉、骨骼。啊！饶是以方云的坚韧，也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这简直比千刀万剐还要痛苦10000倍。龙象镇玉体，给我练！方云强忍着那非人的剧痛，疯狂地运转功法。一尊巨大的龙象虚影在他身后缓缓浮现，发出一声镇压地狱的咆哮。原本在他体内肆虐的庚金剑气，在这股霸道功法的牵引下，竟开始被强行的炼化、吸收，融入他的四肢百骸。他的肉身正在以一种破而后立的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般的蜕变，肌肉变得更加坚韧，筋膜变得更富弹性，骨骼更是被淬炼得如同神经，泛着淡淡的宝光。吼！龙象虚影仰天长啸，一股远比之前更加凝实、更加狂暴的力量感从方云体内轰然爆发。龙象镇玉体第一层小成，不，还没有结束。在海量剑乳灵液的支撑下，他的肉身力量依旧在疯狂地暴涨。轰！那尊龙象虚影仿佛挣脱了某种束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威严。一股仿佛能与真龙、神象比肩的恐怖力量充斥着方云的每一个细胞。龙象镇玉体第2层龙象之力成。此刻，方云的肉身强度已然堪比凝气境中阶的炼体修士，而吸收了如此庞大的能量，他的修为境界也终于水到渠成。那层刚刚踏入的壁垒被轻易的冲破。凝气境1层巅峰，凝气境2层，成了！吼！就在方云实力暴涨的瞬间，一声充满了愤怒与暴虐的咆哮猛然从灵液池的深处炸响，整个溶洞都为之剧烈的颤抖起来。只见那件乳灵液池猛然炸开，一头体长超过10丈、通体由森森白骨构成、头生独角、外形酷似鳄鱼的恐怖妖兽从池底猛然窜出。它的每一根骨骼都仿佛是一柄柄锋利的宝剑，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剑气。凝气境5层，这头沉睡的守护兽剑骨妖鳄终于被惊醒了。他那2个黑洞洞的眼眶中燃烧着2团幽蓝色的灵魂之火，死死地锁定着方云和正在接受传承的林佑威，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意与贪婪。他守护了1000年的宝物，竟被这2个渺小的蝼蚁偷吃了。吼！剑骨妖鳄的咆哮如同九幽刮来的阴风，带着足以冻结灵魂的森然杀意，在整个地下溶洞中疯狂回荡。凝气境5层，那股恐怖的妖气威压如同一座无形的冰山，狠狠地砸向方云和尚在接受传承的林佑威。畜生，你的对手是我！方云一声长啸，声如龙吟，竟硬生生地将那股威压尽数扛下。他从剑乳灵液池中一跃而起，浑身肌肉虬结，散发着淡淡的宝光，一股比那剑骨妖鳄更加凶悍、更加霸道的气血之力冲天而起。凝气境2层，龙象之力，正好拿你这头畜生来检验一下我新生的力量。方云的眼中燃烧起滔天的战意，他没有丝毫畏惧，反而主动迎上，一拳轰出。某！龙象虚影在他身后咆哮，金色的拳头携带着镇压山河的恐怖力量，与那剑骨妖鳄拍下的由森森白骨组成的巨爪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溶洞都为之剧烈的颤抖起来，无数碎石从洞顶簌簌落下。
方云只觉得一股沛然巨力传来，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退了7、8步，才勉强稳住身形，气血一阵翻涌。而那头剑骨妖鳄竟也被他这刚猛无匹的一拳轰得向后滑行了数米，那由剑骨组成的巨爪之上更是出现了一丝细微的裂纹。好硬的骨头！方云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拳头，眼神愈发凝重后，一击受挫，剑骨妖鳄彻底暴怒。他张开血盆大口，一道由无数道精纯剑气压缩而成的惨白色光柱，如同审判之光，朝着方云当头轰来。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纯粹却又锋锐无匹的剑意猛然自方云身后冲天而起。林佑威不知何时已经结束了传承，他缓缓睁开双眼，那双眸子仿佛变成了2柄能够勘破世间一切虚妄的无上神剑。他的气息虽然依旧停留在断体境，但他身上那古剑的意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无尘剑心，他轻声呢喃，仿佛在回味着什么。随即他伸出纤细的手指，对着那道袭来的惨白色光柱摇摇一点，破，一个简单的字，一道同样是纯白无瑕却灵动飘逸了无数倍的指尖剑气悄无声息地射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点在了那道巨大光柱最核心最薄弱的一个节点之上。啵，一声如同气泡破碎的轻响，那道足以秒杀寻常凝气境3层修士的恐怖光柱竟在空中如同被戳破的气球一般轰然溃散，化为漫天光点。干得漂亮！方云眼前一亮，与林佑威对视一眼，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在二人之间油然而生。我主公，你扰他心神，寻他破绽。好。下一刻，方云的身影再次暴起，他如同人形凶兽，仗着自己那强横霸道的龙象之躯，与那头剑骨妖鳄展开了最原始最血腥的近身肉搏。拳脚与骨爪碰撞，肉身与骨甲硬汉，一时间整个溶洞内轰鸣不断，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而林佑威则如同九天玄女，身影飘逸地游走在战场边缘，他不时地伸出玉指，点出一道道神出鬼没、刁钻无比的无尘剑气。这些剑气威力或许不强，却每一次都能精准地攻击在剑骨妖鳄最难受、最别扭的关节与能量节点之上，让他那狂暴的攻击屡屡出现致命的停滞。吼吼吼！剑骨妖鳄被二人这默契的配合打得束手束脚，憋屈无比，只能发出无能的狂怒咆哮。就是现在，就在剑骨妖鳄又一次被林佑威的剑气骚扰出现破绽的瞬间，方云的眼中金光爆射，阴阳磨盘，他抓住机会欺身而上，一掌狠狠地拍在了剑骨妖鳄那由无数剑骨组成的厚重胸甲之上。嗡！黑白2色的磨盘虚影一闪而逝，剑骨妖鳄引以为傲的护体妖气在阴阳磨盘那恐怖的磨灭之力下，瞬间被磨掉了一大层，连带着他胸前的骨甲都变得暗淡无光，出现了无数细密的裂纹。死！方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将全身的龙象之力尽数灌注于右拳之上，这一拳凝聚了他此刻最强的力量。这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剑骨妖鳄那巨大的燃烧着灵魂之火的头颅之上，咔嚓轰！在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中，剑骨妖鳄那坚不可摧的头骨如同被攻城锤正面轰中的城墙一般轰然炸裂，那2团幽蓝色的灵魂之火剧烈地闪烁了几下，最终彻底熄灭。那庞大的骨架哗啦一声散落一地，联手斩杀凝气境5层妖兽，若是传出去，足以让整个天剑宗外门为之失声。方云喘着粗气，这一战对他的消耗也同样巨大。他剖开散落的骨架，从中取出了一枚鸡蛋大小、蕴含着精纯妖力的内丹，又将那深堪比上品灵气的鳄皮尽数收起。他走到林佑威面前，将剩下的大半持剑乳灵液用玉瓶分装，递给了他一半。我们平分。林佑威看着玉瓶，又看了看方云，那张清秀的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浅浅的如同百合花绽放般的笑容。好。方云又走到那干涸的池底，将那柄引起共鸣的古老断剑连同他的墨锋剑一同捡起，递给了林佑威。物归原主。林佑威看着那柄锈迹斑斑的断剑，眼神中却流露出视若珍宝的光芒。他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郑重地接过了那柄断剑，紧紧地抱在怀里。谢谢。做完这一切，二人不敢在此的久留，沿着来时的甬道迅速返回。然而当他们刚刚从剑冢的洞口跃出，2道强大的气息便从天而降，将他们牢牢锁定。来者正是前来巡查的李长老，以及脸色阴沉如水的钱长老。好啊好啊！钱长老的目光在方云和林佑威身上一扫，当他看到方云那凝气近2层的修为，以及林佑威身上那脱胎换骨般的剑意时，眼中先是闪过一丝震惊，
随即立刻化为了毫不掩饰的贪婪与杀意。他厉声喝道，声音如同炸雷般响彻整个后山：大胆方云，卑贱贱奴，竟敢私闯宗门禁地，盗取我天剑宗的无上机缘！来人啊，将这2个无法无天、背叛宗门的叛徒给我拿下，打入天牢，严刑问罪！拿下！钱长老的声音如同滚滚天雷，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与杀意。他那凝气境高阶的恐怖威压，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从天而降，死死地扼住了方云和林佑威的咽喉，让他们感觉骨骼都在呻吟，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钱长老，你这是何意？一声同样是威严无比的怒喝响起。李长老身影一晃，挡在了方云和林佑威身前，一股刚正不阿、锋锐无匹的剑意冲天而起，将钱长老那阴冷的威压尽数抵消。他须发皆张，怒视着钱长老，喝道：是非曲直尚未定论，你凭什么一上来就要给他们定下叛徒的罪名？凭什么？钱长老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指着方云，眼中充满了贪婪与嫉妒，厉声道：李长风，你瞎了吗？你看看这小子进入禁地前不过是凝气境1层，这才过了多久，竟已突破至凝气境2层。还有这个贱奴身上剑意脱胎换骨，分明是得了天大的好处。他们不是盗取了宗门宝物，又是什么？难道他们还能在禁地里凭空捡到一本绝世功法不成？钱长老的话充满了煽动性，周围闻讯赶来的几名巡逻弟子看向方云的眼神也立刻充满了怀疑与嫉妒。对啊，这小子实力提升的也太快了，这不合常理。面对这盆劈头盖脸泼下来的脏水，方云却不卑不亢，他上前一步，朗声说道：启禀钱长老，弟子进入剑冢，只为感受前辈剑意，磨练自身剑技，绝无盗宝之心。他顿了顿，声音愈发洪亮，掷地有声。至于洞中奇遇，乃是弟子与林师妹的机缘，是已故的无尘剑圣前辈认可我2人主动降下传承，天与福取，反受其咎。我2人的前辈恩赐，何来盗窃一说？一派胡言。钱长老根本不听他的解释，狞笑道：无尘剑圣，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你们2人私闯禁地，人赃并获，证据确凿，今天谁也保不了你们。你！李长老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钱长老这是铁了心要置方云于死地，好夺取他身上的机缘。就在这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凝重到极点之时，一道温和却又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声音从远处的天边悠悠传来：呵呵，钱长老好大的火气啊，不知我丹堂的人犯了什么错，要让你如此兴师动众，喊打喊杀的。话音未落，一朵由丹气凝聚而成的七彩祥云飘然而至，祥云之上站着一位身穿八卦单袍、鹤发童颜的老者。他看起来仙风道骨，但那双偶尔开合的眼眸中却闪烁着比星辰还要璀璨的智慧光芒。丹堂主。钱长老看到来人，那张嚣张的脸瞬间一僵，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之色。丹堂在宗门内的地位向来超然，丹堂之主更是连宗主都要礼敬3分的存在。孙堂主。钱长老连忙挤出一丝笑容，拱手道：您怎么亲自来了？这是个误会，此子。误会。孙堂主从祥云上缓缓落下，看都未看钱长老一眼，他的目光径直落在了方云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眼中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欣赏与好奇。你就是方云？弟子方云，见过堂主。方云拱手行礼。不错不错。孙堂主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转向钱长老，语气平淡的说道：钱长老，这小子我丹堂要了。老夫最近在研究一个古丹方，正缺一个像他这样在丹道上天赋异禀的助手。他的话轻描淡写，却如同一道圣旨。钱长老的脸色瞬间变得如同猪肝一般难看到了极点，他咬着牙不甘地说道：可是孙堂主，此子私闯禁地，犯了门规。门规？孙堂主终于瞥了他一眼，那眼神平淡，却又带着一股俯瞰蝼蚁般的威严。他是去协助我丹堂研究能让我天剑宗所有弟子都受益的古丹方，此事我自会向宗主禀报。怎么，钱长老，你觉得区区一个后山禁地比得上我丹堂的万古丹方重要吗？还是说你要阻拦老夫为宗门炼丹？一顶天大的帽子就这么轻飘飘地扣了下来。钱长老被噎得满脸通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再纠缠下去就是公然与整个丹堂为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堂主大袖一挥，一股柔和的丹气卷起方云，化作七彩祥云，向着丹堂的方向飘然而去。李长老，孙堂主的声音从空中传来，这个小女娃是个不错的剑道苗子，你可要好生看护，莫要让某些心胸狭隘之辈给毁了。
李长老闻言，心中大定，对着祥云离去的方向深深一揖，只留下钱长老一人站在原地，脸色铁青，双拳紧握，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怨毒与不甘。丹堂之内，丹香缭绕，方云跟着孙堂主来到了一间古朴的净室之中。一进门，他便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穆冰兰正站在一尊巨大的丹炉旁，她依旧是一身白裙，清冷如月。看到方云进来，她那绝美的俏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随即又恢复了那副冰冷的模样。只是那双清澈的眸子却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堂主，导师。他对着二人盈盈一礼。方云，老夫也不跟你绕弯子了。孙堂主开门见山，他指着面前石台上的一张残缺的泛黄的兽皮卷，神情凝重地说道：此乃一张上古流传下来的丹方，名为龙力丹。此丹若能炼成，可大幅增强宁气境修士的肉身力量，甚至能让其凭空生出一丝龙力，对体修而言乃是无上之宝。方云闻言，心中也是一动。但是孙堂主话锋一转，叹了口气，这张丹方不仅残缺，其中几味主要的药理更是相互冲突，霸道无比，稍有不慎便会引发药力暴走，轻则丹毁，重则炉炸人亡。他指了指旁边几尊已经炸裂报废的丹炉，心有余悸地说道：为了他，我丹堂已经折损了3尊上品丹炉，更有数位资深的炼丹师因此而身受重伤。老夫将你从钱长风那老匹夫手里保下来，只有一个要求。孙堂主目光灼灼地看着方云，一字一顿地说道：用你的炼丹术修复它，炼成它。丹堂堂主亲自邀请方云协助修复古丹方龙力丹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丹堂湖面，激起了千层浪。开什么玩笑，让一个刚入门的外门弟子来修复连孙堂主都束手无策的古丹方。我听说他绞天之性炼出了一炉上品淬体丹，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淬体丹算什么？跟龙力丹比起来，简直就是泥巴。堂主真是病急乱投医了，这小子怕是连龙力丹的几十种药材都认不全吧。丹堂之内，特别是几个平日里自视甚高的年轻炼丹天才，几乎是炸开了锅。他们看向方云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嗤之以鼻和等着看笑话的轻蔑。对于这一切，方云置若罔闻。他把自己关在了丹堂最核心的一间净室之中，所有的心神都沉浸在了那张残破的古老丹方之上。龙心草，性暴烈，主君；地龙晶，性坚韧，主臣；赤炎果，性灼热，玄冰花，性阴寒。这丹方简直就是一锅大杂烩，将数十种药性完全相反、相互冲突的霸道药材强行糅合在一起，这根本不是在炼丹，这是在炼制一枚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方云的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不对，上古丹师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问题一定不是出在药材本身。他的心神沉入那浩如烟海的神尊传承之中，开始以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高度和视角重新解构推演这张丹方。问题不在于药材，而在于君、臣、佐、使的配比，在于炼制过程中那千变万化的火候掌控。时间在方云不眠不休的推演中悄然流逝。吱呀，净室的门被轻轻推开，穆冰兰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走了进来。她依旧是一身白裙，气质清冷，那张绝美的俏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堂主让我来给你当助手。他将茶杯放到方云手边，声音清冷地说道：这是静心茶，能提神醒脑。方云此刻双眼布满血丝，正全神贯注地在一张新的兽皮卷上用朱砂笔飞快地书写，计算着什么。他头也未抬，只是下意识地嗯了一声。穆冰兰看着他那副近乎魔怔的专注模样，又看了看他眼圈下那浓重的乌黑，心中莫名地刺痛了一下。这个男人无论是面对生死之战，还是面对长老的刁难，似乎永远都是那副云淡风轻掌控一切的姿态。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狼狈的一面。他没有再说话打扰，只是默默地走到书案的另一侧，拿起墨定开始为他研墨。静室之中一时间只剩下朱砂笔划过兽皮卷的沙沙声，以及实验中墨定被缓缓研磨的声音。夜深了，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二人身上，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仿佛交织在了一起。穆冰兰看着灯火下方云那张棱角分明的侧脸，那紧锁的眉头，那专注的眼神，他忽然发现自己那颗早已被丹道与冰冷包裹起来的心，竟不受控制的漏跳了一拍。一种陌生的酸酸的却又带着一丝丝甜意的情愫，如同在冰封的湖面下悄然融化的第一缕春水，无声无息，却又势不可挡。他那张清冷的俏脸在自己都未察觉的情况下微微泛红。7天7夜，当第7天的晨曦照亮净室的瞬间，方云手中的朱砂笔终于落下了最后一笔。他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浊气，
眼中虽然充满了疲惫，但更多的却是如释重负的喜悦和强大的自信。成了。他抬起头，正好对上了穆冰兰那双带着担忧和关切的眸子。四目相对，穆冰兰如同受惊的小鹿，慌乱地移开了视线。丹堂中央大殿，当方云宣布他已经修复了龙力丹的丹方，并要当众开炉炼丹时，整个丹堂再次被引爆。什么？他真的完成了？疯了吧？7天时间？开什么玩笑？就算是孙堂主研究了7年都没有头绪，看着吧，绝对是哗众取宠。我赌他这一炉必定炸得他神魂俱灭。在丹堂所有弟子，包括孙堂主和几位资深长老，或期待，或质疑，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方云走到了那尊专门用来炼制高阶丹药的紫金八卦炉前。他没有丝毫的迟疑，大袖一挥，数十种珍稀的药性狂暴的药材，如同乳燕归巢般精准地按照一种玄奥的顺序依次飞入了丹炉之中。先头龙心草，后下玄冰花。他疯了吗？这2味药材的药力会瞬间引爆的。一名资深长老失声惊呼，差点就要上前阻止。孙堂主却死死地盯着方云那双稳定的如同磐石的手，眼中金光爆射，沉声道：别动，看下去。方云神情专注，双手如同幻影般在丹炉之上掐出一道道玄奥的控火法印。他脚下的地火在他的操控下，时而化作温顺的绵羊细细熬煮，时而又化作咆哮的火龙疯狂煅烧。整个炼丹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道韵与美感。所有原本还在等着看笑话的炼丹师们，此刻全都鸦雀无声。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脸上的表情从嗤之以鼻到震惊，再到骇然，最后只剩下了狂热的崇拜。这是何等精妙的控火法门，简直是神迹，是艺术。原来是这样，原来这几味药材的顺序应该这样调换，我怎么就没想到？天才，不是鬼才，是万年不遇的丹道鬼才。就在众人心神激荡之际，嗡！紫金八卦炉猛然发出一声轻微的震动，一股霸道无比、充满了磅礴气血之力的奇异药香，如同苏醒的远古巨龙，从丹炉的缝隙中猛然喷薄而出。丹成了，开！方云低喝一声，一掌拍在炉盖之上，炉盖冲天而起，一枚龙眼大小、通体血红、表面仿佛有真龙虚影环绕、散发着璀璨光晕的丹药，静静地躺在炉底。龙力丹，真的是龙力丹！天啊，他竟然真的成功了！孙堂主再也按捺不住激动，一个箭步冲上前，小心翼翼地捧起那枚丹药，老泪纵横，仰天大笑：成功了！我天剑宗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啊！而丹堂其他的炼丹师们则如同看到了神奇一般，疯狂地冲了上来，将方云团团围住，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狂热与敬佩。作为奖励，孙堂主当众宣布龙力丹日后产生的收益，方云独占1成，并且特许他随时使用丹堂的任何炼丹房，地位等同于丹堂的名誉客卿。一时间，方云在丹堂的威望达到了顶峰。然而，就在他声名鹊起，以为可以安心修炼之时，一个消息正式由宗门高层公布，传遍了整个天剑宗。外门大比将于1月后正式开始，此次大比最终排名前10者将获得晋升内门的资格。消息一出，整个外门彻底沸腾。而也就在当天，一个更加劲爆的消息由青蛇会公之于众。青蛇会副会长谢坤，一位早已踏入宁气近4层巅峰，在外门积微已久的恐怖存在，公开宣称：方云，洗干净你的脖子，等着！外门大比的擂台上，我会亲手一寸一寸地敲碎你的骨头，为王莽他们报仇雪恨。距离外门大比仅剩10天，庭院之中，方云静静地擦拭着漆黑的墨锋剑，眼神锐利如刀。宁气近4层巅峰的谢坤，青蛇会的副会长，这无疑是他踏入宗门以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我虽有阴阳磨盘神通，肉身也已突破龙象之力，但谢坤能在外门积微多年，绝非王莽那样的蠢货可比。我的攻击手段还是略显单一，尤其缺乏远程的致命一击。而且大比的第1轮是黑雾森林狩猎战，那种复杂的地形，若是能配合阵法，方云的心中一个清晰的计划缓缓成型。他需要将手中斩杀妖恶和王莽等人获得的材料，以及丹堂分红的灵石，尽快转化为即战力。打定主意，他不再迟疑，起身便向着宗门内最繁华的交易场所方式走去。宗门方式，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然而，当方云的身影出现时，
这股热闹的气氛却出现了一丝诡异的停滞。无数道目光，或敬畏，或嫉妒，或幸灾乐祸，齐刷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方云无视了这一切，径直走进了一家规模颇大的、专门售卖布阵材料的店铺——百阵阁。掌柜，我要一套5行迷踪阵的阵旗，品质要最好的。方云开门见山。那掌柜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他抬头看了一眼方云，脸上立刻堆起了职业化的笑容。但当他的目光瞥见店铺角落里几个身穿青蛇会服饰的弟子正用一种冰冷的眼神盯着他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了。他清了清嗓子，换上了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摊手道：“哎呀，这位师弟真是不巧啊，上品的5行阵旗昨天刚卖完，现在店里只剩下几套学徒们练手用的残次品了。你看。”方云眉头微皱，他知道这又是青蛇会的手段。他没有多言，转身走进了另一家售卖兵器的店铺——千兵坊。掌柜，我想买一张好弓。弓。胖乎乎的掌柜眼前一亮，刚要介绍，眼角的余光同样瞥见了那几个阴魂不散的青蛇会成员。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连忙摆手道：“客官，真对不住，小店只卖刀枪剑戟，从来不卖弓箭这种偏门的玩意儿。”一连逛了7、8家店铺，结果如出一辙，要么就是他想要的东西恰好卖完了，要么就是店铺掌柜拿出一些连垃圾都不如的残次品来羞辱他。青蛇会甚至都不需要亲自出手，只用一个名头就让整个方氏对他进行了彻底的封锁。方云，看到了吗？这就是得罪我们青蛇会的下场。就算你有零食，也只能买一堆垃圾回去。哈哈，我看你拿什么去跟谢坤师兄斗？那几个青蛇会的弟子跟在方云身后，肆无忌惮地嘲笑着，享受着将天才踩在脚下的快感。方云的脚步忽然停下，他缓缓转身，看着那几个笑得无比嚣张的青蛇会弟子，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谁告诉你们，我一定要在这里买东西？说罢，他不再理会那几个愣在原地的家伙，转身径直走出了宗门方室，朝着山下的迎新城方向走去。迎新城万宝楼，其规模比宗门方室的任何一家店铺都要宏伟，气派10倍不止。当方云一脚踏入万宝楼大门的瞬间，那几个跟上来看好戏的青蛇会弟子脸上又露出了嘲讽的笑容。笑死我了，他以为万宝楼就会卖东西给他。万宝楼的规矩更多，谢坤师兄早就派人打过招呼了，他今天注定要空手而归。然而下一刻，他们脸上的笑容便彻底凝固了。只见方云没有去任何柜台，而是径直走到了管事台前，拿出了一张通体由紫金打造，上面雕刻着繁复花纹的卡片，轻轻地放在了台面上。那名原本还带着几分傲气的管事，在看到那张紫金贵宾卡的瞬间，脸上的表情如同川剧变脸一般，瞬间化为了极致的恭敬、谦卑，甚至是一丝丝的惶恐。他双手颤抖地捧起那张卡片，确认无误后，立刻对着方云深深的90度地鞠了一躬。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是紫金贵宾驾到，请恕罪，请恕罪。他那洪亮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整个大厅所有人的注意。紫金贵宾卡，那不是传说中只有楼主的至交好友，或是对万宝楼有过天大贡献的超级大人物才能拥有的最高级别信物吗？我的天，这怎么可能？他一个外门弟子，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在所有人震惊、骇然、羡慕、嫉妒的目光中，在那几个青蛇会弟子呆若木鸡，如同见了鬼一般的表情中，方云被那名管事亲自恭敬地请上了万宝楼最顶层的、从不对外开放的贵宾室。顶级的灵果，万年的香茗，被侍女小心翼翼地奉上。尊敬的贵宾，不知您有何吩咐？只要我们万宝楼有的，一定为您送到。管事弓着身子，连头都不敢抬。布阵材料要能布置玄水困龙阵的级别。还有，我需要一张好弓。是。管事连忙点头，随即又道：我们楼主前几日恰好得到了一张新打造的长弓，乃是由千年玄铁木为主体，再用那头被您斩杀的铁甲犀牛的金剑为弓弦打造而成的中品灵器。弓身坚不可摧，弓弦韧性十足，最善破甲，楼主为其命名为破甲弓，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啊！很快，方云需要的一切都被送了上来，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正准备结账，那管事却连忙摆手，谄媚的笑道：贵宾说笑了，楼主早已吩咐过，您在万宝楼的一切消费都由楼主亲自承担。不仅如此，楼主还特意嘱咐小的，将这壶他老人家亲自珍藏的醉仙酿赠与您，此酒有洗涤灵力、淬炼神魂之奇效。方云拿着布阵材料和那张通体黝黑、散发着凶悍气息的破甲弓走下了楼。他看着手中那壶散发着诱人酒香的醉仙酿，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花解语那妖娆妩媚、
风情万种的绝美俏脸。这个女人人情越欠越大了啊！当方云走出万宝楼大门时，一道阴冷的身影早已如同一座冰山般堵在了他的面前。来人身材修长，面容俊朗，但一双眼睛却如同毒蛇一般死死地锁定着方云，正是青蛇会的副会长谢坤。他没有动手，只是上下打量了一番方云手中的破甲弓，脸上露出一丝冰冷而残酷的笑容。东西不错，他缓缓开口，声音沙哑而阴森。不过东西再好也要有命用才行。他上前一步，凑到方云耳边，用一种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狞笑道：大比第1轮是黑雾森林狩猎战，真是个杀人的好地方啊！我会在里面等着你，然后亲手把你的这张破弓一寸一寸的折断，再把你的4肢一根一根地打断。嗡！伴随着一阵轻微的空间扭曲，数百名外门弟子的身影同时出现在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被浓浓黑雾所笼罩的原始森林之中。黑雾森林外门大比第1轮狩猎战正式开始。这里的黑雾能压制神识，混淆视听，林中更是不知隐藏着多少饥肠辘辘的妖兽。这是一场考验实力、智慧以及运气的血腥游戏。猎杀妖兽获得积分，或是猎杀同门抢夺他们腰间的身份令牌，每一块令牌都代表着初始的100积分。方云刚一落地，甚至还未来得及适应这里的环境，10几道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凛冽杀意的气息便从4面8方将他死死地锁定。方云，你的死期到了。谢坤的声音如同从地狱传来，充满了怨毒与快意。他带领着10几名青蛇会的精英成员，呈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缓缓地从黑雾中走出。每个人都手持利刃，眼神如同看待猎物一般，死死地盯着场中那道孤零零的身影。谢坤师兄威武，这小子插翅难飞了。一进场就直接锁定了目标，这就是我们青蛇会的实力。他们甚至放弃了去猎杀妖兽，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方云。他们要当着森林里所有弟子的面，将这匹声名鹊起的黑马以最残忍、最血腥的方式彻底扼杀。方云，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还记得吗？谢坤如同猫戏老鼠一般一步步逼近，他手中的长剑发出一声声兴奋的嗡鸣。我会先折断你的弓，再打断你的4肢。然而他的话还未说完，方云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是吗？方云的身影忽然一晃，竟如同融入了风中的影子一般，向着森林的深处激射而去。他想跑，追，别让他跑了。今天天上地下没人救得了他。谢坤怒吼一声，带领着10几名青蛇会成员紧追不舍，迅速消失在浓浓的黑雾之中。呼呼，森林之中一场血腥的追逐战正在上演。该死，这小子的身法怎么这么诡异，跟个泥鳅一样滑不溜手。一名青蛇会弟子气喘吁吁地骂道。谢坤的脸色也愈发阴沉，他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合围，方云总能凭借着对地形的利用以及那神出鬼没的身法，险之又险地从他们的包围圈中溜走。他非但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像是在遛狗。不对劲！谢坤忽然停下了脚步，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他逃跑的方向太过笔直了，他像是在故意引我们去某个地方。怕什么？谢坤师兄，另一名心腹手下狞笑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笑话。我们这么多人，难道还怕他一个凝气境2层的垃圾不成？没错，追！今天必杀此子！一行人再度加快了速度。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追逐的过程中，方云的身影如同最顶级的猎人，时而停顿，时而变换方位。他的指尖不时的有微不可察的灵光闪动，一块块阵旗，一枚枚灵石被他悄无声息地埋入了一棵棵古树之下。一丛丛灌木之中，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缓缓地张开。终于，当谢坤等人追至一片地势低洼的环形山谷时，方云的身影彻底消失了。人呢？妈的，让他给跑了！众人正自恼怒之时，山谷的入口和出口忽然升腾起一阵浓郁的化不开的白雾。这是阵法！谢坤脸色大变，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区区迷踪阵也想困住我们？兄弟们，跟我一起用蛮力破了他！一名弟子不屑地大笑着，举剑便向着白雾砍去。然而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便彻底凝固了。他只觉得眼前一花，周围的同伴竟都变成了方云的模样，每个人都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看着他。杂种，都给我去死！他怒吼一声，手中的长剑毫不犹豫地捅向了离他最近的那个方云。噗嗤！老三，你疯了！被捅中的那名弟子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同伴，
缓缓倒下。什么？自相残杀？在这玄水困龙阵的加强版迷踪阵之中，所有人的五感都被混淆，幻象丛生，彼此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死敌。一时间，山谷之内剑气纵横，惨叫连连。而真正的方云早已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了数百米之外的一棵参天古树的树冠之上。他的手中握着那张通体黝黑的破甲弓，他缓缓地拉开弓弦，一支由纯粹的液态灵力凝聚而成的箭矢搭在了弓弦之上。他的目光冰冷而平静，如同俯瞰众生的神奇，透过重重迷雾，精准地锁定了一个正在胡乱攻击的青蛇会成员。第一个，他口中轻轻吐出2个字：咻！弓弦震动，发出一声轻微的如同死神叹息般的嗡鸣。那支灵力箭矢化作一道漆黑的流光，无声无息地撕裂了空间。山谷内那名正在与幻象搏斗的青蛇会弟子心头猛然一跳，刚想回头，噗！一道毁灭性的力量已经从他的后心洞穿而过，他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生机断绝。方云面无表情，再度拉开了弓弦。第二个，咻！第三个，咻！他如同一个最冷酷、最顶级的猎人，居高临下，不断地射出致命的冷箭。每一次弓弦的震动，都必然会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山谷之内，青蛇会的成员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那浓郁的血腥味混杂在白雾之中，让幸存的人愈发的疯狂与恐惧。不，有鬼，有鬼啊！他在哪？他在哪？救命！谢坤师兄救我！终于，当人数只剩下不到一半时，谢坤凭借着远超常人的实力，强行震散了周围的幻象。他看着满地的自己兄弟的尸体，双目瞬间变得血红。方云，他发出了野兽般不甘而怨毒的咆哮。他终于明白了，从头到尾，他们才是那个被戏耍、被玩弄、被屠杀的猎物。咻！又是一道漆黑的箭矢，如同催命的死神破空而来，直取他的眉心。给我破！谢坤怒吼一声，凝气境4层巅峰的实力全面爆发，一剑将那只箭矢劈得粉碎。但他也被那股巨大的力道震得手臂发麻，气血翻涌。方云，你给我滚出来！像个男人一样跟我决一死战！躲在暗处放冷箭，算什么英雄好汉？他声嘶力竭地吼道，试图用言语激将方云现身。然而，回应他的是又一支更加刁钻、更加致命的箭矢。噗嗤！一名离他最近的青蛇会成员应声倒地。谢坤彻底陷入了绝望，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一个都活不了。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谢坤的脸上露出了无比狰狞与肉痛的神情，他猛地从怀中掏出了一枚雕刻着一头狰狞猛虎的血色玉符，毫不犹豫地一把捏碎，以我之血奉为献祭，出来吧，我最强大的奴仆！轰！一道血色的光柱冲天而起，空间被硬生生地撕裂开一道口子。一头体长超过3丈，通体覆盖着黑色鳞甲，额头上有着一个醒目王字的狰狞巨虎，携带着一股远超凝气境5层的滔天的魔气与凶威，从那空间裂缝中猛然踏出。黑灵魔虎，实力堪比凝气境6层。吼！魔虎仰天咆哮，整个黑雾森林都为之震颤。他那双血色的兽瞳与谢坤的目光同时锁定了远方树冠之上那道手持长弓的身影，一前一后，形成了最致命的夹击。吼！黑灵魔虎的咆哮带着凝气境6层的滔天魔威，震得整片山谷都在嗡嗡作响。他那双血色的兽瞳与谢坤那怨毒的目光一前一后，如同2把最锋利的钳子，将方云死死地锁定。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如同乌云压顶，瞬间笼罩了方云的全身。方云，现在你还怎么跑？谢坤看着方云那凝重的脸色，发出了癫狂而快意的笑声。这头黑灵魔虎是我最大的底牌，是我准备在内门扬名立万的杀手锏。今天为了杀你这只杂碎，提前动用了。你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你将会成为他腹中的第一顿美餐。他话音未落，那头黑灵魔虎已经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携带着腥风，朝着方云猛扑而来。与此同时，谢坤的身影也从另一侧抱起，手中的长剑挽起一道道歹毒的剑花，封死了方云所有的退路。一人一虎配合默契，杀机凛然。想杀我，那就要看你们的牙扣够不够硬。方云的眼中非但没有恐惧，反而燃烧起一股不死不休的疯狂战意。他深吸一口气，不再有任何保留。龙象之力，开！龙血沸腾丹，给我爆！他一口将穆冰兰赠予的那枚丹药吞入腹中。轰！
一股狂暴的气血之力如同火山爆发，在他体内轰然炸开。他的皮肤瞬间变得赤红，浑身青筋球结，一股比之前强横了数倍不止的恐怖力量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杀！方云一声怒喝，不退反进，竟主动迎上了那一人一虎的致命夹击。他左手握拳，金色的龙象虚影咆哮，硬汉谢坤那刁钻的长剑；右手墨锋剑出鞘，黑色的剑身之上，黑白二色的磨盘虚影流转，迎向了黑灵魔虎那足以撕裂金铁的利爪。轰！当！砰！一瞬间，整个山谷仿佛化作了炼狱，剑气、魔气、拳风、血光疯狂地交织碰撞。方云以一己之力，硬汉凝气境4层巅峰的人类天才与凝气境6层的恐怖魔虎，竟打得难分难解，不落下风。不可能，他吃了什么丹药？力量怎么会暴涨这么多？谢坤越打越心惊，他发现方云此刻就像一个不知疲倦、不知疼痛的战争机器，每一次碰撞都让他气血翻腾，虎口发麻。吼！黑灵魔虎更是憋屈，他那无坚不摧的利爪，每一次拍出都会被那柄诡异的黑色长剑挡住。剑身上那旋转的黑白磨盘更是不断的磨灭，吞噬着他的护体魔气，让他难受的快要发狂。这样下去不行。方云心中清楚，龙血沸腾丹的药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必须速战速决，以伤换命。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绝，故意迈出一个破绽。好机会！黑灵魔虎抓住机会，那闪烁着寒光的虎爪狠狠地、毫不留情地洞穿了方云的左肩。噗嗤，鲜血狂涌而出。他力竭了，他死定了。谢坤见状，欣喜若狂。然而方云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他任由虎爪贯穿自己的身体，左手却如同铁钳一般，死死地抓住了魔虎的爪子，让他无法挣脱。他用自己的伤换来了一个绝杀的机会。给我断！方云右手墨锋剑携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地斩在了那头魔虎的前足之上。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那头不可一世的黑灵魔虎竟被他一剑硬生生地斩断了一条腿。嗷呜！魔虎发出了凄厉到极点的哀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杂种，我要你死！谢坤看到自己的魔虎被重创，彻底暴走。他将全身所有的灵力都灌注于手中的长剑之上，施展出了他最强的压箱底的杀招——青蛇会秘技毒龙钻。他手中的长剑高速旋转起来，化作一条狰狞的带着剧毒的青色毒龙，携带着洞穿一切的恐怖威势，直取方云的心脏。这是必杀的一击，这是凝聚了他所有希望的一击。然而就在此时，方云的眼中却猛然爆发出璀璨到极致的，仿佛能洞穿万古的神光。他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破甲弓，他缓缓地拉开了那由铁甲犀牛金剑制成的弓弦，一支箭矢在他的手中缓缓凝聚，但这支箭矢却与之前截然不同。它通体漆黑，箭矢的顶端赫然悬浮着一个缓缓旋转的、散发着磨灭万物气息的阴阳磨盘。第一次将神通附着于箭矢之上，去，给我了结这一切！咻！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仿佛撕裂了时空的、极致的、快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黑色流光。那道由谢坤最强杀招所化的青色毒龙，在接触到这道黑色流光的瞬间，竟如同纸糊的一般，被悄无声息地从头到尾整个洞穿、磨灭。不，那是什么？谢坤脸上的狞笑彻底凝固了，他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无法抗拒的死亡气息将他牢牢锁定。他眼睁睁地看着那道黑色的流光洞穿了自己的护体灵气，射入了自己的胸膛。没有剧痛，没有鲜血，他只是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自己体内的生机、自己的神魂，所有的一切都在被一个无形的、恐怖的磨盘疯狂地一寸一寸地碾压成虚无。我不明白。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眼中充满了无尽的迷茫与不甘，缓缓地向后倒下。至死他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输的。大比，结束了。当宗门的长老通过水镜看到那最后一幕时，整个外门广场陷入了一片死寂。方云以无可争议的碾压性的第1名的积分获得了进入内门的资格。李长老看着水镜中的身影，抚掌大笑，满脸的欣慰与骄傲。而钱长老则面如死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十岁。嗡！传送阵的光芒亮起，将方云以及其他9名获胜的弟子从黑雾森林中传送回了广场。就在宗门长老准备宣布结果，开启通往内门的传送阵时，一股阴冷、恶毒却又强大到让在场所有凝气境弟子都为之窒息的恐怖威压
如同乌云一般，从天而降一名身穿华贵青色长袍，面容阴柔俊美，双眼却如同蛇瞳一般，不带一丝感情的青年，悄无声息地降临在了外门广场之上。他的气息赫然是凝气境7层。蛇万毒，是青蛇会的会长。天啊，他怎么会亲自降临外门？所有人都吓得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蛇万毒没有理会任何人，他那双冰冷的蛇瞳径直落在了方云的身上，如同在看一个有趣的但已经注定要死的玩物。他缓缓地勾起一丝残忍的笑容。很好，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内门等你，希望你能活得久一点。话音落下，通往内门的巨大传送阵光芒大盛。嗡！当踏出传送阵的刹那，一股比外门浓郁了10倍不止的天地灵气扑面而来。这里便是天剑宗的核心内门，空气中都仿佛流淌着淡淡的灵雾，每一次呼吸都让人心旷神怡。远处仙山楼阁，云雾缭绕，不时有弟子驾驭着璀璨的剑光呼啸而过，一派仙家气象。方云与其他9名新进内门弟子跟随着一名引路师兄，脸上都带着几分对未来的向往与激动。这里就是我们日后修炼的地方，洞府殿。引路师兄指着前方一座古朴的大殿，笑着说道：你们的住处将由这里的执事为你们分配，祝你们好运。说罢，他便转身离去。众人走进洞府殿，一名身形消瘦，眼神却如同毒蛇般阴冷的执事早已等候在此。他懒洋洋地抬起眼皮，目光在10人身上扫过。当他看到方云时，嘴角勾起了一抹毫不掩饰的残忍的讥讽。他清了清嗓子，开始慢条斯理地分配洞府。王克，甲字3号洞府；李飞，甲字7号洞府。一个个名字被念出，拿到令牌的弟子无不面露喜色。甲字号无疑是灵气最充裕的上等洞府。很快9个人都已分配完毕，只剩下方云一人还静静地站着。那阴冷执事脸上的讥讽之色愈发浓郁。他拿起最后一块布满了灰尘，看起来破旧不堪的铁牌，如同丢垃圾一般，随手扔到了方云的脚下。方云，他拖长了语调，用一种足以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到的声音，阴阳怪气地说道：丙字9号，你的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丙字号，那不是灵气最差，位置最偏僻，连杂役弟子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吗？还是9号？我听说那里常年失修，跟个废墟没什么两样。嘘，小声点，你们忘了蛇万毒会长的警告了吗？这方云得罪了青蛇会，还能有好果子吃？那阴冷只是看着众人同情的目光，看着方云，脸上的快意几乎要溢出来。他上前一步，凑到方云身边，用一种恶毒的声音低语道：小子，我告诉你，这就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的下场。外门大比第一。哼哼，到了内门，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卧着，你就乖乖的住进你那狗窝里去吧。哈哈，他发出了肆无忌惮的狂笑。然而方云的脸上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淡漠。他弯腰捡起那块冰冷的铁牌，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再看那执事一眼，转身便向着洞府区的方向走去。那副平静，那副无视，反而让那执事的笑声戛然而止，如同被扼住了喉咙的公鸡，脸色涨得通红。哈哈，快去看方云的狗窝。走走走，我也好奇，丙字9号到底有多差。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新弟子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远远地跟在方云身后。当他们来到那传说中的丙字9号洞府前时，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哪里是洞府，分明就是一个被遗弃了不知多少年的山洞。洞口杂草丛生，布满了青苔，石门上更是爬满了藤蔓，一股潮湿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最致命的是，这里的灵气浓度稀薄得令人发指，甚至还不如外门最普通的弟子房。我的天，这地方还能住人？完了，彻底完了。在这种地方修炼，他的修为怕不是不进反退啊。得罪了青蛇会，果然是生不如死。在一片同情与嘲讽声中，方云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石门，走了进去。洞内更是简陋不堪，石床石桌布满灰尘，但方云的眉头却在踏入洞府的瞬间紧紧地锁了起来。不对劲，他闭上眼，神识如潮水般散开，瞬间笼罩了整个洞府。下一刻，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至极的杀意。好恶毒的手段！他发现这洞府之中，那本应汇聚灵气的聚灵阵不仅早已残破不堪，其核心的几处阵纹更是被人用极其阴险的手法整个地反向布置了。这根本不是聚灵阵，这是一个会悄无声息的偷走泄露出居住者体内灵力的散灵阵。住在这里不仅无法修炼，一身修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散去，
最终沦为废人。就在此时，那阴冷执事带着几个青蛇会的成员也恰好溜达了过来。他看着洞府内的方云，假惺惺地问道：“怎么样啊，方师弟，这丙字9号洞府还住得惯吗？”他身后的几人已经毫不掩饰地发出了嗤笑声。方云转过身看着他，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笑容。很好，他淡淡地说道，这里很好，我很喜欢。那执事一愣，以为方云是在说反话，正要继续嘲讽方云，却不慌不忙地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大堆在众人看来杂七杂八的材料，正是他从谢坤和王莽储物袋中缴获的那些战利品。他想做什么？不会吧？他难道还想自己修复这具灵阵？别开玩笑了，这阵法都烂成这样了，除非请来镇法堂的长老，否则神仙难救。在所有人不解、困惑、嗤之以鼻的目光中，方云动了，他的手指如同在弹奏一曲最优雅的乐章，快如幻影。一块块灵石，一节节矿材，在他的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他甚至没有去刻画阵盘，而是以灵力为引，以神识为笔，在虚空之中直接绘制出一道道玄奥无比、流光溢彩的金色符文。以气凝符，虚空布阵。人群中，一个略懂阵法的弟子发出了见了鬼一般的尖叫，声音都变了调。不可能，这是只有阵法大师才能掌握的神技啊！那阴冷执事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疯狂地涌上他的心头。只见方云屈指一弹，那些金色的符文如同一只只听话的精灵，精准无比地融入了洞府地面上那些残破的阵纹之中。嗡，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沉闷的嗡鸣猛然响起，整个丙字9号洞府剧烈地震动了一下。那原本向外泄露灵气的散灵阵，在这一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强行扭转，一个巨大的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以洞府为中心轰然形成。周围山脉之中，那浓郁的天地灵气如同受到了帝王的召唤，化作万千条白色的溪流，发了疯似的朝着这个小小的洞府倒灌而来。鲸吞，如同巨鲸在吞吐着整片大海。洞府之内，灵气迅速的液化，凝结成一层薄薄的白雾，将整个洞府笼罩得如同仙境。其灵气的浓度在短短数息之间，竟已反超了那些所谓的假字号上等洞府，甚至有过之。全场死寂，所有人的嘴巴都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脸上只剩下无尽的呆滞与骇然。他们看着那个站在灵雾中央，衣媚飘飘，宛如神奇般的身影，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彻底不够用了。我看到了什么？他不是修复，他是创造了一座新的更强的聚灵阵。妖孽，这个方云他根本不是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妖孽啊！而那名阴冷执事早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如同筛糠般抖个不停。他看着眼前这仙境般的洞府，又想起自己刚才那番狗窝的言论，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人狠狠地抽了几百个耳光。方云缓缓走出洞府，站在他的面前，脸上依旧是那副淡漠的表情。多谢执事。他微微一笑，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为我寻了这么一处风水宝地。方云在所有新弟子心中留下了此人不仅战力逆天，还精通阵法，绝不可惹的深刻印象。然而青蛇会的打压却接踵而至，并且更加阴毒。当方云准备去任务店接取任务，赚取贡献点时，他发现所有回报率高、能获取大量贡献点的任务都早已被清扫一空，光幕之上只剩下一些诸如打扫兽栏、采摘低级草药之类的报酬微薄的杂役任务。方师兄，别看了，一名好心的新弟子悄悄地对他说道，青蛇会已经放出话来，他们垄断了所有高回报任务，他们是想活活地把你耗死在这里啊！没有贡献点，在内门便意味着没有丹药，没有功法，没有资源，寸步难行。青蛇会的打压如枯骨之躯，无孔不入。方云回到洞府，眉头微蹙，他能明显感觉到宗门内那些可以获取大量贡献点的任务，都像是长了眼睛一般，完美的避开了自己。想从资源上锁死我吗？方云心中冷笑，这种手段虽然上不得台面，却最为致命。在内门没有贡献点，就意味着没有丹药，没有法宝，没有一切修炼资源，寸步难行。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既然任务这条路被堵死了，那就只能重操旧业了。炼丹，这是他除了战斗之外最自信的技能。神尊传承浩如烟海，其中的丹道篇章足以让这个世界任何丹师都为之疯狂。然而内门的丹堂管理极为严格，想要租用一间像样的丹房，动辄就需要数千贡献点。他斩杀赵燕的收获早已消耗殆尽，如今已是囊中羞涩。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内门弟子自发形成的方式租用私人丹房，
虽然价格高昂，却也是眼下唯一的出路。内门方士，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方云穿梭在人群中，各种叫卖声、议价声不绝于耳，琳琅满目的法宝、灵药看得人眼花缭乱。他无心闲逛，径直朝着丹药交易的区域走去。还未走近，便看到一处阁楼前围满了人，里3层外3层，堵得水泄不通，喧哗声、叹息声远远传来。那阁楼牌匾上龙飞凤舞的刻着3个大字丹心阁。唉，又炸炉了，这都是今天第5次了吧？可不是嘛，王首席可是咱们方氏数1数2的3品炼丹师了，连他都束手无策。主要是那凝火丹的材料太过霸道，再加上洛丽大小姐那个脾气，谁敢去触眉头啊？方云听着众人的议论，心中一动，挤进人群，目光投向了丹心阁之内。只见一片狼藉的丹房前，一名须发半白的老者，满脸焦黑，神情颓丧，显然就是他们口中的王首席。而在他对面，一道火红色的身影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是一个约莫17、18岁的少女，身着一袭如烈火般燃烧的紧身长裙，将她那已经发育的极为成熟、凹凸有致的丰盈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裙摆之下，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若隐若现，引人遐想。她的容颜更是艳丽无双，明眸皓齿，琼鼻挺翘，只是此刻那张俏脸上写满了毫不掩饰的骄纵与怒火，如同一朵带刺的烈焰玫瑰。废物，通通都是废物！少女的声音清脆，却带着一股子蛮横的怒气。她指着那王首席，毫不客气地训斥道：“王大师，我花了5000贡献点，请你出手，你就给我看这个。这都第5炉了，我父亲的火毒再不压制，就要伤及本源了。你们丹心阁要是练不出来，就别挂这个牌子。”这少女正是洛丽。王首席被一个晚辈当众训斥，老脸涨得通红，却又不敢反驳，只能唯唯诺诺地道：“洛丽小姐息怒，息怒，是那地心火髓的药力太过狂暴，与冰晶石斛的融合实在。我不想听解释。”洛丽一跺脚，胸前那惊人的饱满随之微微一颤，她柳眉倒竖，环视全场，声音提得更高：“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谁能为我炼制出3品凝火丹，我洛丽私人奉上1万贡献点。”1万贡献点！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无数道目光变得火热起来。这笔巨款足以让任何一个内门弟子疯狂。然而兴奋过后，众人又纷纷摇头。洛丽的悬赏已经挂了3天，连王首席都屡屡失败，他们这些人谁又有这个本事呢？就在这时，丹房内那尊刚刚熄火的丹炉猛地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随即轰的一声巨响，一股黑色的蘑菇云冲天而起，狂暴的灵能冲击波夹杂着药材的焦糊味四散开来，将靠得近的几个弟子都掀翻在地。洛里也被这股气浪冲得一个趔趄，俏脸被熏得有些发黑，更显得狼狈不堪。他气得浑身发抖，正要再次发作，一个平淡却清晰无比的声音在嘈杂的环境中响起：“地火之势，先强后弱，你却反其道而行之，此其一；冰晶石斛需文火慢养，激发其阴，你却急于求成，猛火催逼，此其二。最关键的，两仪冲撞之际，当以神魂为引，3玄归一，方能相融。你却只知一味蛮力压制，妄图以灵力强行撮合，无异于痴人说梦，不炸炉才是怪事。此其三。”声音不大，却字字珠玑，如同一柄柄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坎上。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声音的源头，那个衣着普通、气息内敛，不知何时已站到人群最前方的青年方云。王守席猛地抬头，浑浊的双眼死死盯着方云，嘴唇哆嗦着，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震惊，再到骇然，最后化为一片死灰。因为方云说的每一个字都精准地刺中了他炼丹失败的要害，那几个关键点正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瓶颈。洛里也愣住了，他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美眸第一次从丹炉上移开，落在了方云身上。他柳眉微蹙，上下打量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青年。乡巴佬，你是什么人？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短暂的震惊过后，骄纵的本性让他立刻发起了反击。人群中几个青蛇会的眼线看到这一幕，嘴角都勾起了幸灾乐祸的冷笑。这小子是谁？敢去触洛丽大小姐的眉头，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看着吧，等下肯定要被洛丽大小姐当众羞辱，看他还怎么在内门混下去。方云没有理会旁人的目光，他直视着洛丽那双充满审视和鄙夷的眸子，神情依旧淡然。我是谁不重要，他平静地开口，重要的是你的丹我能炼。你……洛丽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他发出一声嗤笑，胸前的曲线起伏得更加剧烈。他走上前，逼近方云，一股带着淡淡火焰气息的厨子幽香扑面而来。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方云，语气充满了挑衅与不屑，说得头头是道，谁不会纸上谈兵？有本事你来练。
他伸出一根纤纤玉指，几乎要点到方云的鼻尖，一字一句地说道：“本小姐今天就把话挑明了，你现在就用这里的材料给我炼，炼成了那10000贡献点，我双手奉上，绝无二话。”话锋一转，他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与残忍。可若是炼不成，或者也跟这个废物一样炸了炉。他的目光扫过一旁脸色惨白的王首席，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重新聚焦在方云脸上：“你就跪下，给我当一辈子的药奴，从此以后你的命就是我的。”面对洛丽娜带着羞辱与霸道的赌约，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方云身上，等着看他或是暴怒反驳，或是屈辱退缩。然而方云的脸上没有丝毫波澜，他甚至连眼皮都未曾多抬一下，只是淡淡的吐出3个字：“我接受。”声音不大，却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洛丽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美眸微微一凝，她显然没想到对方会答应得如此干脆。这种被无视的平静，比任何激烈的反抗都更让她感到愤怒。好得很。她怒极反笑，胸前饱满的曲线因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她一挥手，指向旁边那尊刚刚炸裂还在冒着黑烟的丹炉：“那就用这个，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通天的本事。”方云的目光扫过那堆废铜烂铁，轻轻摇了摇头：“这尊丹炉火脉已废，灵性尽失，配不上我的丹。”他的话语依旧平淡，却透着一股旁人无法理解的傲然。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他缓步走过王首席，径直走向丹心阁的最深处，那里静静地矗立着一尊通体由玄铁沉金打造的暗红色丹炉，炉身古朴，却散发着一股凶悍狂暴的气息，仿佛一头沉睡的洪荒巨兽。方云伸手指着他，对丹心阁的管事道：“我要用它。”此言一出，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疯了，他疯了，那是地火龙心炉啊！这尊丹炉直连地底火脉，火力之猛，无人能驾驭。上一个尝试用他的3品炼丹师，直接被地火反噬，烧成了重伤，经脉尽毁。这小子不是炼丹，是自杀。洛离的眼中也闪过一丝讶异，随即那丝讶异化为了浓浓的戏谑与残忍。他抱着双臂，丰盈的胸膛挺得更高，红唇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有胆色，我最欣赏有胆色的人。他娇声笑道：“丹心阁，把炉子给他，我倒要看看他等下是怎么被烧成一截焦炭的。”方云对周围的议论和嘲讽充耳不闻，他走到那尊地火龙心炉前，缓缓伸出右手，轻轻贴在了冰冷的炉身上。嗡！一声低沉的轰鸣自地底传来，整座丹心阁都为之微微一颤。狂暴的地心之火如苏醒的怒龙般冲入丹炉，炉身瞬间变得赤红，恐怖的高温让周围的空气都扭曲起来。然而在方云的手掌之下，那足以熔金化铁的烈焰却如同一只被驯服的温顺小猫，安安静静地盘踞在炉心，散发着稳定而纯粹的热力。这怎么可能？王首席失声惊呼，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方云没有理会旁人的震惊，他神情专注，开始了真正的表演。只见他左手一挥，数十种药材悬浮于空，右手五指如幻影般舞动，正是神尊传承中的无上控火法门，万火归元手。一株冰晶石斛被投入炉中，方云的手法却并非猛火淬炼，而是以一种极为精妙的螺旋劲力，将火焰化为温养的细丝，层层包裹，缓缓渗透，将其中那一丝至寒的阴性精华完美的激发提炼出来。紧接着一块地心火髓飞入，他的手法陡然一变，变得狂猛霸道，火焰化作一柄巨锤，千锤百炼，将火髓中最精纯的阳性能量淬炼成一滴赤金色的液体。他时而引火为丝，温柔如水，时而聚火成锤，霸道如山。数十种药材在他的手中仿佛都拥有了生命，以前所未有的完美姿态被提炼出最本源的精华。整个丹心阁落针可闻，所有炼丹师包括王首席在内都如痴如醉地看着这一幕，仿佛在观摩一场最神圣的艺术表演，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他们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丹道之理。洛离脸上的戏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那双骄傲的美眸瞪得滚圆，红唇微张，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引以为傲的丹道天赋，在这个男人神乎其技的操作面前，简直就像是孩童的涂鸦，可笑至极。终于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阴阳融合。炉内至寒的冰晶精华与至阳的火髓精华，如同两头不共戴天的死敌，散发出狂暴的对冲能量。丹炉剧烈地震动起来，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眼看就要不之前那几尊丹炉的后尘再次炸裂。洛离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入了掌心，竟不知自己是希望他失败，还是不希望他失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方云眼中陡然爆射出一股璀璨的金光。宁！他一声低喝，庞大而精纯的神魂之力如浩瀚天河般倾泻而下，瞬间涌入丹炉之内。
啊！一声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龙吟，猛然从丹炉深处响起，穿云裂石。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一道淡金色的、威严无比的龙形虚影，竟从炉顶盘旋而起，仰天咆哮。龙影之下，原本狂暴的丹炉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能量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压制、融合、归一。下一刻，龙影消散，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浓郁到了极致的丹香，如同潮水般从炉中喷薄而出，瞬间弥漫了整个方室。闻到这股香气的人，无不感觉神清气爽，体内灵力都活泼了几分。方云神色平静，缓缓抬手打开了炉盖，炉底一枚龙眼大小、通体赤红、流光溢彩的丹药正静静地悬浮着。然而，真正让时间仿佛静止的是那枚丹药的表面上面，赫然布满了一道道如同人体经络般玄奥而神异的金色纹路。丹纹，是丹纹。死一般的寂静之后，王守熙突然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夹杂着狂喜与不敢置信的尖叫。他浑身剧烈地颤抖着，两行老泪纵横而下，竟扑通一声朝着那枚丹药的方向跪了下去。天佑丹道，老朽此生竟能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丹生三品，文字天成，死而无憾，死而无憾了。轰！整个丹心阁乃至整个方室彻底被引爆。丹纹，那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何止是厉害，蠢货，那是丹道神技，意味着这枚丹药的药效至少是普通三品丹药的3倍以上，而且灵性自生，几乎没有丹毒。这是有价无市的至宝啊！一个20岁不到的青年炼制出了带丹纹的3品丹药，他不是人，他是丹神将士吗？洛离彻底僵在了原地，他的大脑一片空白，那张向来写满骄纵的俏脸，此刻只剩下无尽的苍白与震撼。药奴，羞辱！他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疼，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抽了千百个耳光。方云看都未看旁人一眼，他伸手将那枚凝火丹从炉中取出，丹药入手温润，仿佛有生命一般。他缓步走到依旧处于石化状态的洛离面前，将丹药递了过去。你的丹药。平淡的声音将洛离从失神中拉回现实。他看着眼前这张平静的脸，又看了看手中那枚散发着神异光芒的丹药，一股从未有过的名为羞愧的情绪涌上心头，让他那雪白的脖颈瞬间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绯红。他咬着红唇，一言不发，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动作有些僵硬的将1万贡献点划入了方云的令牌之中。丹心阁的阁主早已闻讯赶来，他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张紫金色的贵宾令牌。方大师，这是本店最高等级的贵宾令，以后您在任何一家丹心阁都将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所有消费全免。方云收下令牌，转身便走，没有丝毫留恋。他要去传功殿兑换那不能让他的肉身再次蜕变的功法霸相金刚体，然后去那座只属于真正战斗狂人的百战峰。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方室的角落里，一个眼神阴鸷的青年缓缓收回了目光。此人正是丹堂的天才师兄，洛离的狂热追求者，也是青蛇会的重要盟友药尘。他看着方云的背影，又看了看远处失魂落魄的洛离，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毒焰和森然的杀机。方云，很好，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1万贡献点入账。方云并未在丹心阁久留，他径直前往传功殿，将这笔巨款尽数挥霍，兑换了一部与龙象镇玉体相辅相成、更为霸道的炼体功法霸相金刚体。此功法修炼至大成，肉身便如金刚浇铸，万法不侵，是凝气境阶段最顶级的炼体法门之一。功法到手，接下来便是实战的磨砺。百战峰，此峰乃是宗门专为内门弟子磨练实战所设，整座山峰被强大的阵法笼罩，山体由特殊的黑曜金刚岩构成，坚不可摧。峰内设有无数试炼台，弟子可花费贡献点激活不同等级的战斗傀儡进行对战。方云刚踏上百战峰，便感受到一股股凌厉的战斗意志和金铁交鸣之声扑面而来。然而他尚未走上试炼台，几道不善的身影便围了上来。为首者是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青年，正是青蛇会的成员。他带着几个跟班，将方云的去路堵得严严实实。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天剑宗新晋的丹王方云方大师吗？那魁梧青年阴阳怪气的开口，引来他身后几人一阵哄笑。哈哈，李哥，你可别这么说，方大师可是金贵人，这百战峰打打杀杀的，尘土飞扬，别脏了方大师炼丹的玉手。就是，听说方大师玩火的本事一流，就是不知道这拳脚功夫是不是跟娘们一样软绵绵的。一句比一句恶毒的嘲讽，瞬间引来了周围不少弟子的侧目。魁梧青年见状更是得意，他上下打量着方云，眼神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小子，别以为练了几颗破丹药就能在内门横着走了。这里是百战峰，
是靠拳头说话的地方。你这种只会躲在丹炉后面的软脚虾，也配来这里？李哥说的对，一个炼丹的，不好好在你的丹房里待着，跑到这里来装什么大尾巴狼？有本事别耍嘴皮子，看到那边的是炼台了吗？那是最弱的凝气境2层傀儡，你敢上去碰一碰吗？我怕你那双软脚还没上台就吓得发抖了。面对这群人的叫嚣和羞辱，方云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甚至连眼中的神色都未曾波动分毫。他仿佛没有听到一般，只是静静地站着。他的沉默在青蛇会众人看来就是懦弱和心虚。那魁梧青年笑得更加猖狂，怎么哑巴了？还是被我们说中了心事，不敢说话了？滚回你的狗窝去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方云终于动了，但他没有反驳，甚至没有看那魁梧青年一眼。他只是迈开脚步，径直从他们几人中间穿了过去，走向其中一座无人使用的试炼台。那被无视的羞辱感比任何反击都更让魁梧青年感到愤怒。好，有种！他狞笑着对着方云的背影吼道，老子今天就看看你这丹王到底有几斤几两。你要是能在那2层傀儡手下走过3招，我他妈跟你姓。方云依旧没有回头，他走到试炼台中央的控制石碑前，伸出手指在上面轻轻一点，并非凝气境2层，而是嗡。试炼台的地面裂开，一尊通体有玄铁打造，双眼闪烁着赤红色光芒的战斗傀儡缓缓升起。他的关节触刻满了能量符文，手中握着一把制式战刀，一股堪比凝气境2层修士的凶悍气息瞬间锁定了方云。还真赶上，兄弟们，开盘了，开盘了！我赌他10招之内必败。10招？你也太看得起他了！我看5招就得趴下。周围的哄笑声还未落下，场上的变故却让所有人的声音都卡在了喉咙里。只见那傀儡启动的瞬间便化作一道残影，手中战刀划破空气，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当头劈向方云。方云不闪不避，甚至连武器都未曾祭出。就在刀锋即将落下的刹那，他动了。没有华丽的招式，没有绚烂的灵光，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步踏前，一拳轰出。砰！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方云的拳头后发先至，精准地轰在了傀儡的胸膛之上。那由玄铁铸就、坚硬无比的傀儡胸甲竟如纸糊的一般，瞬间向内凹陷，蛛网般的裂痕疯狂蔓延。下一刻，在一片死寂之中，轰的一声，整个傀儡的上半身被这一拳的恐怖力道直接轰成了漫天飞散的金属碎片。一招，仅仅一招，秒杀！这，我没看错吧？一拳，凝气境2层的傀儡就这么碎了。好快的速度，好霸道的力量。他不是凝气境1层吗？那魁梧青年脸上的狞笑彻底僵住，变成了难以置信的错愕。然而，方云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他再次走向控制石碑，手指划过，嗡，又一尊傀儡升起。这一次，他的气息明显更强，达到了凝气境3层，手中更是多了一面盾牌。吼！3层傀儡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举盾冲锋，气势汹汹。方云眼神淡漠，身影一晃，竟主动迎了上去。崩山拳，他依旧赤手空拳，拳风呼啸，带着一股开山裂石的霸道意境，与那傀儡站在一处。拳头与盾牌的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刺目的火花和震耳的轰鸣。数个回合之后，方云抓住一个破绽，一拳轰在盾牌的侧面，巨大的力量将傀儡震得一个踉跄。紧接着，他欺身而进，另一只拳头如影随形，重重地印在了傀儡的头颅之上，咔嚓！傀儡的头颅应声而碎，赤红色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变成了一堆废铁。依旧是干净利落的解决，全场哗然。天啊！3层傀儡也这么快就解决了？他到底是什么怪物？这真的是一个炼丹师该有的战斗力吗？青蛇会这次是踢到铁板了。那魁梧青年和他的几个跟班，脸色已经从错愕变成了惊恐，额头上冷汗直流，悄悄地向后退去。所有人都以为这已经是方云的极限，毕竟以凝气境1层的修为，越2级挑战成功已经是匪夷所思的战绩。但方云却再次走向了石碑，他的手指在石碑上重重按下，目标凝气境4层。他疯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凝气境4层和3层是天壤之别，他会被撕成碎片的。这家伙，他到底想干什么？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惊呼声中，一尊比之前高大了一圈，通体闪烁着能量光晕，气息堪比凝气境4层巅峰的傀儡缓缓升起。他没有立刻攻击，而是用那双冰冷的机械眼眸锁定了方云，一股沉重的威压笼罩全场。这一次，方云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他缓缓运转刚刚得到的霸相金刚体，皮肤之下仿佛有金色的光芒在流转，一股蛮荒霸道的气息
冲天而起。战！方云一声低喝，主动发起了攻击。轰！轰！轰！试炼台上，一人一傀儡展开了最激烈、最原始的碰撞。那凝气境4层的傀儡，每一击都带着千钧之力，足以开碑裂石。但方云竟不闪不避，以肉身硬汉，拳头与傀儡的铁壁相撞，发出的竟是金铁交鸣之声，火星四溅。他用肉身硬抗4层傀儡的攻击。我的天，他的身体是法宝做的吗？激战之中，方云的身影陡然变得虚幻起来，正是魅影步。他躲开傀儡的致命一击，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其侧后方。阴阳磨盘！方云低喝一声，神通发动，一个由黑白2气构成的磨盘大小的虚影瞬间出现在傀儡的背后，死死地吸附了上去。嗡嗡嗡，磨盘缓缓转动，傀儡体内的能量符文开始疯狂闪烁，变得极不稳定，动作也随之变得迟缓和僵硬。就是现在！方云眼中金光一闪，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双拳齐出，如同狂风暴雨般尽数倾泻在傀儡的关节要害之处。咔嚓咔嚓砰！在一连串刺耳的碎裂声中，那尊不可一世的凝气境4层傀儡竟被方云以最野蛮最暴力的方式硬生生地拆成了一堆冒着电火花的零件。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台上那道挺拔的身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颤抖着声音开口：妖孽！方云没有理会身后的惊涛骇浪，连番的大战让他对自身暴涨的力量和新得的功法都有了更深刻的掌控。他能感觉到体内那层坚固的瓶颈已经出现了一丝裂痕。他回到洞府，吞下一枚丹药，立刻进入了修炼状态。战斗的感悟与澎湃的药力相结合，化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向那层壁障。轰！一声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闷响，瓶颈轰然破碎，一股比之前强大了数倍的气息从方云体内猛然爆发开来。他缓缓睁开双眼，一道金光一闪而逝。凝气境3层。与此同时，方云在百战峰一拳轰杀2层傀儡，数招解决3层傀儡，最后更是以暴力手段拆解了4层傀儡的消息，如同一场风暴迅速传遍了整个内门。青蛇会一处阴暗的议事厅内，一名气质阴柔正在用一块丝绸擦拭着一柄淬毒匕首的青年听着手下的汇报，动作微微一顿。凝气境1层硬汉4层傀儡而不败，甚至将其拆解。他抬起头，露出一双如同毒蛇般冰冷的眸子。他正是青蛇会的2号人物，副会长陆森，修为高达凝气境4层巅峰。看来我们都小看这条过江龙了。陆森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不能再让他待在宗门这种安全的地方了。他顿了顿，对身边的手下吩咐道：去想办法发布一个宗门任务，地点就定在宗门外的幽魂沼泽，那里可是新弟子最容易失踪的地方。陆森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下匕首的锋刃，眼中杀机毕现。是时候让他知道得罪我们青蛇会是什么下场了。方云突破至凝气境3层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湖中，在内门激起了远比之前更加汹涌的波澜。青蛇会的议事厅内气氛压抑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丹武双绝，百战峰上硬汉4层傀儡，如今又突破到了3层，此子的成长速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一名青蛇会的高层声音沙哑，充满了忌惮。首座之上，陆森用丝绸缓缓擦拭着手中的淬毒匕首，蛇一般的眼眸中闪烁着冰冷的寒芒。他没有说话，但整个大厅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数度。很快，一条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在内门传开。听说了吗？青蛇会的副会长陆森师兄放出话来了，他将在宗门外的幽魂沼泽等着方云。什么？幽魂沼泽？那地方可是内门弟子的禁地啊，毒雾弥漫，妖兽横行，每年都有弟子失踪在那里，再也找不回来。这已经不是挑战了，这是赤裸裸的必杀之局。陆森师兄，这是要玩真的了。紧接着，更让所有人确定这是阳谋的消息传来宗门的任务殿内，所有适合凝气境3层弟子接取的任务，在一夜之间全都被人接走，唯独剩下了一个奖励极高，但危险性也同样极高的任务，孤零零地挂在那里。前往幽魂沼泽，采集幽魂草10株，奖励贡献点5000。完了，这是把路都给堵死了啊！要么当缩头乌龟，从此在内门抬不起头，沦为笑柄；要么就只能去幽魂沼泽，自投罗网。青蛇会的手段太狠了，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到了方云所在的洞府。他们想看看这位一路创造奇迹的新晋丹王，面对这必死之局会作何选择。洞府内，方云盘膝而坐，神色平静，外界的风风雨雨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幽魂沼泽，陆森。他缓缓睁开双眼，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束手就擒吗？他非但不惧，眼中反而燃起了一丝战意。幽魂草能滋养神魂，正是我修炼神魂刺所需的绝佳材料。既然你们把枕头都递过来了，我若是不收，岂不是太不给面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幽魂沼泽，他去定了。方云起身，简单收拾了一番，正准备前往任务殿接下那份催命符，洞府的禁制却被人触动了。他眉头微挑，打开了洞府大门。门口一道火红色的身影俏生生地立在那里，正是洛离。今日的他依旧是一身如火的紧身长裙，将那本就丰盈傲人的身段衬托得愈发惊心动魄，惹火至极。那双修长笔直的美腿包裹在裙摆之下，仅仅是站着便透着一股惊人的弹性和力量感。只是他那张艳丽的俏脸上此刻却带着几分不自然，眼神也有些躲闪，不复往日的骄纵。你要出门？洛离率先开口，语气有些生硬。去人物殿。方云言简意赅，去接那个幽魂沼泽的任务。洛离的声调猛地提高了几分，胸前那惊人的曲线也随之起伏了一下。方云没有回答，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被他这么一看，洛离的气势顿时弱了下去，他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避开方云的目光，嘴里却强撑着说道：你别误会，我不是来管你的闲事的。他顿了顿，似乎在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随即眼睛一亮，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最近在研究一种新的丹方，正好需要幽魂草作为药引。我听说你也正好要去，所以……他的话说得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方云心中早已了然，却没有点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洛离被他看得脸颊发烫，终于恼羞成怒，一跺脚道：所以本小姐决定雇佣你，你负责保护我的安全，采到的幽魂草我们平分，这是一笔交易，懂吗？说罢，他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直接将自己的身份令牌拍了过来，上面闪烁着整整3000贡献点的光芒，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再付你3000，别一副我占你便宜的样子。本小姐肯雇佣你，是你的荣幸。他仰着雪白的下巴，一副快来感恩戴德的模样，只是那微微泛红的耳根却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一个拙劣的借口，一个笨拙的关心。方云看着眼前这个外表如火，内心却别扭的可爱的少女，心中泛起一丝涟漪。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接过了那枚身份令牌，淡淡地道：成交。哼，算你识相。洛离仿佛打赢了一场战争般得意地哼了一声，随即转身迈开他那双惊人的长腿，大步向前走去。还愣着干什么？出发了，本小姐的时间很宝贵。方云看着他那略显仓促的背影，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迈步跟了上去。二人一同出发，前往幽魂沼泽。方云心中清楚，有洛离这位背景神秘的大小姐同行，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庇护。至少在宗门眼皮底下，陆森和青蛇会想玩什么花样，也得掂量掂量。然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在他们离开宗门，踏入那片被灰色毒雾笼罩的沼泽之地时，一张由陆森亲手编织、充满了杀机与恶意的大网早已悄然张开，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幽魂沼泽之内，瘴气如沙，弥漫在每一寸枯败的陵墓之间，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朽气息。洛离跟在方云身后，一双秀眉紧紧蹙起。她身着一袭火红色的长裙，在这灰暗的沼泽中，如同一团跳动的烈焰，裙摆下若隐若现的修长玉腿，每一步都踏出一种常人难及的骄傲。这鬼地方到底有什么？连空气都像是进了毒。他忍不住抱怨道，声音清脆，却带着一丝不耐：你确定那幽魂草就在这种地方？方云神色平静，深邃的眼眸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淡淡回应：越是险恶之地，越易诞生奇珍异宝。耐心点，洛离小姐，耐心。洛离撇了撇嘴，刚想反驳，方云却猛地抬手将他拦在了身后。看来我们有客人了。方云的声音陡然变冷。话音未落，数道身影从弥漫的瘴气中闪现，如同鬼魅一般，将二人团团围住。为首者正是青蛇会的副会长陆森。陆森的脸上挂着猫捉老鼠般的戏谑笑容，眼神阴鸷地在方云和洛离身上来回扫视，最后定格在洛离那凹凸有致的火爆身段上，毫不掩饰其贪婪。方云，你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啊！陆森狞笑道，本以为还要费一番手脚才能将你引出宗门，没想到你自己就迫不及待地来这幽魂沼泽送死了。他身边一名青蛇会的成员也跟着怪笑起来。副会长，这小子身边的妞可真不错，比上次那个冰山美人更有味道。那是自然。陆森的目光更加阴邪。方云，今日你的人头我要了，你的女人我们青蛇会的兄弟们也帮你照顾了。找死！不等方云开口，脾气火爆的洛离已然俏脸含煞，一声怒斥，周身火气凌厉瞬间暴涨，
空气都为之灼热了几分。他身为丹道天才，更是家族的掌上明珠，何曾受过这等污言秽语的羞辱？就凭你们这群藏头露尾的杂碎，也敢在本小姐面前嘤嘤狂吠？小辣椒，我喜欢。陆森不怒反笑，眼神中的欲望更盛。兄弟们，给我上！男的废掉4只，留一口气，慢慢炮制。女的，抓活的，杀！一声令下，10数明清蛇会成员同时发动攻击，刀光剑影裹挟着森然杀意，从4面8方织成一张死亡大网，朝着2人当头照下。跟紧我！方云低喝一声，不再保留。他一步踏出，将洛离护在身后，混沌金丹在体内轰然运转，凝气近3层的雄浑法力如火山般喷发。嗡！墨风剑应声出鞘，剑鸣如龙。方云手腕一抖，剑光瞬间化作一道密不透风的圆环，将所有攻向2人的攻击尽数挡下。叮叮当当，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火星四溅。什么？一名青蛇会弟子骇然失声，他不是刚突破凝气境3层吗？为何法力如此雄厚？别慌，他还要护着那个女人，耗也耗死他。陆森眼神一凝，亲自出手。他祭出一柄鬼头大刀，刀身上黑气缭绕，显然是一件歹毒的中品灵器。鬼煞劈山斩。陆森一跃而起，双手握刀，汇集全身之力，一道10数丈长的黑色刀芒撕裂瘴气，带着仿佛能劈开山峦的恐怖威势，当头斩下。方云眼神一凛，不敢大意。他将洛离向后一推，左手掐诀，低喝一声：阴阳磨盘。一个巨大的黑白磨盘虚影瞬间在他身前凝聚，缓缓转动，散发出磨灭万物的恐怖气息。轰！黑色刀芒狠狠地斩在磨盘之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刀芒寸寸碎裂，化为漫天黑气，而阴阳磨盘也光芒一暗，消散在空中。方云虽挡下了这支强一击，但体内气血也是一阵翻涌，而此时更多的攻击已然临身。方云时而以霸相金刚体硬抗，时而以魅影无踪闪避，手中墨风剑挥洒自如，剑光所至，必有一名青蛇会成员惨叫倒下。但他终究要分心护住战斗经验相对匮乏的洛离，一时间竟也陷入了苦战。洛离心中又急又怒，他数次想要冲上去帮忙，却都被方云以更快的身法挡了回来。他明白自己冲上去非但帮不了忙，反而会成为他更大的累赘。这种无力感让他这位天之娇女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挫败。他看着那个为自己挡下所有风雨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该死，这小子怎么跟个铁王八一样？一名青蛇会的弟子久攻不下，眼中闪过一丝狠毒。他注意到方云所有的防御都下意识地将洛离护的滴水不漏。去死吧！他抓住一个方云被陆森缠住的空隙，手腕一抖，一根细如牛毛、淬满了化骨之毒的幽绿毒针，如同一道微不可察的电光，绕过方云的防御，直刺洛离的后心。这一针阴险毒辣，快到了极致。小心！方云的神魂瞬间感知到了这致命的危机，瞳孔骤然一缩。此时此刻，他要回身格挡，已然不及。电光火石之间，方云没有丝毫犹豫，他的大脑甚至来不及思考，身体已经做出了最本能的反应。他猛地转身，不是挥剑，也不是闪避，而是一把将身后的洛离狠狠推开。噗嗤，那根致命的毒针没有了任何阻碍，深深地没入了方云的后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洛离被一股巨力推得踉跄几步，他茫然地回过头，正好看见这一幕。他的眼睛瞬间瞪得滚圆，大脑一片空白。那个男人，那个他一直有些看不起，觉得他只是运气好的乡巴佬，那个一路都在和自己斗嘴的家伙，竟然为自己挡下了这一针。为什么？一股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狠狠地撞在了他的心墙之上，让他那素来高傲的心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嘴唇颤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剧毒瞬间发作，一股深入骨髓的麻痹感从后背疯狂地蔓延开来。方云只觉得半边身体失去了知觉，眼前阵阵发黑，体内的法力运转都为之抑制。得手了！那名偷袭者发出得意的狂笑，陆森也是大喜过望。好，杀了他！找死！方云牙关紧咬，眼中迸发出滔天的杀意。他在意识彻底模糊前，强行压榨出最后一丝神魂之力。神魂刺，无形的灵魂尖刺，狠狠地刺入了那名偷恩袭者的脑海。啊！偷袭者惨叫一声，七窍流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趁着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住的刹那，方云强提一口气，拉住还在发愣的洛离，嘶声道：走！他猛地一跺脚，带着洛离纵身跳入了旁边一个深不见底的布满了毒虫的水潭之中，瞬间消失了踪影。追！给我搜！他中了化骨之毒，跑不远的。
陆森暴怒的声音在沼泽上空回荡。潭水之下，别有洞天。方云拉着洛离闯入了一处被水流掩盖的隐秘洞穴。一进入洞穴，方云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单膝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色已然一片青紫。方云，你怎么样？洛离此刻终于回过神来，他冲到方云身边，看着他后背那个发黑的针孔，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哭腔和颤抖。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男人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来救他。这一刻，什么骄傲，什么偏见都已烟消云散，他的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慌、自责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要替我挡？他语无伦次，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受控制的从眼眶中滚落。方云看着他梨花带雨的模样，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虚弱道：总不能看着一个大美女死在我面前吧？话未说完，他再也压制不住体内的剧毒，猛地喷出一口乌黑的毒血，意识开始迅速模糊，生命的气息正在飞速流逝。喂，你撑住，我不准你死，你听见没有？洛离彻底慌了，他抱住即将倒下的方云，感受着他身上越来越弱的生机，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将他彻底淹没。水下洞穴之内潮湿而阴冷，洛离紧紧地抱着怀中气息越来越微弱的方云，那张平日里总是挂着骄纵与自信的俏脸上，此刻写满了苍白与绝望。他已经将自己储物袋中所有珍藏的疗伤解毒丹药，不管3721，一股脑的全塞进了方云的嘴里。然而那些平日里千金难求的灵丹，此刻却如泥牛入海，没有丝毫作用。化骨之毒，霸道之私。喂，你醒醒，我不准你死！洛离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用尽全力摇晃着方云的身体。可怀中的男人除了脸色愈发青紫，生机飞速流逝之外，再无半点反应。你这个混蛋，你这个蠢货！他粉拳无力地捶打在方云坚实的胸膛上，泪水决堤而下，一滴滴滚烫地砸在他的脸上。谁让你替我挡了？谁陷害你救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他骂着吼着，声音却越来越低，最后化为无助的呜咽。他从未如此害怕过。身为家族的掌上明珠，他的人生一向是火焰般炽烈张扬，从未想过死亡二字会离自己如此之近，更未想过会有一个人用他的身体为自己挡下这致命的死亡。为什么？这个念头如同魔咒一般在他脑海中疯狂盘旋。就在他心神即将崩溃之际，方云的身体本能地微弱地运转起了阴阳混元诀，一股若有若无的纯阳之力开始在他经脉中游走，与那化骨之毒进行着最顽固也是最徒劳的抵抗。也正是这微弱的纯阳气息，让洛离混乱的脑海中猛地闪过一道电光，一段被他遗忘在角落里的，又是在家族最古老的典籍中看到过的文字，突兀地浮现在眼前。天地间有奇特血脉，名曰烈阳火凤，其体至阳，其血至刚，若以心头精血为引，可解世间万毒，可化阴煞寒邪。烈阳火凤，洛离娇躯猛地一颤，他下意识地伸出颤抖的手，抚上自己高耸饱满的胸口，那里似乎总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比寻常火系修士更加灼热的力量在沉睡。难道我就是这个念头一出便再也无法遏制？他看着怀中已然气若游丝的方云，所有的犹豫、骄傲、矜持在这一刻被焚烧得一干二净。救他，必须救他！方云，你这个白痴！洛离的泪水再次滑落，但眼神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与决然。他俯下身，红唇凑到方云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温柔，轻声道：你不是说不能看着一个大美女死在你面前吗？那你也一样，别想死在我怀里。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还给你。话音落下，洛离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他没有丝毫犹豫，并起白皙如玉的手指，狠狠地在自己另一只手的指尖划过。赤，一滴嫣红的血珠从他指尖渗出，但这滴血却与众不同。他非但没有丝毫腥气，反而散发出一股灼热的气息和淡淡的异香，颜色更是如同最上等的红宝石，甚至隐隐有流光在其中转动。烈阳火凤之血，洛离不再迟疑，将这蕴含着自己生命本源的指尖送到了方云干裂的嘴唇边。嫣红的精血顺着唇角缓缓流入了方云的口中。就在这一瞬间，轰！仿佛一滴太阳真火滴入了一座沉睡万年的火山之中。方云体内那本就在本能运转的阴阳混元诀骤然暴走，他那至刚至阳的纯阳神体在感应到同源且更为精纯的烈阳火凤之血后，如同受到了最强烈的挑衅与召唤，瞬间苏醒。一道肉眼可见的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光柱猛地从方云体内冲天而起，瞬间照亮了整个昏暗的洞穴。啊！洛离被这股恐怖的能量洪流直接掀飞出去，他甚至来不及反应，
便看到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景象。只见方云的身体竟缓缓地漂浮到了半空之中，他体内的化骨之毒在这股霸道绝伦的纯阳之力下，连一个呼吸都未能撑过，便被焚烧得一干二净。紧接着，那股由2大神级体质交融而产生的无法想象的浩瀚能量，如同决堤的天河，在他经脉中疯狂冲刷奔涌。咔嚓咔嚓，一声声仿佛琉璃破碎的声音从方云体内清晰地传来，那是他凝气境3层的修为壁垒，在这股神力面前脆弱得如同纸糊一般。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凝气境4层，一股远胜从前的更加强大磅礴的气息从方云身上轰然爆发。洞穴的岩壁在这股气势的冲击下簌簌地落下无数碎石。而另一边，洛离也并不好过，作为烈阳火凤之血的主人，他与方云之间仿佛建立起了一道无形的血脉桥梁。那股狂暴的能量在提升方云的同时，也有一部分通过这道桥梁疯狂地倒灌回他的体内。洛离发出一声闷哼，他感觉自己仿佛要被撑爆了。但很快，这股能量便开始洗涤他的四肢百骸，将他体内潜藏的烈阳火凤血脉彻底唤醒。一声高亢清越的凤鸣之声仿佛从他的灵魂深处响起，他那原本就白皙的肌肤此刻更是变得晶莹剔透，仿佛泛着一层宝光。火红的长裙下，一双修长的玉腿曲线毕露，散发着惊心动魄的诱惑力。他整个人的气质在这一刻与火爆和骄傲之外，更增添了一丝神圣与高贵。他呆呆地看着半空中那个如同神奇一般的男人，感受着自己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以及那一道与他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血脉感应，心中一片空白。自己救了他，不，似乎他也成就了自己，这到底算什么？就在洞星号、星号童沉浸在这场脱胎换骨的蜕变中，心神激荡之际，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洞穴之外传来，整个山洞都为之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紧接着，陆森那充满杀意与不耐的咆哮声穿透了岩层，清晰地传了进来。里面的杂碎，给我听着！我已经封锁了水潭，识相的自己滚出来受死，否则等我用开山符把这洞穴炸开，定要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轰隆，伴随着陆森的咆哮，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从洞口传来，坚硬的岩壁在开山符的恐怖威力下瞬间炸裂开来，无数碎石混合着浑浊的潭水四散飞溅，刺眼的天光和沼泽独有的腐朽气息一同涌入了这片被隔绝的洞穴。找到了！陆森手持鬼头大刀，第一个冲了进来，他身后的10数名青蛇会成员也狞笑着紧随其后，瞬间将洞穴内不大的空间堵得水泄不通。他的目光第一时间锁定了方云，当他感受到方云身上那远比之前雄浑的属于凝气境4层的气息时，先是微微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更加残忍和不屑的笑容。哦，因祸得福，临阵突破了。陆森的舌头舔了舔嘴唇，眼神如同在看一件有趣的玩具。也好，也好啊，我还怕你死得太快，不够尽兴。一个根基未稳被强行催生出来的凝气境4层，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空架子罢了。今天我就让你亲身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副会长说的是。他身边一个狗腿子立刻附和道，这种靠外力强行突破的废物，灵力虚浮，经脉受损，正是击杀他的最好时机。他们的目光随即又贪婪地落在了洛离身上，特别是看到他此刻那被水浸透紧贴在身上的火红长裙，以及那张不知为何更添了几分圣洁与娇艳的脸庞时，更是呼吸都变得粗重了几分。方云，洛离下意识地向方云身边靠了靠，他能感觉到此刻的方云虽然气息强大，但面对这群如狼似虎的敌人，他心中依旧充满了紧张。方云缓缓从半空中落下，他甚至没有去看陆森一眼，只是侧过头对身边的洛离轻声说道，退到我身后去。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和强大的自信。洛离一怔，看着他深邃而沉静的侧脸，那颗因为突破和血脉共鸣而狂跳不已的心竟奇迹般的安定了下来。他点了点头，乖巧地退到了洞穴的最深处。死到临头了，还在上演英雄救美。陆森见状笑得更加猖狂，方云，受死吧！你的命，你的女人，你的所有机缘，今天都将是我的。话音落下，他将凝气境4层巅峰的修为催动到极致，手中的鬼头大刀上黑色的煞气凝聚成一道道厉鬼的虚影，发出凄厉的咆哮。万鬼噬魂刀，陆森含怒出手，便是最强杀招。他整个人与鬼头大刀合二为一，化作一道席卷着无尽怨念和杀戮之气的黑色龙卷，朝着方云当头照下。他要用这一刀将这个屡次挑衅他威严的小子连人带神魂一同撕成碎片。洞穴内的空气仿佛都被抽干，所有青蛇会的成员都露出了残忍的笑容，等待着方云被大卸八块的场景。然而
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方云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惧色，他甚至连墨风剑都未曾出鞘。力量，这就是我现在的力量吗？他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五指张开，感受着体内那如同江河奔腾的属于凝气境4层的雄浑法力。他看着那道迎面而来的黑色刀芒龙卷，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聒噪！下一刻，他动了，没有精妙的身法，没有华丽的剑招，他只是简单的向前踏出一步，然后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嗡！霸象金刚体全力运转，一道道璀璨的金色神芒在他皮肤之下流转，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如同一尊由黄金浇铸而成的不败战神。当，那足以开山断流的鬼头大刀狠狠地斩在了方云的拳头之上，却发出了金铁交鸣的刺耳巨响。在陆森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他引以为傲的上品灵气竟连方云的皮肤都未能斩破，反而像是劈在了一座太古神山之上，一股无可匹敌的反震之力顺着刀身疯狂涌来。咔嚓！鬼头大刀发出一声哀鸣，刀身上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不可能！陆森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他无法相信自己全力的一击竟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弱了。方云的声音如同九幽寒冰在陆森耳边响起：结束了。话音未落，方云那轰出的拳头之上，一个巨大的由黑白二气组成的磨盘虚影骤然浮现。神通阴阳磨盘！不！陆森发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被那蕴含着磨灭万物之力的拳头结结实实地轰在了胸膛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鲜血淋漓的场面，在所有人惊恐到极致的目光中，陆森这位凝气境4层巅峰的青蛇会副会长，他的身体从拳头接触点开始，连同他的护体灵气、法宝、衣物，乃至于他的神魂，都被那恐怖的阴阳磨盘之力一寸一寸地磨灭、分解，化为了最原始的粒子。一拳过后，陆森整个人凭空消失了，原地只剩下了一团缓缓飘散的嫣红的血雾。死寂！整个洞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青蛇会的成员都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僵在原地，他们脸上的狞笑还未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匪夷所思的茫然。副会长死了！一个弟子声音颤抖，几乎要咬到自己的舌头。一拳就一拳，连渣都不剩了。另一个弟子双腿一软，竟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裤裆处一片湿热。洞穴深处，洛离那双平日里总是燃烧着火焰的美眸，此刻也瞪得滚圆。他潭口微张，高耸的胸脯因急促的呼吸而剧烈的起伏着，那双平日里踏遍丹阁、骄傲无比的修长玉腿，此刻竟有些微微发软。他知道方云突破后会很强，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强到这种地步。那可是凝气境4层巅峰的陆森啊，竟然被一拳轰杀成了虚无。这已经不是技巧，不是神通，而是纯粹的碾压性的让人无法理解的力量。方云缓缓收回拳头，冰冷的目光扫向了剩下的那些青蛇会成员。现在轮到你们了。啊！魔鬼！他是魔鬼！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崩溃的尖叫，剩下的10数人瞬间作鸟兽散，发了疯似的朝着洞口逃去，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方云冷哼一声，身影一闪，如同鬼魅一般追了出去。洞穴外只传来几声短暂而凄厉的惨叫，便很快归于沉寂。片刻后，方云走了回来，他手上多了一个储物袋。他将储物袋抛了抛，神念一扫，里面数万的贡献点和灵石，以及一本名为《魅影无踪》的玄阶中品身法，让他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他不再耽搁，在沼泽中快速搜寻起来。很快他便在一处被毒雾笼罩的石缝中找到了数株通体幽蓝、散发着淡淡魂力波动的奇特小草。幽魂草到手了。做完这一切，他回到了洞穴，看着依旧处在巨大震惊中还未完全回过神来的洛离，淡淡开口：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该走了。而他并不知道，在他斩杀陆森的那一刻，远在宗门之内青蛇会一处戒备森严的密室之中，一枚刻着陆森2字的魂灯啪的一声应声碎裂。密室深处，一双阴毒无比的眼睛骤然睁开，一股足以让整个内门都为之颤抖的恐怖杀意冲天而起。方云与洛离返回宗门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在整个内门掀起了滔天巨浪。听说了吗？方云回来了，他还活着。活着？何止是活着？青蛇会的副会长陆森，还有他带去的10几名好手，一个都没回来。什么？陆森可是凝气境4层巅峰啊！方云不是才3层吗？这怎么可能？谁说不是呢？据说有人远远看到陆森是被方云一拳轰杀的，连渣都没剩下。一拳死，这还是人吗？这简直是人形凶兽啊！
消息如风暴般席卷，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曾经方云在众人眼中只是一个运气好、有些实力，但得罪了青蛇会注定要夭折的新人。可现在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归来，当陆森那尊庞然大物倒下的消息被证实，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彻底变了，敬畏、恐惧、不可思议。从这一刻起，再也无人敢将他视为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新人。方云这个名字真真正正的在整个内门之中拥有了让人不敢直视的分量。他已然是内门之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最凶悍的超新星。而此刻风暴的中心人物方云却对外界的一切充耳不闻。他回到自己的洞府，直接开启了最高级别的防御禁制，宣布闭关。盘膝坐在蒲团之上，方云缓缓闭上了双眼。凝气境4层，这就是普尔后力的力量吗？他内视己身，感受着丹田内那比之前雄浑了数倍的法力，以及经脉中因血脉共鸣而残留的一丝丝灼热气息，心中一片沉静。与陆森一战虽然凶险，但收获同样巨大，不仅修为突破，更让他对自己目前的实力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魅影无踪，他的神念沉入了一枚从陆森储物袋中得到的玉简，一股关于身法修炼的玄奥信息缓缓流入他的脑海。我的攻击有余，但身法依旧是短板，这本身法正好可以弥补。方云心无旁骛，彻底沉浸在了修炼的世界之中。他要将此次幽魂沼泽之行的所有收获都转化为自己实实在在的战力。他知道斩杀了陆森等于彻底扯下了青蛇会的脸皮，会长蛇万毒绝不会善罢甘甘休。一场更大的风暴已在酝酿，他必须变得更强。就在方云闭关修炼之时，宗门核心的长老议事殿内气氛却凝重的几乎要滴出水来，10几位身居高位跺一跺脚便能让内门震动的长老齐聚一堂。居于首位的正是与方云有过节的钱长老，他此刻面沉如水，一脸的铁青，猛地一拍桌子，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简直是无法无天，狂妄至极。钱长老的声音如同寒冰，方云此子入门不过数月，先是斩杀精英弟子赵燕，如今更是将内门副会长陆森虐杀于宗门之外，此等心性歹毒，滥杀同门之辈，若不严惩，我宗门归何在？法度何存？他的声音在大殿内回荡，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几名与他交好的长老也纷纷点头附和。钱长老所言极是，此子行事太过狠辣，毫无对同门的半分情义，实乃我宗门一大祸害，必须严惩，废去修为，打入罪衙，以儆效尤。执法堂的李长老闻言，眉头一皱，冷哼一声，一股同样强大的气势散发出来，与钱长老针锋相对。钱长老，此言差矣。李长老的声音铿锵有力，据我所知，是陆森先带人设伏，欲在宗门之外截杀方云，此事已有数名弟子可以作证。方云不过是绝地反击罢了，难道只许他青蛇会杀人，不许旁人还手吗？这是何道理？你……钱长老被噎得脸色一滞，怒道：李玄，你休要强词夺理！就算陆森有错在先，方云也罪不至死。他将陆森虐杀，智行神俱灭，手段何其残忍，这分明是魔道行径。笑话！李长老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讥讽。钱长老，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生死相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难道还要手下留情，等对方反扑吗？你这番话若是放在战场上，不知要害死多少我宗门弟子。说得好！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丹堂堂主缓缓站了起来，他环视一周，淡淡道：我丹堂虽然不喜争斗，但也讲究一个理字。方云此子丹道天赋万中无一，与我丹堂有大贡献，若真是他无故滥杀，我丹堂绝不姑息。但若是旁人欺上门来，他奋起反击，何罪之有？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又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插了进来：老夫也觉得方云无过。众人循声望去，说话的竟是洛离家族派驻在宗门的一位宿老。这位宿老平日里深居简出，从不参与议事，此刻却为了方云亲自开口。他浑浊的双眼扫过钱长老，缓缓道：此次幽魂沼泽之行，我族小辈洛离亦在场，事情原委他已尽数告知老夫。陆森福杀在前，言语污秽，欲行不轨，方云为救人而反击，不仅无过，反倒有功。钱长老若是不信，可亲自去问洛离那丫头。什么？洛离小姐也在场？此话一出，满座皆惊。钱长老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可以不给李长老面子，也可以无视丹堂堂主，但洛离背后的家族，其能量之大，连他都得罪不起。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微妙。就在这寂静之中，一道威严、浩瀚，仿佛来自9天之上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响起：此事到此为止。是宗主。宗主并未现身，
但他的声音却蕴含着不容抗拒的意志。陆森劫杀同门在先，方云自卫反击，按门规处置，无过。短短的一句话，便为此事彻底定了性。钱长老的脸上血色尽退，颓然地坐回了椅子上。他知道，想通过宗门规则来打压方云的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李长老和丹堂堂主等人，则是露出了会心的微笑。青蛇会总舵密室，会长蛇万毒静静地听着手下关于长老会议室的汇报。他那张阴柔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密室内的空气却仿佛凝结成了冰，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宗主，裁定方云无过。他一字一顿地问道，声音沙哑，仿佛生锈的刀锋在摩擦。是的，会长。那名汇报的弟子战战兢兢，头都不敢抬。蛇万毒沉默了良久，他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好，很好。他笑得越来越大声，笑声中充满了无尽的怨毒和疯狂。宗门规则不让我动他，是吗？他缓缓站起身，走到密室中央的一座血色祭坛前。既然明面上不行，那就在规则允许的地方，让他死得无声无息。他伸出手，在祭坛上轻轻一按，嗡！一道血光冲天而起，一面刻满了诡异符文的血色令牌缓缓浮现。传我血杀令！蛇万毒的声音如同地狱的魔音，昭告所有内门弟子：宗门叛徒血符，盗取宗门重宝，逃入血月秘境。凡能在大比中名正言顺地将这个与血符长相酷似的方云就地格杀者，赏上品灵器1件，贡献点10万，并可入我青蛇会，成为核心长老。那名弟子听到血月秘境4个字，浑身巨震，眼中露出极度的恐惧。那是宗门年度试炼之地，也是伤亡率最高的地方。他更明白，什么宗门叛徒，什么血符，都不过是借口。会长这是要动用青蛇会所有的力量，在那个百无禁忌的秘境之中布下一个天罗地网，让方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死不休。方云的洞府之外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之前那场席卷整个内门的风暴从未发生过。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那令人窒息的宁静。青蛇会的血杀令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内门的每一个角落。宗门叛徒血符，呵呵，真是可笑的借口。洞府之内，方云把玩着一枚刚刚炼制成功的通体幽兰的丹药，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讽。这枚丹药正是他用从幽魂沼泽采来的幽魂草为主要，辅以数种珍稀材料炼制而成的3品顶级丹药凝魂丹。丹药入腹，化作一股清凉的气流，直冲他的识海。方云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之力在这股药力的滋养下瞬间壮大了1圈，念头通达，感知都变得敏锐了数倍。蛇万毒，你这是怕我在秘境里死得不够快吗？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他知道，这次的血月秘境之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宗门试炼，蛇万毒那张血色的大网已经为他而张开。秘境之内，他将面对的是整个青蛇会，乃至于所有被重赏冲昏头脑的内门弟子的疯狂追杀。九死一生或许都不足以形容此行的凶险，但机缘也往往伴随着最大的危机。方云的眼中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燃起了熊熊的战意。蛇万毒，你最好祈祷别在秘境里让我碰见你，否则你的下场会比陆森凄惨100倍。秘境开启的前1日，方云刚刚结束修炼，稳固了暴涨的神魂之力，洞府的禁制便被触动了。他微微一怔，打开禁制，却看到了一张意想不到的冰冷而绝美的脸庞。来者身穿一袭淡紫色的劲装，将他那高挑而丰盈的身姿勾勒得淋漓尽致，修长的双腿笔直而有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凌厉气息。正是林飞羽。有事？方云看着他，平静地问道。林飞羽没有说话，只是将一枚玉简抛了过来，声音依旧清冷。这里面是血月秘境的地图，标记了几个最危险的绝地和几处可能存在机缘的地点，是我当年参加试炼时记录下来的，或许对你有用。方云接过玉简，神念一扫，发现里面的信息详尽无比，价值千金。他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林飞羽一眼。为什么？你我之间有过命的交情。林飞羽的眼神有些闪躲，不敢与他对视。上次在药园密洞，你救了我，这次我还你，仅此而已。说罢，他不等方云再开口，便转身化作一道流光，迅速离去，仿佛多待一刻都会让他感到不自在。方云看着他消失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的玉简，心中流过一丝暖意。还没等他收起玉简，洞府禁制再次被触动。这一次来的是穆冰兰，她依旧是一身素白的长裙，气质清冷如雪山之巅的莲花。那张绝美的脸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方云却能从她那微蹙的眉头和紧抿的红唇中感受到一丝别扭的关心。这个
给你。穆冰兰的声音比林飞宇更冷，他递过来一个小巧的玉瓶，便立刻别过头去，仿佛看方云一眼都会脏了他的眼睛。这是方云问道。我导师炼制的天元丹。穆冰兰生硬地解释道，能在瞬间恢复30%法力，关键时刻或许能救你一命。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是导师让我送来的，你别多想。方云看着他这副口是心非的模样，不禁莞尔。多谢。他收下丹药。穆冰兰嗯了一声，也如避蛇蝎一般迅速转身离去。方云无奈地摇了摇头，刚准备关上洞府，却发现不远处一个穿着麻布衣、扎着马尾的清秀少女正抱着一柄断剑，有些局促地站在那里，想过来又不敢过来的样子。是林佑薇。佑薇。方云主动开口喊道。林佑薇身体一颤，这才鼓起勇气小跑到方云面前。他低着头将一块有些破旧的兽皮递了过来，声音怯生生的，方云师兄，我没有什么宝物能给你，这是我最近在剑种的一点感悟，或许对你有用。方云接过兽皮，神念探入，一股纯粹而凌厉的剑意瞬间涌入他的脑海。这股剑意虽然还很稚嫩，却蕴含着一种直指本源的道蕴，玄妙异常。多谢你，佑薇，这份礼物很珍贵。方云由衷地说道。能帮到师兄就好。林佑薇听到夸奖，俏脸一红，头埋得更低了。师兄，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说完，他也害羞地跑开了。方云手握着地图、丹药和剑意心得，看着三女离去的方向，心中百感交集。这些昔日不经意间结下的善缘，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汇聚成了最坚实的助力。看来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深吸一口气，眼中的战意愈发坚定。次日，宗门中央广场，一座巨大无比的由血色晶石铸成的祭坛上，一个高达100丈的如同鲜血凝聚而成的空间漩涡正在缓缓旋转，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空间波动。这便是血月秘境的入口。广场之上人山人海，所有内门弟子都已齐聚于此。方云刚一出现，便立刻成了全场的焦点。无数道目光，或敬畏，或嫉妒，或贪婪，或幸灾乐祸，尽数落在了他的身上。快看，他就是方云，血杀令的目标。听说谁能杀了他，就能得到上品灵气和10万贡献点。嘘，小声点，你不要命了？没听说陆森是怎么死的吗？在人群的最前方，佘万毒身穿一袭华贵的黑袍，带着数十名青蛇会的核心成员，早已等候在那里。他看到方云，那双阴柔的眸子瞬间眯起，如同毒蛇一般，死死地锁定了自己的猎物。那毫不掩饰的刻入骨髓的杀意，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冻结。方云面无表情，与他对视，眼神中同样是冰冷刺骨的杀机。两人之间仿佛有无形的电光在碰撞，火药味十足。在另一边，几个气息同样强大的团体中，方云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萧绝。那个在流云城被他夺走一切荣耀的城主之子，此刻也达到了凝气境5层的修为。他看向方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与不甘，显然他也将这次秘境之行视为了自己复仇的唯一机会。时辰到，秘境开启。随着主持长老一声高喝，血色漩涡猛地加速旋转，一股强大的吸力从中传出。方云，好好享受你在世上最后的时光吧。佘万毒留下一个残忍的笑容，率先带人冲入了漩涡之中。紧接着，其他内门弟子也如同过江之鲫，纷纷涌入。方云深吸一口气，不再理会周围的目光。他看了一眼那深邃、未知、充满了杀戮与机缘的血色漩涡，没有丝毫犹豫，毅然迈开了脚步，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那片血色之中。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方云的双脚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眼前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血色荒原。天空是诡异的暗红色，一轮巨大的仿佛在滴血的月亮高悬其上，散发着妖异的光芒。大地干裂，呈现出暗沉的赭石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和暴虐的气息。这就是血月秘境吗？方云眉头微皱，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片天地的法则对他充满了恶意。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全身，神识被压制到了一个极小的范围之内。空气中那暴虐的血煞之气如同复古之居，无时无刻不在试图侵蚀他的护体灵力，污染他的丹田。寻常修士在此地恐怕连一半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光是抵御这血煞之气的侵蚀就要耗费大量的灵力。不过这对我而言却未必是坏事。方云心念一动，缓缓运转起了阴阳混元诀。功法流转，他那至刚至阳的纯阳神体仿佛一个无底的漩涡，竟开始主动将周围的血煞之气吸入体内。那些对其他修士如同剧毒的暴虐能量，一进入方云的经脉，便被纯阳之力包裹、焚烧、炼化，
最终化为一丝丝精纯的能量汇入他的丹田。果然有效，虽然炼化效率不高，但积少成多，倒也能省下不少恢复灵力的丹药。方云心中一定，立刻将林飞宇赠予的地图玉简取出，神念沉入其中，随即传送。我现在的位置大概在荒原的东侧边缘，这里危机四伏，我已是众矢之的，不能急于寻找机缘。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站稳脚跟。他的目光很快锁定在地图上标记的一处特殊地点——血晶石窟。根据地图描述，那是一处天然形成的由坚硬血晶构成的洞窟群，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正适合他作为初期的据点。打定主意，方云立刻收敛气息，施展出新学的魅影无踪身法，整个人如同一道淡淡的影子，朝着血晶石窟的方向疾驰而去。半个时辰后，一片闪烁着妖异红光的晶石山丘出现在方云的视野之中。就是这里了。方云刚刚靠近石窟入口，敏锐的神识便察觉到了几道不怀好意的气息，正从暗处向自己包抄而来。哼，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吗？方云眼中闪过一丝冷冽，他没有选择躲避，反而身形一闪，直接钻入了一处狭窄而幽深的石窟之中。他进去了，这蠢货真是自寻死路。快，堵住洞口，别让他跑了。这可是天大的头功。三道身影从藏身之处窜出，脸上挂着贪婪而兴奋的笑容，迅速将方云进入的那个石窟团团围住。这三人正是青蛇会的成员。里面的小子，给我听着！为首的那名凝气境3层的弟子对着洞口得意的大喊道：“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识相的就自己废掉修为，滚出来领死！否则，等我们进去，定要让你尝遍万般折磨，求死不能！”另一名凝气境2层的弟子也怪笑道：“是啊，方云，听说你不是很能打吗？怎么现在跟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洞里不敢出来了？别跟他废话了，副会长和赵燕师兄的仇，今天就要他血债血偿，直接进去宰了他！”三人狞笑着，一步步逼近那幽深的洞口。在他们看来，方云已是瓮中之鳖，插翅难飞。然而，就在他们踏入洞口的一瞬间，咻！一声尖锐的破空之声，毫无征兆地从洞穴的黑暗深处响起。一道闪烁着森然寒光的剑矢，仿佛撕裂了空间，瞬间便出现在一名凝气境2层弟子的面前。不好！那名弟子瞳孔骤缩，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骇的尖叫，便被那只剑矢精准无比地洞穿了眉心。剑矢上附带的恐怖力量，直接将他的脑袋轰得炸裂开来，红白之物溅满了整个石壁。老三，该死！他在放冷箭，小心！剩下2人又惊又怒，立刻撑起了护体灵气，警惕地盯着黑暗的洞口。方云，你这个只会偷袭的懦夫，有种出来与我堂堂正正一战！为首的那名弟子色厉内荏地吼道。回应他的是又一声冰冷的破空声。咻！这一次，剑矢的目标是另一名凝气境2层的弟子。他虽然早已有了防备，将护体灵气催动到了极致，但方云这一剑不仅灌注了筑基9层的雄浑法力，更附带了一丝阴阳磨盘的磨灭神通。砰！剑矢与护体灵气相撞，发出一声闷响。那名弟子引以为傲的护体灵气，竟如同纸糊一般被轻易洞穿。噗嗤！剑矢于是不减，从他的心脏位置一穿而过，带起一蓬血雾。我不甘心！他低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个巨大的血洞，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随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二哥，为首的那名弟子目眦欲裂，他看着转眼间就折损了2名兄弟，心中第一次涌起了无尽的恐惧。他终于明白，自己和方云之间的实力差距根本不是数量可以弥补的。逃！必须马上逃！这个念头一出，他再也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要向洞外狂奔。然而，一只冰冷的手却如同铁钳一般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一个淡漠的声音在他身后悠悠响起：“你想去哪儿？”那名弟子身体猛地一僵，他缓缓地、机械地转过头，看到了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方云不知何时已经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你……他吓得魂飞魄散，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方云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那只搭在他肩膀上的手猛然用力，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那名凝气境3层的青蛇会弟子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一声，整个身体便如同破麻袋一般软软地倒了下去，生机断绝。方云随手收缴了3人的储物袋和宗门令牌，眉头却微微皱起。就在刚才他击杀这3人的瞬间，他清晰地感觉到他们溃散的精气神竟有一丝丝被这片血色的天地给悄然吸收了。这秘境似乎不仅仅是试炼那么简单，他好像在吃人。一个让他不寒而栗的念头浮现在心中。嗷呜！就在此时，一声充满了暴虐与饥渴的狼嚎之声
从不远处响起。紧接着，一股堪比凝气境5层的强大妖兽气息，夹杂着浓郁的血腥味，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所在的位置咆哮而来。显然，刚刚这里的血腥味吸引来了一个更不好对付的大家伙。嗷呜！狼嚎之声由远及近，不过短短数个呼吸，一头体型堪比巨象的恐怖妖狼便出现在了石窟之外。它通体覆盖着一层暗红色的如同晶石般的鳞甲，四肢粗壮有力，一双血红色的眸子死死地锁定在方云身上，充满了嗜血的疯狂和贪婪。正是血月秘境中最常见的凶兽之一——血煞妖狼。凝气境5层，而且看他身上这股血煞之气的浓度，恐怕离6层也不远了。方云眼神一凝，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感觉到体内的血液开始隐隐沸腾。刚刚晋升凝气境4层，正是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来检验和稳固自己力量的时候。这头妖狼来得正好，正好拿捏，来试试我现在的斤两。方云心中战意升腾，他不再依赖地形，而是主动从石窟中走出，收起了破甲弓，反手握住了墨风剑的剑柄。吼！血煞妖狼见这渺小的人类竟敢主动挑衅，顿时勃然大怒。他发出一声震天咆哮，四肢猛地一蹬，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血色闪电，携带着腥风，朝着方云猛扑而来。他那闪烁着森然寒光的利爪，轻易地撕裂了空气，带起一连串尖锐的音爆声。在这血月秘境的环境加持下，这一扑之威足以让任何同阶的修士骇然色变。方云眼神平静，脚下魅影无踪，身法施展，不退反进。嗡！墨风剑悍然出鞘，剑身之上黑色的光华流转，一道道由龙象镇玉体催发出的龙象之力缠绕其上，让整把剑都变得沉重如山。崩山拳意融于剑中。方云低喝一声，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招式，而是将崩山拳那股一往无前、崩裂山川的霸道拳意尽数融入了自己的剑法之中。当剑爪相交，爆发出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一股狂暴的力量顺着剑身传来。方云只觉得手臂一麻，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倒退了数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地面上踩出一个深深的脚印。而那头血煞妖狼也被他剑身上那股沉重霸道的力量震得庞大的身躯微微一滞。好强的力量，好硬的爪子！方云心中暗惊，他能感觉到这妖狼的肉身强度几乎不亚于自己全力催动龙象镇玉体的状态。吼！一击未果，血煞妖狼变得更加狂暴。他张开血盆大口，一颗人头大小的由精纯血煞之力凝聚而成的能量球瞬间成型，朝着方云呼啸而来。方云不敢应接，脚下步伐变换，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一击。轰！血色能量球砸在他身后的金石山丘上，爆发出恐怖的威力，直接将那坚硬的血晶炸出了一个数丈深的大坑。就在方云闪避的瞬间，血煞妖狼的身影已然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身侧，锋利的狼爪带着撕裂一切的气势直取他的咽喉。速度太快了，方云瞳孔一缩，已然来不及回剑防守。千钧一发之际，他竟是直接松开了握剑的右手，左拳之上金光大放，以一种悍不畏死的姿态朝着那挥来的狼爪硬生生地对了上去。疯了，这家伙是疯子吗？就在此时，远处的天边一道身影飘然而至，那是一名女子。她身穿一袭月白色的长裙，裙摆在血色的风中轻轻飘荡，不染一丝尘埃。她身姿婀娜，气质空灵，仿佛不属于这片暴虐的土地，更像是从清冷的月宫中走出的仙子。虽然脸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轻纱，看不清全貌，但仅从那完美的轮廓和一双秋水般澄澈的眼眸，便足以断定这绝对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只是她那绝美的容颜之上，此刻却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气息也有些紊乱，显然是身受重伤。她本是路过此地，却被这里的打斗声吸引。当她看到方云竟要以肉拳去硬汉堪比上品法器的血煞妖狼之爪时，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也不由得闪过了一丝浓浓的讶异。在她看来，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然而下一秒发生的事情却彻底颠覆了她的认知。当拳爪再次相撞，预想中血肉横飞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方云的拳头与那锋利的狼爪碰撞在一起，竟爆发出比之前剑爪相交时更加洪亮、更加刺耳的金铁轰鸣。嗷！一声凄厉的痛嚎从血煞妖狼的口中发出，只见他那无坚不摧的利爪之上竟出现了几道清晰的裂痕，而方云的拳头除了几道浅浅的白印之外，竟是毫发无伤。这怎么可能？他的肉身怎么会比法器还要坚硬？神秘女子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她没有再靠近，也没有出手，只是静静地悬浮在远处，如同一个真正的看客，饶有兴致地观看着这场让他感到意外的战斗。一击得手，方云战意更盛，他不再进行任何防御，
将龙象镇玉体催发到极致，与那头妖狼展开了最原始、最野蛮的近身肉搏。拳对爪，肘对牙，一时间，血色的荒原之上，拳风呼啸，妖气纵横，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这是一场纯粹力量的碰撞，看得远处的神秘女子都是异彩连连。经过数十个回合的惨烈搏杀，方云虽然身上也添了数道伤口，但他的气势却越来越盛。反观那头血煞妖狼，早已是伤痕累累，气息萎靡。就是现在，方云眼中金光一闪，抓住妖狼就力已去，心力未生的一刹那破绽，故技重施。阴阳磨盘，那蕴含着磨灭万物之力的黑白磨盘虚影再次浮现，狠狠地印在了妖狼的胸口之上。嗷呜！血煞妖狼发出一声不甘的哀鸣，他胸口的护体妖力如同积雪玉汤，被瞬间磨灭消融。死！方云抓住这个机会，手中墨锋剑不知何时已经回到手中，剑光一闪，快如闪电，一颗硕大的榔头冲天而起，滚烫的狼血如同喷泉一般将方云全身染红，让他看起来如同一尊从血海中走出的杀神。他干净利落的杀伐手段让远处观战的神秘女子那双清冷的眸子里也不由得闪过了一丝异彩。方云走到妖狼的尸体旁，用剑剖开其胸膛，从中取出了一枚拳头大小、通体血红、蕴含着精纯血煞之力的妖兽内丹。这枚内丹无论是用来炼制提升修为的丹药，还是直接用来淬炼肉身，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就在方云准备将内丹收起之时，一个清冷如泉水叮咚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你实力不错。”方云猛地回头，只见那名神秘的白裙女子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身后不足10丈的地方。她的声音很好听，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容置疑的命令感，把那枚内丹给我。她静静地看着方云，仿佛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血月圣殿的秘密。清冷的声音如同玉珠落盘，回荡在死寂的血色荒原之上。方云缓缓转过身，目光如电，直视着眼前这位不速之客。这是一个极美的女人，哪怕隔着一层薄纱，也难掩其绝代的风华。月白色的长裙将她那玲珑有致的丰盈身段勾勒得恰到好处，清冷的气质与这片暴虐的血色世界格格不入，让她真如一位误入凡尘的谪仙。但方云的眼神却没有任何波澜，只有警惕。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眼前这个女人很强，哪怕她气息紊乱，脸色苍白，显然是身受重伤的状态，但那股从骨子里透出的属于上位者的强大威压，依旧远非陆森支流可比。灵气近7层，甚至更高。把内丹给我。女子再次开口，声音依旧清冷，仿佛在命令而非请求。她那双隔着面纱的秋水眼眸静静地注视着方云，似乎笃定方云不敢拒绝。方云闻言却是轻笑一声，他将那枚还在散发着温热气息的血煞内丹在手中随意地抛了抛，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这位师姐，你一开口就要我拼死拼活才得来的战利品，这未免也太霸道了吧。女子的眉头在面纱之下机不可察的微微一蹙，她似乎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只有凝气近4层的内门弟子竟敢当面反驳她。我叫月禅。她报上自己的名字，声音依旧平淡。我需要这枚内丹压制伤势，作为交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血月圣殿的秘密。月禅。方云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宗门内似乎并没有哪位顶尖高手叫这个名字。秘密。方云掂量着手中的内丹，嘴角的弧度更大了。师姐，你要知道，这枚内丹足以让我省下数月苦修，甚至可能助我突破瓶颈。一个听起来虚无缥缈的秘密，就想换走它。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锐利起来，直视着月禅那双清冷的眼眸，一字一句地问道：再者说，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的秘密一文不值，或者你拿到内丹之后直接翻脸不认人，那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空气瞬间凝固了。月禅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第一次闪过了一丝真正的讶异，随即那讶异又化为了一丝淡淡的饶有兴致的趣味。他在这宗门之内地位超然，向来是言出法随，何曾有人敢当着他的面如此直白的讨价还价？更何况对方还只是一个在他看来实力平平的内门弟子。你很有胆色。沉默片刻后，月禅竟是轻笑一声，这一笑如冰山解冻，让这片血色的荒原都仿佛明亮了几分。你说的没错，交易自然要讲究公平。他不再卖关子，清冷的声音缓缓响起，抛出了一个让方云都无法拒绝的重磅炸弹。血月秘境之所以叫血月秘境，就是因为在这片空间的核心有一座上古大能留下的传承神殿——血月圣殿。圣殿1000年开启一次，算算时间就在这几日。殿内不仅有那位大能留下的无上功法传承，更有能助人脱胎换骨的圣血池。方云的瞳孔微微一缩，
月禅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继续说道：“不过，想要进入圣殿，并非易事。他需要4把血域钥匙，同时催动，方能开启。”他伸出纤纤玉手，掌心光华一闪，一枚通体血红，仿佛由鲜血凝聚而成，散发着古老气息的玉质钥匙，静静地悬浮在他掌心之上。我有1把，而且我还知道另外1把钥匙的下落。月禅收起钥匙，目光再次落在了方云手中的那枚血煞内丹之上，红唇轻启。现在，你觉得这个秘密够不够换你的这枚内丹？方云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血月圣殿，上古传承，血域钥匙，这些信息任何一个传出去，都足以让整个秘境的所有天骄为之疯狂。他原以为这次秘境之行，自己的目标只是活下去，并尽可能的提升实力，最好能找到机会宰了蛇万毒。可现在，月禅的出现却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大机缘的大门。与这今天的传承相比，一枚区区的5阶妖兽内丹确实显得微不足道了。方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惊。他没有再犹豫，手腕一抖，那枚血煞内丹便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月禅飞了过去。成交！他赌了，赌这个女人虽然身受重伤，但还不屑于对他这个弱者出手。更何况他还需要自己去寻找另外的钥匙，暂时不会翻脸。月禅稳稳地接住内丹，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查令的赞赏。他毫不犹豫地将内丹一口吞下，随即盘膝而坐，身上散发出一阵正红色的光晕。片刻之后，他苍白的脸色终于恢复了一丝红润，紊乱的气息也稳定了许多。他缓缓站起身，看着方云说道：“你很聪明，也很有魄力。你叫什么名字？”方云。方云。月禅默念了一遍，点了点头。很好，现在我们来谈谈下一笔交易。哦。方云眉毛一挑，月禅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他看着方云，缓缓开口，说出了一句让方云都感到意外的话：“你我同行。”什么？我需要一个信得过且有足够实力的人替我办事。月禅的语气不容置疑：“我的伤势还需要时间恢复，不便亲自出手。而你刚才的表现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他顿了顿，抛出了自己的筹码：“事成之后，血月圣殿的传承分你一份，如何？”方云心中念头急转，与这个神秘强大的女人同行，无疑是与虎谋皮，风险极大，但收益也同样惊人。有了他的情报和支持，自己夺取传承的机会将大大增加。我需要做什么？方云沉声问道。很简单。月禅的眼神陡然变得冰冷刺骨，帮我找到另外2把血域钥匙。他看着方云，缓缓吐出了一个让他心神俱震的名字，其中1把就在青蛇会的会长蛇万毒的手上。蛇万毒。方云听到这个名字，眼中瞬间闪过一道冰冷的杀意。还真是冤家路窄，他正愁找不到蛇万毒，没想到对方身上竟然有他志在必得的东西。很好。方云点了点头，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他的命和他的钥匙我都要了。”月禅似乎对他的反应毫不意外，他那双清冷的眸子转向另一个方向，淡淡道：“蛇万毒的钥匙我们可以稍后再取，当务之急是先拿到另外1把。”在谁手上？方云问道。一个叫李玄机的人。月禅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此人是内门中一个极为低调的阵法大师，修为在凝气境5层，为人狡猾多疑，从不轻易与人动手，极难对付。阵法大师李玄机。方云沉吟片刻，这个名字他有些印象，似乎在乾隆大比时遇到过。不错。月禅继续说道，他身上有第2把血域钥匙，他此刻应该就在西边30里外的迷雾峡谷之中，那里天然就是一座迷阵，是他的主场，想从他手上强抢几乎不可能。强抢？方云闻言却是笑了，对付这种人何须强抢？一个计划瞬间在他脑海中成型。他看着月禅说道：“你在此地等我，我去就回。”说罢，他也不等月禅回答，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血色荒原的尽头。月禅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那双隔着面纱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好奇与期待。他很想看看这个总是能出人意料的男人究竟要用什么办法去对付一个躲在自己主场里的狡猾的阵法大师。另一边，血月秘境的一处山林之中，萧绝手持长剑，一剑将一头3阶妖兽的头颅斩下，动作干净利落。该死的方云，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让你死，一定。他擦去剑上的血迹，英俊的脸上却布满了与他气质不符的狰狞与怨毒。自从在流云城被方云夺走一切荣耀后，复仇变成了他唯一的执念。进入秘境之后，他更是疯狂地猎杀妖兽，提升实力，只为能亲手将方云踩在脚下，一雪前耻。就在此时，他
他腰间的一枚传讯玉佩忽然微微发热。萧绝神念探入，眼中顿时爆发出狂喜的光芒。方云的踪迹就在迷雾峡谷附近。真是天助我也！方云，你的死期到了。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意，立刻化作一道流光，朝着玉佩指引的方向全速飞去。迷雾峡谷常年被灰白色的浓雾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其中更暗含天然的幻阵，能迷惑人的五感，极易迷失方向。此刻，在峡谷深处的一座隐秘洞府内，一名样貌普通、气质阴郁的青年李玄机正盘膝而坐，手中把玩着一枚血色的玉质钥匙，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血月圣殿，嘿嘿，只要我利用此地的天然大阵，再不下我苦心钻研的五行颠倒阵，就算是宁气近期8层的高手来了，也休想找到我。等到圣殿开启，我便可坐收渔翁之利。就在他得意的盘算之时，洞府外的警示阵法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波动，有人闯阵。李玄机脸色一变，立刻掐诀，眼前浮现出一面水镜，水镜之中，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横冲直撞，以蛮力破除着他布下的外围迷阵。萧绝，他怎么会来这里？李玄机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他与这萧绝早年因争夺一株灵药而结下梁子，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正好拿你来试试我这五行颠倒阵的威力。李玄机冷笑一声，双手快速结印，整个迷雾峡谷的雾气瞬间翻涌起来。而此时一心追杀方云的萧绝冲入峡谷后，便发现自己失去了方云的踪迹，反而陷入了一座更为强大的阵法之中。不好，中计了！萧绝心中一沉，但为时已晚。四周的景物开始变换，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凭空而生，化作刀枪剑戟、水龙火凤，从四面八方朝他疯狂攻来。李玄机，是你，给我滚出来！萧绝又惊又怒，他挥舞长剑，奋力抵挡着无穷无尽的攻击。萧绝，你无故闯我洞府，还想让我滚出去，真是可笑！李玄机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带着一丝猫捉老鼠的戏谑。就凭你也配见我？还是乖乖的死在我的阵法里吧！混账！你以为区区一个破阵就能困住我吗？萧绝怒吼一声，竟是不惜耗费精血，施展出了家族秘法，剑光暴涨，硬生生将周围的五行攻击展开了一条通路。二人本就有旧怨，此刻更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一言不合便隔着阵法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战。灵力轰鸣，剑气纵横，整个迷雾峡谷都为之震颤。峡谷之外，一处隐秘的山崖之上，方云静静地站着，如同一个最高明的猎人，冷漠地注视着峡谷内那场愈演愈烈的狗咬狗大戏。打吧，打得越激烈越好。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这一切自然都是他的手笔，他只是利用自己对地形的了解，稍微泄露了一丝气息，并用神魂之力稍加引导，便成功地将这两个本就互相看不顺眼的仇人引到了一起，借刀杀人，坐收渔利，这才是对付李玄机这种人的最好办法。峡谷内的战斗足足持续了1个时辰。当凌厉的轰鸣声逐渐平息，方云知道时机到了。他悄无声息地潜入峡谷，只见原本浓郁的迷雾已经变得稀薄，地上到处都是战斗留下的坑洞和法术残骸。峡谷中央，萧绝和李玄机二人正遥遥对峙，皆是气喘吁吁，脸色苍白。显然两人都消耗巨大，拼了个两败俱伤。李玄机，你这缩头乌龟，有种就撤了阵法，与我公平一战。萧绝拄着剑恨声道。嘿嘿，萧绝，你灵力已然耗尽，还敢嘴硬？李玄机虽然同样虚弱，但脸上却挂着胜利者的笑容。我的阵法可还没到极限呢。就在此时，咻一声足以洞穿灵魂的尖锐破空声毫无征兆地响起，一道快到极致避无可避的剑矢如同死神的镰刀瞬间划破长空。谁？李玄机和萧绝二人脸色同时巨变。李玄机正处于催动阵法的关键时刻，根本无法闪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支剑矢在他的瞳孔中不断放大。噗嗤，剑矢精准地射穿了他的肩膀，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整个人带飞出去，狠狠地定在了一旁的岩壁之上。啊！李玄机发出一声惨叫，阵法也随之崩溃。他满脸骇然与不甘地看着剑矢射来的方向，只见一个他最不想见到也最意想不到的身影正缓缓地从雾气中走出。方云。而另一边的萧绝在看到方云出现的一刹那，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了一般，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是你？这是一个陷阱。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方云的踪迹，什么偶遇李玄机，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针对他布下的局。方云没有理会萧绝的震惊，他一步步走到被钉在岩壁上的李玄机面前，无视他那怨毒的目光，
直接从他怀中搜出了一枚血色的玉质钥匙。多谢你的钥匙了，方云淡淡道。随即他转过身看向了面如死灰的萧绝。方云，你想干什么？萧绝的声音中第一次带上了恐惧。他此刻灵力耗尽，身受重伤，根本不可能是方云的对手。干什么？方云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当然是收点利息了。他一步踏出，身影瞬间消失。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萧绝面前，在萧绝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一把握住了他持剑的右臂。不，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萧绝的整条手臂被方云硬生生的拧断。方云一脚将惨嚎的萧绝踹倒在地，夺过他腰间的宗门令牌，冷冷地俯视着他，如同在看一只蝼蚁滚吧。回去告诉所有人，这只是一个开始。他没有杀萧绝，因为有时候让一个骄傲的天才以最屈辱的方式活着，比直接杀死他更让他痛苦。做完这一切，方云掂量着手中那枚温热的血玉钥匙，嘴角微微上扬。第二把到手。然而就在他将钥匙收入储物袋的瞬间，那枚血玉钥匙竟是猛地散发出一道微弱的只有他能看见的血色光芒，冲天而起，随即又迅速湮灭。方云眉头一皱，心中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与此同时，在血月秘境另外2个相距甚远的区域，正在闭目养神的蛇万毒和他身边那枚血玉钥匙同时微微一震。另一处神秘的山谷之中，一个盘膝坐在剑冢之上的白衣青年也缓缓睁开了双眼，看向了迷雾峡谷的方向。他们都感应到了，第二把钥匙已经易主。2股强大到让天地都为之变色的恐怖气息，正从2个不同的方向朝着方云所在的位置高速接近。不好！方云心中警铃大作，他能清晰地感觉到2股强大到让他都感到心悸的恐怖气息，正以惊人的速度从2个不同的方向向自己所在的位置包夹而来。其中一股气息阴冷而怨毒，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意，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蛇万毒。而另一股气息则锋利如剑，纯粹霸道，仿佛要将这片天都刺穿，其强度甚至比蛇万毒还要强上一筹。凝气近7层，还有一个至少是8层。同时面对2个这种级别的怪物，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也绝无胜算，更何况现在灵力消耗巨大。方云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数个念头，但都被一一否决。硬拼是死，逃跑也逃不掉。对方的速度太快了，不出10个呼吸便能赶到这里，必须想办法金蝉脱壳。电光火石之间，一个无比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型。赌一把了。方云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不再犹豫，立刻行动起来。他先是从储物袋中将之前斩杀青蛇会谢坤时缴获的那本歹毒功法化血功玉简取出，神念一扫，将其中的一门化血爆体秘术催动。噗！方云猛地喷出一大口精血，洒满了身前的地面。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气息也随之萎靡了下去。紧接着他又从神尊传承之中找到了一门名为归西假死的秘术，此术能将修士的生机、心跳乃至于灵魂波动都压制到一个近乎于死亡的状态。做完这一切，他看了一眼地上那滩血肉模糊的战斗现场，有李玄机的，有萧绝的，还有他自己的。他冷笑一声，身影一闪，便悄无声息地钻入了旁边一处他早就看好的被乱石和藤蔓掩盖的狭小地穴之中，并用秘法彻底封锁了自身所有的气息。地穴之内空间狭小的令人发指。方云刚一进来便撞上了一具温软而富有弹性的娇躯，一股清幽的如同月下兰花般的体香瞬间钻入他的鼻腔。是月禅，他早已在此等候。你……月禅刚想开口询问，却被方云一把捂住了嘴。嘘，别说话，收敛所有气息。方云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地穴内，2人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缝隙。方云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从他那月白长裙下传来的惊人的体温和那丰盈身段的柔软触感，饶是以他的定力也不由得心神一荡。而月禅更是娇躯猛地一僵，他何曾与一名男子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一股陌生的强烈的阳刚气息混合着淡淡的血腥味，霸道地侵入了他的呼吸。他那张蒙在面纱之下的绝美脸庞瞬间便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红晕。更让他感到心惊的是，他发现当方云那至刚至阳的气息包裹住自己时，他体内那股因重伤而四处乱窜的阴寒之气竟仿佛遇到了克星一般，变得温顺了许多，连伤势带来的痛苦都减轻了不少。他的体质竟然对我的伤势有天然的疗愈效果。月禅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看着眼前这个近在咫尺闭着眼睛装死的男人，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第一次出现了无法言喻的复杂情绪。就在此时，2股恐怖的威压降临了。
迷雾峡谷之上，蛇万毒的身影如同一只黑色的蝙蝠，悄无声息地落下。他看着地上那片血肉模糊的案发现场，以及那滩属于方云的气息还未完全消散的精血，阴柔的脸上露出了畅快无比的笑容。方云，你终究还是死了，可惜，真是可惜啊！不能亲手将你千刀万剐，真是便宜你了。他正要上前将方云的残骸挫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咻！另一道身影也随之降临。来者一身白衣，纤尘不染，身形挺拔如剑，正是内门第一高手剑道天才独孤剑。他看了一眼地上的惨状，眉头微皱，随即又将目光投向了蛇万毒，声音冷漠：“是你杀了他？”“不是我。”蛇万毒摊了摊手，笑道：“看来是有人替我代劳了。不过结果是一样的，不是吗？”独孤剑没有再理他，而是走到那片狼藉的战场中央，缓缓蹲下身子，仔细地检查起来。片刻后，他站起身，看着方云那滩精血，若有所思地说道：“此地除了李玄机和萧绝的气息，还有一丝微弱的、极为霸道的刀意残留。看来他们是遭遇了第三方，同归于尽了。”“同归于尽，那最好不过了。”蛇万毒冷笑道。独孤剑却摇了摇头，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旁边岩壁上，一道被方云的墨锋剑无意中划出的极不显眼的剑痕之上。他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那道剑痕，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不对，这道剑痕之中蕴含的剑意虽然微弱，却圆润通达，收放自如，不像是力竭之人能发出的。独孤剑，你什么意思啊？蛇万毒脸色一沉，难道你认为方云那小子还能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我只是觉得有些蹊跷罢了。独孤剑收回手指，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这片峡谷，转身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去。蛇万毒见状，冷哼一声，也确认了方云的气息已经彻底消散，便不再停留，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他还要去寻找那第四把钥匙的下落，直到两股强大的气息彻底消失在地穴的感知范围之内，方云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解除了龟息假死的状态。呼，好险，总算是蒙混过去了。他刚一放松，一股虚弱感便涌了上来。无论是施展化血爆体，还是维持龟息假死，对他的消耗都极大。你没事吧？一个带着一丝关切的清冷声音在耳边响起。方云睁开眼，便对上了月禅那双近在咫尺的如同星辰般明亮的眸子。他这才意识到，两人依旧保持着身体紧贴的暧昧姿势。嗨嗨，没事。方云有些尴尬的咳嗽一声，准备拉开距离。然而就在他准备将之前从萧绝和李玄机处缴获的储物袋取出，炼化资源，恢复灵力时，一股精纯无比的灵力却从身前那具温软的娇躯之上传来，缓缓渡入了他的体内。你……方云一愣，别动。月禅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你现在状态太差，炼化资源太慢，我的灵力虽然不多，但帮你恢复足够了。方云没有再拒绝，他闭上双眼，开始全力运转功法，炼化着这股外来的精纯灵力。在地穴之中，时间缓缓流逝，方云将从萧绝、李玄机以及之前斩杀的几名青蛇会弟子身上搜刮来的所有丹药、灵石尽数炼化，再加上月禅的灵力相助和他之前战斗中积累的底蕴，他体内那原本已经达到凝气境4层巅峰的修为瓶颈开始出现了松动。就是现在，方云心中低喝一声，引导着体内所有的法力，如同一股滔天的巨浪，狠狠地冲向了那道无形的壁垒。轰！一声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轰鸣，壁垒应声而破，一股比之前强大了数倍的恐怖气息从方云身上轰然爆发。凝气境5层，突破到凝气境5层之后，方云与月禅没有再耽搁，根据月禅手中那枚血域钥匙的指引，二人一路向着秘境的最深处疾驰而去。1日后，一座宏伟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古老神殿终于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尽头。那座神殿通体由一种暗红色的仿佛浸透了鲜血的晶石铸成，高耸入云，直插天际那轮诡异的血月。神殿之上雕刻着无数上古神魔的图腾，散发出苍茫、古老而又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这便是血月圣殿。然而当方云和月禅赶到圣殿门口那巨大的广场之上时，却发现已经有2拨人马早早地等候在了那里。其中一拨正是以蛇万毒为首的青蛇会众人，而另一拨则只有1人，那是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怀中抱着一柄古朴的长剑，整个人便如同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兵，锋芒毕露，仿佛要将这片天地都刺穿。正是内门第一高手独孤剑。呵呵，看来我们是最后到的。月禅看着眼前的景象，清冷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玩味。而此时
蛇万毒和独孤剑也同样发现了他们的到来。当蛇万毒的目光落在那道让他恨之入骨，以为早已死在迷雾峡谷的身影之上时，他那张阴柔的脸庞瞬间扭曲了起来。方云，一声仿佛从九幽地狱中传出的充满了无尽怨毒和不敢置信的咆哮，响彻了整个广场。你竟然没死！蛇万毒的眼珠子瞬间变得血红，一股凝气近7层的恐怖威压，如同海啸一般朝着方云疯狂地碾压而来。他无法相信，他明明亲眼确认过，方云的气息已经彻底消散，怎么可能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身后的青蛇会成员也是一片哗然，所有人都如同见了鬼一般，脸上写满了惊骇。方云面对着这股恐怖的威压，却是面不改色。他只是上前一步，将月蝉挡在身后，体内凝气近5层的雄浑法力轰然运转，竟硬生生地将蛇万毒的威压顶了回去。蛇万毒，方云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讽：“让你失望了，我不仅没死，而且活得很好。”你！蛇万毒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方云，咬牙切齿地道：“好，很好。既然你命大没死在峡谷里，那今天我就亲手送你上路，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随时奉陪。”方云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另一边，独孤剑在看到方云出现的一刹那，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也闪过了一丝浓浓的讶异。他那堪比剑刃般锋利的目光在方云身上来回扫视，似乎要将他彻底看穿。有意思，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独孤剑缓缓开口，声音冷漠如冰。广场之上，气氛瞬间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就在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月蝉缓缓地从方云身后走了出来。他抬起手，轻轻摘下了脸上的面纱，刹那间，仿佛整个血色的世界都为之失色。那是一张怎样绝美的脸庞，肌肤胜雪，眉如远黛，眸若秋水，琼鼻阴唇，完美的不似凡间之物，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与高贵。当蛇万毒和独孤剑看清他容貌的一瞬间，二人竟是同时脸色巨变，失声惊呼：“月蝉师姐，是你！”他们脸上的震惊甚至比刚才看到方云没死时还要浓烈100倍。月蝉这个名字在宗门之内代表着一个传说，宗主唯一的亲传大弟子，宗门有史以来天赋最高、实力最神秘的绝世天骄。传闻他数年前因修炼出错，走火入魔，才销声匿迹。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陨落，或是被宗主雪藏，却没想到他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蛇万毒，独孤剑，好久不见。月蝉的目光淡淡的从二人身上扫过，虽然他的修为因重伤还未完全恢复，只有凝气近7层左右，但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那股属于传说级天骄的无上威严，便压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来。月蝉师姐，你怎么会在这里？还和方云这小子在一起？蛇万毒的声音都有些结巴了。他虽然嚣张，但在月蝉这位传说中的大师姐面前，依旧不敢有丝毫放肆。我为何在此，无需向你解释。月蝉的声音依旧清冷，不带一丝感情。倒是你，蛇万毒，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秘境之内公然发布血杀令，残害同门。你这是将宗门门规视作无物吗？蛇万毒脸色一白，竟被一句话问得哑口无言。月蝉不再理他，转而看向独孤剑，说道：“独孤剑，我知道你一心向剑，不喜争斗，但今日这血月圣殿关系到上古传承，谁都想分一杯羹。”他顿了顿，环视一周，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我们三方手中各有一把血域钥匙，想要开启圣殿，缺一不可。我提议我们三方暂时合作，共同开启圣殿。至于进去之后，里面的机缘宝物各凭本事，生死自负，如何？此话一出，蛇万毒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让他和方云合作，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但他又不敢公然反对月蝉。他看了一眼旁边沉默不语，但气息却牢牢锁定自己的独孤剑，心中权衡利弊。如果自己拒绝，月蝉和独孤剑联手，他讨不到任何好处，甚至可能被二人联手击杀，夺走钥匙。好，我同意。最终，蛇万毒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他怨毒地瞪了方云一眼，心中暗道：方云，算你运气好，等进了圣殿，没有了月蝉师姐护着你，我看你还怎么死。独孤剑也缓缓点头，可见二人同意，月蝉点了点头，随即看向身边的方云。方云立刻会意，上前一步，堂而皇之地与月蝉并肩而立，站在了与内门2大巨头同等的位置之上。这一幕让远处那些青蛇会的成员看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天啊，那小子
他凭什么能和会长、独孤剑师兄还有月禅师姐站在一起？他不就是月禅师姐的一个追随者吗？闭嘴！你不要命了？没看到连会长都不敢多说什么吗？在众人复杂而震惊的目光中，月禅、独孤剑、蛇万毒三人同时祭出了自己的血域钥匙，3把钥匙悬浮在半空之中，遥相呼应，散发出璀璨的血色光芒。轰隆隆，尘封了千年的血月圣殿，那扇沉重无比的巨大石门，在3把钥匙的光芒照射下，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缓缓地开启了。一股苍茫、古老，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气息从门缝中扑面而来。四方人马眼中都露出了无比火热的光芒，几乎是同时化作一道道流光，冲入了那扇大门之中。然而，就在他们踏入圣殿的瞬间，一股无可匹敌的空间之力骤然降临。所有人，包括方云在内，都感到眼前一花，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撕扯开来，传送到了不同的空间之中。当方云再次睁开眼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条狭长、昏暗、望不到尽头的走廊之上。走廊的两壁雕刻着无数狰狞恐怖的魔神壁画，一股能引动人心底最深层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心魔回廊。方云的脑海中想起了月禅之前关于圣殿的介绍，这是进入圣殿的第一关，也是最凶险的一关。它会引动修士内心最恐惧的幻象，道心不坚者将永远沉沦其中，万劫不复。方云踏入心魔回廊的瞬间，四周的景物骤然变幻，阴森的走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座他既熟悉又屈辱的流云城议事大厅。大厅之上，苏家家主高高在上，满脸的鄙夷与不屑。方云，你这个废物，也配得上我苏家明珠？今日我便当着全城人的面宣布退婚，从此你我两家恩断义绝。台下是无数张嘲讽、讥笑、幸灾乐祸的脸。快看，那个方家废物被退婚了，活该！一个连断体境1层都稳不住的废物，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苏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我，早就一脚把他踹出去了。一道道恶毒的言语，如同一根根淬毒的钢针，狠狠地刺入心底。这正是他道心之中最深、最原始的那道伤疤。不，这不是真的。一个虚弱的、属于过去的方云的声音在幻境中响起，充满了不甘与痛苦。就在此时，一道倩影缓缓走出。她容颜绝世，身姿婀娜，正是他曾经的未婚妻苏灵溪。只是此刻，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柔与情意，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冰冷与厌恶。他走到方云面前，声音清冷如刀：方云，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苏灵溪的男人必定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不是你这种连家族都保不住的废物。我们结束了。不，灵溪，你不是这么说的。你说过，你的人、你的心都只能是我的。过去的方云嘶吼着，几近崩溃。紧接着，秦可晴那张娇俏而蛮横的脸也出现了。她挥舞着长鞭，满脸不屑：废物就是废物，当初本小姐真是瞎了眼，才会跟你这种人联手。你连给我当跟班都不配。云溪月、穆冰兰、林飞羽，一个个与他有过交集的女子接连出现，她们或冷漠，或鄙夷，或嘲讽，用最伤人的话语否定着他的一切努力，践踏着他所有的尊严。原来在你们眼中，我一直都只是一个可笑的废物吗？过去的方云跪倒在地，道心在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中寸寸碎裂。不，就在此时，一个平静淡漠却蕴含着无上威严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真正的方云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这片幻境之中。他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幕由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不甘所化的幻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看着那个跪在地上痛苦挣扎的自己，缓缓摇头：你不是我，真正的我早已将这些所谓的屈辱化为了踏上巅峰的基石。真正的我心中只有一念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区区心魔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方云眼中陡然爆发出璀璨的金光，他根本没有被这幻境迷惑分毫，他深知这一切都是虚妄，这些所谓的心魔不过是窃取了他的一丝记忆演化出的拙劣把戏罢了，真是可笑至极。方云非但没有丝毫恐惧，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心魔回廊中那股能引动心魔的奇异能量，不正是淬炼神魂的绝佳补品吗？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方云冷笑一声，竟是直接在这幻境之中盘膝而坐。他无视了周围那些依旧在叫嚣辱骂的幻象，心神沉入识海，开始运转神尊传承中的无上炼神法门太乙凝神录。嗡，一股无形的浩瀚的神魂之力以他为中心骤然散开，他竟是要将这整个心魔幻境当成自己的修炼场。
将这股侵蚀他道心的心魔之力当成自己神魂壮大的养料。什么？这不可能！他在干什么？他竟然在吸收心魔之力！周围那些由心魔幻化出的苏灵溪、秦可晴等人脸上的嘲讽和鄙夷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惊骇与恐惧。他们发现自己脚下的这片幻境正在剧烈的颤抖，构成幻境的能量正不受控制地被那个盘膝而坐的男人疯狂地鲸吞海吸。与此同时，在心魔回廊的其他区域，一个个进入此地的内门弟子正经历着他们人生中最痛苦的折磨。有的弟子看到自己被最敬爱的师尊一掌拍死，道心崩溃，当场发疯，开始自残；有的弟子陷入了被无穷无尽的妖兽追杀的幻境，灵力耗尽，活活吓死。就连蛇万毒和独孤剑此刻也是眉头紧锁，脸色发白，显然在自己的心魔幻境之中苦苦挣扎。没有人能像方云这般将这人人为之如虎的绝杀之地硬生生地变成了自己的洞天福地。时间缓缓流逝，方云身上的神魂波动越来越强，越来越浩瀚。他原本堪比凝气近6层的神魂之力，在这股磅礴能量的推动下节节攀升。6层巅峰，7层，7层巅峰，最终稳固在了堪比凝气近8层强者的恐怖境地。就是现在，方云猛然睁开双眼，识海之中所有的神魂之力在这一刻被他凝聚成了一点极致的足以刺破苍穹的锋芒。神通神魂刺，给我破！随着他一声低喝，那凝聚到极致的神魂之力化作一柄无形的却又锋利到极致的神魂之剑，狠狠地朝着这片即将崩溃的幻境核心悍然刺去。咔嚓，一声仿佛玻璃破碎的脆响响彻了整个空间。眼前的议事大厅，苏灵溪、秦可晴，所有的一切都如同镜花水月一般，寸寸碎裂，化为了漫天的光点，随即被方云彻底吸收。当方云再次睁开眼时，他已经回到了那条阴森狭长的走廊之中。他是第一个从心魔回廊中走出来的人，而且他非但没有像其他人那般狼狈不堪，心神受损，反而神完气足，双目金光四射，整个人的气息比进去之前还要强大了数倍。凝气近8层的神魂之力，这一次收获巨大。方云感受着自己识海中那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若是再让他施展神魂刺，其威力足以让任何凝气近巅峰的修士都瞬间重创。他抬头看向走廊的尽头，那里是一扇闪烁着青铜光泽的巨大石门。然而就在他准备上前推开石门之时，轰轰轰，一阵沉重无比的脚步声从石门之后传来，整个地面都为之剧烈的颤抖起来。紧接着，那扇巨大的青铜石门缓缓地向上升起，门后是一片宽阔无比的巨大广场。广场之上赫然站立着12尊高达数丈，通体由不知名金属打造而成，手持巨斧长戟的狰狞傀儡。在方云踏入广场的瞬间，那12尊傀儡的双眼同时亮起了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的血色红光，一股股堪比凝气近6层的恐怖气息从他们身上轰然爆发。他们无差别地将所有踏入此地的闯入者都视为了敌人。轰！就在方云踏入广场的瞬间，那12尊高达数丈的镇殿傀儡动了，他们沉重的脚步每一步都让整个广场为之震颤。他们手中的巨斧长戟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仿佛能轻易地撕裂山川。更可怕的是，这12尊傀儡并非各自为战，他们的行动轨迹暗合某种玄奥的阵法，进退之间攻守一体，气息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完美地整体。那股联合起来的威压甚至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凝气近7层，直逼8层强者。浩强的傀儡战阵，方云眼神一凝，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就算底牌尽出，想要硬闯过去也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不能硬拼，这战阵必有破绽。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出手，而是施展出身法，开始在巨大的广场之上高速游走闪避。同时他那堪比凝气近8层的强大神魂之力如水银泻的般散开，开始疯狂地解析着眼前这座傀儡战阵的能量流动和运转规律。就在此时，广场的另一端光芒连闪，蛇万毒、独孤剑以及他们身后数十名通过了心魔回廊的各方弟子也陆陆续续地被传送了进来。他们看到眼前的傀儡战阵，皆是脸色一变，是镇殿傀儡，大家小心！每一尊都有凝气近6层的实力。一名见多识广的弟子失声惊呼：“哼，区区傀儡，能奈我何？”蛇万毒却是冷哼一声，他刚刚在心魔回廊中吃了暗亏，正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此刻看到这些傀儡，正好拿来立威。青蛇会所属，随我结阵，给我碾碎他们！
是。数十名青蛇会弟子立刻应声，结成一座万蛇石像阵，滚滚的黑色妖气冲天而起，化作一条狰狞的黑色巨蟒，咆哮着主动朝着傀儡战阵冲了过去。另一边，独孤剑的眼中也是战意升腾，他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是对着身后寥寥几名同样是剑修的弟子淡淡道：以我为锋，结无锋剑阵。争！一声清越的剑鸣，独孤剑整个人化作一道惊天长虹，他身后的几名剑修也随之而动，化作数道稍小的剑光，如众星捧月般紧随其后，组成一个锋锐无匹的攻击阵型。轰！轰！轰！广场之上瞬间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大战。蛇万毒的万蛇石像阵与傀儡战阵正面硬汉，黑色的妖气与金色的傀儡之力疯狂碰撞，爆发出阵阵轰鸣。独孤剑的无锋剑阵则如同一柄最锋利的手术刀，不断地在傀儡战阵的边缘游走，寻找着破绽，每一次出手都能在傀儡那坚硬的身躯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剑痕。然而那12尊镇殿傀儡实在是太强了，他们不知疲倦，不知伤痛，彼此之间的配合更是天衣无缝。一座傀儡受损，立刻会有另外2座上前补位，攻守转换，毫无破绽。反观蛇万毒和独孤剑两方却是越打越心惊。噗嗤，一名青蛇会的弟子稍不留神，便被一柄从死角挥来的巨斧直接劈成了2半。啊！一名剑修也被2尊傀儡夹击，护体剑气被瞬间击碎，整个人被长戟洞穿，钉死在了地上。战斗不过1炷香的时间，他们两方人马便已是死伤惨重，人人带伤，灵力消耗巨大。该死！该死！这些鬼东西怎么这么难缠？蛇万毒气的暴跳如雷，他看着自己不断倒下的手下，心疼的在滴血。独孤剑的脸色也变得无比凝重。他虽然剑法高超，但傀儡的数量太多，阵法太精妙，让他有种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这样下去不行，我们迟早会被活活耗死在这里。独孤剑看了一眼同样狼狈的蛇万毒，沉声道：蛇万毒，我们必须联手，先破了这战阵再说。联手？蛇万毒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看着眼前这铜墙铁壁般的傀儡战阵，最终还是咬了咬牙：好，就依你，先破阵。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合力一击做最后一搏之时，一直游离在战场边缘，仿佛被所有人遗忘的方云动了。找到了，原来如此。他的眼中闪烁着洞悉一切的智慧光芒。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解析，他终于将这座傀儡战阵的所有运转规律、能量节点尽数了然于胸。想破此阵，何须联手？方云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他取下背后的破甲弓，弯弓搭箭，咻咻咻咻咻，一连5箭，快如流星赶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射出。这5支箭并没有射向任何一尊傀儡的要害，而是射向了广场之上5个看似毫不起眼的方位。那小子在干什么？疯了吗？他射地板干什么？我看他是被吓傻了，已经胡乱攻击了。看到这一幕的众人皆是露出了不解和嘲讽的神色。然而下一秒，他们脸上的表情便彻底凝固了。只见那5支箭矢精准无比地落在了5个方位之上，那5个点正是整个傀儡战阵最关键也最脆弱的5个能量节点。嗡！一声仿佛来自上古的嗡鸣，整个傀儡战阵那原本流畅无比的能量循环瞬间被这5箭给硬生生地打断了。12尊镇殿傀儡身上那连接彼此的金色光线骤然熄灭，他们那原本灵动无比的动作也瞬间变得迟缓、呆滞，甚至开始互相冲撞。战阵破了？什么？这怎么可能？他看穿了阵法的节点，只用了5箭就破掉了这座上古战阵。怪物，这家伙是个怪物啊！全场死寂，无论是正在苦苦支撑的蛇万毒和独孤剑，还是那些幸存的弟子，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呆呆地看着那个持弓而立、云淡风轻的身影，脑海中只剩下无尽的骇然与空白。好机会！独孤剑最先反应过来，他眼中爆发出惊天的剑意，抓住傀儡混乱的瞬间，一剑斩下。蛇万毒也回过神来，狞笑着带领残余的手下扑向了那些已经不成威胁的傀儡。很快，12尊失去了战阵加持的镇殿傀儡便被众人联手摧毁，化为了一地铁灰。只是看着那满地的狼藉和身边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蛇万毒和独孤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们两方拼死拼活，死伤惨重，消耗巨大，才勉强撑到最后。而方云从头到尾只是轻描淡写地射出了5箭，几乎没费吹灰之力，高下立判。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方云却早已走上前去，
从那12堆傀儡的残骸之中捡起了12颗闪烁着微光的鸽子蛋大小的金属核心。傀儡核心，这可是炼制高级傀儡的珍贵材料，每一颗都价值连城。看到这一幕，佘万毒的眼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眼中充满了贪婪和嫉妒，但一想到方云那神鬼莫测的手段，却又不敢发作。而就在此时，广场的尽头，那扇通往圣殿第3层的大门缓缓地开启了。门后不再是通道，而是3个散发着柔和白光的不断旋转的空间传送门。一股浩瀚的意念降临在所有幸存者的脑海之中。第3层，传承之地，名额3个名额。话音刚落，佘万毒和独孤剑便同时动了，他们化作2道流光，毫不犹豫的各自冲向了一个传送门，瞬间锁定了一个名额。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名额。广场之上，除了方云，还有月禅以及其他几名侥幸存活的弟子，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聚焦在了那最后一扇传送门之上。佘万毒站在自己的传送门前，转过身看着方云和月禅，脸上露出了阴冷而残忍的笑容。他的声音如同毒蛇吐信，充满了挑拨离间的意味。月禅师姐，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你是要保他，让他进去，自己留下来等死吗？还是要自己进去，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我们这些人撕成碎片呢？佘万毒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如同毒蛇的性子，舔舐着在场每一个人的神经。广场之上，气氛瞬间降至冰点，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在了月禅和方云的身上。最后一个名额，一个生一个死，这是一个无比残酷也无比现实的选择题。月禅那双清冷的眸子微微一凝，他看了一眼身边神色平静的方云，又看了一眼对面满脸狞笑等着看好戏的佘万毒，心中瞬间闪过万千念头，让他放弃方云，自己独活。他做不到。这个男人虽然只是凝气境5层，却屡次3番的创造奇迹。他不仅有恩于自己，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那股临危不乱、睥睨一切的自信，让他都感到了一丝欣赏。可让他进去，自己留下来，以他现在重伤未愈的状态，独自面对一个虎视眈眈的佘万毒以及其他几名幸存的弟子，同样是九死一生。他陷入了两难。呵呵，月禅师姐很难选吗？佘万毒见到月禅沉默，笑得更加得意，也是一个是自己的性命，一个是萍水相逢的小白脸。换作是我也很难选啊！闭上你的狗嘴！方云不等月禅开口，便冷冷地对了回去。我与月禅师姐如何选择，与你何干？你还是多担心自己吧。等进了第3层，我第一个便取你项上人头。你！佘万毒被一句话噎得脸色铁青，怒极反笑。好，方云，我等着，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要怎么从这里走出去。就在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独孤剑突然开口了，他那冷漠的目光从方云和月禅身上扫过，淡淡道：不必争了，修仙界向来是强者为尊，这最后一个名额，谁的实力强便是谁的。话音未落，争一声清越的剑鸣，独孤剑竟是毫无征兆地直接出手了。他怀中的古朴长剑并未出鞘，但他只是并指如剑，朝着方云遥遥一指。刹那间，一道无形却又锋利到极致的剑意瞬间跨越了空间的距离，直刺方云的眉心。他竟是要当场掂量一下方云的斤两。独孤剑，你敢！月禅脸色一变，刚要出手阻拦，方云却是一把按住了他，沉声道：师姐，无妨。他知道独孤剑此举并无杀心，只是一种纯粹的属于剑客的试探。面对着那足以让任何同阶修士神魂冻结的恐怖剑意，方云不退反进。来得好！他长啸一声，体内凝气境5层的法力轰然爆发，龙象镇狱体与霸象金刚体同时运转，金色的神芒与远古龙象的虚影在他身后交相辉映。他没有动用任何法宝神通，只是简简单单的将自己强大的肉身之力和战斗天赋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他一拳轰出，拳风呼啸，竟隐隐带着一丝龙吟象吼之声，与那道无形的剑意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轰！一声沉闷的巨响，方云整个人被震得连退3步，脚下的血晶地面寸寸皲裂。而独孤剑那道无形的剑意也被他这霸道绝伦的一拳硬生生地轰散了好强的肉身。好惊人的潜力！独孤剑的眼中第一次爆发出无比璀璨的金光，他看着方云，如同在看一块未经雕琢的绝世璞玉，脸上的战意愈发高昂。你有资格与我一战，你也有资格进入这第3层。独孤剑竟是当场认可了方云的实力。佘万毒见状，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来阻止这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然而就在这争执不下、剑拔弩张的时刻，嗡！异变，骤声，整个血月圣殿突然毫无征兆地剧烈震动了起来。广场中央，那扇通往第3层的巨大石门之上，无数古老而玄奥的符文骤然亮起。怎么回事？圣殿在共鸣，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异变给弄得惊骇莫名。下一刻，在所有人不敢置信的见了鬼一般的目光注视下，那扇巨大的石门之上竟是猛地射出了一道璀璨到极致的、蕴含着无上威严的血色光柱。这道光柱没有射向任何人，而是仿佛长了眼睛一般，跨越了空间的距离，直接将广场之上的方云给牢牢地笼罩了进去。什么？这一刻，全场死寂，所有人的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了。蛇万毒脸上的狞笑彻底凝固，化为了无尽的错愕与茫然。独孤见那高昂的战意也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惊。就连一向清冷淡漠的月禅，此刻也用玉手捂住了自己的红唇，那双秋水般的眸子里写满了难以置信。这是什么情况？圣殿的传承意志竟然越过了所有人，无视了规则，主动选择了方云。这怎么可能？他凭什么？就在众人心神俱震，无法理解眼前这一幕时，被血色光柱笼罩的方云只觉得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气息将自己包裹，他体内的阴阳混元诀竟不受控制的自动运转了起来。一股来自于血脉最深处、来自于功法本源的共鸣，从他和这座古老的圣殿之间悄然建立。原来如此，方云瞬间明悟，这座血月圣殿的创建者，那位上古大能修炼的功法，竟与自己的阴阳混元诀同出一源。虽然品阶可能不如神尊传承，但其核心的道却是一致的。正是这丝同源的气息，引发了圣殿传承意志的共鸣，将他视为了自己人。蛇万毒，独孤剑，看来这传承与你们无缘了。方云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畅快与得意。他不再理会众人那副嫉妒到发狂、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的表情，身体在那道血色光柱的牵引下缓缓升空，朝着那扇只为他一人开启的真正的传承大门飞了过去。不，我不服！蛇万毒发出一声不甘的咆哮，他疯狂地催动法力，想要攻击那道光柱，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轻易地弹开。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方云的身影在自己面前缓缓消失在门后，那感觉比杀了他还难受。光影变幻，当方云再次睁开眼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片浩瀚的星空之中，四周是无尽的黑暗与璀璨的星辰。在他的正前方悬浮着一个由最纯粹的能量构成的、通体散发着柔和光芒的人形生物。他没有五官，没有实体，但方云却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堪比凝气境9层巅峰的恐怖威压，一股信息流也随之涌入他的脑海。传承考验，炼化圣殿之灵，实现1个时辰，成功则获得圣殿核心传承，失败则神魂被传承之力同化，爆体而亡。炼化一头凝气境9层巅峰的元素生物。方云感受到那圣殿之灵身上传来的恐怖威压，脸色也第一次变得凝重了起来。这考验未免也太难了吧！浩瀚的星空之中，那尊由纯粹能量构成的圣殿之灵静静地悬浮着。他没有五官，没有意识，但那股从他身上散发出的属于凝气境9层巅峰的恐怖威压，却如同实质一般，让周围的空间都泛起了阵阵涟漪。1个时辰，炼化它。方云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圣殿之灵与他之前遇到的任何对手都不同。他没有实体，这意味着自己那引以为傲的无坚不摧的肉身之力对他几乎无效。他由圣殿的本源能量构成，在这片空间之内可以无限重生，不知疲倦。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敌人。吼！似乎是感受到了方云的战意，那尊圣殿之灵动了。他没有使用任何花哨的招式，只是抬起手臂，朝着方云遥遥一指。刹那间，整片星空中的能量都为之暴动。一道由最精纯的能量压缩而成的粗壮无比的白色光柱，瞬间划破黑暗，带着足以洞穿山脉的恐怖威力，朝着方云轰然射来。好快！方云瞳孔一缩，脚下魅影无踪，身法施展到极致，显之又显得避开了这一击。轰！白色光柱擦着他的衣角飞过，轰入了他身后那片无尽的黑暗之中，久久没有回响，仿佛被虚空彻底吞噬。方云还未来得及喘息，圣殿之灵的第2道、第3道攻击已然接踵而至，一道道毁灭光柱如同密集的雨点，将他所有的闪避空间尽数封锁，躲不开了。方云眼神一凛，不再犹豫。阴阳磨盘，他低喝一声，
一个巨大的由黑白二气组成的磨盘虚影瞬间横亘在他身前，轰轰轰，数道毁灭光柱狠狠地轰击在阴阳磨盘之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方云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传来，整个人如遭雷击，气血翻涌，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差点喷了出来。阴阳磨盘的虚影也在承受了数次攻击之后，光芒暗淡，轰然碎裂。不行，实力差距太大了，这样硬拼下去，不出10个回合，我就要被活活耗死。方云心中念头急转，物理攻击无效，能量对拼又拼不过，这该如何是好？等等，就在此时，方云的脑海中猛地闪过一道灵光。他回想起刚才阴阳磨盘与那毁灭光柱碰撞时的情景，我的阴阳磨盘虽然碎了，但是那圣殿之灵的能量光柱似乎也被磨掉了一丝本源。阴阳磨盘其神通的核心并非是防御，而是磨灭，磨灭万物，化为本源。既然它由能量构成，那我的阴阳磨盘理论上就能将它彻底磨掉。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慢，很危险，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一个无比疯狂也无比大胆的念头在方云心中升起。赌了！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的疯狂。面对着圣殿之灵再次轰来的足以毁灭一切的能量光柱，他这一次竟是不闪不避。他非但没有防御，反而直接在这片浩瀚的星空之中盘膝而坐。他要干什么？如果此刻有外人在此，定会以为方云是吓傻了，放弃了抵抗，准备等死。然而方云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惧色，他双目紧闭，将全部的心神都沉入了自己的丹田之中。阴阳混元诀，给我逆转！他将体内的功法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危险的方式逆向运转。嗡！他身前那刚刚破碎的阴阳磨盘虚影再次凝聚，但这一次凝聚出的不再是一个，而是密密麻麻成百上千个小型的高速旋转的阴阳磨盘，在他的身体周围组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如同星云般的磨盘领域。来吧，就让我看看是你先将我轰杀成渣，还是我先将你彻底磨成虚无。轰！毁灭光柱如期而至，狠狠地轰入了那片由无数小型磨盘组成的星云领域之中。噗！方云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要被撕裂一般，每一寸经脉，每一块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但是他依旧死死地咬着牙，疯狂地运转着功法。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毁灭光柱的能量在冲入他的磨盘领域之后，正在被那成百上千个高速旋转的小型磨盘一层一层地疯狂地削弱、分解、磨灭。有效！方云心中狂喜，圣殿之灵似乎也被他的这种疯狂举动激怒，他开始毫无保留地将一道道比之前更加粗壮、更加恐怖的能量光柱朝着方云倾泻而来。这是一场意志与能量的极限对耗。方云的身体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他的七窍之中都开始渗出丝丝血迹，神魂也因为法力的过度消耗而阵阵刺痛，但他依旧在坚持。他的眼神明亮的吓人，充满了不屈的战意。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方云感觉自己的意识都开始变得模糊，他体内的法力早已被榨干，神魂也处在崩溃的边缘，他已经到了极限。然而对面的圣殿之灵，那原本璀璨无比的光芒也开始变得暗淡虚幻，他的能量同样被消耗到了一个临界点。最后一击，方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那已经变得残破不堪的磨盘领域全部收缩，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凝实无比的黑白磨盘，朝着那已经变得虚幻的圣殿之灵狠狠地碾压了过去。而圣殿之灵也同样发出了他最后的一击。轰！整片星空都在这最后的碰撞中剧烈地颤抖了一下，随即陷入了永恒的死寂。不知过了多久，当方云再次恢复意识时，他发现自己依旧盘膝坐着，而他对面那尊恐怖的圣殿之灵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浩瀚无匹、精纯到极致的本源能量，如同一条奔腾的银河，朝着他的身体疯狂地倒灌而来。他成功了，他赢了这场豪赌。轰！轰！轰！在这股无法想象的磅礴能量的冲刷之下，方云的修为瓶颈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轻易的冲破。凝气境6层，凝气境6层巅峰，凝气境7层，他的修为如同坐火箭一般节节攀升，最终稳固在了凝气境7层的境界。一股比之前强大了10倍不止的恐怖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而起，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一股浩瀚的信息流也涌入了他的脑海，那是一部名为《血月天经》的地阶下品功法，其核心奥义竟能与他的阴阳混元诀完美的融合互补。
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自己与这座古老的圣殿之间建立起了一道血脉相连的联系。从这一刻起，他便是这座血月圣殿唯一的主人。当方云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圣殿之外的广场上时，他发现秘境关闭的时间已然到了，所有还活着的弟子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传送了出去。宗门中央广场，光芒连闪，一道道身影狼狈不堪地出现在了祭坛之上。当幸存的弟子们看到彼此那凄惨的模样和少了近一半的人数时，皆是心有余悸。然而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最后出现的方云身上时，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停止了。凝气境7层，我没看错吧？他的气息是凝气境7层，他进去之前不是才5层吗？这怎么可能？这才过了几天，他到底在里面得到了什么逆天的机缘？全场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海啸般的哗然与议论。所有人都用看怪物一般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方云，脸上写满了无法理解的震惊与骇然。而站在人群前方的蛇万毒在感受到方云身上那股远胜于自己的强大气息时，更是如遭雷击，如见鬼魅。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变得惨白无比，身体不受控制地连连后退了几步，眼中充满了深入骨髓的恐惧。他怕了。就在此时，一股浩瀚的威压从天而降，宗主的身影凭空出现在祭坛上空。他威严的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了方云的身上，那古井无波的眼眸中也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此次血月秘境试炼到此结束，宗主的声音响彻全场。方云在秘境之中表现卓绝，获得最大机缘。本座宣布，从今日起，方云正式晋升为我宗门核心弟子。轰！一言既出，满座皆惊。核心弟子，那可是宗门弟子中金字塔最顶端的存在，地位等同于长老，享受着海量的资源倾斜。所有人都用羡慕嫉妒恨的目光看着方云，他们知道从今天起，这个男人将真正的一飞冲天。宗主宣布完，目光转向了脸色惨白的蛇万毒，声音变得冰冷了几分。蛇万毒，弟子在。蛇万毒身体一颤，连忙躬身行礼。同门之争，点到为止。宗主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此次秘境之事既往不咎，但若再有下次，休怪本座无情。弟子遵命。蛇万毒低着头，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他虽然退了，但那双隐藏在阴影中的眸子里，杀意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浓烈。核心弟子的身份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但也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危险的敌人。方云晋升核心弟子，宗主那威严浩瀚的声音如同惊雷，回荡在中央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也狠狠地敲击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核心弟子，这4个字代表着宗门之内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整个宗门数万弟子，能获此殊荣者也不过寥寥数十人，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是宗门未来的希望和基石。而现在，方云这个入门不过数月的新人，便一步登天，踏入了这无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殿堂。广场之上，所有看向方云的目光都变得无比复杂，有羡慕，有嫉妒，有敬畏，有不甘方云却对这一切恍若未闻。他接过李长老亲自递来的象征着核心弟子身份的紫金令牌，神色平静，波澜不惊。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核心弟子专属的区域位于宗门后山，那里云雾缭绕，仙鹤齐飞，一座座灵气逼人的山峰拔地而起，每一座山峰都代表着一位核心弟子的洞府道场。方云手持紫金令牌，来到了负责分配洞府的天书殿。殿内负责此事的是一位山羊胡长老，他看到方云，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冷。此人正是前长老的师弟王长老。呵呵，方云是吧？王长老皮笑若不笑地拿起一本名册，宗主亲自下令将你破格提拔为核心弟子，真是年轻有为，后生可畏啊。长老过誉了。方云淡淡道。哪里？王长老摆了摆手，随即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只是核心弟子的山峰向来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这突然晋升，倒是让老夫有些难办了。好的山峰都已有了主人。他装模作样地翻了翻名册，随即一拍大腿，仿佛想起了什么。哦，对了，还有一座。他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宗主大人对你期望甚高，早已为你特批了一座山峰，让你能远离尘嚣，静心修炼。说着，他将一枚刻着落星2字的阵盘递给了方云。去吧，此峰名为落星峰，乃是核心区最亲近的一座山峰了。方云接过阵盘，看着王长老那副虚伪的嘴脸，
心中冷笑一声，却没有当场发作。他拿着阵盘转身离去，在他身后，几名同样在天书殿办事的其他核心弟子看着他的背影，发出了毫不掩饰的嗤笑声。洛星风，王长老这一手可真是够狠的，谁说不是呢？那洛星风说是山峰，其实就是一块鸟不拉屎的破石头，灵脉早已枯竭，连杂役弟子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宗主特批，真是笑死我了！这小子得罪了前长老一脉，又跟蛇万毒不死不休，以后有他的好果子吃了。看着吧，用不了3个月，他就会被这核心区的残酷现实给活活逼疯。对于身后的嘲讽，方云充耳不闻。他催动阵盘，很快便来到了那所谓的落星峰。正如那些人所说，此地确实荒凉至极，整座山峰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灵气，与周围那些仙气缭绕的仙山福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灵脉枯竭，荒无人烟。方云环视一周，非但没有丝毫失望，眼中反而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确实很清静，地势也足够险要，无人打扰，正合我意。他们以为一座枯竭的灵脉就能困住我吗？真是天真的可笑。方云的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弧度，他心念一动，一座散发着苍茫古老气息的暗红色神殿凭空出现在他掌心之上，迎风便长。正是他在血月秘境中获得的最大机缘血月圣殿。切！方云低喝一声，那座宏伟的神殿便轰然一声，稳稳地落在了光秃秃的落星峰之巅。圣殿为基，山峰为座，二者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以为我需要山峰的灵脉，却不知我自己的洞府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巨大的聚灵法阵。血月天经，给我转！方云盘膝坐在圣殿门口，将体内的功法催动到了极致。刹那间，嗡！以落星峰为中心，一股无形的霸道绝伦的吞噬之力骤然爆发。方圆100里之内，所有核心弟子山峰之下的灵脉都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怎么回事？我的听雨峰灵气怎么在飞速流失？我的青云峰也是，灵脉好像要被抽干了。天啊！快看，所有的灵气都朝着那个方向去了。无数道惊骇欲绝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那个被所有人鄙夷嘲笑的荒凉的落星峰。只见此刻的落星峰早已不是之前的光秃模样，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由精纯灵气汇聚而成的巨大龙卷，如同百川归海一般，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涌入山巅那座神秘的暗红色神殿之中。整个落星峰被浓郁到化为实质的灵气所包裹，灵气化物凝结成雨，甚至在山巅之上汇聚成了一片五彩斑斓的霞光。原本荒凉死寂的破败山峰，在这一刻竟是脱胎换骨，化作了整个核心区最引人注目、灵气最浓郁的顶级修炼圣地。那是什么？一座神殿。它竟然有一座行宫法宝！我的天，这哪里是行宫，这分明是一座超级聚灵阵啊！它在强行掠夺我们所有人的灵气，这怎么可能？这一刻，所有嘲笑过方云的核心弟子，所有等着看他笑话的人，都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扇了无数个耳光。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呆滞、震撼以及无法理解的狂热与嫉妒。他们这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这个新人根本不是什么吃了哑巴亏的软柿子，他是一头过江的能翻江倒海的史前巨龙。蛇万毒的洞府之中，他静静地看着远处那座霞光万道、灵气冲天的落星峰，脸色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他手中的玉杯被他捏得咯咯作响，最终砰的一声化为了齑粉。好一个方云，好一个血月圣殿。他眼中嫉妒与杀意交织成了实质。他知道宗门的规则已经无法再限制这个妖孽的崛起了，既然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他捏碎了一枚传讯玉符，阴冷的声音在密室中响起，传我命令，联合所有与方云有过节的核心弟子，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和资源，我要让他从明天起在核心区之内领不到一粒丹药，换不到一块灵石。我要让他守着那座宝山，却寸步难行，活活被我们困死。落星峰上灵气如潮，霞光万道，但坐拥这顶级修炼圣地的方云眉头却微微皱起。蛇万毒还真是阴魂不散。他看着手中那枚空空如也的本该每月自动填满宗门资源的身份令牌，眼中闪过一丝冷冽。正如他所料，蛇万毒在无法明面上动手之后，便立刻动用了规则之内最恶心也最有效的手段——经济封锁。他联合了核心区内大部分的老牌弟子，利用他们的人脉和权力，从根源上断绝了方云所有的资源供给。没有贡献点，没有灵石，没有丹药，就算方云拥有再逆天的修炼环境，也如同被拔了牙的老虎，
空有一身力气，却无处施展。修炼龙象镇玉体和霸象金刚体需要海量的天材地宝，钻研阵法炼气更是吞金巨兽，想用这种方法困死我，真是天真。方云站起身，走出了血月圣殿。他决定自给自足，斩杀赵燕、陆森等人，让他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不乏一些他自己用不上的功法法宝。只要将这些东西出手，便能轻易打破蛇万毒的封锁。天机方士，此地是核心弟子专属的交易场所，街道由白玉铺就，两旁的店铺琼楼玉宇，仙气缭绕，售卖的皆是外界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方云一踏入房市，便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快看，是方云，他来方市做什么？难道他还想买东西？我可是听说了，蛇万毒师兄已经放出话来，谁敢卖东西给他，就是跟整个青蛇会为敌。嘿嘿，有好戏看了。守着一座宝山，却身无分文，这种感觉一定很不好受吧？一道道幸灾乐祸、充满恶意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来，方云却恍若未闻。他径直朝着方市中最大的一间店铺走去，准备将手中一柄用不上的下品灵气飞剑出手。就在此时，一股奇异的香风从他身边飘过，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道曼妙的身影，那是一个女人，一个美到极致也危险到极致的女人。她身着一袭剪裁大胆的黑色纱裙，将她那火爆惹火、前凸后翘的魔鬼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黑纱之下，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引人无限遐想。她容颜妩媚，一双桃花眼仿佛会说话一般，眼波流转之间，媚态天成，足以让任何男人都为之神魂颠倒。她就这么慵懒地走在街道上，每一步都摇曳生姿，如同最妖娆的魔女行走在人间。周围无数的男性弟子都看直了眼，喉结不自觉地滚动，眼中充满了痴迷与贪婪，但却没有任何一人敢上前搭话，因为她正是核心弟子中以行事随心所欲、手段莫测而闻名的魔女燕如玉。传闻凡是试图对她有不轨之念的男人，最后都落得了一个神魂被吸干、沦为废人的凄惨下场。燕如玉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她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媚笑，莲步轻移，朝着方云的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他似乎对这个刚刚强势崛起、搅动了整个内门风云的新人很感兴趣。就在二人擦肩而过的瞬间，啪嗒一声轻响，一枚通体温润、雕刻着鸳鸯戏水图的精美玉佩从燕如玉的裙摆下不慎滑落，正好掉在了方云的脚边。哎呀！燕如玉发出一声娇柔的、足以让男人骨头都酥掉的惊呼。她转过身，那双妩媚的桃花眼楚楚可怜地看着方云，声音更是柔媚入骨。这位师弟，奴家的玉佩掉了，能麻烦你帮我捡一下吗？他说话的同时，一股无形的带着奇异香气的神魂之力悄无声息地朝着方云的识海侵袭而去。这是他最擅长的天魔魅术，别说是凝气境，就算是普通的金丹初期修士，稍不留神也会立刻中招，心神失守，沦为他的裙下之臣。周围的男弟子光是听到他的声音，便已经觉得头晕目眩，神魂飘飘然了。他们看着方云，眼中充满了嫉妒，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天大的艳福。然而方云的反应却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低下头，弯腰捡起了那枚玉佩。就在他拿起玉佩的瞬间，他便察觉到了上面那股微弱却又极具侵略性的神魂印记。想试探我？方云心中冷笑一声，他没有丝毫犹豫，体内太乙凝神录功法悄然运转，一股更为浩瀚、更为纯粹的神魂之力如同无形的利刃在那枚玉佩之上一扫而过。嗡！玉佩之上燕如玉留下的那道神魂印记，连一丝浪花都没能翻起，便被瞬间抹除得一干二净。做完这一切，方云抬起头，脸上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平静表情。他将玉佩递还给燕如玉，淡淡开口：“师姐，你的东西掉了。”在方云抹去神魂印记的瞬间，燕如玉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上，笑容第一次凝固了。她娇躯猛地一颤，那双仿佛能勾魂夺魄的桃花眼中闪过了一丝前所未有的浓浓的震惊与骇然。怎么可能？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的天魔魅术竟然失效了。不仅失效了，他留在玉佩上的神魂印记竟被对方以一种更为霸道、更为高明的方式给瞬间抹除了，而对方从头到尾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燕如玉看着眼前这个一脸平静，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男人，第一次对他产生了浓厚无比的兴趣和一丝丝的忌惮。他接过玉佩，脸上的笑容很快又恢复了妩媚，只是那眼底深处却多了一丝凝重。多谢师弟了。他吐气如兰，身体不经意地向方云靠了靠，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柔媚地说道：“师弟，我看你似乎是想出手战利品。”
这方市里的店铺大多都是势利眼，给的价格低不说，还可能被蛇万毒的人盯上。他眨了眨那双勾人的桃花眼，仿佛是在好心的提醒道：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去功德崖看看。功德崖？方云眉毛一挑。是啊，燕如玉媚笑道，那里会发布一些宗门弟子之间的私人悬赏，任务难度虽高，但回报也极为丰厚，而且不受蛇万毒他们的控制。他说完，对着方云抛了一个媚眼，便摇曳着那妖娆的身姿转身离去，只留下一阵沁人心脾的香风。方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自己手中那柄准备出售的飞剑，若有所思。片刻后，他转身朝着功德崖的方向走去。功德崖是一面巨大的黑色石壁，上面悬挂着数百枚闪烁着不同光芒的玉简，每一枚玉简都代表着一项悬赏任务。方云的神念在石壁之上一一扫过，很快他的目光便被一枚悬挂在最高处散发着妖异紫色雷光的玉简给吸引住了。甲上级悬赏，前往宗门3大显地之一的雷泽死地，采摘奇药紫电龙葵，报酬贡献点5万，或上品灵器1件。备注：此任务已悬挂3年，接取者13人，无一生还。此地雷霆狂暴，妖兽横行，非经丹期修士，九死一生。看着这枚充满了死亡气息的玉简，方云的嘴角却缓缓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雷泽死地，正好，我这霸相金刚体也该找个地方好好淬炼一下了。他没有丝毫犹豫，伸出手将那枚代表着死亡与危机的紫色玉简从石壁之上摘了下来。方云接下紫电龙葵悬赏任务的消息，如同一阵狂风再次席卷了整个核心区。听说了吗？方云那个疯子竟然去接雷泽死地的任务了。什么？他不要命了吗？那地方这3年来可是吞了足足13个核心弟子啊，其中不乏宁气近期8层的好手。嘿嘿，我看他是被蛇万毒师兄逼得走投无路，准备去送死了。狂妄自大，不知死活。我敢打赌，他撑不过3天就会尸骨无存。一时间，各种嘲讽、讥笑、幸灾乐祸的声音不绝于耳。在所有人看来，方云此举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雷泽死地，顾名思义，这是一片被雷霆和沼泽覆盖的绝域天空之上，常年被厚重的如同墨汁般的乌云笼罩。一道道粗壮如水桶般的紫色闪电，如同狂舞的银蛇在云层中穿梭咆哮，时不时的便有一道携带着毁灭万物的恐怖天威狠狠地劈落在大地之上。地面则是泥泞不堪的黑色沼泽，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瘴气，其中更是潜藏着无数以雷霆为食的变异的恐怖妖兽。对于寻常修士而言，这里就是地狱。然而当方云踏入这片绝地的瞬间，他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反而感觉到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地欢呼雀跃。好精纯的雷霆之力。他伸出手，任由一道从天而降的细小的电弧落在他的掌心。噼啪一声轻响，那足以让普通灵气进修士皮开肉绽的电弧，仅仅只是让他的皮肤微微一麻。这雷霆之力虽然狂暴，但其中蕴含的毁灭与新生的气息，不正是淬炼肉身、修炼霸相金刚体的绝世大补之物吗？方云仰天长啸，笑声中充满了无尽的狂放与不羁。燕如玉，你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你眼中的九死一生之地，对我而言却是一处洞天福地。他不再压制自己的气息，将霸相金刚体功法运转到了极致。轰！一股蛮荒、霸道、坚不可摧的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而起，他竟是主动朝着天空中那雷云最密集的地方冲了过去。来吧，就让这雷霆来得更猛烈些吧。他张开双臂，仰天咆哮，主动引动天雷。轰隆！仿佛是回应他的挑衅，一道比之前粗壮了数倍的紫色狂雷，如同天神之怒，带着震耳欲聋的轰鸣，狠狠地劈落在了他的身上。啊！饶是以方云的肉身强度，也不由得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毁灭性的雷霆之力在他体内疯狂地肆虐破坏，每一寸经脉，每一块骨骼都仿佛要被撕裂一般。但在这极致的痛苦与毁灭之中，一股全新的更为强大的生机也随之悄然诞生。他那原本就已经强横无比的肉身，在这狂暴雷霆的淬炼之下，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强大。就在方云享受着这痛并快乐的雷电桑拿之时，在雷泽死地的另一端，一个身穿蓝色劲装，浑身都缠绕着跳动电弧的青年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正是蛇万毒的心腹之一，专修雷系功法的强者雷动，修为凝气境7层巅峰。哼，真是个不知死活的蠢货。雷动看着在雷霆中痛苦挣扎的方云，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竟敢主动引雷入体。
他以为他是谁？练体功法通神的上古大能吗？也好，省得我亲自动手了。等他被这天雷劈得半死不活，我再出去，轻松收割了他的人头。雷动抱着猫捉老鼠的心态，隐匿在暗处，得意地欣赏着方云的垂死挣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脸上的笑容却渐渐凝固了。这怎么回事？他骇然地发现，方云飞但没有被天雷劈死，反而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他那古铜色的皮肤之上，竟开始泛起一层淡淡的，如同琉璃般的金色光泽。他竟然真的在吸收天雷之力，淬炼肉身。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雷动无法接受眼前这颠覆他认知的一幕，他再也按捺不住，从藏身之处一跃而出。方云，给我去死！雷动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引动了天地间的雷霆之力。秘法万雷天老引。轰隆隆，他竟是以自身为引，将方圆10里之内的所有雷霆都汇聚到了一起，化作一个由无数紫色电蛇组成的密不透风的巨大雷电囚笼，朝着方云当头照下。方云，此乃我雷动最强一式，在这天时地利之下，就算是凝气境9层的强者，也要被我活活轰杀成渣。你就给我乖乖的化为灰烬吧！雷动看着被万千雷霆包裹的方云，发出了胜利者般的狂笑。然而，身处雷电囚笼中心的方云，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恐惧。他感受着周围那比之前浓郁了10倍不止的雷霆之力，脸上反而露出了一个让雷动感到毛骨悚然的无比灿烂的笑容。多谢了，你这一招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什么？雷动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下一刻他便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也让他魂飞魄散的一幕。只见方云竟是猛地张开了嘴，吞！他竟是如长鲸吸水一般，将那足以毁灭一切的狂暴的万千雷霆尽数吞入了腹中。轰！他的身体如同一个被吹到极限的气球，瞬间膨胀了起来。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混合着紫色的电弧，从他身体的每一寸毛孔之中喷薄而出。他身后的空间都因为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能量，而开始寸寸碎裂。咔嚓咔嚓，一声声仿佛琉璃破碎，又仿佛是蚕茧破裂的声音，从他体内清晰地传出。他那古铜色的皮肤彻底蜕变，化为了暗金之色。他的肉身在这一刻仿佛不再是血肉之躯，而是由天地间最坚硬的神经浇筑而成。霸相金刚体，小成！不！雷动看着眼前这如同神魔一般的身影，感受着那股坚不可摧、霸道绝伦的恐怖气息，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他转身就逃，然而一只散发着暗金色光泽的仿佛能捏碎星辰的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游戏结束了。方云缓缓收回手，雷动的身体已经化为了一具焦黑的干尸。他走到雷泽死地的中心，那里一株通体紫色叶片之上缠绕着丝丝电弧，仿佛由雷霆凝聚而成的奇特植物正在迎风摇曳。紫电龙葵，他小心翼翼地将其连根拔起。然而就在龙葵离土的瞬间，他却发现在龙葵的根部竟然还缠绕着一枚通体布满紫色雷纹，还在微微跳动着的拳头大小的卵。这是雷兽之卵。方云心中一惊，而就在他取走雷卵的瞬间，轰隆，整片雷泽死地，所有的雷霆都仿佛被激怒了一般，瞬间暴动了起来。万千狂雷从天而降，汇聚到了一起。一道古老苍茫仿佛沉睡了万年的恐怖意志缓缓苏醒。一个由最纯粹的雷霆之力构成的高达100丈的巨人虚影，在雷泽的中心缓缓凝聚成型。一股远超凝气境8层，甚至达到了9层巅峰的恐怖威压铺天盖地而来。远古雷灵苏醒了！吼！震耳欲聋的咆哮仿佛来自太古洪荒，带着无尽的愤怒，响彻了整片雷泽死地。那尊由万千雷霆汇聚而成的高达100丈的远古雷灵，血红色的双眸死死地锁定了方云手中的那枚雷兽之卵。那是他的孩子，是他守护了万年的希望。轰隆隆，整片天地彻底暴动，无穷无尽的紫色狂雷如同绝地的天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巨大无比的雷霆漩涡，将方圆数10里之内的一切都彻底封锁。一股堪比凝气境9层巅峰的恐怖威压如山崩海啸般朝着方云碾压而来。不好！方云脸色巨变，他能感觉到在这股绝对的力量面前，自己那刚刚突破的肉身和凝气境7层的修为显得是何其的渺小。他想逃，却发现周围的空间早已被狂暴的雷霆之力彻底禁锢，根本无法瞬移。这是真正的绝境。就在方云陷入生死危机的同时，在雷泽死地的边缘，一道曼妙妖娆的身影正悄然伫立。
正是魔女燕如玉。她看着远处那如同末日降临般的恐怖景象，那张总是挂着妩媚笑容的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与惊骇之色。该死！情报有误，这雷灵的实力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他来此地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好心指点，而是为了方云手中的那枚雷兽之卵。他修炼的功法正需要这种蕴含着本源雷霆之力的上古异兽来作为自己的本命魔宠。他本想等着方云和雷动斗个两败俱伤，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却没想到雷动被方云轻易斩杀。他又想等着方云被这远古雷灵重创，自己再出手夺宝，却又没想到这雷灵的强大竟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估。这下麻烦了。燕如玉看着那已经被雷霆彻底淹没的中心区域，眉头紧锁。他正准备先行退走，暂避锋芒后，那暴怒的远古雷灵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窥探，竟是分出了一道粗壮无比的雷霆，如同一条紫色的雷龙，咆哮着朝着他所在的位置狠狠地劈了过来。什么？燕如玉花容失色，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只是在远处观战，竟然也会被卷入这恐怖的雷暴中心。他急忙催动身法想要躲避，但那道雷龙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威力也远超他的想象。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燕如玉和方云二人竟是同时被这股无可匹敌的毁灭性的雷霆之力狠狠地轰中。噗！两人同时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朝着下方的一座被雷霆劈开的山腹石洞狼狈地砸了进去。紧接着，无穷无尽的雷霆之力如同狂暴的洪水，将整个洞口彻底堵死淹没。石洞之内一片狼藉，方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只觉得浑身骨骼仿佛都断裂了一般，五脏六腑更是如同火烧。而另一边，燕如玉的情况比他还要凄惨。她那身勾勒着曼妙曲线的黑纱长裙已然变得破破烂烂，雪白的肌肤之上布满了被雷霆灼烧的焦黑伤痕。她靠在冰冷的石壁上，气息萎靡，嘴角不断的有鲜血溢出，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此刻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嗨！方云咳嗽了两声，吐出一口淤血，看着同样重伤的燕如玉，眼中闪过一丝讥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师姐，这渔翁可不好当啊！你……燕如玉听到这话，气得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她想反驳，却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她能感觉到那股狂暴的雷霆之力正在她体内疯狂地肆虐，侵蚀着她的经脉和生机。更要命的是，她修炼的功法本就偏向阴寒，此刻被这至刚至阳的雷霆之力一冲，体内的阴煞之气瞬间暴走，与雷霆之力形成了剧烈的对冲。一冷一热，两股力量如同两头脱缰的野马，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仿佛要将他的身体彻底撕成碎片。要死了吗？燕如玉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他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中第一次流露出了一丝绝望。就在此时，一股纯粹、温暖、霸道无比的阳刚气息从他身边传来。他下意识地转过头，便看到方云也同样在盘膝运功，抵抗着体内的伤势。而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纯阳之气，竟让他体内那股暴走的阴煞之气感到了一丝本能的渴望。一个无比荒唐却又让他无法抗拒的念头浮现在他脑海之中：玄刹魔体，纯阳神体，阴阳互补，水火交融。他修炼的魔门功法，若能找到至阳之力的炉鼎进行双修，便可阴阳调和，修为大进。而眼前这个男人，这个拥有着纯阳神体的男人，不正是天地间最完美的？炉鼎麻求生的欲望瞬间压倒了一切的理智和矜持。燕如玉看着方云，那双本已暗淡的桃花眼中再次燃起了异样的光彩。他挣扎着朝着方云一点点地挪了过去，他伸出颤抖的沾满血污的手，轻轻地抚上了方云的脸颊。方云猛地睁开眼，便对上了一双媚眼如丝，仿佛能滴出水来的眸子。师姐，你……师弟。燕如玉的声音变得无比的沙哑柔媚，充满了致命的诱惑。你想活下去吗？他吐气如兰，温热的气息吹拂在方云的脸上。我也想活下去。他不再掩饰自己的目的，那双勾魂的桃花眼直勾勾地盯着方云，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吸进去。你我做一场交易，如何？你助我疗伤，我助你破敌。他那柔软丰盈的娇躯如同水蛇一般主动缠了上来，红唇凑到方云耳边，用一种足以让任何男人都无法抗拒的声音轻轻吐出了两个字：我们双修吧。生存的压力与身体本能的渴望在这一刻彻底摧毁了两人最后的理智。石洞之内春色无边，燕如玉那独特的玄刹魔气与方云那霸道的纯阳之力如同两条互相纠缠追逐的阴阳鱼，最终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完美的阴阳循环。洞外
是狂暴的雷霆，是末日的景象，洞内却是另外一番让人血脉喷张的原始的战斗。不知过了多久，轰！一股比之前更加强大的气息从方云的体内轰然爆发。他那原本在凝气境7层巅峰的修为，在这场意外双修的推动下，竟是势如破竹般冲破了最后的壁垒。凝气境8层，而另一边，燕如玉也在这场双修之中因祸得福。他不仅伤势尽复，体内的阴煞之气也被尽数中和，提纯修为境也随之突破，达到了凝气境7层。当一切尘埃落定，燕如玉缓缓睁开双眼，他看着身下这个夺走了自己处子之身，也救了自己性命的男人，那双总是充满了魅惑与玩味的桃花眼中，第一次出现了无比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羞涩，有依恋，但更多的却是一闪而逝的冰冷的杀意。他修炼的太上忘情魔功最忌动情，而方云却在他的道心之中留下了一道永远也无法抹去的痕迹，此子断不可留。然而就在他杀机毕露的瞬间，吼！洞外那远古雷灵的咆哮声再次响起，而且比之前更加的狂暴。吼！洞外那远古雷灵的咆哮声如同催命的魔音，将石洞内那旖旎暧昧的气氛瞬间撕得粉碎。燕如玉那双刚刚燃起杀意的桃花眼中瞬间恢复了清明与凝重，他看了一眼身旁这个刚刚与自己颠鸾倒凤，修为也随之暴涨到凝气境8层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杀他！现在恐怕不是最好的时机。洞外那个大家伙可还没解决呢。方云也迅速从修为突破的喜悦中冷静下来，他看着身边这个衣衫不整、媚态天成，但眼神却冰冷如刀的魔女，心中同样是警惕万分。这是一个危险的女人，一朵剧毒的罂粟花，美则美矣，却能要人命。现在怎么办？方云率先开口，声音平静，仿佛之前那场足以让任何人沉沦的欢愉从未发生过。燕如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咯咯一笑，媚态天成。他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将那本就火爆惹火的曲线展露得更加淋漓尽致。黑色的纱裙之下，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师弟，你我如今也算是有了肌肤之亲。他舔了舔娇艳的红唇，声音柔媚入骨。你难道就忍心看着奴家被外面那个大家伙撕成碎片吗？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方云不为所动，冷冷道，他若是冲进来，你我谁都活不了。那依师弟之见呢？燕如玉媚眼如丝，身体不经意地向方云贴了过来。联手！方云言简意赅，杀了他，里面的东西你我平分。平分！燕如玉咯咯一笑，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划过方云坚实的胸膛。师弟，你占了奴家这么大的便宜，难道不该多补偿奴家一些吗？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人去对付他。方云直接无视了他的挑逗，起身开始整理衣物。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对我动手，我们先在这里分个生死，然后让他进来给我们收尸。你！燕如玉被他这油盐不进的态度噎得俏脸一滞，他恨恨地跺了跺脚，最终还是妥协了。好，就依你。联手平分。他知道方云说的是事实。二人走出石洞，只见那尊高达100丈的远古雷灵正用他那由纯粹雷霆构成的巨大身躯疯狂地撞击着洞口的雷霆屏障，每一次撞击都让整座山峰为之颤抖。这东西是纯能量体，寻常的物理攻击和法术对他效果不大。方云沉声道，必须攻击他的本源核心，他的核心在胸口那团最亮的雷光之中。燕如玉接口道，显然他对此早有研究，但是想要攻击到那里，就必须先破开他体表那层由万千雷霆组成的雷钢护甲。我来主攻，破他的甲。方云的眼中爆发出滔天的战意，你负责骚扰，削弱他的本源，为我创造机会。好！燕如玉也不再废话，动手！方云一声暴喝，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主动朝着那尊远古雷灵悍然冲了过去，霸象金刚体，龙象之力。他将2大炼体功法催动到极致，暗金色的皮肤之上，一尊远古龙象的虚影咆哮浮现。他那凝气境8层的雄浑法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吼！远古雷灵似乎被这个渺小蝼蚁的挑衅激怒，他放弃了攻击洞口，抬起那由雷霆组成的巨大手臂，一拳朝着方云当头砸下。这一拳引动天地之威，仿佛要将这片空间都打得崩塌。来得好！方云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迎上。轰！一大一小2个不成比例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了一起，狂暴的雷霆之力与霸道绝伦的龙象之力疯狂地对冲湮灭。方云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传来，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数10丈，气血翻涌。但那尊远古雷灵竟也被他这一拳
打得巨大的身躯微微一晃，手臂上的雷光都暗淡了几分。有效！方云心中大定，再次欺身而上，与那远古雷灵展开了最狂暴、最直接的正面硬汉。而另一边，燕如玉的身影则化作了一道黑色的鬼魅，他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面散发着幽幽魔光的古朴小幡。天魔乱舞，他将法力注入小幡，轻轻一摇，刹那间，无数个身穿暴露黑纱、容颜妩媚的魔女虚影从幡中飞出，围绕着远古雷灵翩翩起舞。他们口中更是唱起了靡靡之音，化作一道道无形的音波，不断的侵蚀、削弱着雷灵的本源意志。一人主攻，一人骚扰，一个刚猛无匹，霸道绝伦，一个诡异莫测，防不胜防。两人刚刚才经历了最亲密的结合，此刻联手竟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战力远非1+1那么简单，在他们的联手攻击下，那尊不可一世的远古雷灵竟是被打得节节败退，连连咆哮。就是现在，在一次硬拼之后，方云抓住了雷灵就力已去、心力未生的一个破绽，眼中金光爆闪，他将体内所有的法力尽数灌注于丹田之中。神通阴阳磨盘，给我震！一个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巨大、都要凝实的黑白磨盘脱体而出，迎风便长，化作一个遮天蔽日的巨大磨盘，带着镇压天地、磨灭万物的恐怖气势，狠狠地将那尊远古雷灵给死死地锁住、镇压。吼！远古雷灵疯狂地挣扎，却无法挣脱分吼。他体表的雷罡护甲正在被那恐怖的磨盘之力一点一点地磨灭、分解。好机会！燕如玉见状，眼中也是媚光一闪。他收起小幡，双手结成一个诡异的法印，他那娇艳的红唇变得漆黑如墨，魔门尽数化魔死光。他张开嘴，一道纤细却又蕴含着湮灭一切气息的黑色光线，如同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瞬间便射中了被阴阳磨盘锁住的雷灵胸口处的那团本源核心。滋滋滋，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远古雷灵那庞大的身躯如同被戳破的气球一般，开始迅速的消融瓦解。他那血红色的双眸之中光芒渐渐暗淡，最终彻底归于虚无。轰！随着一声轻响，那尊不可一世的、实力堪比凝气境9层巅峰的远可雷灵，竟是真的被二人联手屠灭了。他那庞大的身躯化为漫天的紫色光点，消散在空中，原地只留下了2件散发着璀璨光芒的宝物。一件是拳头大小，仿佛一颗跳动心脏的由最纯粹的雷霆本源凝聚而成的万雷之心；另一件则是那枚吸收了足够能量、表面雷纹流转，似乎随时都可能破壳而出的雷兽之卵。方云和燕如玉二人皆是气喘吁吁，脸色苍白，显然消耗巨大。他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震撼和忌惮。片刻后，燕如玉娇笑一声，打破了沉默：“师弟，你还真是让人家惊喜连连呢。”他走上前，拿起那枚万雷之星，抛给了方云，说好了平分，这个归你。随即他又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雷兽之卵收入了自己的储物袋中，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方云接过万雷之星，感受着其中那股浩瀚的雷霆之力，点了点头。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相忌惮，却又因共同的秘密和利益而不得不暂时捆绑在一起的盟友关系。当方云回到宗门，前往功德崖提交任务时，整个功德崖鸦雀无声，所有看到他的人都如同见了鬼一般，脸上写满了无法理解的惊骇与恐惧。他竟然活着回来了！不仅活着，你们看他的气息，凝气境8层，我的天啊！他不是进去之前才7层吗？雷泽死地对他来说，难道不是绝地，而是修炼圣地吗？方云没死，反而突破到凝气境8层的消息，如同12级的超级地震，瞬间引爆了整个核心弟子圈。佘万独在得知消息的瞬间，直接捏碎了自己最心爱的玉如意，眼中第一次流露出了无法遏制的恐惧。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他必须启动那个他准备了许久也最不愿意动用的最终计划。他要在这即将到来的宗门论道大会之上，当着所有长老和弟子的面，向方云发起赌上一切的道心之事，不死不休。数日后，宗门之内钟声九响，响彻云霄，1年1度的宗门论道大会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是整个宗门最盛大的活动之一，尤其是核心弟子之间的论道更是万众瞩目。这不仅关系到他们未来1年的资源分配和排名，更代表着宗门年轻一辈的最高战力水平。巨大的中央演武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普通弟子、内门弟子、核心弟子，乃至宗门各位手握大权的长老，甚至连一些常年闭关不出的太上长老都被惊动，亲临现场观战。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演武场中央那座由万年玄金打造的、刻满了防御符文的巨大擂台之上。然而，就在主持大会的李长老准备宣布大会开始之时，一道阴冷的身影却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擂台的中央。正是青蛇会会长蛇万毒。他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了核心弟子席位上，那个神色平静，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的身影之上。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病态的、疯狂的笑容。各位长老，各位同门，蛇万毒的声音沙哑而尖锐，如同毒蛇吐信，响彻了整个演武场。在论道大会开始之前，我蛇万毒有一件事要在此当着全宗门的面做一个了结。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蛇万毒要干什么？他想在大会开始前闹事吗？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冲着方云去的。有好戏看了，这两人终究还是要对上了。李长老眉头一皱，沉声道：蛇万毒，此乃宗门论道大会，有何恩怨，擂台上解决，休得在此放肆。呵呵，李长老稍安勿躁。蛇万毒却是不为所动，他阴冷一笑，缓缓举起了自己的右手。我蛇万毒今日在此以我青蛇会数百年之声誉，以我自己的道图和神魂立下道心之誓。道心之誓。听到这4个字，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贵宾席上的那些长老，脸色同时巨变。道心之誓，这是修仙界最恶毒、最不可违背的誓言，一旦立下，便会引来天地法则的见证。若有违背，轻则道心破碎，修为尽毁，重则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这是赌上了一切的决死之战。蛇万毒，你疯了吗？李长老失声惊呼。蛇万毒却仿佛没有听见，他那双毒蛇般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方云，一字一顿地发出了他那充满了无尽怨毒的挑战。我蛇万毒在此向核心弟子方云发起道心死战，此战不死不休，败者神魂俱灭。方云，你可敢应战？轰！他的声音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整个演武场轰然炸响，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聚焦在了那个从始至终都一脸平静的青年身上。疯了，蛇万毒一定是疯了，他竟然要用这种方式来和方云做个了断。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论道切磋了，这是赌上了一切的生死之战。他会应战吗？肯定不会吧。蛇万毒师兄可是凝气境7层巅峰的强者，在核心弟子中都排名前列。方云虽然妖孽，但毕竟才刚突破8层，境界未稳，没必要跟他赌命啊。是啊，只要他不应战，蛇万毒的道心之誓便无法成立，最多只是丢点面子罢了。在众人复杂的议论声中，在蛇万毒那充满了挑衅和疯狂的注视下，方云缓缓地站起了身。他看着擂台之上那张因为怨毒而扭曲的脸，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般的笑容。如你所愿。他只说了这4个字，随即一步踏出，身影瞬间便出现在了擂台之上，与蛇万毒遥遥相对。他应战了。哗！全场彻底沸腾。他竟然应战了。疯了？他也疯了吗？这可是道心死战啊，太狂了，太傲了，但也太让人热血沸腾了。李长老看着擂台上那道挺拔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但更多的却是欣赏。这才是他看中的弟子，一往无前，无所畏惧。而蛇万毒在听到方云应战的瞬间，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狂喜到极致的狰狞笑容。好，方云，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今日此地便是你的埋骨之所，距离决赛还有3日。方云回到洛星峰，直接进入了血月圣殿的最深处进行闭关。凝气境8层还不够稳，他盘膝而坐，将那枚从雷泽死地得到的蕴含着浩瀚雷霆本源的万雷之心取了出来，就用你来助我将这境界彻底稳固，将这金刚之体推至大成。他没有丝毫犹豫，张口便将那枚万雷之心吞入了腹中。轰隆！狂暴的毁灭性的雷霆之力瞬间在他的体内轰然炸响。3日后，论道大会正式开始。方云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演武场上，而这一次，所有核心弟子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如果说之前他们对方云还只是单纯的嫉妒和不服，那么现在他们的眼中便只剩下了深深的敬畏。因为在之前的淘汰赛中，方云向所有人展现了他那堪称恐怖的碾压性的统治力。凡是抽到他作为对手的，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修为，皆是一朝败北。尤其是那些隶属于青蛇会的成员，下场更是凄惨。一名凝气近6层的青蛇会堂主被他一拳打碎了丹田，一名凝气近7层的青蛇会护法被他一脚踹断了全身的骨头。他一路横扫，以一种最强势、最霸道、最不讲道理的姿态强势挺进了决赛。而他的对手毫无疑问正是同样一路过关斩将的蛇万毒。最终的决战即将到来，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推向了顶点决赛前夜。落星峰之巅，方云迎着山峰负手而立，他的气息比3日前更加的内敛，也更加的深不可测。一道白色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身后。你的肉身又变强了，来者正是独孤剑。还好。方云没有回头，淡淡道：你很有自信。独孤剑说道：对付一个将死之人不需要太多的自信。独孤剑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犹豫着什么，最终他还是缓缓开口道：我来是想提醒你一句，蛇万毒很不对劲。哦。方云眉毛一挑，终于转过身看向了他。独孤剑的眼中闪过一丝凝重。我与他交过手，他修炼的功法很古怪，似乎能吸收他人的精血来短暂的增强自己的实力。他这一路打上来，凡是被他击败的对手事后都元气大伤，仿佛被抽干了精气。明日一战，你要小心。说完，独主剑的身影便如同一缕青烟消散在了夜色之中。方云看着他离去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异色。吸收精血，魔功吗？他缓缓握紧了双拳，嘴角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正好，我也想看看你这个所谓的青蛇会长到底还有多少底牌。万众瞩目之下，最终的决战拉开了帷幕。咚，古老的钟声响起，如同死神的催命符。擂台之上，方云与蛇万毒遥遥相对，两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大的气势在空中疯狂地碰撞交锋，引得整座玄晶擂台都嗡嗡作响。方云，蛇万毒那双阴柔的眸子里此刻燃烧着近乎实质的疯狂的怨毒与杀意。今日此地便是你的死期，我将用你的鲜血来洗刷我青蛇会的耻辱，用你的神魂来祭奠我那些死去的兄弟。废话真多。方云的回应只有简简单单的4个字，却充满了极致的轻蔑。你找死。蛇万毒被彻底激怒，他不再压抑自己的气息。轰，一股远超凝气境7层巅峰的恐怖威压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他的修为气息竟是在节节攀升，无限地逼近着凝气境8层。什么？蛇万毒师兄的气息怎么会这么强？他竟然一直在隐藏实力，他离8层恐怕也只有1线之隔了，太可怕了。看来方云这次是真的凶多吉少了。台下所有人都被蛇万毒爆发出的恐怖气息给惊得骇然失色。玄阴化鼓手，蛇万毒抢先出手，他五指成爪，一道道由精纯阴煞之气凝聚而成的漆黑如墨的爪印瞬间撕裂空气，带着腐蚀万物的恶毒气息朝着方云当头照下。这阴煞之气霸道无比，能轻易腐蚀修士的护体灵力，污染修士的法宝飞剑。然而方云却是不闪不避。来得好。他长啸一声，体内阴阳混元诀轰然运转，一股至刚至阳惶惶如大日般的纯阳之力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他同样一掌拍出，掌心之中仿佛托着一轮小太阳，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整座擂台，将那漫天的黑色爪印映衬得如同冰雪玉汤，纷纷消融。纯阳之力正是他这阴毒功法的最大克星。该死，是纯阳功法。蛇万毒脸色一变，立刻变换招式。他身形一晃，化作一道黑色的鬼魅，手中多了一柄淬满了剧毒的蛇形软剑，如同一条最毒辣的毒蛇，从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刺向方云的心脏。方云却是冷哼一声，将他那堪比中品灵气的大成的霸相金刚体催动到了极致。当，蛇形软剑刺在他的胸口，竟是发出了金铁交鸣的刺耳巨响，连一丝白印都未能留下。什么？蛇万毒再次骇然，一时间两人竟是在擂台之上斗得旗鼓相当，难分难解。蛇万毒的功法阴毒诡异，招招致命，方云则以力破巧，凭借着强横霸道的纯阳之力和坚不可摧的金刚之体，稳扎稳打，将对方的所有攻击尽数化解。轰轰轰！擂台之上，黑色的阴煞之气与金色的纯阳之力疯狂地对撞、湮灭，爆发出阵阵轰鸣。两道身影快如闪电，每一次交锋都让整座演武场为之震颤。台下的弟子们早已看的是目瞪口呆，心神摇曳。这就是核心弟子最顶尖的战力吗？简直如同神魔之战。该死，该死，该死！
久战不下，佘万毒的心中开始变得焦躁起来。他发现，无论自己施展何等歹毒的秘术，都会被方云那煌煌如大日般的纯阳之力克制，而对方那变态的肉身，更是让他有一种狗咬刺猬、无从下口的感觉。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灵力正在飞速的消耗，反观方云却是越战越勇，气息绵长，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不能再拖下去了，方云，这是你逼我的。佘万毒的眼中闪过一丝无比疯狂的决然，他猛地与方云对拼一记，借力抽身后退。随即他仰天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充满了无尽痛苦与暴虐的嘶吼。吼！咔嚓咔嚓，一阵阵令人牙酸的，仿佛骨骼碎裂重组的声音从他体内骤然响起。他的身体开始以一种极其诡异、极其恐怖的方式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他的皮肤之上，一片片细密的、闪烁着幽光的青色鳞片疯狂地钻出。他的双腿竟是缓缓地融合在了一起，化为了一条粗壮而有力的蛇尾。他的瞳孔变成了树瞳，充满了冰冷、残忍、不带一丝感情的杀戮欲望。不过短短数个呼吸的时间，他便从一个人类彻底蜕变成了一个身高数丈、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的恐怖怪物，一股远超之前，甚至已经真正踏入了凝气境8层巅峰的无比暴虐、无比邪恶的恐怖气息从他身上轰然爆发。蛇魔变！天啊，那是什么？是魔功。他修炼的是宗门明令禁止的禁忌魔功。佘万毒，他竟然是魔道妖人！这一刻，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眼前这恐怖而邪恶的一幕给彻底惊呆了。无论是普通弟子，还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老，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无法理解的震惊与骇然。贵宾席之上，钱长老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如纸。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直支持的佘万毒竟然会是一个隐藏极深的魔修。而李长老则是先惊后怒，猛地站起身来，指着擂台上的怪物厉声喝道：佘万毒，你竟敢修炼魔功，罪该万死！然而此时的佘万毒似乎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那双冰冷的树瞳死死地锁定着方云，口中发出嘶哑而难听的笑声：结，方云，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最终底牌，现在你可以安心的去死了。话音未落，他那巨大的蛇尾猛地一甩，轰！空气被瞬间抽爆，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携带着排山倒海之势，朝着方云狠狠地砸了过来。这一击的力量与速度比之前快了何止10倍。方云脸色巨变，立刻交叉双臂，将金刚之体催动到极致，进行格挡。砰！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方云整个人如同被一座太古神山正面撞中，双臂之上传来一阵剧痛，竟是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闷哼。他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如同炮弹一般倒飞了出去。轰隆！他狠狠地撞在了擂台边缘的防御光罩之上，才勉强停了下来。噗！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涌而出。一击，仅仅只是一击，便让他受了伤。变身之后的佘万毒实力太强了，方云瞬间被压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结，看到了吗？方云，蛇魔化的佘万毒发出了嘶哑而难听的笑声，他那巨大的蛇尾得意地拍打着擂台，发出砰砰的闷响。这就是我真正的力量，在这股力量面前，不过是一只可以被我随手捏死的蝼蚁。他那双冰冷的树瞳死死地锁定着那个嘴角一血、气息萎靡的身影，充满了猫捉老鼠般的戏谑和残忍。台下所有人的心都沉入了谷底。完了，方云师兄输定了，太强了！蛇魔化后的佘万毒简直就是一头人形凶兽，这还怎么打？可惜了，如此妖孽的天才，今日恐怕就要陨落于此了。贵宾席之上，李长老的脸色也变得无比难看，他几次想要出手，却都被一股无形的气机锁定。是钱长老，他虽然也被佘万毒的魔功所震惊，但他更希望看到的是方云死。只要方云一死，他便可以立刻出手，清理门户，将佘万毒拿下。到时候死无对证，谁又能把他怎么样？擂台之上，方云缓缓地擦去了嘴角的血迹，他抬起头，看着眼前那尊不可一世的蛇魔，眼中非但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燃烧起了前所未有的熊熊的战意。蝼蚁，他笑了，笑得无比的灿烂，也无比的冰冷。佘万毒，你以为这就吃定我了吗？你以为只有你有底牌吗？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什么？他还有底牌？不可能吧！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能有什么底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蛇万毒也是一愣，随即发出了更加不屑的狂笑。死到临头还在嘴硬，我倒要看看你这只蝼蚁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那你就看好了。方云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深邃，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他体内的阴阳混元诀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玄奥无比的方式运转了起来。与此同时，另一股同样浩瀚却又充满了暴虐与毁灭气息的功法的自写月圣殿的血月天经也随之悄然运转。一黑一白一血红，三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他的体内开始以一种极其危险也极其霸道的方式进行着初步的融合。嗡！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恐怖气息从方云的身上缓缓地苏醒了。在他的身后，一个巨大的缓缓旋转的虚影悄然浮现，那是一个磨盘，一个一半漆黑如墨一半皎白如月，但在黑白交界之处却又铭刻着一道道妖异的仿佛由鲜血凝聚而成的血色符文的诡异磨盘。这是什么？好恐怖的气息！我的神魂在颤抖。阴阳血月，他竟然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功法融合在了一起。这一刻，就连贵宾席上的那些长老都失声站起，脸上写满了无法理解的骇然与震惊。杀！蛇万毒也从这股气息之中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威胁，他不再犹豫，巨大的蛇尾猛地一拍地面，整个人化作一道青色的闪电，手中的蛇形软剑之上凝聚了所有的妖力，化作一道足以撕裂苍穹的青色剑芒，朝着方云的头颅狠狠地斩下。他要趁着方云功法未稳之际将其绝杀。而方云也在同一时间猛然睁开了双眼，他的左眼漆黑如墨，仿佛能吞噬万物，他的右眼皎白如月，仿佛能净化一切。而在他的眉心，一道血色的束纹缓缓裂开。蛇万毒，就让你来见证我这新生的仪式吧。他没有闪避，没有格挡，他竟是迎着那道足以斩断山脉的青色剑芒主动冲了上去。他要以伤换命，他要以命搏命。疯子，你这个疯子！蛇万毒见状发出了惊骇的咆哮。噗嗤，青色的剑芒狠狠地斩在了方云的肩膀之上，一道深可见骨的恐怖伤口瞬间出现，鲜血染红了他半边的衣衫。然而方云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痛苦，他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肉身承受了这致命的一击，同时他也将自己那灌注了所有力量缠绕着血色与黑白二气的拳头狠狠地轰入了蛇万毒的心脏。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声音，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擂台之上那近乎静止的无比惨烈的一幕。蛇万毒那双冰冷的树瞳缓缓低下，他看着自己那被青色鳞片覆盖的坚不可摧的胸膛之上那个巨大的前后通透的血洞，眼中充满了茫然与不甘。为什么？他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因为你太弱了。方云的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他缓缓地抽回了自己的拳头。咔嚓一声轻响，如同一个信号，蛇万毒那巨大的蛇魔之躯之上一道道细密的裂纹开始飞速的蔓延。不，我还没有输。他伸出手，似乎还想抓住些什么，但一切都晚了。砰一声巨响，他那不可一世的蛇魔之躯连同他那充满了怨毒与不甘的神魂都在那股霸道绝伦的融合了阴阳与血月之力的神通之下寸寸碎裂，最终化为漫天的飞灰。神魂俱灭，全场死寂，只剩下那漫天的飞灰在山风的吹拂下缓缓飘散。方云站在擂台的中央，虽然身受重伤，鲜血淋漓，但他的身姿却依旧挺拔如松。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却仿佛一尊不败的战神俯瞰着整个天地。不知过了多久，赢了，方云师兄赢了。他竟然真的斩杀了蛇魔化的蛇万毒，逆天，简直是逆天啊！短暂的死寂之后，整个演武场爆发出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与呐喊。所有支持方云的人在这一刻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就在那漫天的飞灰之中，一枚通体血红散发着不祥气息的玉简缓缓地飘落了下来。方云伸出手将那枚玉简稳稳地接在了手中。血魂玉简，这里面记载着蛇万毒的魔功以及青蛇会所有的秘密。然而就在他准备将玉简收起的瞬间，孽障，竟敢当众行凶，还敢私藏魔道妖物！一声充满了无尽怒火的咆哮
从贵宾席之上轰然炸响。钱长老的身影如同一只暴怒的雄狮，冲天而起，一股远超宁气劲的恐怖威压铺天盖地而来。给老夫拿来！他竟是不顾身份，亲自出手，一只由法力凝聚而成的巨手朝着方云手中的玉简和方云本人狠狠地抓了过来。他要杀人灭口！孽障！给老夫拿命来！钱长老的暴喝声如同滚滚惊雷，在演武场的上空轰然炸响。那只由法力凝聚而成的巨手遮天蔽日，带着碾压一切的恐怖威压，朝着擂台之上的方云狠狠地抓射而来。这是真正的属于金丹期强者的寒怒一击。在这股无可匹敌的威压之下，空间仿佛都被凝固。擂台之上，刚刚经历完一场惨烈血战，身受重伤的方云只觉得一股如山如月般的恐怖力量将自己死死地锁定，他甚至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这就是金丹期的力量吗？果然强大的令人绝望。方云的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不甘，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只要那只巨手落下，自己连同手中的这枚玉简都将被瞬间碾为齑粉。台下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彻底惊呆了。钱长老，他怎么敢？他疯了吗？他这是要当着全宗门的面击杀一个刚刚为宗门清理了门户的功臣吗？住手！钱长老，你这是公报私仇，罔顾宗门法度。李长老目眦欲裂，他疯狂地催动法力，想要出手阻拦，却被那股金丹期的威压震得连连后退，口吐鲜血。丹堂堂主洛离家族的宿老也同样是有心无力，他们与钱长老之间终究是隔着一个巨大的境界鸿沟。眼看着那只遮天巨手就要落下，眼看着方云这位刚刚才创造了不败神话的绝世妖孽就要惨死当场，钱长老那张老脸之上已经露出了狰狞而得意的笑容。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面对着那足以毁灭一切的恐怖威压，方云的眼中非但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闪过了一丝无比疯狂的决然。想杀人灭口？钱长老，你以为我没有防着你这一手吗？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既然你不给我活路，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话音未落，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注视下，方云竟是猛地用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将手中那枚记录着所有秘密的血魂玉简狠狠地捏碎。不！钱长老的脸上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绝望。嗡！玉简破碎，化为漫天的血色光点，一道巨大的由光影构成的血色光幕瞬间在演武场的上空轰然展开。光幕之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开始飞速的闪现。有蛇万毒与一名神秘的黑袍人进行秘密交易的画面，有青蛇会暗中抓捕宗门弟子，用其精血来修炼歹毒魔功的画面，有一次次针对方云的劫杀，其背后都有着钱长老的影子和授意的画面。更有甚者，光幕之中还出现了一封封钱长老暗中资助扶持青蛇会，欲将其培养成自己私人势力，以图掌控整个宗门的铁证。铁证如山，罪无可赦。轰！整个演武场在这一刻彻底炸了。天啊，这都是真的？蛇蝎心肠，猪狗不如。钱长老他竟然是这种人，勾结魔道，残害同门，扶植私人势力，这是要叛宗啊！杀了他，杀了这个宗门败类！无尽的怒火从每一个弟子的眼中喷薄而出，那只本已快要落下的法力巨手也随之轰然溃散。钱长老的身体在半空中剧烈的颤抖着，他看着那面血色的光幕，看着下方那一张张充满了无尽愤怒和鄙夷的脸，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完了，一切都完了！他那张老脸之上血色尽退，变得惨白如纸，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十岁，扑通一声从半空中无力地跪倒了下来。就在此时，一股比之前钱长老的威压还要浩瀚，还要恐怖了千倍万倍的无上意志缓缓地降临了。天地在这一刻都为之失色，所有人的神魂都在这股意志之下不受控制的站立臣服。宗主再次现身了。他的身影凭空出现在擂台的上空，面无表情，但所有人都清晰地感觉到，在那平静的面容之下隐藏着足以焚天的无尽怒火。他没有去看任何人，只是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朝着下方那已经瘫软如烂泥的钱长老轻轻地一指点出。没有惊天动地的轰鸣，没有华丽无比的光效，但就在他这一指点出的瞬间，钱长老的体内却骤然传出了一声仿佛琉璃破碎的脆响。他那苦修了数百年的引以为傲的金丹在这一指之下应声
碎裂。啊！一声不似人声的、充满了无尽痛苦与绝望的惨号，从前长老的口中凄厉地响起。他的修为在这一刻被彻底废除了。乾坤宗主的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勾结魔道，残害同门，罪不容诛。念你曾为宗门立下过汗马功劳，本座留你一命。废去修为，打入撕过牙，面壁100年，永世不得踏出。话音落下，他大袖一挥，前长老那如同死狗一般的身体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卷起，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宗主这雷霆般的手段给彻底震慑住了。从此宗门上下再也无人敢对方云有丝毫的小觑和不敬。宗主缓缓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个身受重伤却依旧站得笔直的青年身上，那古井无波的眼眸中第一次流露出了一丝真正的毫不掩饰的欣赏。此届论道大会，方云当为第一，本座特许你进入宗门传承圣地，闭关1月作为奖励。此话一出，又是满座皆惊。传承圣地，那可是宗门最核心最神秘的禁地，传闻只有历代的宗主和太上长老才有资格进入，这奖励未免也太丰厚了吧。当晚宗主大殿之内，宗主亲自召见了方云，他没有再提白日之事，而是看着方云缓缓开口道：方云，你的天赋和心性都远超本座的预料，你很好，能得到宗主如此高的评价，整个宗门也找不出第二人。方云却是神色平静，躬身道：弟子不敢当。你当得起。宗主摆了摆手，随即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凝重。我今日叫你来，是想告诉你，你真正的舞台不在这个小小的宗门之内，再过半年便是整个天风王朝10年一度的乾隆榜大比，届时整个王朝所有的顶级宗门、古老世家乃至于王室的天才都将齐聚一堂，争夺那无上的荣耀。他深深地看着方云，沉声道：我希望你能代表我天剑宗出战，为我宗门争得一席之地。乾隆榜大比。方云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不错。宗主点了点头，神色凝重。这不仅是年轻一辈的荣耀之争，更关系到未来10年各大宗门在整个王朝的资源分配和话语权，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看着方云，沉声道：以你现在的实力，在宁气境内或许已难逢敌手，但是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据我所知，一些顶级的宗门和古老的世家，他们雪藏的那些真正的道子、圣女，早已触摸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门槛，甚至其中有那么1-2个绝世妖孽，可能已经成功破境，踏入了筑基境。筑基境，方云心中一凛，这是一个全新的，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境界。灵气之上，方为筑基，那是修仙路上的一个巨大分水岭，一旦踏入，便可真正的脱胎换骨，寿元大增，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与筑基境的强者相比，凝气境不过是刚刚踏入仙途的孩童。我明白了。方云深吸一口气，眼中的战意却不减反增。宗主放心，半年之后，我必将为宗门带回一份荣耀。好。宗主看着他那自信昂扬的模样，满意的点了点头。有你这句话，本座就放心了。去吧，传承圣地已经为你开启，希望这半年你能抓住机会再做突破。传承圣地是天剑宗最核心的禁地，位于宗门灵脉的源头。方云在进入圣地的前一天，他的落星峰却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第一个来的是月禅，他依旧是一身月白长裙，气质清冷如仙，只是那双看向方云的秋水眼眸中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你要去参加乾隆榜大比了？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是。筑基境与凝气境是天与地的差别。月禅缓缓说道，声音空灵。凝气是引天地灵气入体，而筑基则是以自身为根基，在丹田之内构筑道台，从此灵力生生不息，并可初步撬动一丝天地法则之力。此行你若遇到筑基境的对手，切记不可与其比拼灵力消耗，要以雷霆手段速战速决。他竟是在亲自为方云讲解着关于筑基境的奥秘，这份情谊已无需多言。多谢师姐指点，方云铭记于心。方云由衷地说道。月禅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去，只留下一缕清冷的幽香。他刚走，一个火红色的身影便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施洛离，他依旧是那副骄纵的模样，将一个精致的玉盒直接扔给了方云，别过头去，哼声道：喂，这个给你。这是。方云打开玉盒，一股精纯到极致的药香扑面而来。只见玉盒之中静静地躺着一枚龙眼大小、通体赤红、
仿佛有岩浆在其中流淌的丹药，4瓶顶级丹药龙血化钢丹。方云瞳孔一缩，算你还有点眼力。洛离俏脸微红，嘴上却依旧不饶人。这是我父亲托我转交给你的，算是感谢你上次在沼泽救了我的报酬。你可别多想，我才不是特意来给你送丹药的呢。看着他这副口是心非的可爱模样，方云不禁莞尔，替我多谢伯父。他收下丹药，郑重道：哼。洛离轻哼一声，也转身跑开了。只是那跑到门口时，又忍不住回头偷偷看了一眼的动作，却早已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紧接着，林飞宇、穆冰兰、林佑薇一个个与他有过交集的女子，仿佛约好了一般，纷纷前来送行。林飞宇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递给了他一件可以隐匿气息的下品灵气脸息纱。穆冰兰则送来了一瓶他亲手炼制的能解百毒的清灵丹。林佑薇则将自己最宝贵的一枚护身玉佩挂在了方云的腰间。这些昔日的善缘，在方云即将踏上新征程的时刻，都化为了最温暖也最坚实的助力。传承圣地之内，方云盘膝而坐，他能感觉到此地的时间流速似乎与外界不同。外界1天，此地仿佛过了10天，半年也就是外界的1个半月左右，时间足够了。他没有丝毫浪费，立刻进入了深度闭关的状态。他将从蛇万毒、雷动等人处缴获的所有战利品尽数取出。他将洛离赠予的龙血化钢丹一口吞下。他将月禅讲解的筑基奥秘在脑海中一遍遍地推演。他将林飞宇、穆冰兰、林佑薇等人的情谊化为自己冲击更高境界的无上动力。阴阳混元诀、血月天经、霸相金刚体，3大功法同时运转。在这时间流速10倍于外界的圣地之内，在海量资源的堆砌之下，方云的修为开始以一种近乎恐怖的速度疯狂地节节攀升。凝气境8层巅峰，凝气境9层，凝气境9层中期，凝气境9层巅峰。最终他的修为稳固在了凝气境的顶点，距离那传说中的筑基境也只剩下那最后的一步之遥。半年后，当方云再次从传承圣地之中走出时，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他如同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兵，锋芒毕露，锐不可当，而现在的他却如同一汪深不见底的古潭，所有的锋芒尽数内敛，返璞归真，深不可测。宗门口，一艘巨大无比的通体由青铜浇铸而成，刻满了风系符文的巨大飞舟早已等候在那里。宗主亲自带队，在他的身后站着数十名气息强大的宗门弟子。方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有月禅，他依旧是那般清冷，但看向自己的目光却多了一丝柔和；有独孤剑，他依旧是那般冷漠，但眼中的战意却更加的纯粹；有洛离、林飞宇、穆冰兰，他也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那些人想必便是宗门之内其他雪藏的核心天骄。他们看向方云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审视以及一丝丝的不服。都到齐了。宗主威严的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了方云的身上，满意的点了点头。出发！他大袖一挥，巨大的青铜飞舟发出一声轰鸣，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他们的目标是天风王朝的都城天风城，一个更广阔、天才更多、斗争更残酷的舞台正式拉开了序幕。破云剑穿梭于云海之上，速度快如闪电。数日后，一座宏伟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巨型城池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尽头。那座城池雄踞于大地之上，城墙高达1000丈，通体由一种不知名的黑色巨石铸成，上面铭刻着无数玄奥的符文，散发着一股镇压天地的磅礴气势。城池的上空，一道肉眼不可见但神念却能清晰感知的巨大光照笼罩了整片天地。那光照与大地龙脉相连，与9天星辰呼应，显然是一座威力无穷的护国大阵。城内琼楼玉宇，鳞次栉比，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如同蛰伏的巨龙冲天而起。空中随处可见驾驭着各式法宝、御剑飞行的强大修士，他们的气息最弱的竟也是凝气境后期者，便是天风王朝的权力中心天风城。好一座雄城，这就是王都吗？我们宗门的山门跟他比起来，简直就像个小土坡。快看，那是金丹期的强者，竟然在天上巡逻。破云剑之上的天剑宗弟子们，包括那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核心弟子，此刻都如同乡巴佬进城一般，被眼前这繁华强大的景象给彻底震撼了。就连方云在看到这座巨城的瞬间，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也闪过了一丝凝重。这护国大阵恐怕连元婴老怪都未必能轻易撼动，城中至少有不下10道金丹期的气息，甚至
还有几股更为隐晦、深不可测的存在。这个舞台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在王成禁卫军的指引下，破云舰缓缓地降落在了城东的一处巨大广场之上。广场上早已停靠招数艘同样气势不凡的非洲，显然是其他宗门的队伍也已经抵达。一名身穿金色蛟龙铠甲、面容英俊但神情却无比倨傲的青年正负手而立，他身后跟着一队气息彪悍的金甲卫士。在下言，乃本朝三皇子奉父皇之命在此迎接天剑宗的各位。他虽然说着客气的话，但那双眼睛却连正眼都未瞧天剑宗宗主一眼，那股发自骨子里的轻视与不屑毫不掩饰。宗主的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但还是客气的拱了手：“有劳三皇子殿下了。”呵呵，好说。夏言皮笑肉不笑的摆了摆手：“天剑宗远道而来，想必也累了。本皇子已为各位安排好了住处，请随我来吧。”说着，他便自顾自地转身朝着使馆区走去，那副态度仿佛是在引领一群乡下来的泥腿子。天剑宗的弟子们皆是敢怒不敢言。方云无视了对方的挑衅，他的神念早已散开，默默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夏言将众人领到了使馆区一处位置最偏僻、灵气最稀薄的院落前。那院落与周围那些雕梁画栋、仙气缭绕的甲等院落相比，简直就像是贫民窟。三皇子殿下，这似乎有些不妥吧？宗主终于忍不住开口，脸色有些难看。哦，有何不妥？夏言转过身，故作惊讶地问道：“这一等院落虽比不上那些顶级宗门的住处，但也算干净整洁。怎么？难道天剑宗的各位还住不惯吗？”他话里的讥讽之意已是毫不掩饰。你，一名天剑宗的弟子气得脸色涨红，刚想反驳，住口！宗主低声喝止了他。他知道初来乍到，与地头蛇，尤其还是皇室成员发生冲突，绝非明智之举。就在众人准备忍气吞声进入院落之时，一个更加嚣张、更加霸道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哟：“这不是夏言殿下吗？怎么把一群乡巴佬领到我们玄火宗的院子门口来了？”只见一对身穿赤红色长袍、浑身都散发着灼热气息的青年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为首者是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青年，他扛着一柄巨大的火焰战刀，修为赫然也是凝气境9层巅峰。他正是与天剑宗齐名，但向来不睦的顶级宗门玄火宗的首席弟子霍阳。霍阳，休得无礼！夏言假意呵斥了一句，脸上却露出了看好戏的笑容。这院子是本皇子为天剑宗的朋友们安排的，给他们。霍阳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夸张的大笑起来，哈哈哈！夏言殿下，你可真会开玩笑。这院子我们玄火宗看上了，让他们滚去旁边的杂役房住吧。没错，一群乡巴佬也配住一等院落，滚去杂役房。哈哈！玄火宗的众人发出了肆无忌惮的嘲笑声，欺人太甚，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羞辱。天剑宗的所有弟子在这一刻都是双拳紧握，双目喷火，体内的灵力都开始不受控制的翻涌起来，就连一向沉稳的宗主脸色也彻底沉了下去。怎么不服气？霍阳扛着战刀走到一名天剑宗弟子面前，用刀背拍了拍他的脸，嚣张地说道：“想动手吗？来啊，爷爷我奉陪到底。”你！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个淡漠的声音却如同冰水浇熄了这即将爆发的火山。让他滚！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方云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队伍的最前方，他甚至都没有去看霍阳一眼，只是平静地对着那名被羞辱的弟子说了这3个字：“什么？”霍阳一愣，随即勃然大怒：“小子，你他妈跟谁说话呢？”他猛地转过身，那双铜铃般的大眼中爆发出凶悍的杀意。他自恃肉身强横，修为高深，根本没把这个看起来有些瘦弱的青年放在眼里。他怒吼一声，竟是直接收起了战刀，那只砂锅大的拳头裹挟着灼热的仿佛要将空气都点燃的火系灵力，朝着方云的脸狠狠地轰了过去。找死！这一拳势大力沉，足以开碑裂石。所有玄火宗的弟子都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方云被一拳轰碎脑袋的血腥场面。天剑宗的弟子们也是骇然失色，惊呼出声，就连旁边的三皇子夏言眼中都闪过了一丝快意。然而面对着这石破天惊的一拳，方云却是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只是简简单单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没有灵力波动，没有功法运转，就那么轻描淡写地迎了上去。砰！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预响中头颅爆裂的场景并没有出现。霍阳那足以轰碎山石的势不可挡的拳头，竟是被那只看起来白皙修长的手掌给轻轻松松地接住了时间，
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整个广场落针可闻。怎么可能？霍阳脸上的狞笑彻底凝固，他那双铜铃般的大眼中写满了无法理解的、深入骨髓的骇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拳头仿佛是轰在了一座无法撼动的太古神山之上，对方的手掌更是如同一支无坚不摧的铁钳，将他的颧骨死死地锁住。他想抽回拳头，却发现自己竟是动弹不得分毫。你……他刚想说些什么，方云的手掌却是微微一推，一股看似轻柔实则霸道绝伦的暗劲瞬间爆发。霍阳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传来，他那魁梧的身体竟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狼狈不堪地倒飞了出去，一连在地上滚了好几个圈，才勉强停了下来，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方云缓缓地收回了手，他依旧没有去看任何人，只是对着那些已经彻底吓傻了的玄火宗弟子和脸色早已僵住的三皇子夏言，平静地重复了一遍：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天风城最负盛名的天骄楼，今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此楼高99层，直插云霄，乃是王室专门用来宴请天下青年才俊的场所。能登此楼者，无一不是各大宗门、古老世家的天之骄子。今夜，三皇子夏言便在此地设下盛宴，为所有前来参加乾隆榜大比的宗门天骄接风洗尘。名为接风，实为摸底，更是下马威。天剑宗一行抵达天骄楼第90层，负责引路的内侍看到他们的请柬，脸上那职业性的笑容明显淡了几分，声音也变得有些敷衍。哦，是天剑宗的各位仙长啊，三皇子殿下已为各位备好席位，请随我来。说着，他便领着众人穿过觥筹交错、欢声笑语的宴会大厅，径直走到了最偏僻、最角落的一个位置。这里与大厅中央那些顶级宗门、王公贵族的席位隔着遥远的距离，仿佛是两个世界。欺人太甚，这三皇子是铁了心要羞辱我们吗？天剑宗的弟子们个个脸色铁青，双拳紧握，宗主也是面沉如水，但还是摆了摆手，示意众人稍安勿躁。方云却是神色自若，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这刻意冷落的影响。他随意地找了个位置坐下，自顾自地倒了一杯灵酒，目光却是在不经意间扫过了整个宴会大厅。天道阁、玄火宗、万剑阁，王朝排名前10的宗门都到齐了。那些家伙气息果然不凡，最弱的也是凝气近9层巅峰，甚至还有几个连我都看不透。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大厅最上首的几个席位上，那里坐着几个气息渊庭月至，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的青年，他们便是本届乾隆榜大比最热门的夺冠人选。就在方云默默观察着全场之时，一道清雅绝伦的身影悄然步入了宴会大厅，瞬间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是一个女子，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女子。她身着一袭淡蓝色的宫装，裙摆之上绣着几朵素雅的兰花。她身姿窈窕，步履轻盈，行走之间仿佛有淡淡的云雾在脚下缭绕。她容颜绝美，不施粉黛，却胜过人间无数。那双清澈的眸子如同秋日里最宁静的湖水，不含一丝杂质。她的气质更是清雅出尘，如空谷幽兰，又如山巅白雪，让人只敢远观，而不敢心生丝毫亵渎之念。是七公主殿下。天啊，芷宁公主竟然也来了，不愧是王都第一美女，当真是仙子下凡啊。大厅之内响起了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叹与抽泣声，无数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天之骄子，此刻都如同变成了情窦初开的少年，目光炙热，神情激动。她便是当朝七公主夏芷宁。夏芷宁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她对着众人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随即她便谢绝了三皇子夏言殷勤的邀请，独自一人走到了一个同样偏僻的角落，安静地坐了下来。她似乎对这喧闹的宴会并不感兴趣，只是她那双清澈的眸子却不知为何总是有意无意地飘向那个同样被孤立在角落的天剑宗的席位，更准确地说是飘向那个从始至终都一脸淡然、自斟自饮，仿佛超然物外的黑衣青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皇子夏言缓缓地从主位之上站了起来。他举起酒杯，朗声道：诸位，今夜齐聚一堂，皆是我天风王朝的栋梁之才。如此盛会，光是饮酒，未免太过乏味。本皇子提议，不如以武助兴，由各宗的天骄上台切磋一番，点到为止，也正好让我等开开眼界。诸位，意下如何？好，殿下此意甚好。此言一出，立刻引来了一片叫好之声。夏言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的目光状似无意的扫向了玄火宗的席位。
霍阳立刻心领神会，他猛地站起身，扛起那柄巨大的火焰战刀，一跃便跳上了大厅中央的演舞台。他那充满了挑衅和恶意的目光，如同一条毒蛇，死死地锁定了角落里的方云。天剑宗的方云。霍阳用战刀的刀尖遥遥指着方云，嚣张地吼道：前日在广场之上，你仗着偷袭让我吃了暗亏，今日在这天骄楼上当着全王朝英雄的面，你可敢与我堂堂正正的再战一场？还是说你天剑宗的弟子都只是些会背后偷袭的鼠辈？哗！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聚焦在了方云的身上。这玄火宗的霍阳是铁了心要找回场子啊，有好戏看了。这方云据说是天剑宗此次的王牌，不知实力究竟如何。我看悬。霍阳的烈火狂刀霸道无比，寻常的凝气境9层巅峰根本接不住他3刀。天剑宗的弟子们皆是脸色一变，纷纷看向方云。然而方云却是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依旧是那副淡然自若的模样，缓缓地端起酒杯，轻轻地抿了一口，随即他才侧过头，对着身边那个从始至终都抱着一柄古朴长剑闭目养神的白衣青年平静地说了一句：师兄，这种货色还不用我出手。此话一出，全场死寂，嚣张狂妄，简直是狂到了没边。霍阳是货色，那他这个凝气境9层巅峰的玄火宗首席弟子算什么？你说什么？霍阳气得浑身发抖，脸都长成了猪肝色。而方云身边的那个白衣青年独孤剑也在这一刻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他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随即他站起身，一步踏出，身影一闪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演舞台之上。他看着对面暴跳如雷的霍阳，缓缓地伸出了3根手指。3招。他的声音冷漠如冰，不带一丝感情。3招之内，你若不败，我自刎当场。轰！如果说方云刚才的话是嚣张，那么独孤剑此刻的话便是霸道，是那种对自己实力有着绝对自信的无可匹敌的霸道。找死！霍阳被彻底激怒了，他怒吼一声，手中的火焰战刀之上瞬间燃起了熊熊的烈焰。烈火狂刀第一式烈火燎原，他一刀劈出，一道数10丈长的月牙形的火焰刀芒携带着焚山逐海之势，朝着独孤剑当头斩下。然而独孤剑却是连剑都未曾出鞘，他只是伸出2根手指并指如剑，朝着那道火焰刀芒轻轻一划，是一道无形却又锋利到极致的剑气一闪而逝。那道不可一世的火焰刀芒竟是在半空之中被悄无声息的一分为2，从独孤剑的身体两侧呼啸而过。第2招，不等霍阳反应，独孤剑的身影已经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他面前。第3招，他并指如剑，在那柄火焰战刀的刀身之上轻轻一点，当一声清脆的足以震碎耳膜的金铁交鸣之声。霍阳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锋锐无匹的恐怖力量从刀身之上传来，他虎口瞬间崩裂，鲜血狂飙。他那柄巨大的火焰战刀竟是再也握不住，哐当一声脱手而飞，狠狠地插在了远处的地板之上。而独孤剑的指尖已经轻轻地点在了他眉心。3招，不多不少，正好3招。玄火宗首席弟子霍阳败。全场一片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呆呆地看着擂台之上那个依旧抱着剑，仿佛什么都没做过的白衣青年，脑海中只剩下无尽的骇然。这怎么可能？3招，仅仅3招就击败了霍阳。这人是谁？天剑宗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恐怖的剑道天才？天剑宗除了那个方云，竟然还有这等人物。就连主位之上的3皇子夏言脸上的笑容也彻底凝固了。角落里七公主夏芷宁那双清澈的眸子里也是异彩连连。独孤剑没有再看地上那面如死灰的霍阳一眼，他转身走下擂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再次闭上了双眼，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一战为天剑宗挣足了面子，再也无人敢对这个角落里的2流宗门有丝毫的小觑。就在此时，一个温润如玉却又带着一丝上位者威严的声音缓缓地从最上手的席位之上响了起来。剑法不错。说话的是乾隆榜排名第3的顶级天骄，来自王朝第1宗门天道阁的当代传人楚非凡。他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他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却仿佛引动了天地之势，一股无形的浩瀚的
远超凝气境的恐怖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演舞台。他看着独孤剑，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缓缓开口：“不知能否接我一招？”他虽是问句，但那股恐怖的威压却已经如同太古神山一般，死死地锁定在了独孤剑的身上。噗！独孤剑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他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仿佛要被这股威压彻底碾碎，他甚至连拔剑的勇气都提不起来。半步筑基，这便是半步筑基境强者的恐怖之威。楚非凡的声音温润如玉，却蕴含着让人无法抗拒的意志。他仅仅只是坐在那里，那股属于半步筑基的恐怖威压便如同无形的潮水淹没了整个宴会大厅，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沉重。实力稍弱一些的弟子更是脸色惨白，感觉自己的神魂仿佛要被这股浩瀚的威压彻底碾碎。而身处威压中心被死死锁定的独孤剑更是如坠冰窟，他只觉得一座太古神山狠狠地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压得他浑身骨骼咯咯作响，压得他连抬起一根手指都成了奢望。他那引以为傲的无坚不摧的剑意，在这股蕴含着一丝道韵的威压面前，脆弱的如同出生的婴儿。羞辱，这是前所未有的赤裸裸的羞辱。他刚刚才3招击败霍阳，为天剑宗挣足了面子，可转眼间他自己却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住，甚至连让对方真正出手的资格都没有。天剑宗的席位之上，宗主和所有弟子皆是脸色铁青，双拳紧握，却又无能为力。这就是王朝第一宗门天道阁的威严吗？这就是乾隆榜第3的顶级天骄楚非凡的实力吗？差距太大了，大到让人绝望。主位之上，三皇子夏言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玄火宗的霍阳更是满脸的快意。独孤剑，你不是很狂吗？你不是要3招败我吗？现在怎么了？连天道阁楚师兄的一道威压都接不住了。废物，你和你那个只会动嘴的师弟都是废物。角落里，七公主夏芷宁那双清澈的眸子也闪过了一丝凝重。整个宴会大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天剑宗的席位之上，充满了同情、怜悯以及看好戏的讥讽。天剑宗今日注定要沦为整个王都的笑柄。然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屈辱的寂静之中，一个淡漠、平静却又蕴含着无尽力量的声音缓缓地响了起来。他的对手是我。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个从始至终都一脸淡然的黑衣青年方云缓缓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轰！在他起身的瞬间，一股同样强大、同样霸道，甚至更加凝实、更加蛮横的气势从他体内冲天而起。这股气势如同一柄无坚不摧的绝世神兵，硬生生地将楚非凡那笼罩全场的浩瀚的威压给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独孤剑只觉得身上压力一轻，整个人如蒙大赦，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向方云的背影，眼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复杂与感激。上手，楚非凡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第一次闪过了一丝真正的讶异。他看着那个缓缓走向演舞台的黑衣青年，饶有兴致地问道：“哦，你能挡住我的威压？”方云一步步走上擂台，他没有去看任何人，只是平静地直视着那个高高在上的如同神奇一般的青年。你的对手也是我。他的声音不大，但其中所蕴含的自信与战意却让在场的所有天骄都为之心神俱震。狂，太狂了，他竟然要主动挑战楚非凡。他难道不知道半步筑基与凝气境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吗？好，好，好！楚非凡先是一愣，随即仰天大笑起来。他看着方云，眼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欣赏。多少年了，已经有多少年，没人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方云，是吗？就凭你这份胆气，今日我便破例只出一招。他缓缓地伸出了一根手指，一根白皙如玉，仿佛不沾染一丝人间烟火的手指接得下。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接不下，他没有再说下去，但其中蕴含的意味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来吧。方云的回应依旧是简简单单的2个字：如你所愿。楚非凡淡然一笑，他那根白皙如玉的手指朝着方云轻描淡写地凌空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没有华丽无比的光效，但就在他这一指点出的瞬间，在场的所有凝气境9层巅峰的天骄都是脸色巨变，如坠冰窟。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一指之中蕴含着一丝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道韵，那是属于筑基境的法则之力。
一道由天地灵气高度压缩而成的近乎透明的指锋瞬间划破虚空，仿佛无视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出现在了方云的面前。这一指看似平平无奇，却封锁了方云所有的退路，避无可避，只能硬接。然而面对着这足以秒杀任何凝气境修士的蕴含着道韵的恐怖一击，方云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惧色，他的眼中战意如同火山一般轰然爆发。来得好！他长啸一声，不退反进。霸象金刚体与龙象镇狱体两大炼体神功同时运转到了极致，暗金色的神芒与远古龙象的虚影在他身后交相辉映。他那经过万雷淬炼早已堪比中品灵气的拳头，狠狠地朝着那道透明的指锋悍然轰出。而在他的拳头之上，一个由黑白二气组成的缓缓旋转的磨盘虚影也随之悄然浮现，正是他那无往不利的神通阴阳磨盘。轰！一声前所未有、足以震碎耳膜的恐怖巨响在整个天骄楼轰然炸响，拳指相交，一股肉眼可见的毁灭性的能量冲击波以二人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疯狂地席卷开来。咔嚓咔嚓咔嚓，他们脚下那由万年玄金铺就的铭刻着无数防御符文的擂台竟是再也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力量，如同脆弱的蜘蛛网一般寸寸碎裂。整个天骄楼都在这恐怖的对撞之下剧烈地摇晃了起来。不好，快开启防御大阵！三皇子夏言骇然失色，惊声尖叫。而此时擂台之上，在那漫天的烟尘之中，两道身影依旧静静地站着。楚非凡依旧保持着一指点出的姿势，脸上那风轻云淡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与震惊。而他对面的方云也同样保持着一拳轰出的姿势，他的衣衫被狂暴的劲风撕裂，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但他终究是站住了。他竟然硬生生地接下了这蕴含着道韵的至强一击。平分秋色，这一刻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呆呆地看着擂台之上那个嘴角带血但身姿却依旧挺拔如松的黑衣青年，脑海中只剩下无尽的空白。这怎么可能？他竟然接下了一个凝气境，硬接了半步筑基的一招，还平分秋色。怪物，这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啊！我不是在做梦吧？角落里，七公主夏芷宁那双清澈的眸子里也是异彩连连，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你很好。良久，楚非凡缓缓地收回了手指，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方云，那张温润如玉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无比凝重的神色。是我小看你了。他没有再出手，因为他知道自己若是再出第二招，那便等同于自己打自己的脸。你的实力赢得了我的尊重。他说着缓缓走下擂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之上。只是在他与方云擦肩而过的瞬间，一个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冰冷的声音传入了方云的耳中。你很强，希望在大比第一轮的万兽猎场里，你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他平静的话语之下是毫不掩饰的必杀的决心。与此同时，三皇子夏言也收到了手下递来的关于大比第一轮的规则预检。他站起身，朗声宣布道：诸位，乾隆榜大比第一轮万兽猎场将于3日后正式开启。猎场之内不仅要猎杀妖兽获取积分，更鼓励互相掠夺，最终只有积分排名前100者方能晋级。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了方云和楚非凡，脸上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